别人穿越不是皇帝也是皇子，差一点的也是个帝师。可贼老天，你把小爷送这破庙来做什么？当土地公吗？这个虾仁有点惨，穿越到大明后，沦落到在当朝宰相胡惟庸府上当一名打杂小厮，却被胡惟庸的小妾陷害了。夫人请自重，我不是那种人。况且此事一旦被老爷发现了，后果不堪设想。只要你不说，我不说，老爷他是不会知道的。老爷他闯入妾身的房间，想要这种事绝对解释不清楚。好胆，真是好大的胆子！来人！无奈之下，他只能打翻胡惟庸，翻墙而逃，藏身在城外的破庙里。再这样下去，不被冻死饿死，也早晚要死在胡惟庸手里。但跑路需要银两啊！俗话说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看来就算冒险，明天早上也要进城一趟了。不过不论是抢是偷或是骗，都只能挑一只肥羊下手。一是普通人本就生活不易，骗他们的钱于心不忍，天打雷劈。二是肥羊钱多，向他们借点钱也无伤大雅，就当江湖救急了。杜兄，你别催，本虾坑蒙拐骗，无所不精，来到这大明还能沦落到要饭不成？包子，皮薄馅多的包子嘞！肥羊啊肥羊，你可得快点出现啊！而虾仁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守株待兔时，一只天底下最大的肥羊正朝着这边慢悠悠地逛了过来。他正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此时虾仁仔细地观察着每一个路过的行人，只见不远处一位贼眉鼠眼的青年正鬼鬼祟祟地跟在一位卖完菜的老农身后，而他的眼神正紧紧地盯着卖菜老农腰间系着的钱袋子。真是没有丝毫职业道德，居然连卖菜老农的钱也偷！看来我的绝活今天有用武之地了。而这一幕也恰好被朱元璋看了个一清二楚。来人！老爷，二虎，给咱把那个人双手打断，取回被他偷走的钱袋，再还给那位老农。等等，哈哈，有趣！没想到小偷居然也会被人偷。二虎，给咱把他带。等等，嘿，老伯，你的钱袋掉了。后生，太谢谢你了。如果钱袋子掉了，老头子我1个多月就白忙活了。家中的老伴还等着卖菜的钱抓药治病呢。老农千恩万谢之后方才离去，但老农不知道的是，他的钱袋中不止没少1文钱，反而还多了一块碎银子。呵呵，还不错。虽然目前还没找到合适的肥羊，但这也算开张了。呵呵，没想到这小书生还是个心善之人呐。看来这少年的圣贤书没有白读，以后如果能金榜题名的话，应该会是个好官。只是为何身为一介书生，却会有如此高超的偷窃之术呢？老爷，要不要属下把他抓过来？下去吧。是。古人真是实在啊，说皮薄馅多，那绝对的就是皮薄馅多，不打一丝折扣。还别说，味道确实鲜美，分量也足。虾仁就算吃着包子，也没忘记自己进城的目的，用眼角的余光扫视着过往的每个行人。突然眼中一亮，一位身材高大、穿着紫袍、书生打扮的汉子进入了他的视线。肥羊出现了！就你这样的，居然还一副书生打扮，也不管像不像。虽然一身书生打扮，但从他手上的剪子可以看出，他绝不会是个书生。且此人面容刚毅威严，双眸处不经意间偶尔会流露出一丝锐利之色，再加上龙行虎步的身姿、顾盼生威的气势，无不给人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看来，就算不是开国勋贵，也应该是个手握兵权的大将军。就算不小心看走了眼，就从他的穿着和腰间悬挂的玉佩，最起码也是个大地主级别的存在。就当你为小爷的逃跑大计做了一份贡献吧。这位大叔，请留步。朱元璋眼中充满了疑惑和警惕，但他真真切切地看见了虾仁眼中闪过的一道炙热的光。他背在身后的手掌微微摆了摆，原本准备上前的护卫也不再上前。刺客不太像，难道他发现了咱的身份？也不太可能啊！你叫住咱有何事？在下有一件稀世珍宝，不知大叔有没有兴趣？咱身为95之尊，富有四海，什么样的宝贝没见过？但是这一脸鬼祟之色的少年到底想干啥？先配合他一下吧。哦，什么稀世珍宝？咱倒还真想长长眼。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跟我来。
大人，那少年是什么人？我他娘的也想知道，那小子到底是从哪蹦出来的？现在可以说了吧？到底是什么稀世珍宝？我这件稀世之宝，曾经可是时刻伴随着洪武皇帝他老人家的。等会儿你可要小心拿稳了。真是好大的胆子，居然有人敢把咱随身的东西偷出来卖，回头一定要追查到底。朱元璋此时心中已起杀意，但脸上却不露声色，假装震惊的道：什么？居然是皇上身边的宝物，快拿出来给咱长长眼。如果不是现在着急用钱，在下是万万不会卖掉它的，必定会日夜3炷香将它供奉起来。看这肥羊一副迫不及待的模样，气氛已经营造的差不多了。咱到底什么东西被人偷了，却连咱自己都没发现？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对方这状态，看来成功的希望很大啊！呵呵，这么重要的宝物，当然要慎重保管了。别急，我这就打开。你还有完没完？包1层不够，你居然还包了2层！见谅见谅，实在是这宝物太过珍贵，在下才不得不小心保管。我这就打开。这他娘的就是你说的珍贵无比的宝物？你是不是认为它只是一只普通的碗？废话，只要不瞎，都知道它是碗，还是一只破碗。没想到咱一向睿智，今天居然被一个少年给耍了。最可恨的是，还不能把他怎么样，总不能人家给你看了一个破碗，就把人家杀了吧？要真传出去的话，恐怕全大明的人都会知道，大明皇帝跟着一位少年神神秘秘地走进一条小巷子里，为了一只破碗怒而杀人。算了，等会儿还是下个封口令吧，谁敢外传，杀无赦。等等，你听我说，就一破碗，你难道还想告诉咱这是什么古物不成？行了行了，别东张西望了，就你手中的破碗，没人会抢的。我手上的这只碗确实不是什么古物，真就是一只普通的破碗，但它可是大有来头。那你就给咱说说，这只破碗有什么了不得的来历？就等你来问了。它虽然只是一只普通的破碗，但它曾经的主人可绝不普通。它曾经的主人就是驱除鞑虏，让我华夏民族重新挺直脊梁，大明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就算是朱皇帝曾经化缘用过的碗，那不还是一只破碗吗？能值几个钱？呵呵，原本我以为大叔相貌堂堂，威武不凡，见识必定不是普通的凡夫俗子可比，没想到，算了，话不投机，你走吧。咱相貌堂堂，威武不凡是不错，但这跟咱的见识有什么关系？咱倒要看看，就一破碗，你还能吹出什么话来不成？说这破碗之前，就不得不说说我大明洪武皇帝了。我问你，你觉得大明洪武皇帝怎么样？这也还行吧。也还行吧。呵呵，看来你根本不了解我们的洪武皇帝。咱不了解自己。既然你说咱不了解洪武皇帝，那咱就洗耳恭听，看看你对洪武皇帝有多了解。这么给你说吧，始皇之下，洪武皇帝称之为最伟大的帝王，毫不为过。就算你想把碗卖给咱，也不能这么吹嘘洪武皇帝吧？或许你会认为我这么评价洪武皇帝，把汉帝和唐宗宋祖置于何地，对吧？以小子的身份，本没资格评判历代帝王的功过，但既然说到这了，那小子今天就狂妄一回。先说说汉武帝吧。汉武帝的功勋自不必多说，北击匈奴，打通西域，币制改革，兴利开边等，就不说国家经济凋零了，为了北击匈奴，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就说他晚年犯的最大错误，巫蛊之祸，把太子生生逼死，自己的皇后也上吊而亡，而这一切皆因他的猜忌之心太重所致。就这一件事，就是汉武帝永远也洗不去的污点。但白璧也有威胁，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仍可称之为千古一帝。不错，一场巫蛊之祸，不止逼死了自己的皇后，还白白葬送了一位好太子啊！就这点来说，我朝洪武皇帝可称得上楷模，与自己的结发妻子马皇后恩爱有加，对太子朱标那更是无比的宠爱和信任，可称得上是有史以来地位最为稳固的太子了。只是可惜什么？靠，差点说漏了。没什么，没什么。现在说说唐太宗吧。太宗皇帝李世民在位时期可称得上是君明臣贤，对内文治天下，厉行节约，劝课农桑，与民休养生息；对外开疆拓土，灭东突厥和薛延陀，征服高句丽，设安西四镇，万国来朝，被外族尊之为天可汗，并且那些开国功勋基本都得以善终，这点也尤为可贵。但不得不说，身为天可汗的唐太宗晚年却有些飘了，变得好大喜功，骄奢淫逸，居然还追求起那虚无缥缈的长生之道。金无赤金，人无完人。身为帝王来说，这些也可以理解，但他杀兄夺嫂，囚禁自己的父皇，以一场政变夺取的地位，也成为他永远洗不去的污点。
是个人才。而我朝洪武皇帝虽是农家子弟出身，做过和尚，当过乞丐，而后加入起义军，从卑微的马夫做起。但不得不说，乌云盖不住太阳的光辉，就算从马夫做起，洪武皇帝却还是以极快的速度脱颖而出。而后继国子兴一波由弱到强，从南打到北，灭陈友谅、张士诚等一众枭雄，直至彻底的把蒙元政权推翻，让我汉民族弯了近100年的脊梁，终于再次挺直了起来。有史以来，要说德国最正，莫过于我大明洪武皇帝了。是啊，洪武皇帝能够创建大明朝，一路走来，其中的坎坷和辛酸，有几人能真正明白呢？至于宋太祖赵匡胤，他的主要功勋就是结束了自安史之乱以来长达200年的诸侯割据、军阀战乱的局面，重新恢复华夏主要地区的统一，也让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重新得以生息。但不得不说，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取天下的他，是一个权谋高手，生怕手下的将领学他，来了一招杯酒释兵权还不算，有送一招重文轻武，以至于后来屡战屡败，最终失去了幽云16州。不得不说，大宋后来之所以屡战屡败，年年向外族岁贡，和赵匡胤开国时期制定的策略有很大的关系。就这点来说，大明比宋朝强的太多了。不称臣，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崇祯宁愿上吊也。崇祯他是谁？为什么上吊？崇祯，我说了崇祯嘛，总不能告诉你崇祯是大明的最后一位皇帝，最后在眉山上吊了吧？朱元璋微微垂着头，眉头微皱，他敢肯定自己刚刚绝没有听错。上吊这2个字容易理解，崇祯这2个字应该是一个皇帝的年号，但如果是年号的话，身为一国之主的他又为何上吊呢？并且从刚刚那小子话中透露出来的意思，崇祯这个年号还是属于大明未来某一任皇帝所有。莫非这小子知道什么？不可能，哪有人知道未来发生的事呢？但从那小子眼中闪过的慌乱还有眼神来看，他刚刚应该只是一时没收住，才说漏了嘴。这说明并不是他有意要欺骗咱，更何况这小子并不清楚咱的身份，看他那紧张的模样，就算再问，恐怕他还是会极力否认。算了，还是慢慢来，先把这小子来历弄清楚再说吧。说吧，你手上的破碗打算卖咱多少银子？如此至宝，本该当作传家宝，留给子孙后代，世世代代传承下去。但奈何小子遇上了祸事，需一笔钱急用，要不……好了，你就直说想卖多少银子吧，再啰嗦下去，咱现在立马就走。100两，只要100两，这至宝你现在就可以拿走。虾仁望着朱元璋的眼神，透着一丝紧张，也带着一丝期待。如此至宝，卖100两，你会不会太吃亏了？看来煮熟的鸭子要飞了。也对，仅凭一只破碗，别说要人家100两，就算送给人家，恐怕都要遭受一顿毒打，因为没这么侮辱人的。而且吹嘘这破碗是洪武皇帝用过的，谁能证明？总不能跑到皇宫外大声高喊：“皇上，您出来认认，看看这破碗是不是您以前化缘用过的？”别说正常人不会那么干，就算是资深脑血栓患者也干不出这种事啊。可是目前除了这破碗和一只破瓦罐，也就剩身上穿的这身行头了。就这身行头，还是起了个早借来的。哎，千挑万选，看对方那长相，应该只是个厮杀汉子，或许是个天生缺根筋的那种人。没想到这糙汉子还是个人精，白费力气也就罢了。可这汉子不会拉我去报官，告我诈骗吧？还是快溜吧！100两我给你，至于你这至宝，还是留着传家吧。为什么？就当是咱给你的茶水费吧。吹了这么久，你也不容易。快晌午了，咱要回去了，有空咱会找你的。咱们只是一面之缘，你却如此帮我，家人铭记在心，日后必有报答。看大叔的模样，身份必定不俗。家人有一件事想要提醒大叔，日后或许能帮大叔躲过一次危难。哦，是什么事？记住，千万不要和胡惟庸牵扯上丝毫关系，因为他已经活不了多久了。你说胡惟庸会被处死？是的，而他的死只是一个开头，未来将会有一大批人因为和胡惟庸牵连个甚，被皇上抄家灭族。真是年少轻狂，不知天高地厚。胡惟庸身为堂堂宰相，皇上又倚重，怎么会如你所说？1个月之内，继宁后故时将会旧疾复发，猝死。到时候你再选择相不相信吧。言尽于此，告辞。目前的胡惟庸可谓是权势滔天，如日中天啊！虽说咱确实有心想要铲除掉他，但这也只是咱心中的一个想法而已啊！至今也没跟任何人透露过。可以说，满朝文武，包括太子在内，不会有任何人相信，深受咱宠信的胡惟庸，即将在不久的将来会迎来什么样的结局？他是怎么知道胡惟庸活不了多久的呢？
二虎从一开始对虾仁的不屑，却随着朱元璋长时间的沉默渐渐消失。跟随了朱元璋10几年，他非常清楚朱元璋此时的沉默代表着什么。刚刚那少年说的话，或许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很有可能会成为现实。二虎，派人查探清楚虾仁的底细，晚上咱要知道他的详细情况。还有，回宫后传故十进谏。遵命。二虎兄弟，不知皇上突然召见，所谓何事？季宁侯，你最近身体还好吧？哎，二虎兄弟如果看得起我，叫我一声老顾就行了，叫季宁侯太见外了。否则，哥哥也只有称呼你一声毛香毛大人了，哈哈。最好还是如此。虽然我们曾经是袍泽兄弟，但现在，我想季宁侯你该明白了。明白。今天这是怎么了？热脸还贴了冷屁股。季宁侯稍后，容在下前去禀报。有劳了。混账东西，明明很简单的一件事，非要写这么一大串，真是犹如老太婆的裹脚布，又长又臭。皇上，季宁侯奉旨觐见。宣。混账，裹脚布又长又臭，还有那带着浓浓怒意的宣字。济宁侯此刻原本健壮的身躯不由得抖如康筛。难道是我做的那些事被皇上知道了？可那些事也不止我一个人做过，为何不宣召其他人，偏偏只召见我？莫非皇上有意杀鸡儆猴，而我不幸的成为了那只倒霉的鸡？不错，我好歹是个猴，功劳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地位也算是不高不低。无论是高矮肥瘦，我居然都无比的适合当那只儆猴的鸡。季宁侯，皇上召见，请。好。臣不识，参见皇上。朱元璋望着面色死灰、寒冬腊月却满头大汗、浑身颤抖不已的顾时，再次皱起了眉头。看顾时此刻的模样，确实有病入膏肓之兆啊！莫非真被那虾仁说准了？难道那小子真有未卜先知之术？可这怎么可能呢？或许是他在最近这1-2天见过顾时。哈哈，咱真是太多疑了。那少年确实是个聪慧之人，只要稍加培养，未来说不定会成为一个能臣。但要说他有未卜先知之术，绝无可能。随着朱元璋陷入思绪之中，偏殿内一片寂静。而俯趴在地上的顾时，颤抖的也越发的厉害。刚刚咱有些走神了，快起身吧。这次召你入宫，原本想问问你的身体状况，可没想到才几个月不见，你却已经……看来皇上对那小子的话还是有些半信半疑啊，否则又怎么可能突然召顾时进宫呢？不过只要皇上一看见顾时那壮硕如牛的身躯，那小子最后的一番装神弄鬼也就不攻自破了。那小子何德何能，居然能蒙皇上亲赐他100两银子，虽不多，但满朝上下有几人能有此殊荣呢？来人，快来人，快传太医！顾二娃，你他娘的醒醒，快醒醒啊！济宁侯此刻脸色紫黑，口吐白沫的躺倒在地上，而朱元璋焦急的脸上还带着一丝茫然之色。启禀皇上，他已经没气了。恐怕不用等到明天，应天城内就会充斥住各种谣言吧。但顾时为何会突然暴毙而亡呢？难道是皇上？没想到追随咱出生入死的顾二娃，今天却说走就走了。不论你们想什么办法，务必要在明天早朝之前查清楚济宁侯暴毙的死因。遵旨。这还用查吗？这死状一看就知道他是因惊惧而死。靠，还想着先逃离京城，等到胡惟庸倒台之后再回来呢。胡惟庸这是亡我之心不死啊！胡惟庸啊，胡惟庸不就打了你一拳吗？你这也太兴师动众了吧！看来这几天想要出城，怕是没什么机会了，还是先找个地方避避风头吧。哎，但去哪躲藏却是一个问题呀。这个时候越是危险的地方，反而越是安全。虫八，你今天怎么了？怎么看起来有些闷闷不乐？妹子，你说有人能够未卜先知吗？虫八，世上怎么可能有人能未卜先知呢？你莫不是今天微服出宫，叫算命先生给骗了吧？不是算命先生骗咱说的是一位少年。居然是一位少年？那少年到底跟你说什么了？朱元璋将今天发生的缓缓说出，也只有在坤宁宫面对自己的结发妻子时，朱元璋才会偶尔从皇帝的身份转变为一个丈夫的角色。他怕咱不相信，居然还预言说1个月内济宁侯将会暴病而亡。从这少年替老农偷回钱袋之后，还偷偷的往老农的钱袋里塞了块碎银子来看，这少年应该是个心善之人。他拿个破碗吹嘘是你用过的，想要100两银子卖给你，
我想应该是遇上什么难事了，又看你穿着不俗，把你当肥羊了。他说以后会报答你，以他之前的所为来说，这我相信，但后面说的话未免有些信口开河了吧？就不说胡惟庸了，就说济宁侯顾时，现在才40出头，正值壮年，怎么可能说暴毙就暴毙呢？就在刚刚，顾二娃当着咱的面暴病身亡了。什么？并且胡惟庸日渐跋扈，又结党营私，排除异己，咱心中确实已经在盘算着把他给除掉。什么？咱这个想法连你都猜不出来，可他却仿佛早已知道了胡惟庸的结局一般。咱今天之所以照顾时前来，也是想要验证一下，却没想到。重八，这会不会只是一个巧合？世上真有这样巧合的事情吗？妹子，你对崇祯二字有何看法？崇祯给人的感觉仿佛有点像是年号。我刚刚从那小子嘴中听到这2个字，也隐约有种感觉，这是我大明某一任皇帝的年号。但妹子，你知道那小子口中的崇祯结局是怎样的吗？居然是上吊而亡！哈哈，我大明的皇帝居然被人逼得上吊而亡！重八，会不会是你听错了，或者想多了？或者真的是咱想多了，或者听错了吧？但他当时说到彪儿的时候，一脸的惋惜之色。虽然他立马掩饰了过去，但咱却绝不会看错。什么？还说到了彪儿？重八，那可一定得问清楚才行啊！妹子，不用太紧张，彪儿现在不是好好的吗？而且咱已经吩咐二虎，让他暗中弄清楚虾人的底细了。等明天咱再微服出宫，找到那少年，必定要弄清楚这里面的情况，看看他到底是在胡说八道，还是真知道些什么。重八，要不明天我和你一起去吧？也好，咱也好久没陪妹子出去散散心了。明天下完早朝，咱好好的陪妹子逛一逛。胡惟庸，我想你做梦也想不到，小爷住的地方距离你这么近吧？再过几天就是洪武12年了，你也没多少好日子了，还是别再找小爷了，好好珍惜剩下的日子吧。以胡惟庸睚眦必报的性格，不杀我他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看来一时半会的是真走不了了，但总住在客栈也不是办法啊。早知道出不了应天城，昨天就不该要那100两银子了。要是和他一起合伙做点生意，既能赚钱，又可以叫他帮忙找个隐蔽所在，方便藏身。当时怎么就没想到呢？算了，走一步算一步，先在这待着，避避风头再说吧。禀告陛下，那虾人的底细我已经查清楚了，他是胡惟庸府上一个不识字的杂役，因为和胡惟庸的小妾偷情被发现，就打翻主人翻墙逃跑了。什么？可无论是从虾人的气质，还是他的谈吐，以及最后的提醒，都不像是二虎口中所说的那个人。还有外边流传的关于济宁侯暴毙的流言。话说流言蜚语总是流传得很快，才傍晚时分，文武大臣们基本上已经得知了济宁侯在面圣时突然暴毙身亡的消息。随着消息逐渐蔓延至民间，事实的真相早已歪曲得不成样子。我听说济宁侯是爱上发作，突然暴毙而亡的。济宁侯是得知了一个天大的秘密，被皇上一杯毒酒赐死的。我还听说济宁侯在进宫面圣之前就自知难逃一死，早已在家中安排好了后事。当时偏殿内传出了一阵激烈的争吵，没过多久，济宁侯就暴毙而亡了。第二天一夜没睡的朱元璋脸上带着些许疲惫以及隐隐的怒火。如果说只是虾人的底细出人意料倒也罢了，关键是外面流传的流言蜚语居然五花八门。要说没有人隐藏在幕后，暗中操控这一切是不可能的，会是他吗？有事早奏，无事退朝。此时的奉天殿内陷入了一片寂静，所有的文武大臣全部微微垂着头，没有一人站出来奏事。哈哈，既然你们没话说，那就让咱来说吧。外面的那些流言蜚语你们都听说了吧？我想你们也很好奇济宁侯为什么会暴毙而亡吧？甚至怀疑是不是咱朱元璋害死了他。臣等不敢。哼，这事本就是一件偶然事件，但却在某些别有用心之人的操控下，才变得复杂了起来。济宁侯到底是怎么死的？就让太医告诉你们吧。传太医，参见陛下。咱昨天命你们查清楚济宁侯的死因，现在你们就对众位大臣说说吧。闻言，奉天殿内所有的视线全部都集中到太医身上。朱元璋自问，这里面没什么见不得人的阴谋阳谋，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歪，所以事先并没有干涉太医的查验结果。由于太医事先并没有得到朱元璋的暗示，所以颤抖着身体，还是决定实话回禀。回皇上和诸位大人，经我们太医连夜查验，一致认定济宁侯是由于惊吓过度导致肝胆破裂，体内鲜血堵塞无法流动，才突然暴毙而亡的。顾二娃居然是被咱活活吓死的，
咱当时对他说啥了？好像从头到尾加在一起也没超过5句话吧。再说咱当时也没骂他呀，又怎么可能会被咱吓死？哼，一派胡言。咱昨天和他一共也没说几句话，顾时又怎么可能被咱惊吓而死？并且咱昨天见到他的时候，他早已经是颤颤巍巍、脸如金纸、病入膏肓的状态了。咱当时见的状态不对，本想让他立即回家休养，没想到他却当场就死了。朱元璋说到这里，像是想到了什么，突然眼前一亮。除了刚刚的结果外，你们有没有发现济宁侯体内存在着什么隐疾？回皇上，济宁侯体内确有隐疾，在他的腹部有一个鸡蛋大小的肉瘤。据微臣等人判断，正常情况下，济宁侯他最多还能活1个月。终于甩掉了这只黑锅了。混账！既然是这样，那你们为什么刚刚不说，还说什么顾时是被咱吓破了胆，惊惧而死？皇上明鉴，济宁侯体内虽有肉瘤，也确实活不过1个月。但他昨天的死却与那肉瘤无关，确实是肝胆破裂而死。一派胡言！既然他体内有一个那么大的瘤子，怎么可能与他的死无关呢？当咱可欺不成？皇上明鉴，臣绝无此意。臣等好了，你们退下吧。关于济宁侯的死因，我想大家已经弄明白了吧？微臣明白。韦庸啊，为了避免还有人不明白，还是由你来给大家说说吧。臣遵旨。臣刚刚听完太医的话，已完全明白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正是由于济宁侯体内长有一颗巨大的肉瘤，身体本就无比的虚弱，而这也是皇上为什么见到济宁侯时，他身形颤颤巍巍、脸如金纸的原因。本就等紧油枯的他，又突然蒙皇上召见，心情难免激动。而也正是因为他激动的心情，导致了心火上升、气血逆流，提前引爆了那颗肉瘤，以至于突然暴毙而亡。这种事皇上本没必要对臣等解释，但皇上却还是对臣等足见皇上一片磊落之心。臣对追随了像您一样圣明的天子深感荣幸，也无比自豪。看来济宁侯的死就是一个意外，与皇上无关，因为没人会去杀一个原本就将死之人。胡惟庸能够深得圣宠，不是没有道理的，既会说话又会办事，这样的人有谁不喜欢呢？要是你老老实实做你的宰相，不结党弄权，不排除异己，不独断专横，不生出异心，凭你的能力，咱都能容你。可你最大的错误，却是生出了不该有的心思。原本你是个能臣，可你却偏偏想要在咱手底下做个权臣，哈哈，真是自寻死路。父皇，您和母后穿成这样，是准备微服出宫吗？哈哈，是啊，咱打算带你娘出宫转转，散散心。彪儿，今天就辛苦你了。彪啊，政务事永远也处理不完的，如果感觉疲累的话，就休息一下，身体要紧，知道吗？对了，彪儿，你最近身体怎么样？有没有感觉有什么不适？母后，儿臣的身体好着呢，您就别担心了。妹子，彪儿还这么年轻，身体能有什么事？你就别胡思乱想了，走吧。二胡，关于虾仁的体系，不会是你们搞错了吧？试问一个杂役能够在寡人的气势下侃侃而谈，一个杂役能够遍数唐宗宋祖及一代雄主汉武帝的功过得失，一个杂役能有那种鹤立鸡群一般的气质。皇上，这你还告诉我，虾仁居然还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难道自己堂堂皇帝之尊，居然和一个文盲在一条小巷子里聊了近1个时辰？如果他真是文盲，说话会有那么清晰的条理；如果他真是文盲，能够提前推测出胡惟庸即将面临的局面。回皇上，关于虾仁的底细，是京臣再三确认之后才向您禀报的，绝对无误啊。对了，你向咱禀报说，那小子现在就住在胡惟庸附近的客栈。禀皇上，虾仁此刻就住在距离胡府不到500米的入归客栈。皇上，没想到这虾仁的胆子还挺大，居然和胡惟庸玩起了灯下黑呢。这小子确实有几分胆子，居然拳打胡惟庸之后，还敢藏在距离胡府这么近的地方。妹子，走吧，咱带你去见见这个胆大包天的少年。没手机，没啤酒，没有小烧烤，古代的生活确实有些乏味啊！什么时候小爷也能光明正大的在大街上逛一逛啊？去，走远点，别耽误老子做生意，真是晦气。客官，您的早餐到了。劳烦小二哥下去把包子铺旁边那一老一少给我带上来，再给我买10个大肉包，再依照那一老一少的身材，给他们买2身合适的棉袄。多出来的银子就当你的跑腿费吧。记住，大肉包不要在楼下的那一家买，上别处去买。老人家不必紧张，请进来吧，小子请你们吃饭。谢谢公子，但小老儿的孙子不卖。
老人家放心吧，我不是坏人，只是请你们吃顿早饭而已。爷爷，我饿。你真不是要买小老儿的孙子？真不是，小子孤身一人，买个孩子干什么？老人家，你怎么会带着孙儿流落街头？是家里发生什么事了吗？今天要不是公子，小老儿恐怕……该不会是胡惟庸派来抓我的人吧？是谁？是咱，快开门吧。是大叔的声音。大叔，你是怎么知道我住在这的？呵呵，咱要想找个人，还没有找不到的。何况咱跟你说过，有空会来找你的。哦，这位应该是夫人吧？算你小子还有些眼力，这是咱的夫人马氏。快请进。你小子以后也别一口一个大叔称呼咱了，就叫咱老黄吧。你小子紧盯着咱夫人做甚？抱歉，小子失礼了。小子一见马夫人就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仿佛见到了亲人一般。可能是我长得有点像这少年的某位亲人吧。不瞒夫人，小子从记事起就没见过自己的爹娘，更没有什么亲人。但不知为何，今日见到夫人，却让小子感到一种莫名的亲切。对了，他们是……这还是小老儿来说吧。原本小老儿带着孙儿在街上乞讨，是这位公子见我们可怜，让店小二把我们带上来，不只给我们吃食，还给了我们御寒的衣物。如果不是这位公子心善，小老儿和孙儿恐怕不被饿死，也会被冻死。那你们这一老一少为何会流落街头？这说来可就话长了。事情是这样的，在老者娓娓道来事情的始末缘由之时，虾仁也暗自思量起两人突然造访的来意。莫非是昨天老黄给了我100两宝钞，回家没法交代，今天带着夫人来要银子了？可他们又是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的？难道昨天分开之后，老黄派人暗中跟踪我？可我身无分文，又无权无势，莫非是他看中了我，想招本瞎做他家的上门女婿？今天带着夫人来，就是为了先让他的夫人长长眼。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老黄家的闺女长得或许就有些一言难尽了。真是岂有此理！老张，你放心，咱老黄绝对为你讨回公道。来人！老爷有何吩咐？你派人随他们走一趟，把事情查探清楚，替他们把失去的田地要回来，再把那个禽兽不如的豪强交给应天知府发落。遵命。他们自己锦衣玉食倒也罢了，却连老百姓最后一点安身立命的家当也不肯放过，强买不成，居然还敢放火杀人，真是禽兽不如，该杀！老爷别激动，土地兼并本就是历朝历代搁之不去的毒瘤，别气坏了身子。虾仁，你对刚刚的事情怎么看？呵呵，我一个平民老百姓，无权无势的，能怎么看？倒是你可要小心了。如果小子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个当官的吧？你刚刚的做法虽然痛快，但却有2点不足之处。哦，什么不足之处？给咱说说。第一，你身为朝廷中人，这么做无疑是打破了既得利益团体中的潜规则，让自己处于险境之中。第二，你这么做只是杯水车薪，治标不治本，丝毫改变不了土地兼并的潮流。就算是治标不治本，那也总要有人去治吧？谁都不去治，那就任由他糜烂下去吗？老爷，你别急，我想虾仁不是这个意思，不如听听他的想法，或许他有什么好的建议呢？你刚刚也说了，土地兼并是历朝历代都无法完全根治的毒瘤，他能有什么办法？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今天我就和老黄你掰扯掰扯，也省得你们凤里桥人把小子给看扁了。要想彻底的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普天之下只有一人可以做到。哦，你说的那人是谁？洪武皇帝。什么？你说的那个人居然是皇上？洪武皇帝雄才大略，英明神武是不假，但要说他能彻底解决土地兼并的难题，确实有些夸大其词了吧？如果说连开创了大明朝的洪武皇帝都无法解决这个难题，那也就没人能解决了。好了，先别说洪武皇帝了，还是给咱详细说说，到底是什么样的方法，居然能够彻底的根治土地兼并？方法嘛，只有4个字：摊丁入亩。摊丁入亩？何为摊丁入亩？历朝历代，朝廷最重要的税收来源莫过于人丁税。不论你是贫穷或者富贵，也不管你是居无片瓦或是拥有良田万顷，一切都只按照户籍上的人丁来收税。不得不说，人丁税是一种极为不公平的税收，而摊丁入亩顾名思义就是彻底取消人丁税，把按人丁多寡改为按土地多寡来收税。也就是说，土地多的多交税，土地少的少交税，甚至是不交税。奇才呀！
土地兼并在历朝历代都无法根治，历来都只能采取抑制的办法延缓。这个千古难题居然被这个小子轻而易举的一语道破。摊丁入亩一旦在全国推行的话，那大明的人口将会迎来爆炸性的增长，老百姓的生活更会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哼，这二虎也不知是怎么办事的，明明是个奇才，他居然对咱禀报说这小子是个文盲。如果这小子是个文盲，那咱的满朝文武大臣是什么？摊丁入亩确实是个奇谋，但为何只有洪武皇上才能彻底的推行下去呢？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政策，一旦施行，必定有人因此获利，也必定有人利益受损。古往今来，利益被侵占的大多是穷苦百姓，高官显贵总是既得利益的一方，而摊丁入亩却是极大的减轻了穷苦百姓的负担，同时又让那些拥有无数土地的豪强地主蒙受了极大的损失。这一点是那些豪强绝不愿意接受的。可以想象，要彻底推行摊丁入亩，指导者将会面临何等巨大的压力与阻力。这也是我为何会说，要想把这件事做成，非雄才大略的君主不可。因为如果想要把摊丁入亩彻彻底底的推行下去，非得杀他个血流成河，人头滚滚不可。心慈手软或威望不高的君主是绝对做不成的。而我朝洪武皇帝本就是从尸山血海中杀出来的，他刚毅果敢，雄才大略，杀伐果断，是当之无愧的一代雄主，并且洪武皇帝在军中的威望也是后世君主无法达到的。因此，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他完全可以一言而天下定。我们在这里吹吹牛罢了，刚刚说的话可千万别向任何人提起，否则一旦让别人知道摊丁入亩是咱们的主意，那咱们恐怕会成为全大明高官显贵、地主豪强眼中的公敌。虾仁，你想不想做官？我做官？别开玩笑了，小子连秀才都不是，怎么可能做得了官？再说了，现在做官可算不上什么好时机。看样子老黄，你应该是个当官的，并且听你的口气和身上的气势来看，官职应该还不低吧？或许以你的实力，保我做个小官只是小事一件，小子也非常感激。但你如果真让小子做官的话，或许还会害了我。为何说保举你做官会害了你？你是怕朝中有什么人会加害于你吗？你放心，有咱替你撑腰，无人能够动你分毫。是啊，虾仁，只要有老爷在，朝中大臣绝对无人能够加害于你。我与老黄非亲非故，老黄不止帮过我，对我还这般看重，真是被他感动到了呢。可不久之后，朝中必将危险重重，有些话要不要对老黄说呢？说出来他会相信吗？可如果不说的话，老黄一家到时可能会……算了，还是提醒一下老黄，尽尽人事吧。这小子什么都好，要才华有才华，要长相有才华，就是这一副鬼鬼祟祟的模样，着实让人有些无奈。如果我说老黄，你在不久的将来或许都自身难保，你相信吗？为何？老黄，你这是当局者迷啊！还记得我昨天跟你说过，胡惟庸即将倒台，活不了多久吧？大明朝开国至今，朝局一直相对安稳，但这种局面很快将不复存在。随着胡惟庸倒台，必将牵连一大批的文武大臣，就连一些淮西勋贵也难逃家破人亡的结局。就算你侥幸避开了胡惟庸的牵连，但以你的地位，恐怕最后还是难逃一死。这是为何？因为最多3年，一代贤后将会陨落。你刚刚说什么？最多3年，一代贤后将会陨落，而皇上手中的天子剑也会犹如失去了剑鞘一般失去控制。到时候，以皇帝的性格，一旦暴怒起来，必定大杀四方，毫不留情，无人可以劝阻。大胆！小声点，你不要命了？这种事也是能大声嚷嚷的吗？我孑然一身也就罢了，可你一家老小还要不要活了？我问你，为何说马皇后3年内将？老黄，你这模样，看来也是受过皇后恩惠的人啊！少废话，快说！如果我告诉你们，小子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我说的这些都是梦中的所见所闻，你们相信吗？梦？你的意思是，这些事都是你曾经在梦中知道的？我知道这种说法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甚至认为小子胡说八道，但这一切都将会成为事实。随着胡惟庸倒台之后，洪武一朝不再平静，风波不断。而小子一是才疏学浅，甚至可说是不学无术；二是未来的朝廷局势实在是太过于凶险，一个不小心恐怕就是人头落地的下场。所以奉劝老黄你，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还是辞官回乡吧。难道今天皇上带住皇后出宫，只是为了见见这小子？莫非那小子真有什么奇特之处？可手下的人昨晚上又把那小子重新调查了一遍，结果还是胡服杂役，文盲啊！昨天听老爷讲起过，
虾仁，你上次提起朱标的时候，一脸惋惜之色，不知有没有这回事？还好有夫人解围，这老黄到底当的什么官啊？气势可真是够吓人的。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了，那小子也就豁出去了。不过这话可万万不能透露一丝一毫出去，否则要是让洪武皇帝知道了，他非得活剐了小子不可。不至于，不至于，毕竟你又没干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皇上又非暴君，岂会平白无故的杀你呢？看来老黄你虽是做官之人，但却对于朝中局势，对于皇上和太子的感情根本就不甚了解。咱不了解咱自己。算了，尽量配合一点他，先问出妹子和边的情况再说吧。既然你这么说，那咱就洗耳恭听，听听你的高见了。在老朱心目中，马皇后不单单是母仪天下的皇后，同时也是陪他同甘共苦的妻子。只有他和马皇后所生的孩子，才是他真正的孩子。而长子朱标在老朱的心中，那更是如珠如宝，哪怕是其他所有的皇子加在一起，也不及朱标的分量重。在老朱看来，长子朱标未来是要继承他的家业，当家做主的，而其他皇子则统统是要分出去单独过日子的。千年以来，如朱标这般稳如磐石的太子之位，就算是翻遍史书也是难寻啊！并且不得不说，太子朱标也完全当得起老朱的看重。对臣子他宽厚仁慈，对父母他贤良恭顺，对弟妹他以身作则却又关爱有加，对百姓他心怀怜悯，对国家大事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勤勤恳恳。是啊，朱标确实是个好太子，咱相信他未来肯定会是个勤政爱民的好皇帝。既然如此，公子为何对包儿惋惜？虽然如此，但他却当不了皇帝，这是为何？因为太子他会走在洪武皇帝的前面。简直是一派胡言！太子年轻力壮，洪武皇帝却已近古稀之年，怎么可能？妹子，咱们走！哼！你这是想干什么？是谁让你现身的？老爷，他也是关心我们的安危，也是他的职责所在，就别责怪他了。听着，给里面那小子找个偏僻点的农家小院安顿好，而后再派人暗中保护他，不能让人伤害他，也不能让他逃走，否则你就别回来见咱了。这是第几次因为这小子挨骂了？老黄啊，老黄，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何对太子朱标的早逝反应这么大呢？哎呀，真是糊涂！光想着提醒老黄辞官，却忘了和他谈谈合作的事了。看老黄刚刚的模样，明显是带着怒意离开的，估计以后都不会再来了。真是失策！进来吧。是你啊，是老黄叫你来的，不知有何事？在下奉老爷之命带你去的地方，公子这就跟我走吧。去哪？公子去了就知道了。总之，我们老爷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如果我不去呢？公子最好还是跟在下去，别让在下难做。看来是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由不得自己了。不过既然是老黄的意思，那应该不至于害我，否则以老黄的地位，又何必这么麻烦？既然是老黄的好意，那小子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如果说顾二娃的死，或者是胡惟庸的下场，还有那么一点有迹可循的话，那摊丁入亩之策又怎么解释呢？这种事关千万百姓的奇谋，是一个文盲杂役能够想出来的吗？千年以来，只要是想要有所作为的君主，无不想彻底铲除土地兼并这个国家的毒瘤，但有哪个朝代真正做到过吗？可这小子却偏偏能够轻描淡写的一语道破。恐怕也只有如他所说，在梦中被仙人点化，能够解释了。重八，照你这么说，那包儿他……妹子，现在咱心中不只是担心边，还有妹子你呀。3年之后，要是你真的离开了咱，让咱……重八，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你放心，没事的。这辈子当你妹子还没当够呢，我又怎么舍得离你而去呢？就算我3年后逝去，虽有无尽的牵挂不舍，但人嘛，早晚都有这一天。可是包儿他还这么年轻，又是一国储君，于公于私他可都不能出事啊。既然他知道包儿的事，那他会不会有什么办法能够救包儿呢？妹子，你说的对，今天咱也是被气昏了头，居然忘了问你和彪是什么原因才。不过没事，咱已经吩咐二虎把那小子给安顿好了，明天咱再出宫去问问。你这也是关心则乱，才会失了方寸。不过下次去，不管虾仁说什么了，你可别再发脾气了。他之所以告诉你这些，出发点不也是为了你这个老黄好吗？行，咱听妹子的，下次一定控制住自己的脾气，不再惊吓那小子就是了。
废物，都是废物！这么长时间，居然连个人都找不到，我养你们这些废物有何用？回禀老爷，自从那天有人看见那小子进城之后，小人就派人守在城门口，手拿下人的画像，严格的检查每一个出城的人。可以肯定，那小子并没有出城。不过，吞吞吐吐的作甚，还不快说！据胡三回禀，那小子好像是跟着一个人往城西去了。那你们为何不立即将他拿下，押解回来再说？胡三说，那个人虽然长相和下人相似，但无论是穿着还是气质，都和之前完全不同，他也不敢肯定。不过小人已经命胡三暗中跟着那小子了，想来很快就可以知道他的落脚之处了。这种风月消息总是传得飞快，如今在朝堂上，我特么看谁都像是在嘲笑我一般。长这么大，还从未受过如此的奇耻大辱。臭小子，如果让我抓到你，必然将你千刀万剐，以泄我心头之恨。禀老爷，门外毛大人求见。还跪着做什么？赶紧大开中门，本大人要亲自迎接。是，小的这就去。虽然身为一朝宰相，但胡惟庸对面前这人却丝毫不敢小觑，因为面前之人可是皇上的心腹。毛大人，你可是很久没有光临寒舍了。皇上命我给胡大人传句话，下人不能动。怎么，胡大人对皇上的话有什么不满吗？没有，在下只是一时失神。胡大人，下官话已带到，告辞。望着毛香离去的背影，胡惟庸的双眼犹如毒蛇一般，充满了刻骨的寒意。虽然朱元璋隐藏得很好，但胡惟庸还是敏锐地察觉到一丝危机正在缓缓逼近自己。看来要早做准备，先下手为强了，取而代之。你去传话的时候，他是何表现？惶恐不安，但是说不得有丝毫隐瞒。属下觉得他当时表现出的惶恐不安有作戏的成分，属下猜测他恐怕并不甘心放过下人。咱知道了，记住，给咱盯死了胡惟庸。咱要知道他每天吃了什么，做了什么，和什么人见过面，说过什么话，甚至他晚上和哪个小妾睡觉。还有，一定要隐藏好，切不可打草惊蛇。打草惊蛇，遵命。对了，下人那小子对咱的安排有什么意见没有？回皇上，一开始下人对北至的出现带有一丝警惕，也对北至的安排带着一丝抗拒。但当北至说起这是您的安排之后，他便不再抗拒，坦然接受了。呵呵，看来那小子对咱还挺信任。没想到在城西郊外，居然还有这么一处农家小院，简直是有山有水有河流啊！之前的如归客栈虽然隐秘，但一天到晚的闷在房间里面，提心吊胆不说，还不能出门，都快憋出病来了。走，钓鱼去，等老黄来了，请他吃烤鱼。废除人头税，不错，咱确实有心想要废除已延续了1000年的人头税。今日召你们前来，就是想要听听你们两人的意见。皇上，您也知道，咱徐达只会带兵打仗，政务方面的事是一窍不通。皇上您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徐达一切听您的。呵呵，擅长你的意见呢。皇上，人头税是朝廷重要的税收来源，一旦取消，国库必将捉襟见肘，如遇大事，恐怕还请皇上三思。擅长啊，你并非农民出身，对于人头税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还请皇上解惑。人头税是朝廷税收的重要来源，这话不假，但它同时也是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一座大山啊。咱是农民出身，对于人头税在没当皇帝之前也是深恶痛绝。咱以前之所以会造反并不仅仅是因为天灾，还有人祸呀。那大元朝廷在百姓遭灾之时，不救济百姓也就罢了，苛捐杂税居然层出不穷，特别是人头税更是在天灾之时成为了压垮老百姓的最后一根稻草。造反都是让饥饿给逼出来的，咱爹咱娘兄长姐姐与其说是被饿死的，不如说是被大元朝廷给活活逼死的。所以咱豁出去了，咱要和那狗日的大元朝拼命。咱一开始参加义军只是想和元军拼命，为咱亲人报仇，后来做了一方大帅，咱想的是保一方平安，直至做了吴王，咱就在心中立誓，如果让咱做了皇帝，一定要让我汉人百姓从此家家有余粮，有棉衣御寒，过上安稳的日子。大哥，上位擅长前半辈子一直活得浑浑噩噩，犹如行尸走肉一般，但却让擅长有幸遇上了上尉您。那时擅长就知道您就是千年难得一遇的雄主。上尉您说吧，您想怎么做，擅长一定竭尽全力鼎力支持。擅长您是咱的先生，徐达是咱的三弟，你二人又是文臣武将之首，咱要做的这件事确实需要你们二人的支持。咱要废除人头税，摊丁入亩。摊丁入亩，摊丁入亩，顾名思义，就是由从前的按户籍人丁多寡收税，改为按土地的多寡来收税，从而彻底取缔人丁税。上尉，如果臣没有理解错的话，
摊丁入亩推行之后，大明就不再是按照人口收税，而是改为土地多的多缴税，土地少的少缴税。对错？不错，正是此意。但咱清楚，事关千万百姓的任何国策，都会有其弊端之处。咱今天召你们前来，除了需要你二人的鼎力支持之外，咱还想要听听你们对摊丁入亩的看法。大哥，咱徐达没什么好的建议，还是那句话，您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绝无二话。上尉，臣不得不说，摊丁入亩不仅仅是一道奇谋良策，更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它必定会彻底取缔自秦汉以来一直沿用至今的朝廷税收体系。臣也能够想象得到，摊丁入亩之国策一旦推行开来，我大明的人口必将因此而暴增，百姓贫苦的日子也会迅速的得到改善。但摊丁入亩之策却很难推行下去，因为它面临的阻力太大了。如果朝廷强行推行，那就相当于和大明所有的豪强勋贵为敌。臣以为此事还需从长计议，万不可操之过急啊，否则极有可能发生不可言、不忍言之事。不可言、不忍言之事，摊丁入亩，势在必行，谁敢阻拦？杀无赦，哪怕血流飘杵，人头成山，天地失色，江山倒悬，朕也绝不退缩。看来上尉决心已下，摊丁入亩已成不可逆转之事了。上尉的性格一向刚毅果断，一旦对某事下定了决心，哪怕杀得血流成河、人头滚滚，也非做不可。既然这样，上尉，既然如此，那此事须得好好谋划一番了。臣对此事总结了一下，有3点建议供上尉参详。第一，摊丁入亩之事乃是国策，内中千头万绪，咱们该从何处着手？第二，皇上坐镇中书主长乾坤自不必多说，但摊丁入亩之事非同一般，非常人所能为，选定主办此事之人必定要慎之又慎。第三，咱君臣之间无需如此，有话直说便是。第三，就是要做好随时镇压叛乱的准备。不愧是李善长，什么事情都能被你化繁为简，举重若轻。你刚刚提到的第3点，咱已有心理准备。至于你说的第1条、第2条，咱想先听听另一个人的建议之后再做决断。朝中居然有人能够让皇上如此重视，须得听取他的建议之后再做决断。可除了早已病故的刘伯温，还有文臣武将之首的我和徐达，还有谁对皇上有这般大的影响力呢？不知上尉所指的另一个人是？这人并非朝堂中人，摊丁入亩之策也是他提出来的。至于他是何人，明天你和徐达陪我一起去见见他就知道了。记住，都用化名，不可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哈哈，你小子倒乐得清闲啊！老黄，你终于来了。那这2位是？这位是我府上的账房先生李昌，也是咱的幕僚。这位是咱府中的护卫首领徐百胜，这2人都是咱绝对信任之人。见过李先生、徐将军。不敢，叫咱老李就好。徐将军那是外人叫的，你就叫咱老徐吧。欢迎，哥除了烤鱼，饺子可没什么好东西可以招待你们。行了，你小子就别诉苦了，米面粮油和一些生活所需咱都给你带来了，不会让你小子饿死的。对了，上次你说的摊丁入亩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上次走的匆忙，没太听明白。老黄，你怎么又提起此事了？这2人都是我的心腹，你小子就放心吧。今天带他们过来，也是想让他们帮忙参详一下，看看摊丁入亩之事可不可为。莫非老黄你想要对皇上上奏此事？昨日老爷给在下提起此事，以在下愚见摊丁入亩之策乃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一旦老爷向皇上上奏此事，皇上必定龙颜大悦，到时候当然也少不了你的那份功劳。摊丁入亩确实是一场巨大改革，一旦彻底推行，就相当于搬开了一直压在穷困百姓身上的一座大山。摊丁入亩如果能够提前几百年在大明施行的话，那未来或许就没有辫子朝什么事了。如果大明能发展壮大的话，是不是可以提前把倭寇斩尽杀绝？可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根本没有资格去改变大明的命运。我不行，或许老黄可以。你对摊丁入亩之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咱上次只是听了个大概，虽然明白摊丁入亩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具体应该怎么操作，咱还有些不太清楚。朝廷要想把摊丁入亩推行下去，说难那难如登天，说易却又易如反掌。之所以说难如登天，是因为会得罪天下的士绅豪强，到那时面临的阻力可想而知。既然是这样，又何来易如反掌之说呢？政策能不能推行下去，不在于政策本身，而在于人。
不错，这个人就是皇上。只要皇上足够坚定，面对重重阻力绝不退缩的话，这件事就已成功了80%。至于剩下的2成，皇上只要挑选好能够主导此事的大臣就够了。不过，在推行摊丁入亩之前，应该先丈量出全国的土地田亩。如果搞不清楚这点，那摊丁入亩只能是徒劳无功，成为一个笑话。清查全国的土地田亩这倒不难，可难就难在各省府州县都会隐藏一部分田地，隐瞒不报，如之奈何？那就无需他们清账，朝廷自己派人下乡去清账不就行了？话虽如此，可又怎么保证朝廷派下去的人不会和地方官员沆瀣一气呢？再说朝廷派下去的人总不可能走遍大明的每寸土地吧？如果那样做的话，就算把朝堂上所有的官员都派下去，也是杯水车薪啊。那这事还真是难办了。不难办，我有办法。哦，什么办法？快说。我的办法就是异地丈量。举个例子，就是用浙江省的人去丈量四川省的土地，四川省的人又去丈量安徽省的土地，相互错开，互不干涉。总之，不能让地方上自己丈量自己的土地，也不能互相丈量对方的土地。简而言之，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绕过乡土人情这关。不错，异地互调之后，外来官员由于和本土官员之间不熟悉，也可以最大可能的避免他们相互勾结蒙蔽朝廷了。老爷，夏先生所说的方法完全可行，咱也觉得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我话还没说完呢，你们先别激动。哦，莫非你还有什么要补充？不错，小子确实还有几点需要补充。第一，丈量全国土地完成之前，摊丁入亩之事一定要绝对保密，一旦泄露出去，必将前功尽弃。第二，朝廷应该派遣一些可靠之人，随调动官员一同前往异地，以便做到心中有数。第三，当地的秀才、举人等也应陪同负责丈量土地的官员一起前往，否则单靠少数官员在异地面对抱团的本土官员，必将举步维艰。第四，派遣军士随行，贴身保护他们的安全，以免有人狗急跳墙。第五就是赏罚制度，这个小子就不多说了。说完了。小子才疏学浅，暂时也只能想到这些了。不过一人计短，二人计长。如果老黄你要上奏此事的话，恐怕还得和老李、老徐他们施以补缺才行啊。黄老爷，在下没什么补充的。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人才出啊。那就麻烦李先生回去之后替咱拟一道奏折，明日早朝之时咱有用。咱今天来还有2件事想问你。说吧，老黄。第一，咱是想问问你，以你梦中所见，马皇后3年后是因何事突然逝世？第二，关于太子朱标，咱上次走的匆忙，没来得及细问，这次来就是想要问个清楚，希望你能对咱实话实说。其实马皇后和朱标原本不该早逝的，只是阴差阳错，可惜了。你的意思是有办法可以避免？老黄，有个问题我早就想问你了，你到底是什么身份？为何只要谈起马皇后和太子，你就仿佛变了一个人？你也知道，咱身为皇上的老乡，又是淮西勋贵一份子，有时候难免会犯一些错误。每一次也都是马皇后和太子朱标替咱们这些个淮西子弟求情。你说，咱们这些淮西子弟又怎么能够不心存感激？也是，朝中大部分文武大臣都或多或少受过皇后和太子的恩惠，对2人也大多都满是感激和爱戴之情。那你快说说怎么避免？太子的早逝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第一，过度劳累，每天天不亮参加早朝，而后协助皇上处理政务至深夜，身体能好吗？第二，压力过大，皇上对于朱标的宠爱和期望，让太子感动的同时，却也给太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只因他不想令对他满含期望的父皇失望。第三，心力交瘁，太子和皇上的性格可以说完全不同，皇上刚毅果敢，杀伐果断，但太子却是温良仁厚的性格，因此2人常常会为了一些朝中事务产生争执，而太子又是个孝顺之人，争执之后又难免会感到愧疚，他每天都活在矛盾和抑郁之中，而这最终也导致了太子朱标的突然猝死。其实只要太子不过度劳累，适当的减轻一些压力，皇上再多给他一些宽慰，少发生一些争执，我想太子绝不会英年早逝的。但以洪武皇帝那直汉的性格，脾气一旦上来了，想要不和太子发生争执，又怎么可能呢？标儿的早逝，没想到居然是因为咱。那皇后呢？马皇后是因病而逝的，具体什么病，小子不太清楚。什么症状？时常会感到头晕目眩，手脚乏力，惧寒怕热，咳嗽不止。一模一样。
其实皇后的病并不严重，仅仅只是初期而已。之所以会因病而逝，完全是由于太医误诊，药不对症，才会病得越来越严重。等到太医发现自己误诊之时，皇后已是病入膏肓，无药可医了。由于所犯过错实在太大，太医因太过恐惧，更是不敢对皇上禀明真相，阴差阳错之下，这才导致了皇后该杀。老黄发起怒来也太吓人了，不愧是刀山火海中杀出来的开国勋贵。面对暴怒的朱元璋，虾仁不由得缩了缩脖子，不敢再发言。皇后和太子绝不能出现意外，咱一定会向皇上进言的。进言倒也不是不可以，只是事关皇后和太子，又是没发生的事。老黄，你说皇上他会相信吗？等发生了，那一切就都晚了。到时候咱相不相信，还有他娘的什么意义？放心吧，咱了解皇上，他会相信的。见朱元璋说的绝对，很有把握的样子，虾仁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刚刚你说摊丁入亩之前先要丈量土地，咱也觉得有些道理，但如何推行摊丁入亩，咱还想听听你的意见。摊丁入亩要先做好宣传，争取百姓的支持，而后再高举屠刀杀他个人头滚滚，血流成河。高举屠刀，这小子竟然跟咱一样狠辣。屠刀咱明白是什么意思，但宣传，老黄你可别小看了宣传，它可是推行摊丁入亩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任何一件事有人受益，必定有人受损，而利益损失最大的莫过于士绅豪强、高官显贵们了。依照洪武皇帝的性格，只要能让穷苦的百姓从此能够吃上饱饭，不再饿肚子，那么谁敢阻碍摊丁入亩的推行，谁就必将成为他最大的敌人。这小子从来没见过咱，可为啥这么了解咱？真是多多怪事。而只要得到了全国农民的理解与支持，那些豪强勋贵们就算再不甘心，他们也只能俯首认命，翻不出丝毫浪花。因为在皇皇大事面前，任何的反抗都将徒劳无功，也会令他们粉身碎骨。反之，如果宣传不到位，老百姓不了解摊丁入亩将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的话，那么他们必将被当地的地主士绅所利用，成为反对摊丁入亩的先锋。一旦让这股大势形成，那么摊丁入亩必将胎死腹中，迎来失败的结局。原来是这样，但要如何宣传才能令老百姓迅速的了解摊丁入亩呢？莲花烙你肯定见过吧？竹板那么一敲，再配个顺口溜，朗朗上口，通俗易懂不说，而且老百姓还就好这一口。虾仁没有注意到的是，在他提及莲花烙的时候，朱元璋的神情流露出了一丝缅怀复杂之色。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在曾经最艰苦的岁月里，朱元璋也曾敲打过莲花烙。好，就用莲花落，朝廷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不说，还通俗易懂，见效快。老黄，你在上奏的时候一定要禀明此事，最好有点急面推行，先找个不大不小、地理位置又居中的行省先试行，这样不管是朝内朝外，阻力会小得多。一旦试点大获全胜，让老百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那后期在全国推行也必将得到老百姓的全力拥护。到那时，士绅豪强应该也会清醒过来，明白此事大势已成，不可逆转，反抗的阻力也会小很多。明白了，咱彻底明白了。虾仁，要不咱向皇上举荐你做个官，怎么样？咱说的可不是寻常刀比例，而是正五品官哦。算了吧，老黄，小子有几斤几两，自己清楚的很，别到时候惹出麻烦，连累了老黄你。而且小子曾经说过，在洪武朝为官，俸禄低不说，还危险的很。老黄你自己也不能大意，咱们这位洪武皇帝对老百姓的仁慈，那可是千古难寻，但对手下的官员嘛，呵呵，以后你或许就知道了。也不知道咱做什么了，居然让这小子吓成这样。不过此事不急，反正这小子年纪还小，也飞不出咱的手掌心。时间不早了，咱也该回去了。老黄，该说的小子都说了，你自己保重。还有空记得来看我。见老黄要走，虾仁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舍，毕竟一个人独处的滋味不好受啊。放心吧，咱心中都有数，有空也会来看你的。还有，下次过来的时候记得带点酒过来，有菜无酒不成席啊。酒这次咱没给你带，书倒是给你带了一些过来，有空记得多看看书。这老黄也真是的，米面粮油是一样不少，可却居然不带酒，看他那模样也不像不喝酒的人啊。还带了这么一箱子书，四书五经、史记，居然还有关二哥最喜欢的春秋。恐怕老黄是怕我寂寞，让我学关二哥挑灯夜读春秋吧。二虎，把太医院的所有太医通通都给咱带到坤宁宫来，要快。是。先把刘文松带去偏殿，再让其他的太医分批进来替皇后诊断。是。别人穿越好歹也能光明正大的在街上走一走看一看，
可我穿越呢，却是背黑锅被追杀，是穿越的姿势不对吗？妹子，咱回来了。虫八，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外面还下着雪呢。这点雪又算得了什么？曾经咱在外花园那会儿，露宿野外，咱半个身子都埋在雪中，不也没事吗？虫八，今日出宫有什么收获？刀儿他……妹子，你不知道，今天可真是不虚此行，简直是让咱又喜又怒啊！为何？咱让二虎把太医院所有的太医都叫过来了。天气这么寒冷，就别折腾他们了。先把你的问题弄清楚再说，要不咱这心里定不下来。禀皇上、皇后，除太医院院正之外，经所有太医诊断，一致认为皇后之所以凤体欠安，乃是因肺疾所致。肺疾的症状是什么？禀皇上，肺疾通常情况下的症状为头晕目眩、手脚乏力、畏寒惧热，并时常剧咳不止。经诊断得出的结论来看，皇后的肺疾乃是近几个月所患，目前并不严重，只要调理得当，不再受寒气侵袭，而后再连续服用半个月汤药，当会很快痊愈。你刚刚说只要调理得当，皇后就能够很快痊愈，对吧？那咱想问问你，皇后此疾如若调理不当，又会如何？臣等不敢，万死不敢呐！还请皇上明察。哼，不敢。皇上，太医们冒着风雪替臣妾诊病，臣妾已是于心不忍，你就别再惊吓他们了。张青云，咱记得你是太医院的副院正吧？从今日开始，你就是院正了。记住，你们身为太医，以后诊病之时一定要慎之又慎，否则……还有，咱希望在1个月内，皇后的身体能够恢复如初。张青云能否做到？回皇上，肺疾本是小疾，本就不难治愈，无需1个月，短则10天，慢则半个月。臣定让皇后的凤体恢复如初。好，张青云，如若皇后半个月内身体恢复如初，朕定有重赏。臣等身为太医，替皇后疗疾，本就是分内之事。臣等这就回太医院为皇后煎药。辛苦你们了，每人赏银10两，张青云赏银50两，下去吧。谢皇上恩典。刘文颂，你真是罪该万死。虫八，想来刘文松也是无心之失，人谁无过，让他治事就行了，就饶他一命吧。行，听妹子的，你好好休息，咱今晚回养心殿安寝，就不陪你了。哎，刘文松怕是在劫难逃了。刘文松，知道今晚咱为什么召你前来吗？臣不知。哈哈，好一个不知！既然你不知，那就让咱来说吧。刘文松，从大明开国至今，你就一直是太医院院正吧？至今为止，已是12年了。身为太医院院正的你，医术无人能出其右，这一点就不必咱多做叙述了。可整个太医院的太医都能够轻而易举诊断出的病症，却偏偏让你给诊断错了。哈哈，不得不说，真是让咱震惊。皇上，刚刚咱让你说你不说，那现在你就听咱说，等会儿有你说话的地方。如果咱没记错的话，洪武2年初，咱的心腹爱将常遇春是你医治的吧？此刻的刘文松仿佛已经明白了什么，满脸死灰的瘫倒在地。听见朱元璋的问询，无意识的点了点头。哈哈，你可真是医术高超啊！常遇春原本只是普通的旧伤发作，背部感到疼痛而已，却因服用了你给开的药，2个月之后突然就暴毙而亡了。常遇春身为统帅万军的大将，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而他又是逢战必带头冲锋在前的性格，因此体内的暗伤自然也数不胜数。体内暗疾突然爆发，继而暴毙而亡，咱虽然悲痛欲绝，却也能理解，因此也没有丝毫的怀疑过你。朱元璋冰冷地看了一眼瘫倒在地犹如一滩烂泥的刘文松，继而说道：洪武11年，太子妃常氏生下朱允通之后，身体极度虚弱，当时也是由你开的药方，亲自煎熬的汤药吧？结果没过多久，太子妃又薨了。哈哈，刘文松，你可真是医术高超啊！当时咱虽心有疑虑，但太子妃生下允通之后，身体太过于羸弱，突然薨逝也说得过去，因此此事咱也没有深究。但这一次，皇后所患的只是简单的肺疾，太医院所有的太医轻而易举的都能够诊断出来，而你堂堂太医院之首，这次居然又给误诊了，对咱说什么皇后气急发作？
呵呵，可笑的是，咱还真就信了你的鬼话。半年前随你一起替皇后诊病的李光璞、赵云兰2位太医，之所以告老还乡，也与此事有关吧？不错，一切都是我干的。常遇春、太子妃常氏皆是死于我手。可惜啊，再过上2、3个月，皇后服用了我所熬制汤药之后，肺部必将逐渐腐烂，病入膏肓，最多2、3年，也必将随常遇春等人同去。真是天不佑我啊！居然在关键的时候功亏一篑，被你朱重八给发现了。你以为激怒了咱，就能让咱立即杀了你，以求得一个痛快是吗？刘文松，不得不说，那你也太小看咱朱元璋了。想要求得一个痛快，可以，只要你把幕后的主谋交代出来，咱可以给你个痛快，并且还可以给你刘家留下一个男丁，以免你九族断绝之后无人祭祀。怎么样，刘文松，咱对你够仁慈了吧？朱重八，既然我说也是死，不说也是死，那就让我把这个秘密给带进棺材里去吧。何况我刘文松犯下如此重罪，以你朱重八的性格，真会为我刘家留下一条香火？你以为我会信你吗？望着疯狂的刘文松，朱元璋明白，此刻想要从他的嘴里得知幕后黑手是谁，已是不可能了。二虎，咱只给你1天的时间，1天之后，咱要知道隐藏在幕后的黑手到底是谁。咱不管你用出什么样的手段，咱只要结果。总之，明天的这个时候，咱要知道答案。做不到的话，那你也就没必要待在咱的身边了。皇上趁机可压他下去，必定让他吐出所有的秘密。还有，此事绝密，绝不能泄露出一丝一毫，明白没有？皇上请放心，此事臣亲自去办，绝不假手他人，绝不会泄露一丝一毫出去。无论你是谁，胆敢谋害咱的皇后儿媳，还有随咱出生入死的爱将，朕一定会把你揪出来，碎尸万段。父皇万岁！万岁！万岁！众卿平身。有事早奏，无事退朝。启奏皇上，臣胡惟庸有本要奏。准。启奏皇上，昨夜中书省收到山东布政使刘百里加急发来的奏报，沿山东境内6府15州89县遭遇雪灾侵袭，目前因积雪倒塌的房屋不计其数，境内百姓冻死，死者多达3万多人。山东境内冻饿致死的百姓，其中有2万多人来自这3府，因此臣奏请陛下速速调拨钱粮物资，派遣干吏前往山东赈灾。莫非胡惟庸察觉到了什么？否则按他以往奏事的风格，肯定会把赈灾所需钱粮物资的数量，以及派遣何人前往山东赈灾，都给咱安排的清清楚楚。可这次，糟糕，好像又弄巧成拙了。这户部火速调集银80万两，粮50万担，以及一应所需物资，即刻运往山东赈灾，不得迁延。这吏部侍郎李仁为首，户部侍郎夏为武，工部侍郎朱守仁，督察院右都御史等3人为辅，全权负责赈灾之事。冬季的政务并不繁多，此时奉天殿内又变得一片寂静。启禀陛下，臣有本要奏。启禀陛下，臣有本要奏。擅长啊，何时上奏啊？启奏皇上，臣建议重新丈量全国的土地田亩。为何？为何你还能不清楚吗？真是活该你当皇帝啊！双簧表演这就开始了。回皇上，自大明开国之日始，朝廷一共命地方省府丈量过3次全国的土地田亩，但各省每次上报的结果皆不相同，或多或少，前后相差甚大。因此，朕认为有必要重新丈量全国的土地，重新入册。擅长啊！朝廷已命地方省府上报了3次丈量土地的结果，可地方省府上报给朝廷的数目每次皆不同，依咱看就没必要再次丈量土地了吧？皇上，正因为每次上报的结果皆不相同，才有必要再次丈量全国土地，否则土地数量模糊不明，税收也无法准确的收取，最终受损的还是朝廷。因此，臣恳请陛下再次重新丈量全国土地，并重新入册。快平身！擅长啊！不是咱不想弄清楚全国田亩的数量，可前3次皆是如此结果，第4次想必也是如此，你又何必？这双簧唱的真是轻车熟路的。陛下，臣敢担保，第4次丈量全国土地的结果必定不会令陛下失望。这里面是臣对第4次丈量全国土地田亩的一点浅见，皇上明鉴万里，必有公断。朱元璋自然清楚奏折中所述内容，但还是假装耐心地翻看了起来。
太子，你也看看吧，咱想听听你的意见。朱元璋将奏折递给了一旁的朱标，而后微微眯起了眼睛，仿佛在思考着什么。没过一会儿，随着朱标看完奏折中的内容，突然激动地说道：“父皇，儿臣认为韩国公奏请之事大有可为。”那就说说你的看法吧，也好让众爱卿参详一下。是父皇，在没有翻读韩国公的奏折之前，本宫也认为第4次丈量土地必定如前3次结果一样。然韩国公这封奏折，本宫总结了一下，得出来8个字，这8个字令本宫深信，第4次丈量全国土地的结果必将彻底推翻大明原有的田亩数据。不知是哪8个字，能令殿下如此坚信？异地派遣，互调丈量。恳请太子殿下为臣等解惑，这8个字到底是何含义？这些文臣或许能够明白这8个字的含义，可臣等无价劝。是啊，还望太子殿下为臣等解惑。这帮杀才演个戏都如此的拙劣，不过配合的方式虽有些拙劣，但却其中可表，其心可嘉。既然盛情难却，那本宫就越俎代庖一回吧。韩国公，你不介意吧？太子殿下能够亲自替老臣解读奏折的含义，老臣本就荣幸之至，又何来意见呢？呵呵。全国土地丈量。就在朝堂上一派其乐融融之时，刘文松经过一夜的酷刑折磨，最终还是把所有的一切都吐露了出来。该交代的我已经交代了，毛大人，求求你给我来个痛快的。痛快？呵呵，以你犯下的罪行，我们诏狱中的酷刑是不配结果你功名的，只有千刀万剐才能对得起你所犯下的罪孽。来人，给刘太医送碗参汤进来。来，张嘴，有在下亲自为你。快拿开！我不喝参汤，我不喝了，你他妈快点拿开啊！哼，你他娘的真是害人不浅，搞不好以后老子都他娘的得栽在你这张供状上，我真恨不得把你千刀万剐，可我再恨你也无权杀死你。皇上谋发话之前，你就是想死都难。不过你放心，你死之后，你的9族亲人都会下去陪你的。任何人不得靠近密室半步，更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密室，听明白没有？遵命。与此同时，东宫的第2任女主人太子妃吕氏正满脸的焦躁不安，不停地在房中来回走动。现在只期望刘文松能够咬紧牙关抵死不招了，毕竟他的2个儿子都还控制在我的手里。彪儿，你越来越有一国储君的风范了。今天早朝上你的表现令咱深感欣慰呀。这都是韩国公老成谋国，儿臣只不过是借花献佛罢了，当不得父皇如此赞扬。彪儿，你能够从李善长的奏折中迅速总结出那8个字，就已经很了不得了。再结合你对那8个字的理解，咱明白你已经彻底吃透了奏折中的内容。你要记住，为君者并非一定要事事亲为，但一定得知人善用。为君者手掌乾坤，只要制定一个大方向就够了，具体的事务可以交给手下的臣子来完成，而后再由为君者做出决断。来，彪儿，别站着了，坐下说。儿臣不敢僭越。彪儿，朝堂上咱是君，你是臣，但在朝堂外，咱就是你爹，你就是咱儿子，父子俩之间还用得着这些虚礼吗？父皇，儿啊，为父明白，以前对你有些太过于严苛了，咱老了，你也长大了，以后政见上再有什么分歧，咱父子俩好好的商量，为父以后不会再打你骂你了。父皇，您对儿臣的关心、爱护、期望，儿臣全都明白，但儿臣却常常惹您生气，令您失望。儿臣也时常为自己的所为感到万分愧疚，儿臣真是不孝。彪儿，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咱们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咱们从头再出。呵呵，彪儿，今日你在朝堂上总结了8个字，今日咱也告知你为君8字，也是这8个字令为父从一介布衣驱除鞑虏，歼灭四方枭雄，继而开创了大明朝。一路走来，咱从马夫、大帅、吴王到如今的皇帝，你爹我始终牢记着这8个字，那就是识人用人，便是明示。儿臣记下了。靠，该不会是感冒了吧？糟了，天气这么冷，雪又一直下得这么大，估计1、2天是停不下来了。如果没有药的话，那估计就不是感冒，而是发烧了。怎么办？是留在这里扛着，还是冒险去一趟城里找家药铺开些草药？你他娘的胡惟庸，老子还就不信了！这么大的雪，你居然还在找小爷！终于进城了，这辈子没走过这么长的路。老爷，下人进城了，您看。知道了，你即刻暗中网罗100名心狠手辣、手上沾过血的亡命之徒，要暗中招揽，一定不能暴露了自己，否则我只给你10天时间。如果办不到，那你一家老小就去地下团聚吧。是，小的一定办妥此事。至于虾仁那贱奴，先暂时不管他，让他多活几天，老爷我自有安排。是，看来今天是没力气赶回去了，得在城里过一夜了。放开我！你们放开我！
两位大爷，咱闺女是良家妇女，还望两位大爷高抬贵手，行好放过小女吧。八嘎，你的滚开！我们的就是找良家妇女，找的就是花姑娘的干货。你找死啊！他们可都是倭人，又都带着刀，杀了你们也是白杀，官府可不会为你们伸冤的。总不能让倭人在我大明的土地上欺辱我大明的女人吧？他们身为倭国之人，我等一介草民一旦动了他们，恐怕最轻也是牢狱之灾，搞不好还要杀头呢。是啊，洪武8年就有一位好汉见倭人辱我大明女子，于是拔刀相助，愤而杀人。可你们知道他的下场是什么吗？那位好汉被应天知府判了斩立决。非是我等无情，可官府如此判决，令我等心寒矣。原来小鬼子的基因在大明就已经是肮脏不堪的，这种人间垃圾根本不配活在世上。八嘎，你的居然敢杀靖边军，死啦死啦的！哼，真是一把好刀，倭刀杀倭畜，真是不错的主意呢。记住，犯我华夏者死。燕王殿下，您还要进宫面圣，要不咱们还是……有趣，区一介书生居然会有如此血性，当真难得。走吧，父皇还在等我。多谢公子出手相助，但公子还是快些逃离这里吧。应天府的衙役估计马上就要到了。逃？往哪逃？狗官尹世德来了，这位侠士恐怕是在劫难逃了。是呀，你看这狗官的身后居然还跟着一个倭人，他们肯定是狼狈为奸了。人是你杀的？不错，这3个倭畜是我杀的。八嘎，你是什么人？为何要杀死靖边军他们？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爷爷乃是专杀倭畜的虾仁。来人呐，给本官把这狂徒拿下，押入死牢。明日午时3刻，本官要将此寮明正典刑。此事一定要管，此人也一定要保。你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呵呵，不如尹大人您猜猜看如何？擅杀朝廷命官可是要诛九族的，你可要想清楚。如果你放了我，只诛你一人而已，而杀死我，你的九族也必将为本官陪葬。呵呵，小爷我孑然一身了无牵挂，又何来九族可诛呢？公子，我等职责所在，得罪了。不碍事，小子都明白。差大哥尽管办差就是。刚才所有的衙役全都故意的慢了一拍，虾仁又怎么会不明白呢？公道自在人心。他娘的，这小子还真是够疯、够狠、够种！殿下，倭人辱我大明，这个叫虾仁的手刃倭人，简直大快人心。要是如此人物也被明正典刑，不免令人心寒。殿下，您看。张宇，你说的话，本王又如何不知？但如果那小子只是杀死几个倭人的话，本王还能保住他。可现在他却公然杀害应天知府，这令本王如何保得了他？看来如今能救他的只有父皇了，试试看吧。走，进宫。什么？关于丈量土地的策略，并不是韩国公提出的。不只是丈量全国土地的策略，包括咱刚刚对你说的摊丁入亩之事，也是他提出来的。世间居然有如此奇才，并且还是弱冠之年，真是令人不可思议。父皇，既然这个虾仁如此奇才，为何不让他为朝廷所用呢？又为何把他一个人安排在城西的山坳中呢？彪儿，这小子虽是个奇才，可却由于没管住，此刻还面临追杀呢。哈哈，什么情况？父皇详细说说。那就聊一聊那虾仁的八卦，就当是放松一下心情了。皇上，燕王觐见。四弟，看你眉头紧锁，闷闷不乐，是出什么事了吗？弟儿，到底是什么事令你如此魂不守舍？朱棣缓缓地将客栈之内发生的事情详细细的都给道了出来。杀得好，那些个混账不杀，我大明的尊严何在？朝廷的威严何在？咱又有何面目面对天下百姓？父皇，儿臣认为倭人该杀，杀倭之人不但无罪，反而有功，并且应天知府尹世德必须严惩不贷，否则我大明风骨何在？彪儿说的对，倭人该杀，尹世德也必须严惩。来人，把尹世德给咱。父皇不必了，尹世德他恐怕是来不了了。为何？呵呵，因为尹世德他已经死了。什么？哦。儿臣认为，我华夏的仁德不是一族欺辱我华夏百姓的理由，更不是一族在我大明横行霸道的借口。可尹世德身为我大明朝廷命官，面对一族欺辱我大明百姓，却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此人不死，儿臣不服，天下百姓不服。还是那个好大哥，彪儿，以前是爹错怪你了，咱今天才知道，彪儿你并非柔弱心软之人，而是心有猛虎啊！哈哈，大哥的一番话，也同时道出了弟弟的心声来。
本以为自己的一番话会令父皇呵斥自己罔顾朝廷法度，不顾大局，没想到却得到了父皇的褒许，并且看四弟朱棣也对自己的一番话推崇至极，这都是令朱标自己始料未及的。父皇，儿臣对虾仁此人甚为欣赏，因此儿臣想将此人调往身边所用，还望父皇恩准。你喜欢就谁？小子，看不出来，你面子还挺大的嘛，居然一个人住一个监室，晚饭还有大鱼大肉。这可是哥们的断头饭，你要是不嫌忌讳的话，就一起吃点吧。嘿呀嘿，谢谢小兄弟，你刚刚说自己吃的是断头饭。这要不是断头饭，总不可能大牢内一日三餐都是4菜1汤伺候啊！呵呵，寻常的断头饭也就一大碗米饭，再配上几片3指厚的肥肉片子，让囚犯吃得饱饱的，再上黄泉路。可没见过谁的断头饭像你这么丰富的，不知小兄弟你犯了何事？哎，徐岸，看小兄弟你并非那种大奸大恶之人，莫非是在调戏良家妇女之时遇上了他那不识相的相公，以至于公子一怒之下？呵呵，不过你不用担心，咱们的知府大老爷可是一位明察秋毫的好官呢，或许会判那良家妇女勾引你在先，而她丈夫一怒之下自己烹煮而死呢。呵呵，当然前提是你家得有银子，只要你家有银子，尹世德他可以亲自上门服务，替你摆平一切。没想到你损人的水平还真不一般啊！不过恐怕以后这位青天大老爷将再也没有机会上门服务了。老爷，小人胡雄有事禀报。又出什么事了？非要此时来搅扰？老爷，刚刚一道消息传遍了整个京城，说是虾仁杀死了应天知府尹世德以及我国使臣4人。曾经3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胡服杂役，居然能够做出这般惊天动地的大事，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此事是你亲眼所见？回老爷，小人亲自去飞仙客栈查探过，确有此事。尹世德这个蠢货，为了银子居然胆敢如此明目张胆的偏袒倭人，真是死不足惜。不过他却是本官手下一条听话的好狗，没想到今日竟死在虾仁这贱奴手中，哎，真是可惜了一条好狗啊！看来这场突发事件或许可以好好利用一番了。按照这份名单，一个不漏的发请帖过去，就说本大人晚上请他们吃酒，记住此事无需大张旗鼓，尽量低调。哈哈，虾仁啊虾仁，本官都有点舍不得杀你了呢。什么？你说应天知府尹世德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给杀了？禀老爷，小人亲自去查探过，确有此事。尹世德这种阴险小人，如不是胡惟庸暗中力保的话，恐怕也早就被圣上剥皮填草了。杀死尹世德的人抓住了没有？回老爷，那人抓住了。如果那少年只是杀死倭人的话，或许可以网开一面，从轻发落。可他公然杀害朝廷命官，恐怕是在劫难逃了，还会因此连累亲族。这倒不会，最多也只能将他一人治罪而已。却是为何？据小人得到的消息，那少年名叫虾仁，据说是孑然一身，并无亲人。虾仁？你说杀死尹世德的人是虾仁？禀老爷，胡府管家胡雄送来了一张请帖，说胡乡请老爷晚上过府赴宴。这半年多来，皇上对胡惟庸的疏远已是越来越明显。看来胡惟庸的左丞相之位是做不了多久了。圣上是从尸山血海中杀出来的绝世狠人，而你胡惟庸居然敢在他的眼皮底下结党营私，排除异己，擅行生杀，欺上瞒下。圣上他又岂能容你？一旦胡惟庸倒台，那我身为胡惟庸的亲家兼伯乐，难免会遭受牵连。老夫也曾多次提醒过你，可你一朝得势之后却狂妄自大，得意忘形。胡惟庸，你也别怪老夫，老夫对你可谓是仁至义尽了。被叫从后门出府去为国公府。对了，告诉胡府管家，就说老爷我身体有些不适，卧病在床，无法赴宴。是老爷，小人明白了。今晚注定了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胡府灯火通明，3省6部及督察院共20几位朝中4品以上要员齐聚胡府，人声鼎沸，好不热闹。而徐府内，魏国公徐达、韩国公李善长、信国公汤和3位国公正在低声交谈着什么。燕王府内，朱棣抱着个酒坛失神地望着漆黑的夜空，也不知在想些什么。而二虎也在夜色中脚步急促地赶往养心殿。你说什么？害死常遇春及前太子妃的幕后黑手是吕氏？禀皇上，据刘文松交代，因吕氏知府吕本暗中前任将他2个儿子都给控制了，刘文松迫于无奈，只能乖乖就范。哈哈，真是好一个迫于无奈！他刘文松迫于无奈，暗害了咱的爱将，暗害了咱的长媳，
还想要暗害咱的妹子。哼，他不是为了他2个儿子才暗行谋逆之实吗？好，那咱就让他们一家断子绝孙，鸡犬不留。传旨，将太医院院正刘文松凌迟处死，诛其9族，将太医李光普、赵云兰2人腰斩弃市，诛灭3族。遵旨。等等，二虎啊，待会儿给咱的亲家公吕本也送碗汤药过去。听说他身体也不太好，咱也给他送副药。哈哈，你要亲眼看着他喝下，明白吗？还有，把尹世德这狗东西所有的肮脏事，通通给咱调查清楚，明天早朝之前交给咱。什么？你说常玉纯、常习、常氏，还有我的病情加重，都与刘文松有关？不错，内中确有隐情。暗中作祟的人是谁？哈哈，妹子，你真的想不到吗？身为大明开国皇后，马秀英的政治智慧比之朱元璋可说是毫不逊色。她微微思索了一会儿，问道：“是他，吕氏。没想到与包儿同床共枕的，居然会是一条这么毒的毒蛇。”吕氏之父吕本是活不过今晚了，可对吕氏，咱却左右为难。依照咱的性格，对于这种毒妇，就是千刀万剐也不过分。可他毕竟是彪儿的正妻，一旦将他处死，咱怕彪儿会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因此，咱想听听妹子你的意见。当断不断，必受其乱。重八，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至于包儿那里，就由我来对他说。心怀仁慈宽厚待人，并不意味着优柔寡断、心慈手软。菩萨心肠、霹雳手段，备受朝中大臣爱戴的马秀英，自然有一套自己的处世之道。对了，重八，虾仁那孩子现在怎么样了？他一个人待在山坳里，还好吧？好，他好得很，他小子现在都好进大牢里去了。小兄弟，你还没睡吗？怎么感觉从你那边有一股怪味飘了过来？呵呵，这是烟的味道，你肯定是从未闻过的。兄弟，你这玩意哪来的？怎么从来没见过？还有你手中会自己生火的小盒子，也太神奇了。大哥，你就别问了，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说。睡吧，明天就要斩首了，想想还挺舍不得的。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有事早奏，无事退朝。陈刑部右侍郎高万杰有事启奏。准。禀皇上，昨日午时，刑部接应天府奏报，我国4名使臣被人公然杀死在肥仙客栈之内，而应天知府尹世德素有青天之名，经闻肥仙客栈发生命案后，不顾堂堂府尊身份，竟亲自赶往命案现场。可万万没想到，那凶手竟趁尹大人一时不备，竟将公正严明的尹大人也给杀害了。皇上，此僚在天子脚下，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杀死朝廷命官，臣以为应将此僚凌迟处死，以灭九族，以振国法。臣附议，此人胆大妄为，目无王法，如不将此僚明正典刑，则国法何在？朝廷威严何在？臣附议。韦庸啊，此事你怎么看？禀皇上，臣觉得刑部高大人、左副都御史张大人、御史陈大人皆言之有理，臣附议。胡湘的话，臣不敢苟同。本官认为，这几人完全是死有余辜，咎由自取。韩国公此言何意？韩国公所言甚是，本宫也同样认为，倭人该杀，尹世德该死。见太子突然站了出来，众人不由得感到有些不知所措，眼神不由得飘向胡惟庸。真是一群废物！太子殿下此言差矣，此僚公然杀害朝廷命官，如若不将之处于极刑，天下百姓必然心寒，文武百官也必将不服。臣胡惟庸恳请陛下速将虾仁此僚明正典刑，以振国法。胡相所言极是，臣附议。臣附议。晋国公，这是怎么回事？情况好像有些不对啊！别多事，现在情况不明，咱们别跟着瞎掺和，在一旁看着就好。胡惟庸，你好大的胆子！莫非想要逼宫不成？韩国公此言了矣，臣等只是向皇上吐露自己的心声，何来逼宫一说？哈哈，飞仙客栈之事，咱已经决定交由太子全权处置。太子，就由你来详细说说吧。记住，务必要有理有据，令诸位大人心服口服。儿臣遵旨。这一切都要从倭人欺辱我大明百姓开始说起。他姥姥的，原来事情竟是这样。如此说来，那些个倭人简直死不足惜，杀得好，要是让咱遇上了，非得把他那小鸟活生生剁下来不可。五夫就是五夫，又是小鸟又是剁，真是粗鄙不堪。
不错，倭人如此欺辱我大明百姓，真是死不足惜。可尹士德身为应天之父，一向勤政爱民，兢兢业业，又素有青天之名，此料却连他也杀，这……韦庸啊，照你所说，尹士德身为应天之父，可以称得上尹青天之名吗？如此看来，朝廷当真是痛失了一位栋梁之才啊！二胡，把你调查的结果给我们的胡大人好好讲讲吧，顺便也让诸位大人好好瞧瞧，咱们的宰相替朝廷选拔出来的栋梁之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货色。禀皇上，诸位大人，经北治详细调查，尹士德身为应天之父期间，大肆敛财，造成大量冤假错案，其案中支持应天府的街痞流氓欺行霸市，强取豪夺，而所得钱财有70%落入了尹士德的手中。如有百姓击鼓告状，尹士德则行包庇之事，事后则有街痞流氓上门警告，如再次上告者，轻者将人致残，重则灭人满门。久而久之，哪怕百姓蒙冤，也都选择忍气吞声。而经北治调查发现，我国使臣暗中出银5万两的理由下，尹士德欲将物有所拿回府，于明日斩首示众。而后北治奉命搜查尹府，在其密室之内发现赃银竟多达190多万两之巨，并且北治还在尹府后院偏房之内发现良家女子29人。臣知罪。胡惟庸身为宰相，用人不察，遇事不明，暂免胡惟庸中书省左丞相之职，从即日起闭门思过，无旨意不得外出。臣遵旨。父皇，而臣认为飞仙客栈之事，虾仁不但无过，反而有功，应予其嘉奖。如此也能警告那些异族，我大明百姓不可轻辱，辱之则必定让其付出血的代价。殿下此言大善，俺蓝玉第一个赞同。如若异族欺辱我大明百姓，我大明汉子还无动于衷的话，那还不如回家生孩子。臣附议。臣只恨自己身为文臣，手无缚鸡之力，否则臣也必将亲自斩下倭贼的头颅，以正我天朝国威。而尹士德身为应天之父，却贪赃枉法，鱼肉百姓，作恶多端，如此恶贼，臣恨不得食其肉，亲其皮。虾仁将其斩杀，实乃上合天道，下顺民心之举。因此，臣附议太子殿下所言，恳请陛下对虾仁予以嘉奖。传旨，虾仁在异族欺辱我大明百姓之际，不计个人生死，勇于担当，奋杀恶贼，保我大明尊严，扬我大明风骨。今封虾仁为无忧伯，年俸200担，钦此。什么？你是说朝廷不但赦免了我，还嘉奖册封我为虾永伯？禀虾永伯，此乃皇上天恩浩荡，奴婢又岂敢玩笑？虾永伯飞仙客栈之所为，令奴婢也深感大恩。如若不是虾永伯，奴婢堂兄弟一家的大仇恐怕永不得报了。公公言重了，小子也是率性而为，当时并没有想过那么多，更何况我大明从不缺少热血男儿，就算没有小子，也必定有其他人挺身而出。好一个率性而为，这次你小子可真是令咱刮目相看了。咱以前看你一副鬼鬼祟祟的模样，还以为你小子胆小如鼠，没想到你居然有这样的血性。老黄，小子只是谨慎，可不是胆小如鼠之人。更何况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面对异族欺辱我大明同胞，小子宁愿死，也不愿苟且活着。不过有现在的结局，肯定也多亏老黄替我周旋了。你小子这话对咱的脾气，不愧咱亲自来狱中接你出去。这虾永伯到底是何许人也？居然与皇上说话这般随意，恐怕就连太子也无法在皇上面前如此放得开吧。老黄，真是多谢你了。如果不是你，小子这次恐怕不死也得脱层皮。大恩不言谢，小子都记在心里了。走吧，虾仁啊，能让咱认可的人不多，而你却是其中一个。咱欣赏你的才华，更欣赏你的血性。你是个人才，也是条汉子。站在一旁的二虎望着朱元璋拍着虾仁的肩膀，眼里满是羡慕。可二虎不知道的是，在100丈外的一处路口，朱棣同样呆呆地望着这一切。客栈发生的那一幕让本宫对这个虾仁颇具好感，本以为和父皇打个招呼就能将其收入麾下，没想到却被父王毫不留情地拒绝了。而且刚才大哥的神情也隐隐的有一些紧张，这是怎么了？在听闻虾仁被封为虾永伯之后，朱棣就迅速赶了过来，可没想到却看见了眼前的一幕。再看到两人同乘一辆马车离去，朱棣犹豫了片刻，也尾随其后向城西走去。老黄啊，虽说小子打心眼里感激你，但有些话小子也不得不说。在胡惟庸倒台之前，老黄你最好还是离小子远点，免得那胡惟庸迁怒于你。放心吧，
胡惟庸估计翻不了什么浪花了。今日早朝，胡惟庸已被皇上暂免左相之职，勒令其闭门思过。看样子，胡惟庸还真有可能如你所说，蹦跶不了多久了。老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还是别掉以轻心的好。如果你与胡惟庸之间有什么瓜葛的话，必须尽快处理干净，以免留下尾巴带来祸患。行了行了，你小子别婆婆妈妈了，咱心里有数。虾仁啊，胡惟庸倒台后，你觉得由谁接任左丞相之职比较合适？我说老黄啊，从上马车起，你就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如今都回山坳了，你还是如此，莫非令你烦恼忧虑的就为这个问题？是啊，自从听你说过胡惟庸即将倒台后，咱这段时间就在留意观察，居然让咱发现胡惟庸和皇上的关系确实已经不复往昔。于是咱就忍不住在想啊，左丞相之职是不是咱老黄也有那么一点机会呢？老黄啊，小子很想知道，到底是谁给了你如此巨大的勇气？你小子这话什么意思？难道咱老黄就当不得左相之职吗？你小子瞅啥？呵呵，我说老黄啊，你要说自己能当大将军，小子绝对相信。可你说想当左丞相，这也有些太离谱了吧？你小子给咱说清楚，凭啥咱就不能当左丞相？老黄啊，真不是小子有意笑话你，实在是你身上威严霸道的气质太过浓重，根本不像手握半部《论语》协助皇帝治理天下的宰相啊，倒像是……倒像是什么？说实话，老黄你倒像是个手掌乾坤、主宰无数人生死的绝世统帅，平时倒是和蔼可亲，但只要老黄你一板起脸，就让人头皮发麻，喘不过气。不得不说，虾仁的形容令朱元璋犹如3伏天喝上一碗冰镇酸梅汤，着实让他感到无比舒坦。老黄啊，宰相你就别想了，小子可以明确告诉你，谁如果还想着做宰相，那谁就离死不远了。并且胡惟庸之后，未来恐怕也不会再有宰相存在了。胡惟庸他或许将成为最后一位宰相。你说什么？最后一位宰相？你小子这是大白天在说梦话吧？要知道宰相之职已从古至今延续了2000多年了，又怎么可能被废除？老黄，你说的不错，宰相制是已形成定制，但就算是定制，遇上雄才大略的君主，也同样会被废除。比如洪武皇帝朱元璋，恐怕他现在已经在心里酝酿，要如何废除宰相制才会更加名正言顺啊。咱自己怎么不知道咱还有这想法？你小子就知道胡说八道！咱天天跟皇上见面，怎么就不知道皇上有心废除宰相制？更何况，就算皇上有心废除宰相制，也要顾虑群臣的反应吧？顾虑群臣的反应？呵呵，老黄你太单纯了。老朱是谁？他会顾虑群臣的反应？小子不得不说，老黄你是真不了解老朱的为人手段。你知道为何老朱会纵容胡惟庸在朝堂一手遮天，排除异己，结党营私吗？咱不了解自己，难道你小子比咱更了解咱？至于胡惟庸，那还不是因为咱之前看走了眼，信错了人？那你给咱说说，皇上为啥要纵容胡惟庸？他这样做莫非有什么深意？借口？老朱之所以纵容胡惟庸，就是为了一个废除宰相制的借口，令群臣无从反驳的借口。你想想，身为开国之君、雄才大略的老朱，依他的性格，会容忍胡惟庸在他眼皮子底下结党弄权，在朝堂上一手遮天吗？当然不会。老朱之所以这么做，目的是为了让胡惟庸狂妄自大。胡惟庸蹦跶的越欢畅，朝中痛恨他的人就越多，他距离灭亡也就越近。到了这个时候，也就是老朱出手的时候了。这样做既拔除了胡惟庸这个权相，又可以借此废除宰相制，好一个一箭双雕之计。老朱的帝王心术已经到达出神入化的境界，真不愧是千古一帝朱元璋。虾仁啊，你说胡惟庸的嚣张跋扈是皇上有意纵容出来的，目的是为了铲除胡惟庸的同时，也一举废除宰相制。没错，如果只是为了铲除胡惟庸，皇上大可不必这么麻烦。之所以纵容胡惟庸这么多年，就是为了等一个合适的契机，一举废除宰相制，集权才是老朱的最终目的。原本只是想将胡惟庸以及他的党羽一网打尽的朱元璋，此刻还并未冒出废除宰相制的念头。可在听完虾仁的一番话后，朱元璋心中一动，觉得此刻顺势废除宰相制确实无比适合。而只要把宰相手中的权力收归己有，那么从此以后将再无皇权与相权之争。无论是现在的自己，或是将来的皇帝，都将真正做到一言而天下定。虾仁啊，你替咱分析一下，皇上他废除了宰相制之后，接下来会如何做？老黄啊，你身为淮西勋贵，只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就够了。
你只需安分守己的过日子，不欺压百姓，不纵容家奴横行乡里，那你在老朱眼里就是个极为难得的好臣子了。至于废除宰相制之事，不是你我该操心的。今天小子之所以跟你说这些，也是为了劝你打消那不切实际又危险无比的宰相梦。看来今天从这小子口中是套不出什么话了。他竟是住在这里？此地虽然依山傍水，可却有些偏僻了。此人能够同时得到父皇和大哥的重视，必定不是等闲之辈。可为何却从未听说过此人？又为何会住在如此偏僻的山坳里？老爷，下人一行人乘坐马车往城西方向去了。名单上的人都一一通知到了吗？回老爷，名单上的人小人已全部通知，估计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动身前往东林山庄了。你现在立即将那100位亡命之徒全部集结起来，分批带往城西10里外的小树林。本相1个时辰后亲自前来会合，记住，不能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否则你我包括你我的家人亲族，必将死无葬身之地。是，小人明白，小人这就去吧。虾仁啊虾仁，本相真的谢谢你。虽然本相不知朱重八为何对你这贱奴如此看重，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今天将会是你们的死期。从此以后，我胡惟庸将主宰自己的命运，主宰朝臣的命运，主宰天下人的命运。我要这天下所有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1个时辰后，东林山庄的大堂内早已坐满了人，而坐在最上首位的正是本应在府内闭门思过的胡惟庸。人已到齐，关闭大门。我想诸位肯定觉得奇怪，为何本相突然召集你们在此相聚吧？不瞒诸位，今日召尔等前来，皆因本相有大事相商，而这件大事关乎着本相以及诸位未来的前程命运。大事若成，则诸位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将享之不尽；事若不成，那我等必定性命不保，家破人亡。不知胡相所言的大事为何意？哈哈，今天来的这些人都是本相的莫逆之交，诸位兄弟也是一根肠子，直通到底的性格，本相也就不再遮遮掩掩了。本相今天召集诸位兄弟到此，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团结起来，祝本相屠龙。胡惟庸话音刚落，堂内众人脸色已然巨变，大堂内除了粗重的喘息声，再无其他。诸位兄弟不必惊慌，只要诸位兄弟全力助我，则大事必成。而本相也在此保证，事成之后，诸位兄人皆可封王，本相绝不食言。侯相，这种玩笑可开不得，一旦为皇上所知，恐怕我等皆酒足不保啊！是啊，胡相，这种玩笑可开不得。我等前来东林山庄，只为叙旧，可不是为了密谋造反呐。是啊，胡相，你身为堂堂左丞相，如今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而兄弟们如今也都是高官厚禄，又何必还要行此大逆不道之事呢？堂兄所言差矣。所谓富贵险中求，我等虽贵为侯爵，但只要胡相继位开元，我等皆人人封王。到那时，又岂是区区侯爵所能媲美的？如今事情紧急，本相没有时间与众位一一协商。这样吧，愿意随本相共谋大事的站左侧，不愿意参与此事的，本相也不勉强，站右侧。现在怎么办？我们站哪边？他娘的，早知道胡惟庸叫咱们来是为了密谋造反，打死咱也不会来。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不来也已经来了。再说咱们在东林山庄与胡惟庸喝酒，也不是一回两回了。谁知道他娘的居然会遇上这种抄家灭门的事？现在抱怨也已经于事无补。关键是我们现在该怎么办？随胡惟庸反叛，恐怕是十死无生。不如咱们先下手为强，把胡惟庸擒住，交由皇上发落。这样咱们不但无罪，反而是大功一件。堂兄告诫，看在同为淮西子弟的份上，平时我们尊他一声大哥，谁知这次竟想裹挟我们随他一起造反，这不是摆明了拖我们下水吗？废具！要不咱们就按唐圣宗的主意办，趁其不备，迅速将胡惟庸拿下。看胡惟庸的模样，分明是有备而来。咱们如果轻举妄动，恐怕明年的今天就是咱们的。算了，还是等等再说，见机行事吧。时间1分1秒的过去，左侧已站了8人，皆是眼露贪婪之辈。右侧则站了13人，眼中的恐惧不安异常明显。大堂中间则人数最多，有15人。这些人面容纠结，不时地看看两边，不知如何是好。还是士气仓促啊！可如若现在不孤注一掷，再过段时间，恐怕自己就会成为朱重八案板上鱼肉，任人宰割了。诸位兄弟，本相在此还需补充讲点。
这次的屠龙之举，本相已计划周密。除了在场的诸位兄弟，还有右相王广阳、御史大夫陈宁、中丞屠杰，以及朝中6部、督察院、御史台及各司皆有我们的人啊。从诸位兄弟今日踏进东林山庄那一刻起，其实已经没有了退路。诸位不妨好好想想，一旦我们失败，自然是家破人亡没商量。但诸位呢？依照朱重八的性格，哪怕你们并未负逆，但就凭你们今日出现在此地，他朱重八就绝不会放过你们，到时必定和我们一样，依旧是抄家灭门没商量。胡相所言不错，从诸位兄弟今日踏进东林山庄的那一刻起，其实就已没有了退路。既然左右是死，倒不如全力支持胡相，奋力一搏，未必咱们兄弟以后就没有称孤道寡的那一天。我等愿随胡相共谋大事。陆剧的蛊惑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左侧的人数已由刚刚的8人暴增至22人。敢问胡相，如若我等兄弟不从，又当如何？堂下的这些武将彼此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若此刻将不服从自己的人统统杀死的话，那难免令站在自己这边的人感到兔死狐悲。大家都是多年的兄弟，交情深厚。既然诸位兄弟不愿随本相共举大事，本相也不好勉强，更不会杀死诸位兄弟灭口。但为了此事不泄露出去，暂时还要委屈诸位兄弟在东林山庄待上1日。明日此时，本相在此向诸位兄弟摆酒赔罪。来人，先将几位兄弟带下去。胡相，要咱说，既然他们不肯与咱们共同进退，倒不如一刀宰了他们算了。陆剧啊，大家兄弟一场，没必要把事做绝。再说，只要大事可成，他们还会成为咱们的兄弟。当然了，本相最看重的兄弟还是在场的22位王爷，哈哈。胡相仁义，咱们兄弟以后跟着你，心里那是100个放心。胡相，你说吧，现在让兄弟们怎么做？蒙诸位兄弟信任，那本相就把此处重做临时中军，向诸位下达命令了。说完，胡惟庸便给在场的每个人下达了命令。胡惟庸描述的前景彻底点燃了众人的野心，眼中露出了浓浓的狂热之态。只要咱们控制了京城、皇宫、朝廷中枢、京中兵马，又何愁大事不成？那皇上呢？如若一旦被皇上察觉到我们所谋之事，恐怕我等全家老小将死无葬身之地啊！你们放心吧，朱重八泥腿子出身，最是喜欢微服出巡。如今他还在城西30里之外，舍不得回来呢。今日本相将亲自率人送他朱重八上西天，让他重回佛祖座下诵经念佛去。你是什么人？在此何干？小人是出来打猎的。打猎？在荒郊野外打猎，需要黑衣蒙面吗？再不说实话，可别怪本王剑下无情。小人真是出来打猎的。小人从小偏爱黑衣，又因最近天气寒冷，故蒙面以避寒风。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如果你还不说实话，那你另外一只手也将离开你的躯体。我操！我全遭！小的是奉管家胡雄命令，暗中监视篱笆小院外那辆马车的。胡雄是谁？监视那辆马车有何目的？胡雄是胡相府中的管家，至于监视那辆马车的目的，小人不知。胡雄手下像你这样的人还有多少？他此刻又身在何处？胡雄手下如小人一般的人共有100人，他们此刻正藏身在城西10里之外的树林内。他们到底想做什么？不好，他们的意图是为了刺杀父皇。胡惟庸要反。阎王殿下，您怎么来了？现在情况紧急，没时间多说。我父皇呢？阎王殿下，请稍后，我这就去禀报。下人啊，照你这么说，宰相之位咱老皇是真没有一点希望了。好了，我算是彻底服了老皇你了。看样子小子今天不把话说明白，你肯定是不会死心了。没见咱和虾人有事商谈吗？敲门干啥？老爷，四公子来了，看模样像是有什么大事。爹，你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胡惟庸现在恐怕已经带人杀过来了。没想到胡惟庸这么快还是找到了这里。也罢，反正小爷也不想躲了，这次就彻底和他来个了断吧。老皇，此事是由我引起的，你们快走吧，免得连累了你。你居然还与胡惟庸有仇？虾人啊，现在可不单单是你的事了。胡惟庸他这次是冲咱来的。老四，胡惟庸带了多少人过来？据海尔审问暗中监视此地的黑衣人得知，胡惟庸命他府中的管家胡雄在距离此地不到20里处的树林内集结了100多名杀手。海尔原本想要回城调兵，但远水解不了近渴，等海尔率军前来，恐怕已是来不及了。爹，咱们还是赶紧离开此地，暂避锋芒，回城后再做计较吧。目前也只能如此了。二虎，立即集结护卫，要快。遵命。
立即离开此地，回城后再与胡惟庸算账。上哪去啊？是回西天如来佛祖座下诵经念佛吗？哈哈。放肆！胡惟庸，难道你要造反不成？胡惟庸，为了今日，恐怕你也等了很久，也隐忍了很久吧？哼，朱重八，想不到你也会有今天吧？朱重八，什么情况？你说本相隐忍了很久，你朱重八又何尝不是？恐怕你也早就想除掉本相了吧？不错，咱确有此意，只是没想到你出其不意杀咱一个猝不及防。这可当真是出乎咱的预料啊！胡惟庸，造反可是要诛九族的，你……哈哈，如若此事失败了，那本相自然九族不保，本相也无话可说。可就连老天都帮本相，给了本相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放心，本相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今日申时过后，本相就将身登大宝，即位开元。到那时，本相一定灭了你朱家九族，鸡犬不留。胡惟庸，小爷上辈子原本对你还有那么一丝同情，可现在看来，剥皮填草，诛灭九族，还真是你罪有应得了。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如今已是胜券在握，赢定了？难道就凭你们身旁区几个护卫，还能逃出本相的手掌心不成？动手，斩尽杀绝，一个不留！大家围成一圈，保护皇上杀出！哎，胡惟庸，给你看看小爷最近发明的好东西。放开老爷，否则将你们全部剁成肉泥。这里就交给你们了，咱要带胡惟庸进去，和他好好的聊一聊。现在看来，只有杀了面前的所有人，或许还能有一线生机。否则，别管胡惟庸，给我杀，连他一起杀。事成之后，每人赏银1万两。此时二虎则是紧张的满头大汗，面容凄异的望着虾仁。身为清军都尉，负责护卫皇上的安全，一旦皇上出事，他万死难赎。1万两，胡管家，你让小子说你什么好呢？以前你可不是那种撒谎不打草稿的人啊！如今胡惟庸自己都自身难保了，胡兄你只是一个管家，又哪来的每人1万两付给诸位好汉呢？小子，如果不是因为你与那狐狸精2人之间的破事，老爷他或许就不会造反，我一家老小也不会生死不知。我他娘的劈了你！胡惟庸如今大势已去，自身难保了，你们还要替他卖命吗？古人说的真是没错，秀才造反10年不成，你说你一介文人坐镇指挥不就好了？可你他娘的明明是握笔的手，却偏偏要跑来握刀把子，这下好了，自己折了进去不算，也害得咱们这些刀头舔血的兄弟们不知该向谁要银子。事到如今，银子是别指望了，兄弟们风紧扯呼，各奔东西吧。望着黑衣人作鸟兽散，二虎与朱棣紧绷的神经才彻底放松下来，但虾仁却眉头紧皱，在心中疯狂地回忆自己与老黄相识以来说了哪些话，做了哪些事。我他娘的居然对朱元璋说了那么多，把朱元璋当成肥羊也就罢了，那老朱心胸也没那么狭窄，可我居然告诉朱元璋他老婆将在3年内病逝，还接了朱元璋的逆鳞，朱标还作死的对朱元璋说朱标当不了皇帝，将会走在他的前面。虾仁，刚刚如不是你当机立断，瞬间将胡惟庸擒获，那咱们现在恐怕生死难料。可为何现在危机也解除了，你倒惊出一身冷汗？我刚经历了什么，你不会懂的。大堂内突然传来一声惨绝人寰的叫声，而后再无声息。二虎，即刻传召徐达、汤和入宫觐见。是。真是没想到，胡惟庸居然以暗中培植了如此庞大的势力，并且早在1年前就已经开始为今日的谋反做准备了。参见皇上。不必多礼，如今情况紧急，咱就长话短说了。胡惟庸谋反逆天，这是附逆者的名单。徐达，你即刻调遣军士，务必将这名单上的叛逆之人一网成擒，如遇反抗者，杀无赦。皇上您放心，咱徐达定将这些个逆贼尽数捉拿，交由皇上发落。唐和，由你亲自坐镇5城兵马司，京中士卒任你调遣，务必保证京城各有司衙门的安全。皇上尽管放心，臣即刻赶往5城兵马司，定然保证各有司衙门安然无恙。第二，你带着咱的尚方宝剑，按照这份名单，迅速赶往京军坐镇，务必将5军营、3000营、神机营内的附逆之人一网打尽，如遇反抗者，格杀勿论。父皇请放心，儿臣定将京军附逆之人一网打尽，如有煽动哗变者，定斩不赦。二虎，你即刻命人将这份名单上逆贼的府邸严密看守起来，不许任何人进出。之后你亲自将胡惟庸府给咱里里外外的彻底搜查一遍，咱倒要看看，除了名单上的这些人之外，朝中还有哪些大臣与胡惟庸交往密切。是，这都是第几份名单了？胡惟庸真是害人不浅呐！如果再给胡惟庸几年时间从容布局的话，恐怕京军将不再姓朱，要改姓胡了。到那时，或许就是改朝换代之时了。
随着胡惟庸迟迟不现身，此刻名单上的所有人全部陷入了焦虑不安之中。他们在得到暗探回禀，得知徐达、汤和两人已入宫见驾之后，心中的惶恐不安已达到了极限。途中城，徐达、汤和已入宫见驾，我等所谋之事恐怕是泄露了，现在怎么办？呵呵，就你这种定力，居然还奢望国公之位，真是可笑。陈大人不必焦虑，你我身为胡相的左膀右臂，自当信任胡相的智谋手段。更何况在朝堂上还有以右相汪广洋为首，6部、督察院、5城兵马司等重要衙门皆有胡相的亲信，并且京军、5军营、3000营、神机营皆有我们的人。胡相的势力早已是遍布朝野，绝对是万无一失。陈大人尽管放心就是，恐怕从明日开始，陈大人将荣升蔡国公了。本城在此先恭喜陈大人了。哪里拿捏，下官的国公之位又怎能与涂大人的郡王相比呢？我等谁人不知，一旦胡相继位开元，那涂大人到时就是国郡王了。到那时，我等还需国郡王多多提携啊！时间不早了，我等就不打扰郡王大人了。下官告辞。望着陈宁远去的背影，涂杰脸上的镇定自若早已消失不见。此刻他的脸上是异常的苍白。按照胡相原本的计划，在城西山坳中先杀死朱元璋，而后率人迅速回城夺取4门，攻陷皇宫，控制京城6部几个有司衙门，紧接着京军之中的将领，再出其不意地夺取军中之权，一举镇压所有的反抗者。到那时，内有朝臣支持，外有大军拥护，则大事可成矣。可现如今，胡相却迟迟没有消息传来，而原本应该死在山坳中的朱元璋却毅然回京，并且在朱元璋回京之后，徐达与汤和就立马奉旨觐见。大事不妙啊！来人，备轿，不，快牵马来！老爷，我要入宫面圣。看见虾仁这副拘谨的模样，朱元璋的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毕竟，就算是曾经同穿开裆裤、一起活尿玩泥巴的结拜兄弟徐达和汤和2人，在自己做了皇帝之后，也是敬畏多于亲近了。虾仁啊，你小子以前不是说过，除了秦始皇，最敬佩的就是咱吗？如今咱站在你小子面前，你为何却是这般拘谨？再者说了，咱们这些天的相处，不是挺愉快的吗？你小子放开点，还把咱当成老黄相处就行了。你说真的和在山坳中一样相处？这样吧，有人在的时候，你称咱皇上；没人的时候，你就称咱老朱。反正老朱这个称呼对于你小子来说，也不是第一次了。你叫咱老朱，也让咱倍感亲切。呵呵。行，就按您说的办。有人在，您是皇上；没人在，您就是小子的朋友老朱。没想到小子在街上兜售的稀世珍宝，居然会李鬼，遇上了李逵。呵呵，现在想想，小子当时可真够命大的。你小子当时一副贼溜溜的眼睛，到处乱转，千条万选之后，最终还是把咱当成了目标，认为咱长得5大3粗，肯定是个棒槌，对吧？哈哈，居然拿一只破碗告诉这是咱曾经化缘时用过的，得亏了咱不是那种视往事为禁忌之人，否则就凭这一点，你小子恐怕当时就……哼，当时咱要不是念在你小子年轻时前又有行善之举，不似那大奸大恶之徒，否则咱早就将你小子严办了。禀皇上，御史中丞涂杰求见。哦，国郡王来了，那还不快快有请？国郡王涂杰。陈涂杰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国郡王无需行此大礼，不知国郡王突然进宫，所谓何事啊？国郡王，皇上居然连胡惟庸对老夫许诺国郡王一事都知道了。皇上，陈涂杰入宫面圣，就是为了前来揭发逆贼胡惟庸暗中密谋造反一事啊！早在半年前，逆贼胡惟庸就与臣以及御史大夫陈宁抱怨说您。那狗贼说咱啥了？那逆贼说皇上您是泥腿子出身，并且祖宗往上18代皆是泥腿子出身，说你一身的泥腥味，根本就不配做君临天下的皇帝。放他娘的猪屎狗臭癞蛤蟆屁！皇上是农家子弟出身，这是不假。这是因为当今皇上根本不屑于修饰自己的出身，更不屑于胡乱的潘祖认宗背弃自己的祖宗。在下以为正是由于洪武皇帝出身卑微，才更是令人敬服。特别是我们这些底层的老百姓，更是对草根出身的皇上钦佩万分。洪武皇帝是真正从底层老百姓里面杀出来的皇帝，老百姓也打心眼里佩服出身卑微却时刻想着他们的洪武皇帝。胡惟庸鼠目寸光，鼠肚鸡肠，不识英雄。他岂知一介布衣于乱世之中推翻暴元，灭四方枭雄，创建大明是何等的不易。他可知崖山之后，汉人的脊梁被异族折断，又是谁令我汉人的脊梁重新挺立了起来？
是洪武皇帝令我汉人脱离了被抱元当作畜生一般的境遇，是洪武皇帝令我汉人再一次获得了新生，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主宰，还是洪武皇帝令我汉人重新找回了被异族践踏丢失已久的尊严与自信？胡惟庸为了自己的野心造反可以，却万万不能侮辱有大功于我华夏民族的洪武皇帝。虾仁，你这个朋友老朱我交定了。是，皇上。这是微臣早已暗中列举的关于奸相胡惟庸为相时的罪行，共计18条。微臣早就想面呈皇上了，无奈微臣生来胆小懦弱，居然屈服于逆贼胡惟庸的淫威之下长达数年之久。微臣无能，一直未能下定决心举报此贼。可如今胡惟庸胆大包天，居然公然谋反逆天，于是微臣克服了心中的恐惧，下定决心绝不能再明哲保身、苟延残喘的活着。为了江山社稷，为了天下黎民，更为了报答皇上的知遇之恩，微臣也是时候站出来向皇上揭露逆贼胡惟庸的狼子野心了。皇上，这是微臣参奏奸相胡惟庸的奏本，请皇上过目。屠杰呀，你说这是你早已准备好，打算参奏胡惟庸的奏本，可咱怎么觉得这奏本上的墨水貌似还未干透啊？皇上明鉴，最近的天气极其阴冷潮湿，又时常下雪，许是微臣将奏本搁放的时间太长了，故而受了点潮气。呵呵，从古至今，能够当大官的人就没有一个是简单的角色，瞎话谎话真是张嘴就来。关键这里邮编的还他妈的合情合理，令人挑不出毛病。不得不说，能爬到御史中丞这个位置，这屠杰还真他娘的是个人才。贪官污吏的智商要比正直清廉的清官高很多，否则又何来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贪官污吏就如同一把沾满了粪便的宝剑，看上去恶心，握在手上更恶心。但如果因为恶心将之弃之不用或折断埋葬，又未免有些可惜。毕竟人才难寻啊，哪怕是一位厚颜无耻、见风使舵的人才，那也是人才啊。这种人如果用好了，用对地方了，或许能够发挥出人意料的威力，也犹未可知。而屠杰的这种解释，也顿时令朱元璋感到有些语塞，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反驳。但朱元璋的性格就是讲道理，咱讲不过你，那咱就和你讲刀子。潮气，潮你娘的气！咱看你们这些人是脑子里都受了潮气，为了自己的野心是非不分，置国家社稷、黎民百姓的生死安危于不顾，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居然按随胡惟庸这个逆贼祸乱朝纲，阴谋叛乱。来人，将这个国郡王屠杰拖出午门外，凌迟处死，千刀万剐喽！且慢！哦，原来如此，这该死的潮气令咱差点冤枉了忠良。屠忠诚，你先回府吧，明日早朝，咱要看见你的忠心。是，明日早朝，微臣定不负皇上所托，微臣告退。臭小子，咱刚刚可是听了你的建议，放了屠杰那厮，但你最好给咱一个解释，否则看咱怎么收拾你。老朱，你知道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什么东西最难得吗？咱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刀才最为重要。只要手里有刀，就可以得到一切，也可以杀尽一切。小子认为你说的对，但也不全对。刀确实很重要，它既能杀敌，又能保护家人，但那只是针对个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却绝非如此。那你小子说说，还有什么东西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比刀还重要？人才。人才。从古至今，历朝历代，人才都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国家如江河大海，人才如涓涓细流。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才得不到重用，或是损失殆尽，那么对于国家来说，就犹如江河断流，大海枯竭。国家储备的人才越多，那国家之刃就越是锋利。这柄锋利的刀刃是用来割伤自己，还是用来伤敌，不在于刀本身，而在于握刀之人。咱知道你的意思，但像屠杰这种毫无骨气可言，只懂得溜须拍马、见风使舵的卑劣无耻之徒，绝对当不得人才二字，充其量就是个歪才。老朱，歪才也是才啊！这天底下只有放错了地方、走错了路的人才，没有天生的歪才。就好比农夫种田是一把好手，你却偏偏让他去经商，这能赚着钱吗？战场上战无不胜的大将，却令其处理纷繁的政务，又如何令百姓安居乐业呢？听你小子的意思，就是说屠杰那厮也勉强算得上是个人才，只是被咱放错了地方而已呗。虽说屠杰是由胡惟庸一手举荐提拔上来的，但堂堂御史中丞、朝廷二品大员，又岂是靠溜须拍马能够得到的？启禀皇上，韩国公里擅长求见。哦，胡惟庸的亲家公居然亲自来了，那还不赶紧请进来？外面寒风刺骨，万一将咱们的韩王殿下冻着了怎么办？韩王殿下，韩王殿下，皇上这个故意说给老夫听的。韩王，请吧。云公公所言真是令老夫惶恐无地矣，
公公且莫玩笑，且莫玩笑啊！臣韩国公李善长参见皇上。哼！皇上，时间已不早了，城中叛逆的反贼这个时候应该也基本被肃清了，微臣这就告辞了。告辞！外面风味平浪未尽，你小子这么急着出去做甚？今晚你小子就在偏殿安歇吧，咱还有些事不是太了解，待会儿你给咱说说清楚。善长啊，自至正14年时，咱们君臣两人第一次在定远城相遇，到如今一眨眼已有20多年了吧？想那时咱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大帅，名头倒是挺唬人，哈哈，但其实手里没几杆刀枪，军饷、粮草等军中所用，那时也是毫无着落。说实话，以那时咱的实力来说，可以说是极其的艰难，也是最为脆弱的时候。可就在咱的军力极其弱小，也在咱最为焦虑迷茫之时，却遇上了你这位定远城第一大才子，可却屡屡名落孙山的李善长。犹记得当时在定远城帅府之中，咱俩秉烛夜谈的一番话，令咱如拨云见雾，看清了前行的方向。也是你的这番话，令咱坚定了信念，给了咱无穷的信心。可如今咱已非当年的朱重八，而你李善长同样已非当年的李善长了。皇上，微臣没变呐，臣还是当年那个在定远城追随上位，虽九死而不悔的那个李善长啊！哈哈，你说你没变，那咱问你，胡惟庸是谁举荐的？此逆贼暗行谋逆之事，你事前真的不知？朝堂上，淮西子弟一党独大，非淮西籍朝廷官员，如今在朝堂上是寸步难行，几乎已无立足之地。不说别人，就说程义伯、刘伯温如此大才，可最后的结局呢？被尔等联手排挤，年不过6旬，就莫名其妙病死于床榻之上。哈哈，不错，刘伯温是喝了咱命胡惟庸送去的药，当晚就暴毙而亡了。但咱之所以命胡惟庸过府赐药，目的也是为了缓和所谓两党之间的关系。有些人暗中嚼舌，说什么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哼，咱朱元璋要杀人，光明正大的杀了就是，何须行这等鬼魅行径？善长啊，你说咱们历经千辛万苦，如今好不容易建立了属于咱们自个儿的朝廷，可为何有些人就不能安分守己的过日子呢？非要争权夺利，排除异己，非要一党独大，只手遮天，非要谋反逆天，改朝换代，重建黎民百姓于战火之中，又非要自寻死路，逼咱砍下他的脑袋，诛灭他们的九族才会罢休吗？还好，他还能骂你，那就说明不会杀你。如若他要杀你，那根本不会浪费唇舌。在这种时候多说无益，不如以退为进，方能化险为夷。上位，臣为相昏聩，心胸狭窄，毫无容人之量，又奸臣有眼无珠，受逆贼胡惟庸蒙蔽。勿见此逆贼，臣已无面目苟活于人世，臣情愿临死，恳请上位成全。好了，起来吧，都一大把年纪了，别一不小心跪死在咱这养心殿。不久前济宁侯顾二娃在这猝死，要是你再猝死在这，那咱可真是百口莫辩了。不得不说，李善长确实是老奸巨猾，无需极力辩解，一生上位却已胜过了千言万语。呵呵，上位放心，别看臣年纪虽有些大了，但臣亦能追随上位，策马扬鞭，奔行千里呢。好了，你这老东西就别吹了，策马扬鞭，奔行千里之事，就交给他们年轻人去做吧。咱们呢，还是喝茶，聊聊天吧。哈哈。善长啊，逆贼胡惟庸之所以胆敢阴谋叛乱，主要还是因为宰相之职权力太大了。中书省丞相，上承天子，下辖百官，统领6部，总理天下政务，如此巨大的权势，又岂能不滋生野心？中书省宰相的权力确实有些过大了，也的确需要制定一些策略用以限制，否则日久天长，必定再次祸起萧墙。不知上位有何打算？限制？不必了，咱准备彻底裁撤中书省，废除宰相制。上位，刚刚您说的是要裁撤中书省，而不是改制中书省。还有，您说的是废除宰相制，而不是改组宰相制。你没听错，咱已经决定了，裁撤中书省，废除宰相制。也就是说，从此以后，我大明一朝将不会再有中书省、宰相之职，宰相将成为绝唱。咱身为开国皇帝，宰相居然都敢在咱的眼皮子底下公然谋反，这次如若不是瞎人，在关键之时果断地将逆贼胡惟庸给抓了起来，后果真是殊难预料。或许这个时候，你李善长正坐在新皇胡惟庸面前，一起商讨着改朝换代后的国号呢。如若不裁撤中书省，废除宰相制，那咱100年之后也必将入土难安。
因此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咱也定要将宰相之职位彻底废除。上尉，自古以来，圣贤志士都是垂拱而治，宰相的职责就是上承天子，下挟百官，总理纷繁复杂的军政要务。如若废除宰相制，那天下如此纷繁复杂的政务将如何处理？又由何人处理？如若贸然废除宰相制，恐百官难服啊！你说的不错啊，宰相制确实是千年以来的定制，但所有将他们当成定制的朝代，都已泯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了。秦有李斯勾连燕人赵高篡改始皇遗诏，致使大秦2世而亡；汉有奸相王莽改朝换代，创建新朝。唐朝的杨国忠、李林甫这2个狗东西，身为宰辅，都他娘的干了些什么破事？至于南北两宋，那奸相的数量之多，简直可以用车载斗量来形容。而元廷奸相，咱还真有些感谢他们。如若不是他们，又哪里来的大明呢？呵呵，可咱是真没想到，咱的大明也他娘的好不到哪去，都是一路货色。咱这还没死呢，居然就有权相公然谋反作乱。这要是大明的后世之君出那么1、2个庸弱无能之辈，那咱辛苦创建的大明江山，到那时还会姓朱吗？上尉明鉴万里，令臣钦佩之至。臣迟钝，如今听完上尉的一席话，臣这才明白上尉的良苦用心。臣亦觉得，如今已事成骑虎之事，必须尽早的实行。只是臣心中还是刚刚那个疑惑，就是裁撤中书省，废除宰相制之后，天下纷繁复杂的军政事务该如何处理，又该由谁来处理？李善长的这个问题令朱元璋脸上露出了一丝尴尬，但很快就消失不见。这件事咱心里早已有数，不过说了这么多，咱也有些疲累了。要不就让虾仁给你说说咱的想法吧。虾仁，你小子躲躲藏藏的作甚？还不给咱赶紧滚进来！小子，我一直在外面，怎么就躲躲藏藏了？皇上不知有何吩咐？行了行了，擅长不是外人，你小子就别装了。看你这副模样，咱心里别扭的紧。臣遵旨。老朱什么时候开饭啊？小子还想沾沾您的光，尝尝御膳的味道呢。别急，咱待会就传膳，绝对饿不着你小子。你现在就对擅长讲讲咱俩在山坳中关于裁撤中书省、废除宰相制之后的安排吧。之后的安排？虾仁有些疑惑地望着朱元璋，直到看见了朱元璋传递的眼色，才恍然大悟，脑子里回忆着历史上老朱的做法。宰相上承下达，执掌中书，总领全国所有的军政事务。可以说，全国所有大大小小的事务都要先经过中书省，由宰相审阅批复。非大事不会轻易惊动皇上。可1年之中哪来的那许多大事呢？何况什么事才叫大事？这完全要看宰相怎么认为了。因此，宰相越是勤政干练，那皇上就越是轻松。而日积月累之下，宰相的威望相应的也会越来越高。此消彼长，宰相的威望越高，那皇上在朝中的威望自然也就慢慢削弱了。这些咱都知道，咱是让你给擅长说说，裁撤中书省、废除宰相制之后，该如何做，既能消除弊端，又能使全国大小事务不被耽误，能够得到及时处理。为了江山社稷，为了黎民百姓，只能委屈皇上您了。之后，皇上除了每天通宵达旦的处理全国大小事务之外，别无他法。居然是这般，不错，这样以后除了将奏章上呈皇上之外，也别无他法了。这小子的模样，好像还有话没说呀。虾仁啊，上午咱说的好像不是这样的吧？装的还挺像。历史上你老朱不就是这样干的吗？每天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也因此一举夺得了古往今来皇帝之中最勤政的称号。呵呵，刚刚那只是小子的玩笑之言，老朱你又怎么可能做出这般不靠谱的事呢？不靠谱？咱刚刚就觉得这主意非常靠谱，全国大小事务一手抓，天下尽在咱的掌握之中。快些说，说完该用晚膳了。分权。分宰相的权如何分？宰相统帅6部，总领天下军政事务，对于百官有罢官夺职之权，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若此项是4项之一的贤相，那可谓是国之幸事，百姓之福音了。但若此权是滔天之相，为庸相、奸相、权相的话，那国家恐怕要国将不国，日渐羸弱了。自古以来，贤相如凤毛麟角，庸奸权3项如黄河之沙。因此，裁撤中书，废除宰相，于国于民来说，皆是利大于弊。这理由倒是不错，用来堵朝臣的悠悠之口再合适不过了。咱正是因为有此想法，才不得不撤中书废宰相啊，否则咱又何必和老祖宗过不去，废除这千年定制呢？话说到这里，老而弥坚的李善长可不会放过如此绝佳的捧哏机会。是呀，臣亦早有此感，只是碍于千年定制之所限，不敢提出罢了。幸得我皇英明神武，雄才大略，才有如此勇气废除这沿袭了1000年的弊制，令臣极感且佩。
真是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啊！你们君臣二人可真能演啊！分权拆解就是将宰相手中掌有的权力，比如军事、政事、民事以及官员升迁、任免等权力进行分摊。与其让宰相大权在握，不如选拔3至5位德才兼备之人组成内阁。内阁不错，曾经宰相掌有议政权、行政权以及决策权，而成立内阁之后，内阁只享有议政权，行政权则交由6部，至于决策权自然归皇帝所有。内阁成立之后，大小事务均由内阁先进行票拟，而后再呈送皇上批红。如若皇上不满意内阁票拟的意见，则发还内阁，令其重新票拟，直到满意之后再行批红。如你所言，内阁成员就相当于皇上的幕僚一般，只有建议权而没有决策权。老夫说的对否？不错，咱就是这个意思。咱总结了一下，这样做有2点好处：一是可以彻底杜绝权臣的出现，以防再次出现如胡惟庸这等犯上作乱的逆贼；二是在废除宰相后，在内阁之下也不会影响朝廷处理国家事务的效率。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我看你是不好意思说吧。内阁治下，皇权必将得到空前的提升。3至5名内阁成员人数倒也合适，但身为皇帝身旁的智囊，如若遭遇国家大事，内阁成员各执己见的话，恐将误了大事，这当如何是好？老李所言甚是，毕竟有人的地方就有纷争，更何况是面对国家大事呢？大至国家，小至家庭，都必须要分出主从之别，内阁自然也不例外。因此，内阁成员以首辅为主，次辅为辅，事无大小先由阁臣提出建议，而后交由次辅再传至首辅，依次审阅通过后，再交由皇上批红。如若产生严重分歧，则将此事禀明皇上，交由皇上定夺，并且首辅、次辅与阁臣之间并非一成不变，最好是1年轮换一次，以达到平衡作用。擅长啊，你沉稳干练，依你看来此事可行否？回上位，此举甚为妥当，向来也再无比内阁制再妥当的方法了。上位不愧为千年难得一见的圣明天子，竟能想出这般缜密的制度，用于取缔已沿袭了1000年的宰相制，臣拜服。好，此事既然得李先生认可，那想来朝中的文武百官也该无话可说了。哈哈。禀大帅，名单上除御史大夫逆贼陈宁之外，其余一干人等已被尽数擒获。莫非那厮提前收到风声，畏罪潜逃了？如若走脱了旁人，倒也还罢了。这陈宁可是逆贼胡惟庸铁杆的拥趸者，如若被那厮给逃了，我可不好回宫交差呀。你可知那逆贼陈宁此时现在何处？禀大帅，末将刚刚严刑拷问了陈府的管家，据管家所说，陈宁在不久前乘轿前往御史中丞屠杰府上了。屠杰，若不是皇上派亲卫传话，屠杰那个马屁精早就成了瓮中之鳖了，那还等什么？速速将逆贼陈宁擒获，回宫交旨。头杰，本官收到消息说你刚刚入宫面圣了，不知可有此事？不错，本城确实入宫面圣，才刚刚回府不久，不知陈大人过府诘责本城，所谓何意？你他娘的明知故问！如今应天府早已关闭4门，派重兵把守，徐达正率人全城捉拿我等附逆之人。如若不是本官见势不妙，恐怕这个时候已经深陷大牢之内了。本官也知道，躲得了一时，却躲不了一世。但本官不甘心，来此就是想要问问你这不要脸的小人，同为湖湘一党，为何本官及所有湖党尽皆被擒？可为何你这府中却风平浪静，安然无恙？陈大人，你恐怕是忘记了，本城早就提醒过你，跟着胡相走，抄家灭门免不了。并且本城早已看出逆贼胡惟庸的狼子野心，因此本城才会不惧威胁，不顾性命入宫面圣，亲自向皇上举报你们这群逆贼的所作所为。你可真是无耻！2个时辰前，你明明说的是跟着胡相走，升官发财少不了，可眼见事情败露，大祸临头，你却摇身一变成了跟着胡相走，抄家灭门免不了。屠杰啊屠杰，世上还有比你更无耻的人吗？老爷不好了，魏国公带人闯进来了。哈哈，好啊，真是苍天有眼呐！你这个无耻小人，最终还是逃不掉被抓的下场。来人，将逆贼陈宁给我拿下！慢着，罪臣有话要说，罪臣要举报。真他娘的是个疯子，临死了居然还要托我陪葬。魏国公您终于来了，此贼见事情败露，无处藏身，居然狗胆包天闯入我的府中，妄图下官包庇于他。被下官言辞决绝之后，居然威胁下官，如若不将之藏匿起来，就要诬指下官是其同谋。如若不是魏国公来的及时，下官可真不知如何是好了。下官在此多谢魏国公解围之恩。
还请魏国公速速将此贼押入大牢，待皇上定夺后，将此逆贼凌迟处死，以镇朝纲。魏国公，我要举报，现场举报！站在你面前的这个狗贼，正是逆贼胡惟庸的狗头军师。你别看他现在一副义正言辞的模样，其实他是我们胡党中的第2号人物。胡相，不对，是逆贼胡惟庸曾经许诺过他，事成之后封他为国郡王，而罪臣也才不过是区区蔡国公而已。可想而知，此贼在胡惟庸一党中的地位远在罪臣之上。还请魏国公速速将这无耻小人押入大牢，其中是非曲直，皇上明察秋毫啊！哼，竟是国郡王蔡国公当面，真是失敬了。国郡王，不知你对于蔡国公所言有何看法？本城问候你陈宁祖宗18代，你自己死就死了，何必还要拖我全家陪葬？你这逆贼简直是一派胡言！不错，本城曾经是与逆贼胡惟庸走得很近，甚至本官还请这逆贼吃过饭。但本城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事出有因。第一，在朝为官，胡逆曾身为宰相，本官身为御史中丞，为了政务难免要与胡逆接触。第二，本城早在第1次见到胡逆之时，就已察觉到了逆贼胡惟庸的狼子野心，但当时正是胡逆春风得意之时，本城又位卑权倾，因此为了江山社稷，本官忍辱负重，每天像狗一样的跪舔逆贼胡惟庸。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在下官为了江山社稷摒弃了尊严之后，逆贼胡惟庸终于接纳了本城，也令下官成功的打入了逆党内部。如若不是深知你屠劫的为人，咱差点就信了你的鬼话。下官原以为只要成功的打入了逆党的内部，就可以轻而易举的取得他们谋反的证据，却不曾想逆党内部组织严密，形势又异常缜密。下官潜伏几年，居然毫无进展。正当下官灰心丧气，准备孤注一掷豁出去向皇上言明逆贼胡惟庸暗藏的野心之时，令下官震惊的事却毫无征兆的发生了。早朝之时，皇上令逆贼胡惟庸闭门思过，可此逆贼居然遣人传信，让下官迅速赶往陈府，说有大事相商。下官本想即刻禀明皇上，却又担心打草惊蛇，因此为了探查逆党的阴谋，下官才如约来到了陈府。哼！屠劫你这个卑鄙小人，当时是随胡惟庸一起进入陈府的吧？并且胡惟庸谋逆之事，你屠劫恐怕还是第1个知道的吧？到陈府一看，下官顿感不妙，因为陈府之中居然聚集了所有逆党之中的文臣。然而逆贼胡惟庸一开口，就更令下官惊骇欲绝了。他居然堂而皇之的对所有人宣告，他要造反，要改朝换代。由于下官当时身陷狼穴，不敢轻举妄动，因此下官只能留在陈府与他们虚与委蛇，假意与他们密谋大事。当时下官心想，一旦逃出陈府，下官将即刻入宫面圣，向皇上禀明一切。而所谓的狼穴，就是此贼的府中。当时正是此贼在一旁替逆贼胡惟庸献计纳言，出谋划策，极尽之能事。你这无耻狗贼，难道当时你就没有出谋划策吗？你就没有鼓噪同僚吗？下官当时虽也出谋献策，鼓噪同僚，但却是为了迷惑逆党，博取他们的信任，从而迅速脱身赶往皇宫面圣，禀明此事，也好将你们这群逆党一网打尽啊！你真的入宫面圣，将此事禀明皇上了？不错，此时夏永侯可替下官作证。当时下官差点令皇上误解，幸得夏永侯替下官在皇上面前解释了一番，否则下官恐怕已被千刀万剐了。夏永侯，虾仁。重八，有客人在，你也不知道让御膳房多上几个菜，就是寻常的主家，家里来了客人，也比咱们桌上好看啊。嘿嘿，虾仁呀，看来上尉是很看重你啊。你看看，香酥白肉、油炸小白条、小炒萝卜条、鸡蛋羹、白菜豆腐汤。要知道，平时上尉与皇后最多也就是一荤一素一汤，今日我老李是沾你的光了。嘿嘿，望着桌上丰富异常的御膳，虾仁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又很快退去。娘娘，您太客气了，要不是老朱小子，恐怕还在东躲西藏，饥寒交迫呢，又怎敢觉得饭菜简陋？再说，就像老李所说，平常您俩都是2菜1汤，如今为了招待小子，竟特意添了2道菜，有鱼又有肉，小子除了感动，别无他念。客气来客气去的，饭菜都凉了，特别是这油炸小白条，就得趁热吃，又香又脆，美味的很。对了，彪儿呢？怎么没见他来用膳？东宫刚刚遣人来禀，当儿他有些疲累，就不过来用膳了。他可是为了……吃饭。虾仁啊，如今你也是伯爵了，明日随咱一起上朝吧。老朱，小子虽蒙您恩赐，得了个伯爵，可小子无官无职，随您一起上朝，这有些不合适吧？不必多言，就这么定了。御膳也吃完了，你就下去歇着吧。臣告退。嘿嘿，今日蹭了上尉一顿御膳，如今饭饱，老臣也告退了。彪儿到底怎么了？今日早朝之时，咱就见他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是不是彪儿对于毒妇吕氏的死
还在耿耿于怀。刀儿倒不是对吕氏的死有什么想法，你也知道，刀儿对吕氏从未动过真情，他深爱之人一直是常氏。常氏薨逝后，你被吕氏蒙蔽帝其为太子妃之时，刀儿就曾坚决反对。如今就连我都差点遭了吕氏的毒手。刀儿本就是重情之人，一时难以接受，也在情理之中。不过你也别太担心，给刀儿点时间，他会自己想通的。重八啊，不是我说你，刀儿年纪也不小了，你不能事事都替他做主。哎，算了，不说了。如今木已成舟，事也过去了，咱们呐，还是往前看吧。是啊，都怨咱这臭脾气，否则孩子们也不至于畏惧咱，却不亲近咱了。对了，重八，虾仁年纪还小，且无官无职，你为何非要他明日随你上朝？就在今日傍晚，山东布政使600里加急给咱送来了一个好消息。据他们所说，咱派往山东赈灾的官吏以及民夫，在距离济南府80里外的山道上全军覆没，并且咱令户部拨调的80万两官银及50万担粮食等赈灾物资，全都不翼而飞。什么？全军覆没？重八，是什么人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居然能将所有人杀死在山东首府之外的山道上？奏折上说，据他们猜测有2种可能，一是乱民所为，二是土匪杀人劫财。哈哈，真是好一个乱民所为，好一个土匪杀人。可这与虾仁又有何关系？毕竟虾仁对于此事可以说毫无关系，也毫不知情啊。山东之事，咱必定彻查到底。哈哈，乱民、土匪，咱准备派虾仁入山东，咱要将那些个所谓的乱民土匪剿灭殆尽，一个不留。伯爷，寅时已到，您该起床了，早朝时间快到了。敲魂呐！这才几点？小心小爷举报你扰民，还早朝？你以为这是在拍戏呢？我说你小子，现在都什么时辰了？你小子还在睡？你把咱昨晚的话都当成了耳旁风不成？还不赶紧起来，随咱早朝去！咱打死你这个不要脸的臭小子！大冬天睡觉，你他娘的居然还光着个身子！哎呦，别打了，老朱，我以后改，保证改，一定改，你别打了！哼，再有下次，咱将你钉子打成8瓣！老朱，待会儿我站哪儿？是站在殿内还是殿外？是站在文臣一列还是站在武将后面？殿外寒冷，你小子就站在殿内，随便找个角落待着吧。待咱叫到你再出来。吾皇万岁万岁万岁！有事早奏，无事退朝。呵呵，昨天发生那么大的事，无事就怪了。不过不管有事没事，都不关我的事，还是先眯一会儿，补觉吧。皇上，臣要参奏奸相胡惟庸结党营私，残害忠良，罪是2条。皇上，臣参奏奸相胡惟庸贪赃枉法，排除异己，罪是5条。皇上，臣继续参奏奸相胡惟庸嚣张跋扈，独断专横，罪10条。显然，胡惟庸谋逆之事已被众人所知，墙倒众人推。早朝刚刚开始，朝中大臣一个不落的纷纷上前参奏。在逆贼胡惟庸尚未暴露狼子野心之时，未见尔等一人敢于参奏。如今胡惟庸谋反败露，被咱剥皮填草了，尔等却一个个的都蹦出来了，仿佛全他娘的洞若观火，明察秋毫一般。要不是咱应对及时，恐怕咱朱元璋的脑袋已经摆在胡惟庸的桌案上了。臣等之罪，请皇上责罚。责罚？朝中出了胡惟庸这等逆贼，咱身为皇帝已有失察之责，但尔等责任更大。哼，就罚尔等半年俸禄，以示惩戒吧。云骑宣旨。传旨：中书省左丞相胡惟庸罔顾人臣之道，阴谋作乱，这剥皮填草诛其9族。中书省右丞相汪广洋附逆谋反，这凌迟处死，诛9族。御史大夫陈宁附逆奸党谋反逆天，这腰斩弃市，诛9族。宜春侯黄斌、河南侯陆据、荥阳侯郑玉春等人饱受君怒，却不思感恩，附逆奸相胡惟庸，行逆天之举，腰斩弃市，诛9族，并除其爵位。闻听胡惟庸一党血淋淋的处置结果，平时与胡惟庸走动较为频繁的大臣尽皆是冷汗直流，满脸的后怕庆幸之色。逆贼胡惟庸为相6年，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独断专横，嚣张跋扈。可以说，在此逆贼为相6年之间，其党羽早已是遍布朝野，其势力之大，党羽之多，令咱都惕然心惊，并为之震撼。但咱也要多谢此逆贼，
是他令咱看清了中书省宰相制的弊端，也是他令咱彻底的下定决心裁撤中书省，废除宰相制。来，大家都别客气，今天是我大喜之日，大家尽管敞开了吃。大胆夏永伯，早朝之时竟敢如此失礼，该当何罪？喝醉，当然要醉。今天是我大喜之日，大家都不醉无归。算了，就别扰了那小子的美梦了，毕竟噩梦时常有，美梦却不多呀。禀皇上，微臣以为皇上所言甚为有理，宰相之职权势确实太大了，并且中书省级宰相犹如横在朝臣与皇上之间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阻碍了臣等与皇上之间的交流，也给了中书省宰相上下勾连、结党弄权的机会。因此，对于皇上裁撤中书、废除宰相制，臣完全赞同，并为之欢喜。皇上圣明，臣身为前中书省左丞相之时，亦为自己手中所掌握的权力感到惶恐不安，时常从噩梦中惊醒，因此臣才主动辞去中书省左丞相之职，以求心安。为了稳定朝纲，为了江山社稷、黎民百姓，臣恳请陛下速速裁撤中书省，废除宰相制。论揣摩圣意，众人皆知礼擅长所能。胡惟庸身为当朝宰相，居然公然谋反作乱，送给了皇上一个堂而皇之废除宰相制的理由，这令众臣犹如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恳请陛下撤中书省，废除宰相制。大殿中一片附议之声随之响起，而武将之列，徐达犹如事不关己一般，并未发表任何意见。千年定制，一朝废除。胡惟庸，咱是该恨你呢，还是该感谢你呢？好，既然诸位爱卿均无意见，从即日起有明一诏，彻底裁撤中书省，废除宰相制，并将此例列入皇明祖训，凡诸家子孙不得重启中书再设宰相，如有违者，废除尊号，逐出家谱，进入皇家宗庙。父皇圣明，此训儿臣定当谨记在心，绝不违逆。皇上圣明，臣等遵旨。咱知道尔等心中一定很疑惑，那之后天下如此纷繁复杂的政务，咱这个皇上能不能够处置得过来？咱说的对否？臣等不敢。咱又不是那种不讲理之人，敢又何妨？咱虽非懈怠之人，但咱一个人就算累死在龙案之上，又怎能尽数处理全国事务呢？因此，经过咱深思熟虑之后，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那就是内阁制。所谓内阁制，就是老朱也真是的，裁撤中书，废除宰相也好，组建内阁也罢，你老朱跟大臣们商量就是了。让我这无官无职的人来这干啥？睡大觉嘛。不过老朱的性格果然够雷厉风行的，昨天才说起内阁制，今天就将此事敲定，看样子马上就要宣布第一届入阁大臣的名单了。韩国公理擅长，老成持重，处事有度，风文学殿大学士，任首辅之职。魏国公徐达，中正耿直，素有才干，封武英殿大学士，任次辅之职。夏永伯虾人，虽稍显稚嫩，却嫉恶如仇，忠勇除寇，足见其品。封麟德殿大学士，擢升吴品贤，任阁老之职。谢陛下隆恩。夏永伯，您该领旨谢恩了。多谢提醒。望着四周传来几乎包含了所有情绪的目光，不由得令虾人感到如芒在背。此事在众臣眼中就好比一位新人仗着亲戚关系，一进入公司就担任总经理之职，这怎能令大家服气呢？臣虾人谢皇上赏识信任之恩，但臣年轻学浅，又无寸功于朝，能受封伯爵，臣已是深受隆恩。麟德殿大学士之职，臣万万担当不起。虾人的出身虽然低微，却清清白白，与其他势力之间毫无瓜葛。虽弱冠之龄，却已显露出惊人的才华。如此人才，只要好好培养，未来必定是一代能臣。而内阁之中也需要平衡，我和徐达皆代表一方势力，培养虾人的同时，又是皇上插入内阁的一颗钉子，因此虾人入阁已成定局，毫无悬念。夏永伯又何必妄自菲薄呢？皇上有此任命，必有其深意，我等身为臣子，又岂能辜负圣恩呢？倒是懂得知足，非贪恋权势之人。年纪轻轻，既聪慧异常，又知进退，实属难得。好了，圣旨已下，绝无更改之理，就这样吧。要死卵朝天，不死万万年，管他娘的！既然老朱相信我，那我没理由不相信自己。既然皇上相信微臣，那微臣必定尽心尽力，为我大明天下添砖加瓦。好
好一个为我大明添砖加瓦！说得好，说得好啊！那咱就拭目以待了。哈哈，有人在为我大明添砖加瓦，可有人却躲在暗中薅我大明的羊毛，妄图祸乱天下，颠覆我大明皇朝。咱派往山东赈灾的朝廷官员，在济南城80里外全军覆没，一应救灾物资也被劫掠一空之事，尔等都听说了吧？朱元璋此言一出，朝堂上霎时变得安静异常，不约而同地垂下了头颅，唯恐触怒了眼含杀意的朱元璋。禀皇上，臣认为当务之急是迅速调拨钱粮物资，令遣大臣前往山东救灾，待灾情得到控制后，再严加地调查朝廷官员全军覆没及钱粮物资被劫夺之事。如若真是乱民或土匪所为，到时就近调遣大军，一举将其剿灭不迟。如若杀害朝廷官员、劫夺钱粮物资之人，并非乱民土匪，而是有人阴谋作乱呢？如若朝廷派遣的官员再次全军覆没，物资再次被劫夺呢？那山东灾民得不到朝廷救济，必将尸横遍野，饿殍无数，而山东行省的局势也势必被阴谋者所利用，朝廷的尊严也必将丢失殆尽，威严扫地。朱元璋所言，其实正是群臣不敢开口之缘由，因为傻瓜都看得出来，这次的事情实在是太过蹊跷，朝臣一时也理不出其中的头绪。皇上所言甚是，是臣思虑不周，望皇上恕罪。皇上所虑之事，老臣又何尝不知？只不过一旦提出来，就是必要给出个合理的解决办法，否则只会提出问题，却不能解决问题。一次两次尚可，天长日久是必令皇上生厌，也对老臣的能力产生疑虑。彪儿，你对此事有何看法？禀父皇，儿臣认为杀官劫夺之事绝非乱民或土匪所为，儿臣猜测内中恐怕另有隐情。彪儿，那依你之见，此事该如何处置？禀父皇，儿臣认为刚刚韩国公所言有理，目前当以救灾为首要任务，但还应就近调遣重兵及派遣朝廷干吏，将暗中隐匿的毒蛇挖出来，否则势必重蹈覆辙。看来真如前世的某些键盘侠所说的那样，朱标不死，朱棣绝不敢反啊！否则，朱棣虽有雄才大略，但以朱标的智慧手段以及正统大义在手，朱棣如若敢反，必定被虐出屎来。传旨，封林德殿大学士虾仁为山东巡查使，全权负责赈灾事宜以及调查杀官劫夺钱粮之事。圣旨即刻下达，退朝。这道圣旨不止虾仁这个当事人感到惊诧不已，就连群臣都想不明白朱元璋这是整的什么套路。只有李善长后知后觉地露出了一副若有所思之色。虾仁，你随我来。是。你小子现在一定满肚子的疑问，为何咱会调你入阁，又为何遣你出任山东巡查使吧？说实话，今天令小子既疑惑又震惊的事确实多了点，现在脑子里都还有些懵。老朱，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内阁的重要性你比谁都清楚，朝中大臣那么多，谁入阁也轮不着小子我入阁啊。这也就罢了，关键是你老朱居然令我赶赴山东，全权负责赈灾及杀官劫夺之事。小子有几斤几两，别人不清楚，你老朱还不清楚吗？将山东如此重要之事交给小子我，老朱你就一点不担心？哈哈，第一，调你入阁，咱是出于需要，并且咱相信你的品行能力。第二，逆贼胡惟庸谋逆后，朝堂不稳，众臣本就犹如惊弓之鸟，只图自保，指望他们，哈哈。恐怕山东局势将更加糜烂。第三，山东官吏必有小人从中作祟，从已在客栈中杀死倭人及应天知府尹师德的手段，咱就清楚的知道你小子够狠够绝。因此，咱需要你将这些蛆虫通通给咱揪出来。当然了，这也是对你的一种锻炼，看看你小子到底是不是块好料。有道是请将不如激将，年轻气盛的虾仁还真就吃这一套。朱元璋最后这句话瞬间激起了虾仁心中的斗志。行，这差事我接下了。既然你老朱都不怕，小子我还担心什么？不过此去山东小子却有3个请求。说说看，是哪3个请求？第一，我要500禁军都尉府军士随我入山东。第二，我要上方宝剑，上斩贪官，下斩地方恶霸。第三，我要皇上亲自便宜行事之权。如能满足这3点请求，小子无需朝廷调拨钱粮物资，定让山东重新恢复秩序，使流民有食果腹，有衣御寒。哦，本来咱打算派遣1000精军士卒随你入山东，任你调遣。但既然你看中了咱的亲军，那也依你。至于第2点上方宝剑，咱叫你来，本就准备将它交托给你。哦，不过你小子倒是提醒咱了，如朕亲临，咱就不赐予你了，就赐你便宜行事之权吧。但你小子记住，便宜行事之权不可擅用，明白吗？
对了，你小子刚刚说此去山东无需朝廷调拨钱粮，那咱就好奇了，你小子无钱又无粮，如何赈灾？算了吧，老朱，你都穷得每天2菜1汤了，听说就连蔬菜还是皇后娘娘亲手所种，小子能省就帮你省点吧。俗话说，富者粮满仓，贫者无余粮。小子，我这次准备劫富济贫。我说你小子可别乱来，如今可不比乱世，现在凡事都要讲国法，你小子明白吗？你老朱要是如此讲规矩，恐怕也开创不了大名了。老朱放心吧，你不是丢了白银80万两，粮50万担吗？小子一定将他们找出来，用于赈灾。你小子说的没错，户部也确实不宽裕，时不时还需要咱从内堂补贴1、2。那咱就将此事交付给你了。如若一时找不回钱粮，立即派人600里加急，咱立马给你调拨。老朱，人家当皇帝都是往内堂里扒拉钱，可你却往里面贴钱。哎，不得不承认，老朱你是个好皇帝，但堂堂大明朝廷在你手中居然混成这副模样。想想前宋打仗虽然基本没赢过，但人家钱可也从来没缺过啊。老朱，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咱不止一次想过。你说论军力、疆域、土地、人口，咱大明都远超前宋，可为何前宋朝廷赋的流油，咱大明朝廷却穷成这副模样？崇祯皇帝不就是因为没钱发军饷，以至于吊死煤山吗？看来你老朱家在理财方面真是一言难尽呐。老朱，你身为这户人家的家长，有很大的责任呐。无论是土地、人口还是银钱，都有其定数。如今百姓口袋里也就是3瓜2枣，而朝廷也同样算得上是入不敷出、穷困潦倒。老朱啊，你不妨想想，朝廷缺钱，百姓缺钱，那这钱去哪了？这钱到底在什么人的口袋？咱内堂没钱，国库缺钱，而百姓口袋里也没几个钱，钱呢，上哪去了？老朱别想了，等小子从山东回来，你一切都会明白的。灾情紧急，小子这就准备出发前往山东，5天之内应该就能赶到济南府了。钱都他娘的上哪去了？二虎，你即刻调拨500亲军，随虾人前往山东保护他的安全，听从他的调遣。对了，咱记得亲军里面有个千户名叫蒋宪对吧？就让他领队随行吧。遵命，北至即刻去办。蒋宪，看来该注意一下这个人了。老朱，刚刚那人就是亲军都尉毛湘吧？不错，此人正是毛湘，也是咱凤阳同乡，至正13年起就随咱出生入死，忠心耿耿。忠心耿耿，忠心耿耿，你老朱还不是将人家给烹了？只不过那些人之所以惨死在你老朱的屠刀下，都是因为朱标突然轰逝，你为了替朱允文那个废物点心铺路而已。如今朱标安然无恙，朱雄鹰也平安无事，想来你老朱也不至于像历史上那样大开杀戒了，否则小爷我恐怕也得连夜跑路了。要不然因朱允文那废物而死也太他妈冤了。该交代的咱已经交代了，该办的咱也办了，最后再交代你小子一句，山东之行一切要小心，你小子可别折在那里。老朱，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好人不长命，祸害活千年？可小子我从来都不相信这句话，小子这次去往山东，一定要将那些个祸害连根拔起，让他们通通做个短命鬼。在京城就已经很冷了，没想到这还没进入山东境内呢，就已是这般寒冷了。是呀，大人，今年的这场大雪下的可是够久的了，如此寒冷的天气倒也确实罕见。好在我们已经离济南府不远了，明日中午应该就可以进城吃顿热乎饭了。蒋大哥，天也快黑了，雪天路滑，赶路也不安全，就在这里安营扎寨吧。弟兄们也都辛苦了，吃些干粮，好好休息一下吧。遵命。大人，距离此处10里外的山道上，就是吏部侍郎李仁、户部侍郎夏为5等诸位大人全军覆没之地了。不过大人请放心，卑职已派出斥候巡哨，方圆10里之内，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斥候便会立即射出想见示警。大人，拖上风大，帐篷已经搭好了，咱们进去避避风寒吧。不愧是将来能够取代毛湘成为第2任锦衣卫指挥使的蒋环，为人恭谨，做事谨慎，这种性格想不出头都难啊。蒋千户，你在对面山上安排了暗哨吗？禀大人，5里之外的山林中正是斥候的巡哨范围，卑职总共安排了4组巡哨，分4个方向，每组5人，在10里范围内巡查，如有异常，立即想见示警。而在营帐4周，卑职共安排了8位暗哨负责警戒，确保万无一失。那也就是说，在5里之外只有流动巡哨，并无安排暗哨了。蒋千户，你看看对面山林中那棵大树树梢上身披白色斗篷的人，是不是咱们的弟兄？千里眼。大人，
还真有一个身披白色斗篷的人，但是属下以性命担保，此人绝不是卑职派出的斥候。这附近有无土匪存在？禀大人，在至正年间，距此地100里之外的伏牛山，倒是盘踞着一群义军，约有1000余人。但早在洪武元年，见义军事业没前途，伏牛山上的那些人都已主动下山，归顺朝廷治下了。现如今，别说伏牛山，就是整个大明，也没有多少山贼存在了。更何况此地距离京城仅不到500里之遥，就更不可能有土匪盘踞了。明白了。彪儿，你能忍到现在才开口询问，为父很欣慰。咱想先听听你对咱派虾人巡查山东，全权负责山东事宜的决定有何看法？父皇，儿臣就是因为想不出头绪，才向您询问的。对于虾人入阁之事，儿臣已隐隐猜到了父皇的深意，可对于虾人巡查山东之行，简直是毫无头绪，还望父皇解惑。彪儿啊，你有没有注意到朝中隐藏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目前的朝堂上，文臣武将之间的实力并不均衡。武将之中有徐达、汤和、冯胜等一干老将，而青壮一辈又有穆英、蓝玉、唐圣宗、耿炳文等人。有他们在，最少可保我大明50年兵锋不衰。而文臣就不一样了，自大明开国以来，先是王佐之才冯国用病死，紧接着智谋如海，于咱来说犹如张良一般的刘伯温，又被逆贼胡惟庸谋害而死。而胡惟庸、汪广洋二人又公然叛乱，被咱包皮的包皮，凌迟的凌迟。而李善长虽老成持重，但这老东西自辞去中书省宰相后，就他娘的仿佛变了一个人，谨小慎微，过于求稳。咱就纳闷了，那老东西都一把年纪了，还一天到晚的谨小慎微，生怕咱会将他怎么样的似的。彪儿啊，朝中文武就好比人的2条腿，一条腿粗，一条腿细，倒也勉强无甚大碍。可他娘的要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这如何行走？父皇，儿臣大概明白了。你说来咱听听。朝中文武，武将兴盛，而文臣凋零，目前已无扛鼎之人，因此父皇最终把目光放在了虾人身上。其一，虾人此人虽出身卑微，却清清白白，又与朝中文武毫无瓜葛，可谓得天独厚。其二，只从丈量土地、摊丁入亩之策就可以看出，虾人此人的智慧绝非常人所能比拟。其三，飞仙客栈之中，面对倭人如我大明百姓，虾人可以舍弃自己的性命，怒而杀人，救人于水火，足见是个明白是非、知晓大义之人。虾人年轻，如若培养得当，继李善长之后，必将成为文臣之中扛鼎之人。如此，则文武调和，50年之内，再无文武失衡之虑。就好比父皇比你的2条腿，或许会有粗有细，但绝不会长短不一。到时别说站着走路，或跑或跳，又有何妨？彪儿，你长大了，以你如今的眼界，明示便是能力，绝对称得上一位优秀的储君了。就算咱现在闭眼，将大明交到你手上，以你现在的政治手腕，咱也没啥可忧虑了。与父皇相比，儿臣的能力还远远不足，大明江山还离不开父皇，儿臣只期望永远庇护在父皇的羽翼之下。如果可以的话，儿臣宁愿当一辈子太子，只盼望父皇母后长命百岁，万寿无疆。长命百岁，万寿无疆等话语，朱元璋听太多人说过了，也从来都是不屑一顾。但这话从朱标的口中说出，却令这铁打的汉子自父母双亡后就从未流过泪的虎目眼眶泛红，犹如被风沙迷了眼。大人，一切均如你所料，之后一路尾随山林中盯梢之人，终于摸清了他们的藏身之处。此刻这群老鼠藏身在距此地8里之外的一处山坳内，经过滞后的仔细盘点，人数约有近1000人，皆是黑衣蒙面，手持利刃。不过对方人数虽然众多，但却稍显杂乱。据卑职猜测，这些人或许是一群亡命之徒。大人，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是直接杀过去，还是避开他们绕过去？以亲卫府弟兄们的能力，自然可以直接横推过去，将他们屠灭殆尽。可如今我们既已掌握了他们的动向，也就没必要直接杀过去，徒增无谓的伤亡。虽然他们距我们只有短短的8里之遥，但于风雪中赶路必将损耗体力，而对方却是以逸待劳。到那时，就算我们把他们屠灭殆尽，但弟兄们的伤亡也必将损失惨重。至于避开他们绕过去，呵呵，他们那群老鼠还没那种资格。如果我们还未进入山东境内，就让一群老鼠吓得落荒而逃，那还不如直接回京，山东也没必要去了。因为此事在有心人的宣传下，必定会令我们成为一个笑柄，威信丧失殆尽，必将一事无成。卑职思虑不周，望大人见谅。蒋大哥言重了，你我都并非率军打仗出身的将军，大家就彼此吧。呵呵，
既然这些人将咱们当成了猎物，那咱们就应该扮演好猎物的角色，以逸待劳，坐等他们前来。否则，一旦惊动了他们，让鸡给飞了，拿什么来敬侯呢？大人，您就瞧好吧，卑职定让这只鸡有来无回，无处可逃。猴子，你他娘的看清楚了，确定只有500人，他们在鸡笼沟安营扎寨，准备在那过夜。老大，您就放心吧。论杀人，我猴子或许是个孬种，但要论追踪前行、盯梢打探，那不是我自吹，恐怕在座的各位，包括老大您在内，都差那么点意思。再说，我的眼力从小就异于常人，这点老大您也清楚，否则老大您也不会每次都派我前去盯梢打探了。呵呵。老大，我敢以性命担保，他们只有500人，最多也不会超过600之数。而且他们现在已经在鸡笼沟安营扎寨了。现如今天色已晚，又寒风刺骨，大雪纷飞，想来今晚是绝不可能再赶路了。只要咱们耐心等到深夜，趁其熟睡之际，一举杀将尽弃，定让他们变成鸡笼沟的孤魂野鬼。去你娘的！老子做事还用得着你小子在这指手画脚？再说了，咱们上次不就是他娘的这么干的吗？这可是老子的主意，你他娘的倒是现学现用，居然用来教老子了。是，老大说的是，老大英明神武，料事如神，小的们相信这次必定和上次一样，如屠猪宰牛一般，将他们杀个精光，回去也好再领上一次赏钱，去窑子里快活快活。弟兄们，大家虽分属各家，之前咱们谁也不认识谁，但只要咱们齐心协力，与上次一样，将鸡笼沟那些熟睡的鸡崽子们统统杀死，回去之后领赏钱、喝酒、吃肉玩女人，大家说好不好？好，弟兄们都是好样的，但现在那些鸡崽们还未熟睡，大家先好好休息，养精蓄锐，待子时一到，咱们再将他们杀个片甲不留。真是没想到，咱们将他们当成了鸡，可却被他们当成了鸡崽儿。呵呵，真是死期将至而不自知。吩咐下去，待会儿这个头领留他一命，此人有大用。遵命。停！怎么了，老大？为什么突然停了下来？不知为何，我这心里总是莫名其妙的发慌。你说营帐里不会有陷阱等着咱们吧？一惊一乍的，差点没被你他娘的吓死。就这么大点的胆，居然还他娘的是首领，真是没天理。放心吧，首领，干这事咱们也不是1回2回了，绝对算得上经验丰富、轻车熟路的老手了。用什么话说来的？哦，对了，此时已是箭在弓上，不得不射了。大家都稍微活动一下手脚，把身体热热，待会儿动手也麻利些。没文化就别学人咬文嚼字了。老大，不是箭在弓上不得不射，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箭在弓上与箭在弦上不他娘的一个意思吗？不得不发与不得不射又他娘的有什么区别？大家脚步尽量放轻些，小心别惊动了那些人。待前进营列，还和上次一样，20人一组，速战速决，早些完工，咱们也早些回去搂着婆娘睡大觉。记住，一个活口也不能留，否则到时候被灭口的就是咱们了。呵呵，你们可比本官想象中足足晚了半个时辰。不过来了就好，毕竟好棋不怕晚嘛。不好，有埋伏，快撤！怎么趴着装死尸有意思吗？再不起来，可真让你变成一具尸体了！大人饶命，饶命啊！真是没想到，李仁夏、韦武等朝廷大员居然会死在这种货色手上。大人，这些人如何处置？先押下去，分开审问，待弄清楚他们是受谁指使，而后再按之前说的办。遵命，卑职亲自去办。将他们分开关押，本监护要亲自审问。真不愧是未来的锦衣卫指挥使，果然是早有端倪啊！这位老大，你是现在交代呢，还是先松松筋骨之后再交代呢？赵老，一过没事了，再有1个时辰天就亮了。可如今，他们不会出什么事吧？李默然，你在害怕？你们呢，也在害怕？怕自己做的事被朝廷发现，抄家灭门？赵老言重了。我等也只是监派出去的人，此刻还未见回转，故有些忐忑。至于害怕，呵呵，绝对木有，绝对木有。看来有些失策了，可别被此人坏了大事。大家放心吧，张大做这种事也不是第1次了，可谓是经验丰富。再说，我们石家一共派出了1000人手，又隐藏在暗处，出其不意之下，朝廷派下的钦差绝无幸存之理。长老，恕晚辈冒昧，要是张大他们全军覆没到也就罢了。
可万一张大师手被钱将我等供出，那可就大事不妙了。哼，一个个都是装出一副莫测高深的模样，还不是一样心虚了？是啊，有家主所言，也正是我等忧虑所在。长老您府中的官家张大，可是对我们的事情知之甚深呢。一旦他失手被擒，那大家可就都暴露在钦差眼皮子底下了。诸位或许都忘了，张大此人早在半年前就不是老夫府中的管家了。至于他张大离开张府之后都干了些什么，更是与张府毫无关系。至于张大所率领的人，都是诸位通过隐秘的手段临时招揽的。那些人收钱办事，对咱们之间的事一无所知。因此，就算张大供出了我等，但仅凭张大一人所言，那小小钦差又能奈我何？即便钦差查到一些蛛丝马迹，诸位可别忘了，这里是山东，是咱们的地面。更何况，只要有那位在，我等定是稳如泰山，无人可以撼动。人祸有可灭，天灾却无情。雪灾肆虐之下，山东无数百姓遭殃，冻死饿死者数以万计。无数百姓赶往就近的城池奢求官府救济，但官府却只是象征性的在城外搭了些四面透风的茅草屋。为防止灾民暴动，官府每天中午会在城外熬上一些米粥。那些个当官的也真他娘的黑了心肝，这么大的一口锅，居然就一把米粒儿，这么多灾民每天的救灾粮居然也就100斤，真他娘的操蛋！二牛，你他娘的小点声！你小子不想干了，咱老李还得干下去呢。这要叫人听了去了，咱俩就准备卷铺盖回家吧。到时咱们一家老小怎么办？没了那点可怜的俸禄，咱们一家老小非得活活饿死不可。哎，开饭了，开饭了！大家排好队，都别急，人人有份。傅大人，钦差马上就到了，咱们却在这饮酒欢宴，似有不妥吧？还有城外的那些灾民，实在是有碍观瞻，为何不将他们通通拘离？顾兄且宽心，为兄已安排了人前往城门迎接了。至于你说的灾民，哼，为兄就是要让那位小钦差看见。大人，你安排前去迎接钦差的那些人，恐怕级别低了点吧？何况凡事有度方能长久啊！我想这个道理，傅大人应该比我这一介武夫更明白吧？是啊，傅大人，咱们也是时候收手了，再继续下去，恐有万劫不复之危呀。顾兄秦兄言之有理，尔等所言为兄也曾暗自思量过，但两位可曾想过，现如今咱们就好比一脚踏进了粪坑，鞋子可以重新洗白，但那胃却是洗不去了，咱们已经脏了。曾几何时，咱也想做一个好官，为民请命，劝课农桑，为百姓谋福祉，保一方太平。但做一个清官、好官太难了，难如登天。知道为兄曾在苏州当县令那会儿过的是什么日子吗？菜自己种的，吃的鸡鸭猪肉自己养的，就连身上穿的衣服也是我那夫人没日没夜织出来的。最终她熬成了黄脸婆。可你们知道吗？就在为兄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当地一位有名的富商，他儿子因强抢民女继而逼出人命，为使其儿子脱罪，竟连夜拜访，一出手就是纹银1万两。1万两啊！望着满满一箱白花花的银子，为兄感觉自己的坚持是多么的可笑。身为一方堂堂父母官，为兄种菜养鸡，夫人织布做衣，过着一贫如洗的日子。可那些个富商却一个个富得流油，仿佛从他们每一个毛孔里都能钻出油来。从那一刻起，我就发誓，去他娘的清官，去他娘的种菜养鸡织布做衣，老子受够了，爹亲娘亲都不如他娘的银子亲。你们看看那贪官多好，家里银子堆成山，一日三餐山珍海味应有尽有。最重要的是，那黄脸婆为兄是越看越不顺眼了。凭什么那些个低贱的商人可以3妻4妾，可我这堂堂2品大员却每天面对着家里的黄脸婆？哼！现在好了，为兄现在有钱又有权，也可以夜夜做新郎，抱着美娇娘了。傅奎的这种如癫如狂的状态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啊！是啊，我们怎么办？大人，话虽如此，事实虽也是如此，那咱们就更应该小心行事才对呀！否则一旦事情败露，全家满门抄斩，那堆在家里的银子再多，到时也救不了你我的性命啊！到时候美娇娘再美，也没咱们什么事了，不是？是啊，为了咱们的人身安全，下官还有一事需要提醒大人。大人不胜酒力，以后这酒还是少喝为妙，最好是滴酒不沾。大人你也知道，每次你醉酒之后总是会吐露出一些不该说的话，为此我等皆是心惊胆战，心力交瘁矣。蒋千户入城之后，尽快验证供词的真伪，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将城内4品以上官员的情况摸清楚。
大人尽管放心，打探消息、调查取证本就是亲军都尉府军师的看家本领。别说他们屁股里有米田共，就是没米田共，只要大人你发话，卑职也能给他塞些进去。办事要讲究方式方法，别没塞进人家屁股里，倒是先溅了自己一身。大人请放心，这是卑职颇有经验。大人您看，济南府的官员在城门口迎您呢，看这阵势还不小。大人您看，情况有些不对啊，城门口人数倒是挺多，可为何只有一人身穿飞袍，而其余众人皆是身着青袍？走过去看看就知道了。卑职恭迎钦差大人。夏某蒙圣恩前来山东主持赈灾事宜，却因风寒雪急耽误了时辰，有劳诸位大人在风雪中久候了，实在是罪过罪过。钦差大人不畏漫天大雪，刺骨寒风，竟于4天之内就赶到济南城下，足见大人对我山东受灾百姓的仁慈怜爱之心。能供应像您这样的钦差，是卑职等人的荣幸。别说区区风雪，就是活活冻死在这城门口，卑职等也是甘之若饴。大人一路辛苦，府内已设下酒宴，恭请大人移驾前往。至于众钦差僚属，卑职也早已安排妥当。怎么，赵大人不准备为本官介绍介绍在场的诸位大人？最终还是没有避开这个问题，这可真是神仙打架，凡人遭殃啊！这问题如何解释？难道说山东巨头官员们皆在忙于公务，或卧病在床，因此只能由我这在山东布政使司排不上号的人前来迎接钦差大人您？哎，都怪本官思虑不周，尽在这里瞎耽误功夫。本官虽身为钦差，可论品质，本官却只有5品。赵大人，请问布政使傅大人、按察使顾大人、都指挥使秦大人这3位大人现在何处？本官即已进入山东，理当先行拜访这3位大人才对嘛。这可真是报仇不隔夜啊！这3位巨头这样做，无非是为了给钦差一个下马威而已。之前那些钦差皆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忍气吞声，可从未有过钦差主动上门拜访地方主官的，这性质可就变成了藐视皇权，公然践踏朝廷威严了。大人说笑了，原本是3位大人该出城迎接钦差大人的，可3位大人因救济灾民之事，实在是忙得焦头烂额，无暇他顾，因此才令卑职前来迎接。但3位大人说了，等忙完赈灾事宜，晚上定要宴请钦差大人，以尽地主之谊。不，原来是这样。3位大人如此勤于公事，真乃朝之栋梁也。没想到原本人杰地灵、不负民风的山东，竟在一场天灾之下，变成了如今的满目疮痍、饿殍遍地。这样吧，本官就与钦差卫队暂时下榻此处，晚些时刻再进城吧。何况本官奉旨钦差，本就为赈灾而来。大人，赈灾也不急于一时，如今酒宴都已备好，您看。这又并非乱世乱匪横行之时，昨晚距济南城外80里地却遭遇的埋伏，现在城门口又来个下马威，就算用屁股想也能猜到，如今的山东3巨头恐怕已经勾连并结，狼狈为奸了。要不是朝廷钦差这层身份，恐怕这几位封疆大吏连眼角都不会夹我一下。赵大人不必多言，尔等先行入城，本官晚些时刻入城不迟。不行，情况可有些不妙啊！一大早，张伯那老东西就遣人来报，说昨晚上派出去的那些人一个都没回来。原本还想着与傅大人商议此事，希望他能拿个主意，可你看看，一整个上午，先是听曲，接着欣赏歌舞，再然后喝酒饮宴，正是一件没办。最让我担心的是，那种大逆不道之事，咱们已经做过一次了。没想到所得80万两白银，50万担粮食，居然还填不满他们的胃口。而傅大人居然再次相信了那些人的鬼话，说什么富贵险中求，他可能自己都忘了，咱们是官，不是刀口舔血的土匪强盗。现在好了，这一次的出手，不但令钦差心存戒备，恐怕就连朝廷都将对咱们几人产生怀疑了。秦兄，你说傅大人如此睿智之人，怎么就不明白有些事可议而不可再呢？难道这就是欲先使人灭亡，必先让其疯狂吗？现如今咱们也一同上了他们的贼船，要是这条船翻了，那我等必定随之陪葬。不行，近半年时间，你有没有察觉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不知是不是兄弟我的错觉，我总感觉这半年来，傅奎大人就仿佛变了一个人，变得更加不择手段，更加贪婪，也更加昏庸愚昧。启禀2位大人，府衙推官龚大人求见。推官龚大人，一个小小的7品芝麻官来梨园做甚？不见。是大人，小人告退。
慢着，让他进来。是，小人这就去请龚大人前来。不小，一个小小的七品推官，根本没有进梨园的资格，你见他做甚？秦兄有所不知，那龚云鹏虽是七品推官，可却随有参议赵栋一起前往城门口迎接钦差大人，现如今却突然出现在梨园，恐怕是迎接钦差事宜出了岔子了。哈，能不出岔子吗？原本钦差大人驾临山东，我等三人需同时出城迎驾，这可倒好，我等三人皆未前往出迎也就罢了，傅大人居然只派遣了一位区从四品参议，率领一众微末小官前往城门口迎接，这他娘的能不出岔子吗？如今已是木已成舟，现在说这些还有何用？还是先听听龚云鹏怎么说吧。这就是官府救济灾民熬制的粥，如果本官没数错的话，这碗里只有13颗米粒吧。大人，小人只是个熬粥的，可不关小人的事啊。而且每天熬多少粥都是由上官说了算，小人们也只是奉命行事，望大人恕罪。大人，城内倒是有米，而且有的是米，只要你有银子，想要多少就有多少，何必在此与灾民们分食呢？二牛，小心祸从口出。大胆，竟敢对钦差大人无礼！哎，人家二牛也只是实话实说，哪来的什么罪？你叫二牛对吧？能对我讲讲为何城内有粮，而城外却无粮赈灾吗？在我回答你的问题之前，你能先回答我的问题吗？行，既然我问你问题，那你当然也可以问我问题了。有什么想问的，你就问吧。小人只问大人3个问题，之后无论大人问什么，只要小人知道，绝不隐瞒。二牛，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要是让城里的老爷们知道了，你一家老小怎么办？根叔，二牛知道您是为我好，但我不能让我姐姐、姐夫他们一家白死。您是知道的，他们全都是被活活饿死的。如果实在是没粮，咱也只能怨自己命苦。可城里明明，第一，大人是不是朝廷派下来的钦差？第二，大人此行是不是前来山东赈灾？第三，大人你是不是一位好官？第一，我就是朝廷派下来的钦差。第二，我此行最重要的目的之一，确实是为了赈灾。第三，我是不是一位好官，不是由我自己说了算，而是由老百姓说了算了。至于答案，你很快就会知道的。好了，二牛，你的问题问完了，现在该我了。据你刚才所说，我没理解错的话，城内大量的粮食都堆积在粮店内售卖，对吧？不错，这已是济南府人尽皆知的问题。雪灾之前，粮食充足，斗米仅9钱，可如今米价足涨了10倍有余，斗米近100钱。大人，情况已经查清楚了。呵呵，看来朝廷那80万两官银、50万担粮草都被那些老鼠给吞了。最后一个问题，你们每天给灾民熬制的救灾粮是谁下的命令？济南知府陈仲，是他下的死命令，每天只需100斤大米供灾民果腹，理由是怕灾民吃得太饱，聚众造反。呵呵，好一个怕灾民吃得太饱，聚众造反！走，入城，今天就拿这位陈知府开刀。大人，卑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5大3粗的学什么不好，学什么酸如拽文，有话快说。大人，我等初来乍到，如若此时便大开杀戒，自有不妥啊。蒋大哥，你的好意我明白，但有些人必须死，否则这个世界上还有公理吗？要是曾经咱爹娘还在的时候，能有你这样的父母官，该有多好！兄弟们，进城保护钦差大人。老爷，你怎么了？是老爷，我心情颇为烦闷，不关你的事。对了，杜儿呢？是不是又上外面胡闹去了？老爷，你那宝贝儿子可是一大早又领着一帮仆役出门快活去了。老爷，你可真的好好管管他了，他在外面做的那些好事，小心将你这个济南知府拉下水。杜儿可真是不让人省心，都什么时候了，居然还往外面跑，也不怕往刀口上撞。不行，我得派人将他找回来，暂时还是待在府里，别出去了。陈仲想不到的是，他那独生子此刻已经撞在刀口上了。人是你打死的？不错，是小爷我。怎么样？我爹是济南知府，我是他的独生儿子陈度，谁让他多管闲事？少爷我调戏妇女，关他屁事，死了活该。蒋千户，将这位陈知府的独子衣服扒了，把他胯下的祸害给本官割下来收好，待会儿本官要作为礼物送给国之栋梁陈知府。你敢？我爹是济南知府，我是他的独生。安排2个人将这位义士送回家殓葬，记得留下些钱财。大人不好了，钦差卫士将府衙团团围住了。怎么回事？大人还是快些过去吧，钦差和公子都在堂上等呢。
什么？杜儿也在？他怎么和钦差在一起？钦差割了公子的子孙根，将其抬了回来，现在正在公堂。杜儿做了这么多恶事，如今你们父子两人的报应来了。别嚎了，人还没死呢。蒋千户，将本钦差送给陈知府的礼物拿出来吧。大胆，见钦差大人竟敢如此无礼，该当何罪？无妨，让他缓缓。钦差大人，杜儿他还是个孩子，为何你要下此毒手？孩子，这货身高无尺有余，这他娘的是个孩子，那要不要将你夫人请出来，给这孩子喂喂奶？不管怎么说，他还没娶媳妇没当爹，那他就是个孩子。何况就算杜儿他做了什么错事，我这个当爹的出面赔偿也就是了。你何必要做得这么绝？陈知府，本官奉旨钦差来此，可不是为了与你谈论如何管教孩子的。本官来此是想问问陈大人，城外救灾粮的限量供应是你陈大人的意思？算了，儿子虽然废了，可日子还得过，大不了以后再勤于耕耘就是了。夫人年纪是大了，生不了儿子，可我还有8个小妾，或许还有机会能再生个儿子，延续香火，继承我的金山银海。眼下对付这个小钦差最重要。大人明鉴，一来此次雪灾来得突然，令我等猝不及防；二来并非济南一府遭灾，而是整个山东同时遭遇雪灾。如此一来，官仓内的粮食立即捉襟见肘，几近枯竭。原本朝廷倒是下拨了80万两白银、50万担粮食，可不曾想中途却被歹人所劫。下官迫于无奈，只得下令限量供应灾民，以求能够令灾民们多坚持些时日，直到朝廷再次调拨赈灾钱粮。皇天不负有心人，在山东灾民嗷嗷待哺之际，终于盼来了钦差大人。有了钦差大人带来的钱粮，定能救山东灾民于水火。本官虽奉旨前来山东赈灾，可本官又未带钱粮。陈大人，你说本官该怎么办呢？大人说笑了，大人奉旨钦差救山东灾民于水火，又怎么可能不带钱粮来此呢？大人你真是幽默。呵呵，本官虽然幽默，却不会拿受灾百姓幽默。陈大人，本官确实没带钱粮，不过本官虽然没带钱粮，却并不意味着无法赈灾嘛。本官不是还可以借吗？大人玩笑了，下官虽家有余资，可要说用来赈灾，那可真是贻笑大方了。大人就别取笑下官了。玩笑？蒋千户，本官是那种喜欢开玩笑的人吗？当然不是，大人从来都是不苟言笑、兢兢业业之人。雪灾肆虐，百姓遭灾，我等山东布政使司官员兢兢业业，废寝忘食，未敢有片刻懈怠。而大人身为钦差，却公然敲诈卑职，难道就不怕山东官吏心寒吗？记住，对付这种无耻之人，只有比他更无耻。心寒，呵呵，如果本官不灵儿等心寒，那心寒的就该是受灾百姓了。到那时老百姓不但心会寒，全身都得他娘的寒了。蒋千户，将他带下去，拿出你的绝活，好好审问。本官很想知道，咱们面前这位陈知府家里到底穷成啥样了。记住，最主要的就是银子，此事干系重大，务必尽快办妥。还有就是朝廷上次所拨赈灾钱粮失踪之事的详细情况，他身为济南知府，是绝对脱不了干系的。遵命大人，卑职保证1个时辰之内定然办妥此事。应对钦差询问，我在心中早已做了充分的演算，无论怎样，老夫我都能自圆其说。可这小钦差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怎能直接下令严刑审问？一顿乱拳打过来，是要闹哪样？慢着，敢问钦差大人，下官究竟所犯何罪？下官想提醒大人，虽然你奉旨钦差，但也要讲官场上的规矩，无凭无据将下官所拿并严刑拷问，不知大人有没有想过后果？你听见了吧？陈知府说咱们无凭无据呢。蒋千户往人屁股里塞米田共的事，你比我专业，你说说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咱们有凭有据的拿下陈知府？大人，要证明一个人的清白或许有些难度，可要证明一个人有罪那太容易不过了。比如花个100-10两银子请个6旬老妇过来告他强奸，再比如隔壁的母羊无故怀孕，主人家怀疑是知府所为，大人身为钦差为母羊申冤做主，亦是合情合理。还有，停，够了够了，蒋千户你果然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陈大人怎么样？需要本官有凭有据吗？只要你一句话，真凭实据马上出现在你面前，并且在蒋千户这么专业的人才面前，真凭实据那是要多少有多少。狗官，你这个狗官。钦差大人，你知道我夫人姓什么吗？哈哈，大人初来乍到，想来是不知道了。我夫人她姓孔。那又怎样？
我夫人是孔家后人，并且还是孔家嫡女，而我就是孔府的乘龙快婿。哈哈，莫非山东孔家也是没在大人的眼里了？大人，是卑职办事不力，事先并未查出陈重与孔家的关系。孔家自孔圣人传承至今，已历经56代，影响力堪称恐怖。就算朱元璋这位眼里不容沙子的一代雄主，面对在大元朝廷卑躬屈膝的孔家，也不敢为难分毫。哪怕其心中厌恶孔家，却也要做好表面文章，否则就无法收天下文人士子之心。所以大人，这陈重如若没有确凿的证据，怕是不能轻动啊。此事一旦到大皇上问责，人怕是不好交代啊。你是不是以为本官没有确凿的证据不敢拿你？你是不是以为本官会与其他人一样，对于你孔府女婿的身份忌惮万分，不敢动你丝毫？本官平生最痛恨的不是贪官，只要贪官在贪的同时能替老百姓做些实事，这种贪官本官愿意给他一条活路。本官最痛恨的就是像你陈重这样自己吃的脑满肠肥，却连老百姓口袋里最后3瓜2枣的活命钱也不肯放过。知道本官为何会找上你吗？就因为你陈重父子俩在济南城里已经烂大街了，迎风臭十里，陈扒皮的名号本官还未进城就已经如雷贯耳。你不是倚仗本官没有证据吗？你不是倚仗自己是孔府的女婿吗？本官现在告诉你，证据本官没空去找，凭老百姓对你陈扒皮的尊称就够了。今天你落在本官的手里，那么别说你陈重是孔府的女婿，就算你老丈人是玉皇大帝，今日也保不了你这条狗命。将这位陈扒皮押下去严刑拷问，如若有事，我虾人一人承担，与诸位无关。哈哈，虾人你会后悔的，一定会后悔的。本官会不会后悔？恐怕你陈扒皮是看不见了。带他下去。住手！大胆，尔等公然率兵来此，莫非想要自驾不成？钦差在此，尔等还不跪地请罪？按察使顾云流，都指挥使秦立见过钦差大人。钦差驾临我等本该接驾，可以雪灾肆虐，我等忙于赈灾事务，一时无暇他顾，还望钦差大人见谅。不知陈知府因何事惹钦差大人不快，今日被钦差卫士押解。倘若钦差大人给不出个说法，恐怕难以令山东布政司上下官员心服。你是按察使顾云流，你与都指挥使率兵前来，是向本钦差讨说法来了。你还敢躲？按察使顾云流，你信不信本官今天当场让你这个顾云流变成尿横流？大人，你虽是钦差，但说话还请注意分寸，别有辱斯文。斯文，装腔作势就是斯文。百姓饥肠辘辘，尔等却饮酒作乐，莺歌燕舞就是斯文。饱食君禄，却枉视君恩就是斯文。斯文这个词还有一种说法叫斯文败类，其中所指的就是你们这种人。大人无凭无据，信口开河之事还是少说为妙。须知祸从口出，论品质，提醒按察使顾大人为朝廷正3品，本官身为山东都指挥使乃正2品。大人虽为朝廷钦差，但也就区正5品而已，还请自重身份。信口开河，呵呵，蒋千户，你来给咱们的都指挥使秦大人讲讲，他们这一上午都干了些什么吧。据卑职探得的消息，原本应该在布政司府衙办差的2位大人，一大早就赶去了梨园，与布政使傅奎大人先是莺歌燕舞，后又欢唱对饮，可是悠闲得很呐。本官已经证明了，刚刚那番话并不是本官在信口开河。至于秦大人，你让本官自重身份，呵呵。这就是本钦差给你的回答，满不满意？你这个稚子小儿，你虽身为钦差，但你有什么权利毫无理由的擒拿我这堂2品大员？秦大人说的不错。顾大人真以为你们干的那些破事天衣无缝，没人知道？实话告诉你，早在本官还未离开京城之时，就已派探子快马加鞭到山东，打探了你们3司巨头的详细情报了。拿着这份调查报告回府，再慢慢的看，想通了，想明白了，再来找本钦差。记住，本官只给你1个晚上的时间，顾大人好自为之。多谢大人给卑职1个机会，卑职这就告退。明天天亮之时，卑职定给大人1个交代。顾云流，亏你常以读书人自称，行事却如此龌龊。老子好心领兵替你助阵，你他娘的却把老子卖了，任人宰割。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悉听尊便。悉听尊便，老子变你姥姥。望着消失在拐角处的顾云流，秦立绝望之余，心中更是充满了怨恨。大人，我招，我全招，要死大家就一起死。完了，这下全完了。
好，都得死，那就大家一起死。据张大供述，张家那个可是号称多智狠辣之人，本官倒很想见识见识。遵命，卑职即刻去办。等等，简人即刻赶往曲阜，密切监视衍圣公府。陈仲身为孔府的女婿，要说孔府对于陈仲之事一无所知，怕是有些说不过去。蒋大哥，我知道你的意思，不必多言，尽管去办，万事由我。长老，你说刚刚传来的消息可信吗？李默然，这些年崔通判有给过咱们家消息吗？那位小钦差的路数也委实令老夫有些迷惑。年纪不大，可做事魄力却是不小，打了咱们一个措手不及。正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这位钦差真是猜不透，摸不着他下一步想干些什么。或许钦差未对，下一刻就将我这张府团团包围，也说不定。长老，这种玩笑可开不得。现如今陈仲被抓，秦力被囚，局势可谓是非常不妙。好在老夫行事谨慎，每次商量大事之时，都是老夫与他单独协商，否则……长老不是小侄胆小，陈两位大人固然对咱们所知甚少，但只要他们开口，不正是傅奎大人势必暴露，而一旦傅大人开口，势必会牵出藤带出瓜，到那时咱们就都全完了。陈两人此刻被钦差卫士严密看守，想灭其口绝无可能。为了我等的安全，看来只能将布政使傅奎除掉了。可是长老，布政使乃封疆大吏，位高权重，一旦……老夫明白你们的顾虑，尔等尽管放心，傅奎绝不会死于谋杀，而是会死于醉酒落河。大人，右部正使孙毅紧急求见，说左部正使傅奎夫大人不幸溺水身亡。好一个不幸溺水！一方封疆大吏居然于此关键时刻溺水身亡，我要是信了，就是人头猪脑了。这个消息令虾仁感到震惊的同时，也让他对那些人的狠辣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看来要先将那些人攥在手里再说了。传令下去，即刻包围张府。本官今日要来个瓮中捉鳖。虾仁不知道的是，就在此时，几只信鸽也从济南府冲天起。长老，要是没啥事了，咱们就散了吧。哟呵，正在开会呢，看来本官来的有些不是时候啊。看来你就是朝廷派下来的钦差了，果然年轻。不知钦差大人突然破门而入，所谓何事？也没什么，就是听说张府正在开会，而本官又正好闲来无事，就来此处看看。劳大人费心了，我等皆是商人，商议的自然是一些生意上的事。哦，大门紧闭，看来诸位商议的生意很大嘛。本官有些好奇，不知是何等生意如此重要，居然商议3个时辰之久。些许俗事，现已商议完毕，就不劳大人替我等草民分神了。哦，既然你们的会开完了，那就轮到本官给你们开会了。恕草民愚昧，实在不知能与大人开什么会。本官自将身份前来，当然是为了与张老商议一下，朝廷上次派往山东的钦差到底被何人所杀，赈灾钱粮又被何人所夺。此等事，我等草民又怎能得知？大人切勿开玩笑。如果大人是想放松一下心情，且尽管开口，无论是要钱要粮，一切都好商量。如若本大人刚刚那番话不是玩笑之言啊，如若本大人不接受诸位的好意呢？那还要请大人拿出证据说话。证据啊，进来吧。顾大人，怎么是你？闭嘴！李默然，你这一惊一乍的做什么？想害死大家吗？不要紧，在这种场合见到顾大人有些吃惊，也在情理之中嘛。在顾大人与张大开口之前，本官有一句话想问问诸位，有没有主动交代的？需要提醒诸位，本官只需要1人投诚。有句话，草民要提醒大人，如若大人杀了草民，您也绝不可能活着回到京城。你这老家伙之所以这样大言不惭，想来你最大的倚仗是你儿子张康吧？这些年你现身明处，他藏身暗处，那些与你张家不对付的人，死得不明不白的不少吧？比如那醉酒后的溺水身亡。布政使傅奎竟只短短10年不到，从一个区6品通判到如今的位置，其中就有你们的功劳吧？本官不得不佩服你的手段，弃车保帅，这招你玩的是真溜。大人，你说的这些草民不明白，倘若大人要将草民治罪，还请拿出证据，否则糊涂之人不只活得长，还可以活得好。大人，您认为呢？本官此来山东有些匆忙，十足的证据本官是没有的，但是本官有现成的人证。张大说说吧。老爷，你就承认了吧，小人什么都招了。
大人，这人草民确实认识，曾是比府的管家，但早在半年前，因他犯下大错，已被逐出张府了。至于他之后做了什么，草民不知，也与草民无关。看来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顾大人，该你上台了。大人放心，下官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顾大人，小儿张康暴毙沮丧之时，你也曾上门吊唁过，不知顾大人从哪听来的谣言？张伯，你是聪明一世，却糊涂一时啊！你没想到吧？傅奎智谋手段皆是上等，可却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嗜酒。而他一旦喝醉，那是什么秘密都藏不住。为此，梨园内被傅奎灭口的奴仆丫鬟都已不下10人了。草民还是那句话，两位大人所说的一切都只是凭空猜测而已。如若没有真凭实据，那恕草民恕不远送了。真凭实据，本官暂时没有，本官也不需要。本来只要认定是你们做的就足够了，但为了皇上的脸面，本官多少总是需要拿出点东西的。大人什么意思？莫非想要栽赃陷害，屈打成招不成？行，诸位一定是免不了的。至于诸位屈不屈，想必诸位心里很清楚。至于栽赃嘛，如今灾民饥寒交迫，嗷嗷待哺，本官没那时间去调查诸位做的那些个烂事，栽赃就栽赃吧。大人，草民现在交代还来得及吗？草民愿做大人门下走狗，任由大人驱除。长老，晚辈早对您说过，李默然这个软骨头靠不住，可您就是不听。咱们10大家族本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既然你李默然已然反水，那我时勋又何必受那刑罚之苦呢？大人，草民愿意投诚，并为灾民捐献白银10万两。卑职如今也想通了，钱财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只有清明才属于自己。卑职愿将所受贿赂白银5万两全部用于赈灾，向山东百姓赎罪。大人，草民今后定为大人马首是瞻，绝无二心。老夫真是瞎了眼，这些年竟与尔等为伍。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罢了。只是可惜这报应来得太晚了些。来人，将这老贼与其他7位走狗统统押下去，将这8位家主上下3代直系亲属一网打尽。本官倒要看看这8位家主跌倒，能不能让受灾的百姓吃饱。质子小儿，你绝对无法回到京城，老夫保证。是吗？那本官拭目以待。想必你们一定很奇怪，为何张伯、刘千山等人抄家灭门？为何独独放过你们吧？本官之所以留下你们，并非是因为你们比张伯等人良善多少，而是出于需要。从前之事，本官可以既往不咎，但有2件事，本官需要你们去办。姐夫，那些狗贼下来向你们赔罪了，你们可以瞑目了。斩！爹。张康君，你的确定有密道可以直通你府内？万一你父亲临死之前把密道之事抖了出来，那咱们可就危险了。河边君放心，家父宁死也不可能把密道之事说出去。只要河边君替我杀死下人，那家父在家中暗藏的钱财任你自取。只要大仇得报，我张康从此必定死心塌地的为河边君效命。河边君从此解决山东，必定是如鱼得水。行动！张康君，你家的这条密道果然隐秘。下人，白天你砍了我全家人的脑袋，现在我就要砍下你的脑袋祭奠他们。你想砍下本官的脑袋，本官已经想到了，可你们来得这么晚，却让本官没想到。是你？当然，本官若是不将你们一网打尽，又怎能回京呢？张康君，你不是说万无一失，无人知道这条密道吗？河边君，现在说这些已经毫无意义了，只能拼死一搏了，大家随我杀。大人，果然如你所料，他们真的来了。要我说，多亏了蒋大哥与诸位兄弟，没有诸位，我也就是个睁眼瞎。回京之后，一定为大家请功。蒋大哥，其他的事情你都做了回禀，可唯独曲阜衍圣公府之事，你却只字不提。大人，据卫士探查，衍圣公府与陈仲勾连之人，乃是当代衍圣公孔熙学族兄孔熙经。陈仲自迎娶了孔熙经之女后，一路平步青云，直至省府知府。据陈仲交代，孔熙经暗中与张伯、傅奎之间来往密切，至于他们密谋了什么，他也不清楚。呵呵，狼与辈难道还能密谋？如何为民服务不成？大人，莫非您想对衍圣公府出手？衍圣公就他们也配？孔圣人提倡的君子6义，他们现在还能记得多少？明日你持尚方宝剑前往曲阜，赐孔熙经毒酒1杯，送他去地下继续与张伯、傅奎密谋吧。大人，此事毕竟事关孔圣人后人，是不是回京之后上禀陛下，交由陛下裁断？蒋大哥，你可知皇上为何派我钦差山东？
又为何自我便宜行事之权？卑职不知。呵呵，其实你内心已经懂了，不过有时候糊涂点也好。如果将棘手的难题推给皇上，这可就不是糊涂那么简单了。卑职恭送钦差大人。顾大人，你这段时日的表现，本官都看在眼里，也颇感欣慰。其实你本是一位干吏，之前只是误入歧途罢了。临走之前，本官送你一句话，望你牢记于心，善始善终，不忘初心。大人再奏之恩，刘云永记在心。大家都请回吧。如今大雪消融，灾后重建、恢复民生等事宜就拜托大家了。本官相信，人杰地灵的山东，来年必定是个好年成。我们走吧。草民等多谢大人活命之恩。大人活命之恩，我等山东百姓必将永世铭记。百姓遭灾，无酒肉相送，特制万民伞一把送与大人，祝大人多福多寿，子孙绵延，鹏程万里，恭候万代。地上冰雪刚化，大家别冻坏了身子，都起来吧。大人，百姓们这是跪送，大人不走，他们是不会起来的。大人，还记得草民问您的最后一个问题吗？您当时说过，是不是一位好官对百姓说了算？今天我们这些百姓就告诉你，大人您是一位真正为民做主的好官，恭送钦差大人。皇上，您的殿大学士下人觐见。轩，这小子这回赶来，还挺会挑时间，看来又是冲着咱的御膳来的。吩咐御膳房，今日中午多添2个菜，也算咱替那小子接风洗尘了。臣下人见过皇上。行了行了，你就别来这套了，过来坐。这是小子山东之行的全部过程，全在奏折里了。咱都知道了，事情办得干净利落，既肃清了山东城宣布正式司官场，又剿灭了那些不法奸商，更令灾民得到妥善安置，还有条不紊地进行灾后重建。不过那些商人真这么有钱，除去赈灾及灾后重建恢复民生所需，居然还盈余200多万两。就知道你小子惦记着咱的御膳。也罢，你小子既然会挑时间，那咱们就边吃边聊。记得上次你小子去山东之前问过咱一个问题，钱去哪儿了？这段时间咱苦思冥想，却始终不见泰山，百姓贫苦，并无多少积蓄，而国库也经常捉襟见肘。直到今日，你从山东带回来200多万两，咱才恍然大悟，钱原来在那些投机取巧的商人以及贪官污吏的手中。如今问题是弄明白了，可关键是怎么才能让那些人的钱财流入国库之内？咱看你这钦差干得不错，要不你再接着干，2京13室司你愿意上哪钦差都行，而且还与这次一样，赐你尚方宝剑和便宜行事之权，如何？又来，老朱，您可千万要冷静。小子知道国库常常入不敷出，但你也不能让小子扛着尚方宝剑满天下去抄家灭门吧。虽说那些商人有钱不假，可要打他们的主意，咱们也得想一个行之有效又能皆大欢喜的方法啊。虾仁啊，你知道咱大明1年的税收才多少银子？才区不到500万两啊，连人家钱送的零头都不到，咱就想不明白了，咱创建的大明到底他娘的比那若宋差在哪了？老朱，咱大明唯独有一点比不过若宋，那就是老朱你太过体恤苍生。农税低本是应该，毕竟农民的生活本就艰难，但商税低就说不过去了，毕竟全国大部分银钱都掌握在商人的手中，可偏偏他们仅30税1而已。咱明白你的意思，可加收商税会不会太高抬那些人了？老朱，你倒是高抬农户了，可农户的日子却贫困艰难，一年到头在田地里忙活，也只能混个温饱而已。可你老朱厌恶的商人却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这就是所谓的重农抑商嘛？不知老朱你对士农工商这4个阶层如何看待？如果非要说出个1、2，那咱就4个字：各司其职。朱元璋虽然已是95之尊，可还带有与生俱来的小农思想，对于低买高卖、投机取巧的那一套是发自内心的抵触。这也是为何大明商人的税收始终都低得令人发指。所谓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火，无事不定。老朱，你刚刚说的各司其职并没有错，可是农工商既是各司其职，缺一不可，又何来高下之分呢？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事不定，这咱都认可。可要说离开了那些唯利是图的商人不可活，恐怕有些夸大其词了吧？老朱，你对商人的成见太深，唯利是图的又岂止商人？世人皆逐利，皆为凡尘俗世客，何必笑人太龌龊？都说皇帝富有四海，可谁他娘的知道咱朱元璋的难处？若不是大明初创虚与民生息，就残垣的那些王八羔子，咱还能留他们一口气躲在草原苟延残喘？
怎么，残垣势力又在蠢蠢欲动了？咱估摸着再次北伐也就这1-2年了，眼见残垣势力枕戈待旦，可咱们却他娘的因为钱粮短缺无法根除这个隐患。咱就想问问你，除了商税之外，还有哪些领朝廷宽裕的办法没有？老朱，你也别急，办法小子有。使国库丰盈，除了商税之外，小子还有一正一歪2个想法。歪法？怎么个歪法？呵呵，就让我先逗逗老朱。歪法嘛，确切的说是个脚底生疮的烂主意。虽然这主意烂，但朝廷却不会背上骂名，只需找几个白手套，事后将这些烂事推给他们，将他们抄家灭门，用以平息百姓怒火。那么朝廷获得暴利的同时，又能力高高的牌坊，还可以顺势让大部分百姓后半辈子都白白给朝廷做牛做马。怎么样？只要你老朱点头，然后朝廷支持，再加上几个白手套冲锋在前，最多2-3年，大明的国库绝对堆不下那些刮回来的银子。哦，你这么一说，咱倒还真有些好奇了，到底是他娘的什么歪主意才能刮到那般多的银子？你刚刚说的白手套这词，咱虽然第一次听闻，却也能明白它的含义，就是用来背黑锅的呗。你说需要朝廷支持，如若不是什么太过分的主意，又能令国库丰盈，咱支持又何妨？那需要咱怎样支持呢？小子举个例子，老朱你就明白了。比如朝廷先下令关闭所有乡下的私塾，只保留城里的私塾，如此可将一部分人逼往城里。又比如朝廷下旨，乡下所有的老房子一律不准翻新，更不允许新建房屋，一旦擅自起屋，一律拆除。再比如，等等，让咱捋一捋。你小子说了这么多，目的都是将农村人往城里赶。若是这样，农民都住城里来了，那土地就搁那撂荒吗？这好办，老百姓都住城里，可以骑马去耕田种地嘛。要是买不起马，骑驴也行啊。如此一来，即可赚他个金山银海，又可把驴马骡子等销售一空，真可谓是一举数得啊。老朱，你肯定很疑惑，就算将人赶进城里，又如何赚他个金山银海吧？咱确实非常疑惑。咱咋就没看出来你小子怎么这么黑心肝呢？这种狗屁倒灶、断子绝孙的主意，你他娘的也能想得出来？还他娘的住在城里骑马、骑驴、骑骡子去种地，你他娘的怎么不上天呢？老朱，你别激动，小子只是逗逗你呀。父皇，今日咱们在养心殿处理政务吗？臣虾仁见过太子殿下。彪儿，这才午时刚过，怎么不多歇会儿？父皇每天自是宵衣，励精图治，而臣身为一国储君，自知无法超越父皇的勤政爱民之心，唯有兢兢业业、恪勤职守一途了。观其行，闻其言，明其神，既有悲天悯人的仁慈，又有于天下苍生为己任的胸怀。这太子仿佛是朱元璋与马秀英的身影重合在了一起。彪儿，别站着了，来坐爹身边。记住，你那流脓烂腚的歪主意，别他娘的到处嚷嚷，要叫有心人听去了，还真他娘的有可能实现。其他的歪主意你也甭说了，否则咱非得气得短命不可。正好太子也在，你小子就仔细说说你那个正主意吧。歪主义与正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歪主义肥了少数人的同时，也坑害了太多百姓，将百姓口袋里原本就不多的3瓜2枣搜罗得一干二净。而正主义则不同，正主义就是令国家富裕的同时，又能让百姓跟着富裕，国库丰盈，朝廷宽裕，而百姓口袋里的钱财却有增无减。就好比国富民强还是民富国强之争，其实无所谓去争辩，只有国民皆富，一个国家才能强大起来，也才会有凝聚力。国富民穷则民心失散，民心失散则国危矣，民富国贫则国力不振，国力不振则民危矣。等等，虾仁啊，你看咱们大明目前属于哪一种？哪一种？目前咱们大明属于第5种。国贫民穷。虽然咱们大明朝建国不过10余载，可在老朱你励精图治、呕心沥血的治理下，如今已从乱世中恢复了元气，想来国民皆富的日子亦为之不远了。再说了，就算咱大明朝廷目前虽稍有拮据，可咱大明有身经百战、悍勇无双的100万雄师啊！就算暂时穷点，难道谁还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不成？行了行了，你也别替咱脸上贴金了。你小子虽然话语不中听，可他娘的说的确实有道理。咱大明就是他娘的国贫民穷，咱朱元璋虽然要脸，却还不至于为了所谓的脸面而自欺欺人。
蒙上苍照应，这几年年景倒还算是风调雨顺，因此目前太仓里的粮食倒还不至于捉襟见肘，可国库里的存银却是稍显空虚了。如若天下太平无事，倒也无妨；可如若天灾频临或是战事发生，靠国库里的那点家当，到那时恐怕就算搬空咱的内堂，填补进去也不见得够。你接着往下说。上治国家，下治黎民，如若想要变得富裕起来，无非也就是2个办法：开源和节流而已。开源节流。节流就无需小子多做赘述了，老朱你已做到了极致，不说后无来者，可也算得上是前无古人了。更何况无论是国家还是家庭，节流是可以节省出几个钱，可绝对无法靠节流富裕起来。要想富裕，必须开源。开源之事，咱也不止1次2次想过，可朝廷目前的主要税收也就那些了，咱与朝中大臣也不止1次商议过。可他们对4书5经、春秋典故各个是顺手拈来，可当咱问到如何令朝廷宽裕国库丰盈，一个个都哑口无言。除了让咱加重农税，他们没有任何行之有效的建议。父皇，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商贾之道本非他们所长，您就别苛责他们了。太子殿下可别被他们蒙蔽了，或许他们不懂商贾之道，可对于敛财之道，除少数人之外，其他都是高手呢。或许他们真的不懂如何令朝廷宽裕，使百姓富足，可对于如何让他们自己富裕起来，那可是颇有心得呢。就好比臣在山东所见所闻，百姓穷困潦倒之际，可那些官员家里却是钱粮满屋，山珍海味呢。否则臣又何来的钱粮赈灾，又何来的200万两白银运来京城呢？又好比旧有税收、商税，30税1，难道不是他们想出来的吗？至于为何会制定这么低的商税，还不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百姓富不富足，朝廷宽不宽裕，与他们何干？彪儿，下人说的对，这些年被咱剥皮宣草的贪官，你也知道有多少，可谓个个家财万贯啊。父皇，儿臣明白了。下人，你接着说。开源分对内开源、对外开源2种开源法，而对内开源、对外开源又各分2种。就先说对内开源的2种方式，其一是在原有的税收上改制，比如提高商税就是一种开源；其二就是整顿咱们现有的资源，开发咱们缺少的资源，让咱们大明的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等等，你先仔细说说何谓整顿资源，又如何利用资源？对于这一块，老师倒是从未讲过。好，说整顿资源、利用资源之前，咱们就要搞清楚何谓资源。比如布匹、马匹、钢铁、煤炭，包括河流、山川等，都算得上是资源。而资源又分轻重资源、丰富资源和稀有资源。敢问太子殿下，您认为咱们大明有哪些资源？资源丰富的同时，又价格高昂，且又是他国所不具备或是欠缺的呢？茶、锦缎、布匹、盐、铁、瓷器，其中锦缎、布匹、茶叶、瓷器在大明既属于丰富资源，又是他国所欠缺，同时又价格高昂。而盐铁这2种资源属于稀有资源，受技艺所限，产量一直不高，他国欠缺的同时，咱大明亦不丰盈。下人，彪儿说的如何？对否？太子殿下所言甚是，不过什么？不过小子有一个疑问，既然咱们大明有着许多他国欠缺又昂贵的资源，朝廷为何还是这般拮据呢？问题虽然尖锐，可这本就是事实，朝廷拮据亦是事实。这或许就是因为咱朱元璋生财无术吧？不是老朱您生财无术，而是因为您太过体恤苍生，不想与民争利而已。与民争利4个字，其中这个民字可是大有讲究。这个民不是农民，不是工匠，更不是军士，这个民是商人以及那些官员的亲族而已。老朱您让利于民，本意是期望天下百姓的日子能迅速富足起来，可结果就是农民并没有富裕，工匠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军士当兵吃粮更与利无关。真正得利的是那些商人以及一些隐藏在幕后的官员。所谓官商勾结，不过是官护商，商养官罢了。当然，小子刚刚所指的商人，是如山东10大家族那般的豪强大商户，而非街头那些赚些温饱钱的小商小贩。从古至今，谁掌握资源，谁就掌握话语权，谁就掌握着难以想象的利益。朝廷身为利益的分配者，可却常常是入不敷出，捉襟见肘，这本就不是正常现象。这话不错，咱大明样样皆强于弱宋，凭什么就他娘的比弱宋穷？下人你继续说，只要不是那狗屁倒灶的歪主意，咱朱元璋一定全力支持。要是咱大明有弱宋那般的富裕，不说横扫世界，只怕也天下无敌了。可不会如弱宋那鸟样，明明捧着金饭碗，还他娘的被活活饿死。不愧是雄才大略的朱元璋，说话就是霸气。刚刚咱们说到整合资源、开发资源、利用资源。整合资源，举个例子来说，就好比我有充足的货物，却苦于没有售卖渠道，最后的结果就是我的货物卖不完，严重
浪费的同时，又失去了再继续生产货物的积极性。而你正好相反，你有售卖渠道，却苦于找不到充足的货物，最后也只能白白错过发家致富的机会。两人整合起来，一人货物售卖一空，一人又借此大赚一笔，可谓是皆大欢喜。可我不太明白，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不错，他们两人都赚钱了，可朝廷能从中得到什么？百姓又能从中得到什么？整合资源只是开源的第一步，此时还不到朝廷得利之时。说穿了，资源的整合目的是为了解决资源浪费以及资源短缺的问题。此时朝廷虽不得利，可商人获得利润，百姓得到利益，商业也必将繁荣。而商业繁荣，哪怕到时候依旧是30税1，那所得到的税收恐怕也远超想象了。若宋之所以富裕，不就是因为商业繁荣吗？你小子的意思咱多少明白了，整合资源的最大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所有资源的产量，就好比原本大明每年产出1000匹布，可资源整合后所带来的好处能够刺激他们生产出2000匹布，对吧？可如若产量上去了，全国的百姓却无力消耗那多出来的货物呢？毕竟咱们大明的百姓目前还并不富裕。太子殿下的这个问题有其道理，但这个问题涉及到如何利用资源的问题，待会儿殿下自会明白。现在咱们接着讲何谓开发资源。如果说整合资源是为百姓谋福利的话，那么开发资源则可让朝廷顿时变得宽裕起来，而国库从此也不会再有入不敷出、捉襟见肘之时了。哦，仔细说说。所谓开发资源，就是在原有资源的基础上，令咱大明原本因其原因而有所短缺的资源上，尽最大的努力提高紧缺资源的产量。重点是紧缺资源，重要资源是他国需求量大而又极度缺乏的资源，比如盐、铁等物，受记忆原因，产量一直提升不上去。不止别的国家缺盐铁等物，就是我大明亦是同样缺乏。如若能够将其产量提高上去，那么朝廷还会如现在这般拮据吗？但哪怕盐铁产量再高，如若不改变盐铁运营制度，最多也就是令朝廷变得宽裕，可却达不到富裕的程度。从春秋管仲提出官山海始，盐铁官营一直沿用至今，可同样是盐铁官营得到的税收却大有不同。北宋时期正常情况下，朝廷所得收入为6000万贯，而盐税最高时年收入3100多万贯，一般情况下也有2500万贯以上收入。也就是说，北宋光是盐税所得就占据了朝廷近1半的收入，而我大明朝廷每年的所得收入总共也不过500万两而已。至于盐税占了多少，呵呵，这小子就不知道了。彪儿，咱年纪大了，记忆力不行了，你给下人讲讲，去年的盐税总共收了多少？除去流于地方所需外，零头不算，去年朝廷所得收入是德银483万5600两。去年除少数地方遭灾外，总体还算风调雨顺，因此朝廷共得粮2358万石，而盐税所得不足100万两，零头不算的话，共计83万6千两。虽然比不过若宋的近1半税收，但好歹咱大明的盐税也占了朝廷税收的1/6了。可咱们的盐税收入也太他娘的低了，还不到人家阮赵若宋盐税收入的零头，咱朱元璋的脸都他娘的没地方搁了。倒不是咱们大明的盐税当真只有这么点，而是盐税制度不够规范，从而流失了太多本该收取的盐税罢了。只要将盐的产量质量提升上去，再将盐税制度重新修订，那么咱们收取的盐税，别说与北宋相差甚远，就是赶超他们也绝非难事。盐制改革之事容后再议，还是继续说说何为利用资源吧。如果说整合资源与开发资源是平整土地撒种插秧的话，那么利用资源就可谓是开花结果了。整合资源与开发资源的目的都是为了最后利用资源所打的基础，而资源利用的最终意义不过是如何才能获取更大的利益罢了。敢问太子殿下，咱们大明的盐价现在卖多少文钱一斤？盐价时常会有波动，甚至有时会波动很大。至正年间，一斤盐的价格最低之时在150文左右，最高时300文一斤，而大明现如今的盐价是50文一斤。那么咱们大明周边各国如今的盐价大概是多少？据有司奏报，高丽国内的盐价每斤相当于咱们大明的150文钱左右，安南国内的盐价每斤180文钱左右。琉球、苏禄、占城、伯尼、爪哇、暹罗等地的盐价也大都相差不大，大致都在每升150文至200文之间。草原各部的盐价则与以上各国大有不同，3斤盐可换2只羊，1斗盐可换1头牛。咱或许明白了一些，虾仁你所说的利用资源，就是将咱们大明的盐大量售往其他国家，特别是如草原那般极度缺盐的大小部落，以获取暴利，对否？不错，
大致的意思就是如此。不只是盐，还有丝绸、茶叶、瓷器等物。咱们大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以及无比高超的技艺优势，无论是丝绸、茶叶还是瓷器，都非常受他国的追捧。特别是其他国家的那些贵族或是地主富商，只要能够穿着咱们大明的丝绸衣物，家里摆上大明的瓷器，用咱们大明的茶叶招待客人，才更能体现出他们高贵的身份。而且丝绸、茶叶、瓷器等物不过是享乐品而已，并非战略物质。他们买的越多，咱们就赚的越多，而他国的奢靡之风也就刮得越烈。他们皆沉迷于奢靡享乐了，他们还能对咱大明产生威胁吗？虾仁，关于增收商税之事与整合开发利用资源之事，你回去以后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而后再拟个详细的章程出来，咱要好好思量思量。还有，你那如狗刨一般见不得人的字，有空也要多练练，不说堪比什么书法大家，最起码也要能见人才行啊！要是练不好，你虾仁不要脸，咱朱元璋还要脸。自小子一定认真练，但能不能练好，小子可不敢保证。再说，小子本就是胸无点墨之人，老朱你赐予小子的灵德殿学士之位，也确实有那么点所托非人啊！咱还就不信了，练个字能有多难？那里有纸墨笔砚，你先给咱画个一横出来，咱倒要看看你这一横能他娘的画成什么样。就他娘的画个横，你小子磨磨蹭蹭的做甚，还不快画？望着朱元璋的身影，朱标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这一幕真是令其想起了不少不堪回首的往事。哎，真是白瞎了咱一张这么好的宣纸。简简单单的一横，硬是让你小子画的跌宕起伏，头圆尾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他娘的画了一条蛇。父皇，儿臣以为一个人的字写得好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品能力以及操守。像南宋的秦桧，一手好字倒是为世人所称道，其创作的宋体字更是成为了沿用至今的主要字体。可那又怎么样呢？其字流传千古，其人遗臭万年。停，咱就说你这番话怎么越听越熟悉？这不是以前咱教你写字，你写不好咱骂你的时候，你母后给咱说过的那番话吗？如今你母后没在这里，你倒是活学活用了。父皇，那一番话是母后说的不假，您就说有没有道理吧。如若您说没道理，那儿臣也只能请母后前来与您辩辩了。行了，回头买些便宜点的宣纸，你小子慢慢练去吧。老朱，有件事能不能商量一下？有啥话直说就是，扭扭捏捏的干啥？老朱，你也知道，小子之前住的那个山坳距离京城颇有些远，就算骑马飞奔，也得近1个时辰才能赶到京城，而早朝的时辰又那番早，因此小子想请假1天回一趟山坳。咱还以为他娘的什么大事，咱准了。此行山东，你小子也确实辛苦了，就放你2天假，好好休息一下吧。那个，老朱啊，小子有件事先交代一下，也免得到时候说不清楚了。就是小子尚未离开山东之时，向2位朋友借了点银子，不多，也就1万两，准备在京城买个院子安个家。我先说明啊，这是借有还的那个借，可不是小子搜刮的民脂民膏啊。什么朋友这么大方？1万两说借就借给你了？你小子的那位朋友，不会是被刀架在脖子上含泪借给你的吧？当时的场面也一定非常感人吧？老朱，你先听我说。是听你说还是听你吹呀？行啊，没想到你小子布置赈灾的手段了得，这借钱的手段更是了得。来去总共20几天，你小子就借了1万两。你要是缺钱，咱从内堂里借些给你就是了，何必行那龌龊之事？本来咱念你赈灾有功，打算将元中书省右丞相汪广洋的府邸赐予你筹功，可既然你小子已经借到钱了，那看来是用不着咱赐你的府邸了。呵呵，父皇，刚刚虾仁可是被你吓坏了。彪儿，你记住，越是能干的臣子，越要时不时的敲打一番，否则依着这小子的性格，以后恐怕就不会只借1万两了，而是10万100万都有可能。就好比那年纪轻轻就已官至左丞的杨宪，虽然那厮狗胆包天欺骗了咱，早已被5马分尸，可那厮的才能却是实实在在的，这一点咱并不想否认。想当初那令无数人向往的扬州是何等的富裕，可在天灾与连绵不断的战火摧残下，最后仅只剩18户人家，人口不足100人。是啊，杨宪具有干才，可惜了。此人确实可惜，可他却该死。想当年咱南下扬州之时，那杨宪以翰林院修撰之身，与其恩师刘伯温一起随驾御前。当伯温向咱举荐杨宪治理扬州，恢复民生之时，咱还觉得杨宪此人太过年轻。可咱知道，人不可貌相，有无才干并非年纪所能决定，因此也就将那杨宪留在了扬州。事实证明，
伯温推荐的没错，扬州在杨宪的治理下，流民归家，田亩复耕，可谓是日新月异。可他娘的杨宪那小子太心急了，先是5年规划，后改为3年，最后他娘的2年不到就谎称全面复耕，然后事后才知道，扬州复耕的土地只有1半，上缴的税粮也他娘的有1半是买来的。这还不算，那厮居然还厚颜无耻地拿出了一根极长的稻穗，谎称是自己的责任田里长出来的。哼！杨宪从翰林院7品修撰至中书省左丞，只用了短不到5年，咱对内司可谓是恩深情重了。咱曾想过让杨宪替代李善长的中书省左丞相之职，可伯温对咱说的一番话，让咱又改变了主意。不知程一伯说了什么话，令父皇您改变了主意？现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余者也。现则不然。事实证明，伯温他对杨宪的评价是对的。杨宪这小子虽精明干练，办事亦是雷厉风行，虽不贪财，可权力欲望却太重。中书省左丞的位置都他娘的没坐热，就惦记上了李善长的左丞相之位。要说杨宪这小子，不论其品而论其才，接替李善长也无不可。可身为一国宰相，又怎能有才而无德呢？父皇，您的良苦用心，儿臣明白。此番敲打虾仁，也是为了他好。论年轻，虾仁比之杨宪更年轻；论奇才，比之杨宪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父皇因爱其才，而不想其重蹈杨宪的覆辙。哈哈，彪儿，你说的没错，就算没有这1万两，咱也会找机会敲打。更何况他这1万两银子到底是怎么来的，咱可是一清二楚。总体来说，虾仁与杨宪那小子还是不同。杨宪此人欺上瞒下，不择手段，只为达成自己的权力欲望；而虾仁虽然同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可出发点却是为了山东百姓，而非个人私利。那1万两银子也是他向十里两家借来的，而非盘剥百姓得来。而且对于这1万两银子之事，他并未向咱隐瞒，这一点尤为重要。目前来看，虾仁这小子的秉性还算纯良，可堪重任。彪儿，你要牢牢记住，才而不忠者，用其才而防其人；德而庸碌者，用其德而远其人；忠而无德者，用其忠而疏其人；忠而有才者，用其才而收其心。如若无德无才又无忠之人，该如何处置？彪儿，你说的这种人，天下何其多也！否则，天下百姓又何至于艰难至此？至于彪儿，你问怎么办？呵呵，具体怎么办，咱也不知道。不过，像这种朝廷毒瘤、民之臭虫有多少，咱朱元璋杀多少。最终被朱元璋敲打了一番的虾仁，还是拥有了自己的宅子。只是望着这空荡荡的府邸，虾仁微微打了个寒战。宅子倒是挺大的，可他妈的不会闹鬼吧？云公公，皇上赏我这座府邸，就没顺便赏一些仆人？这么大的府邸，就我一个人住？回大人，皇上说了，如若大人问起仆人之事，你就告诉他，咱本打算赐予府邸的同时，也顺势赐予50名杂役的。可现如今你小子身家万贯，那就自己想办法吧。大人，奴婢势必。话已传到，这就告辞了。云公公，等等，在下还有事相询，不知大人还有何事？老朱啊，老朱，你可真够抠的。在下想雇佣些仆人，因此想问问公公去何处雇佣为妥。大人尽管去人事，人事里面尽皆贱籍，男女老少应有尽有。不过人事里面的那些贱籍之人，龙蛇混杂，大人可要细细挑选才好。奴婢告退。这位公子，您是要买奴仆吗？小的这里的奴仆，老老少少应有尽有呢，您尽管挑。没办法，一个人在那阴森府邸里一晚上都住不了。这个人怎么卖的？公子爷，您看看他，才年过30，身强体壮，无论是耕田种地、劈柴担水，绝对是一把好手。如果公子中意，30两银子您带走。此人这般年轻又身强体壮，为何会沦为贱籍？还有他身旁的女子以及小孩，与他是什么关系？回公子，是他婆娘和他们俩的女儿。公子别看他们现在瘦弱，可容貌却是不俗，只要公子买回去养上几年。好胆，居然敢打我赖三的脸！看来你小子是活腻歪了。现在老子给你2条路：一是给我跪下磕头赔罪，再赔偿老子1000两银子；二是让你小子躺着出去，永远站不起来。要是2条路，我都不选啊！这恐怕就由不得你了。我看谁敢动！大人，真的是您了，下官还以为看错了呢。涂大人，你这一口一个卑职的，过谦了吧？
别提了，在大人奉旨钦差山东之时，卑职已被降为吏部郎中了。不过降职已是皇上的恩典了，如若不是大人在皇上面前求情，恐怕卑职也多谢大人救命之恩，图节永世不忘。放心，或许用不了多久，咱们就能一块共事了。大家共勉就是。能与大人共事是卑职的福气，卑职一切皆听从大人安排。大人，您说让他死还是让他残？卑职有的是办法炮制这种人。涂大人，人世里的这些所谓贱籍之人都是从何而来？见虾仁眉头微皱，深得为官之精髓，深研马屁之道的涂杰，亦是急上官之所急，忧上官之所忧，愁上官之所愁。哎，大人有所不知，这人世内的贱籍之人，可谓是来历甚广。有作奸犯科，被官府打入贱籍之人，有实在活不下去，自愿入贱籍，卖身为奴，只求苟活之人。有曾在某院红极一时，而年老色衰之后被转卖至此的歌妓，也有原本在某些达官贵人家里伺候的奴仆，因各种原因被再次贩卖的。如若不是大人卑职的一大家子，就算不被株连九族，恐怕也要如那些人一般，坐在棚子里被人当成畜物一般贩卖了。所谓烂船还有三斤铁，烂人也有几分情。涂杰对于虾仁虽有巴结的因素，却也真带有几分感激。涂大人不必如此，在下当时也就随便那么一说而已，还是感念皇上恩德吧。皇上隆恩，卑职自当感恩在怀，而大人的元首之情，卑职亦自当铭记在心。此人居然胆大包天，冒犯大人，卑职这就命人替大人您出气。大人饶命啊！只要大人您放小人一马，小人手里的贱籍之人悉数献于大人，分文不取。他就交给你处置了，他们本官带走了。大人，您现在的府邸可不小，这4个人可是远远不够。卑职对于人事多少有些了解，就由卑职为大人引路，如何？那就有劳涂大人了。傻子都能看得出来，这可是皇上跟前的红人，这般年轻的五品官可谓少有。只要不犯下滔天大罪，还用担心日后的前途吗？不得不说，涂杰为官虽毫无节操，但办事能力却很强。短短半个时辰不到，虾仁就已将府内所需人员备齐。随着这些人的进府，原本空旷稍显阴森的府邸也再次恢复了生机。早知道老朱如此不讲究，这府邸说什么也不要。这么大个府邸，要是不买些仆人，恐怕晚上解个手都他妈的不敢出门，还不如自己买个小点的宅院住着舒服。多福多寿，你们俩过来。老爷有何吩咐？以后就别老爷老爷的称呼了，就称公子吧。你们2人以后一个主内，一个主外，行事不但要谨慎，同时还要公正。本公子不希望看见府内有那些乱七八糟、勾心斗角之事发生，明白吗？公子您放心，如若府内有那些勾当，您尽管拿小人试问，小人绝无怨言。公子，小人虽身为贱籍，亦知好歹，今后必定不叫公子失望。小人向您保证，咱的府内绝不会出现那些肮脏事，令公子烦心。好了，你们下去吧。哦，对了，让人买些笔墨纸砚回来，待会儿直接送去书房。笔墨砚可以才买好一些的，至于宣纸嘛，无需太好，过得去就行。王爷，该您落子了。王爷，大师，你又赢了。呵呵，小僧虽胜，却胜之不武耳。大师，此言何意？王爷，您虽身在棋盘之内，可心却已在棋盘之外。相处1年多，朱棣自问从未看透过对面的这位高深莫测、多智如妖、风轻云淡的黑衣僧人。但有一点，朱棣却看得很清楚，对方的眼神中有一种被时间河流埋没的那种不甘。大师所言不假，本王刚刚确实有些走神了。那大师不妨再猜上一猜，猜猜本王现在的心里在想着什么？如若小僧没猜错的话，燕王殿下此刻的心里已然对小僧动了杀机。大师既已知本王对你杀心已起，又何以故作淡定？而且大师这1年多常常面见本王，却不以实情告知，如此行径着实令本王费解。不知大师今日能否以实情相告？这1年多以来，为何对本王频频试探？如若王爷真有心要杀小僧，小僧又岂能活到现在？至于小僧这1年多频频探访燕王的目的，呵呵，无的，只为观察。观察？观察本王什么？大师虽料事如神，会心妙舌，却只区区一僧人耳。本王实在想不出，大师观察本王目的到底为哪般？小僧之所以观察王爷，只是想要确定王爷您是否就是小僧所苦苦寻找的那个人。小僧一身所学，又能否辅助王爷成就一番大事？大师还请慎言，有些事不是本王能做的，而有些话更不是大师随意说的。
否则脑袋掉了都不知道是怎么掉的。刚刚大师什么都没说，本王也什么都没听到。大师，这就请回吧。还有，以后燕王府大师还是别来了。王爷，此地仅你我二人，王爷又何须惊慌呢？更何况小僧还未曾言明何为大事，王爷却如此紧张，如此定力，又怎能成就大事？本王先不问你所谓的大事到底是何意，但本王着实有些好奇，你为何会选中本王，又凭什么认为本王会与你一起做那所谓的大事？洪武8年，小僧入礼部应试，名为应试僧官之职，实则僧官绝非小僧所求。借礼部应试之时机，小僧只为找寻一人，否则区区僧官而已，于小僧来说又有何难？遥想当年初见燕王殿下之时，燕王您虽年仅15，却龙行虎步，双目炯炯有神，锐利异常，举手投足之间充满了无尽的英雄气概，气势盖压秦界2王。就算与太子朱标并列而行，亦不弱丝毫。当时小僧就有一种隐隐的感觉，王爷您或许就是小僧苦苦找寻之人。要说本王没有君临天下的想法，那只是自欺欺人而已。包括秦王、晋王，谁不曾幻想过君临天下呢？但大哥的地位没有任何人可以撼动丝毫。不说大哥深的父皇母后的宠爱被他们寄予厚望，就说满朝文武对于大哥的支持，就是所有藩王叠在一起也是不能比拟的。更何况大哥性格宽厚仁慈，对我们这些兄弟关怀备至，所以对于大哥的太子之位，本王虽羡慕万分，却并无多少嫉妒之意。大哥未来继位95，本王亦是心服口服。莫非这和尚这是父皇派来试探本王的？住口！你这妖僧，当着本王的面竟口出大逆不道之言，欲陷本王于不忠不孝不义的境地。王爷对于太子的忠敬之心，令小僧既感且佩。自古以来，如当今太子储君之位稳固之人，可谓是亘古未有。皇上皇后鼎力扶持，朝中文武亦无一丝反对之言，在天下百姓心中，更是继续95的不二人选。包括小僧，对当今太子殿下亦是同样颇感敬佩。大师所言甚是，不过却还有遗漏，那就是我们这些藩王，对于既是储君又是大哥的太子，亦是心服口服。待父皇万年之后，大哥继位95，实乃众望所归。本王并非那种虚妄小人，身为皇子，要说对那个位置没有丝毫想法，那太过虚伪，亦不符合我朱棣的性格。但这种想法也只是由于身份地位所产生的一种幻想罢了。生而为人，上至皇帝，下至贩夫走卒，谁心中还没点幻想呢？用你们佛家的话来说，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嗔念吧。不管怎么说，本王与大师也算相识一场，故而不想为难大师。大师，这就请回吧。小僧本有心送燕王殿下一顶白帽子，既然话已至此，燕王殿下一心如磐石，不做他想，小僧告辞就是。白帽子，大师留步，本王岂未尽兴？如大师不弃，不妨重开一局如何？王爷有此雅兴，小僧自当奉陪。不如你我二人这一局，就以天下为盘，苍生为子，如何？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哎，我这次可真是白瞎了，这首绝世好词啊！公子歇歇吧，您在书房都已忙碌了近3个时辰了。多福啊，你识字吗？回公子，小的从小家穷，连私塾大门都从未进过，因此小的不识字。公子，小的大字不识一个，恐怕难以担当管家之重任。要不，身为管家，识不识字没关系，最重要的是懂得安分守己，守口如瓶。而后你只要把分内的事管好就成。你现在将这些宣纸收起来吧，上边的内容干系重大，千万别让任何人瞧见。幸亏你不识字啊，不然看到这一手字还不笑掉大牙。我刚刚过后，公子就将干系重大的事务交给了我去办，足以见得对我是多么信任。公子放心，小的亲自去办，绝不让第3个人知道。哎，练字，小子我已是竭尽全力了，恕小子实在是无能为力，大不了以后想办法给你老朱配副老花镜也就是了，行不行啊，老朱？谁在想我？虫八，你这年纪也不小了，也不知道照顾自己，怕是受寒了吧？妹子，你别看咱如今已年过50，可咱的身体，还是和以前一般强健。如今妹子你的身体也已恢复如初了，不如……虫八，你正经点，都已经是老夫老妻的人了，别急。虫八，关门先。吾皇万岁万岁万岁！有事早奏，无事退朝。臣李善长有事上奏。准奏。
启奏皇上，昨夜兵部接到福建布政使司600里加急奏报，大批倭寇于半月前深夜从海上登陆建宁府，突袭建安浦城松西3县。建安浦城2县由于得到及时示警，因此县城并未被攻破，可城外的村落却由于倭寇趁深夜突袭，又是起突然，故而并未得到及时撤离，伤亡颇为惨重。据2县事后统计，倭寇此行共焚毁村落12个，被杀村民多达2876人，失踪人口亦有682人。那松西呢？是否安然无恙？据奏报所言，事发之时，松西县内贼趁乱打开城门，迎倭寇入城，以至于全县百姓惨遭倭畜奸淫杀戮，全县近3万多百姓食不存一。这还不算，倭畜逃离之时放了一把大火，全县近半房屋被这帮倭畜焚毁殆尽。哈哈，好一个内贼，好一个开门迎敌，好一个3万百姓食不存一。哼！自乾元伊始，弹丸之地的那群倭寇就频频肆虐我华夏沿海各省。乾元无道贪于享乐，沿海诸省更是兵力薄弱，且乾元军事本就长于马战而短于海防，被倭寇频频肆虐，虽令人齿寒，却无可厚非。咱无话可说，也无从管起。可如今呢？难道在场诸位也觉得无可厚非吗？洪武2年正月，倭畜劫掠山东海滨郡县，杀我百姓，掳我子民。同年4月，倭畜又肆虐苏州、崇明等地，残杀我大明百姓，掠夺我百姓财物，而后大摇大摆地扬长而去。8月，倭畜又趁夜突袭淮安，奸淫杀戮一番，扬长而去。这一次倒是被镇抚吴又率人赶到，给堵在了天马山。蓝玉，你出来！天马山与倭畜那一战，还是由你来说吧。咱的娘的实在是说不出口。皇上，你说不出口，你要脸？难道我蓝玉就说得出口？我蓝玉就不要脸吗？回皇上，天麻山一役，镇抚吴又共歼倭畜38，擒获倭畜57人，余者尽皆抱头鼠窜，逃之夭夭，亡命大海。至于我军伤亡，我军伤亡如何？蓝玉呀，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啊！你小子有长进啊！抱头鼠窜，逃之夭夭，亡命大海，这词用得好，用得非常好。看来这些年你蓝玉也算是读了几本圣贤书了，文人惯用的那套避重就轻之言，你如今倒是可以活学活用了。皇上，臣只是喘了口气，臣后面还有但是没说呢。原来如此，看来是咱太心急了。既然你这口气已经喘匀了，那就给大家说说你的但是吧。反正那天麻山一战又不是我蓝玉打的，要说丢脸，我蓝玉又不是最丢脸的那个，管他娘的，豁出去了。洪武2年8月11日深夜，倭畜驾船从海上潜入淮河，而后于当日4更时分突袭淮安。因当日大雨倾盆，倭畜趁此时机杀了守城军一个猝不及防，几乎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淮安城破。随后淮安百姓被倭畜大肆屠杀，倭畜在城内肆虐了近3个时辰，才大摇大摆地出城而去。待倭畜行至天麻山之时，终于被镇抚吴又率卫所军士迎头赶上，一场血战由此展开。然而天麻山一战虽只是一场小型战争，可却几乎令我大明威严丧失殆尽，亦令我等武将无地自容。此战镇抚吴又率军士3000余人，而那倭畜只有区600多人。要论军力，我大明碾压倭畜，可战后的结果却，我大明军士当场战死200多人，负伤者是多达500多人，却仅仅杀死倭畜38人，擒获倭畜57人，余者尽逃。哼！天麻山一战不仅不如人意，甚至可称得上是我大明的耻辱。可咱却不仅没有怪罪吴又，反而赏赐其人，尔等可知为何？据臣猜测，皇上赏赐镇抚吴又的原因有3点。一是镇抚吴又是少有能够将犹如老鼠一般神出鬼没的倭畜给堵住的将领；二是镇抚吴又虽身中3刀血染战甲，仍死战不退，皇上惜其用；三是镇抚吴又为将肆虐淮安的倭畜堵住，急行百里赶至天麻山之时，已成疲累之军，沾过如此非战之罪。那尔等可知淮安距离应天我大明朝廷中枢有多少距离？回父皇，淮安距我应天大明中枢不足500里。水路行船，顺京杭大运河南下，最多3、2日就可到达应天。陆路急行的话，最多只需6、7日亦能赶至。淮安距我大明中枢虽近，可无论陆路水路，沿途都有重兵把守。倭畜虽如臭水沟的老鼠一般神出鬼没，扰我大明沿海各省，杀我大明百姓，但倭畜纵有天大的胆子，极不能亦不敢来我应天放肆。那谁能告诉咱，在我大明的沿海各省，朝廷共布置了多少卫所，总计多少兵力？沿海各省军事每年又需消耗朝廷多少钱粮？魏国公，你是咱大明第一帅，这个问题就由你来回答吧。本皇上，目前我大明沿海地区
共有卫所48，每卫军士为5000至8000人，共计32万余人。至于48卫所，每年所需钱粮，皆由兵部审计，户部调拨，臣不太清楚。徐达这个老泥鳅，这是推咱俩出去呢。禀皇上，沿海48卫，共计32万5472人，去年所支银钱385万两，粮235万6091担。虽每年稍有浮动，却并无太大悬差。林大人所言与户部调拨钱粮一致，丝毫无误。沿海诸省48卫30余万人，竟使那弹丸之地的跳梁小丑一次又一次的骚扰我大明百姓。自洪武2年始，那些龌龊就没消停过一天，惨死在那些龌龊手中，沿海百姓难以计数。而我大明竟对那年年肆虐我大明的龌龊束手无策。谁他娘的能告诉咱，那些肆虐大明的龌龊，明天亦或是明年，又他娘的会在哪里登陆？到时又将会有多少百姓惨死在那群龌龊手中？臣等，请皇上责罚。父皇息怒，无论是父皇还是儿臣堂下诸公，亦或是天下百姓，无不对那频频偷袭我大明的龌龊深恶痛绝。然而想来，父皇也清楚，倭寇国内虽只是弹丸之地，却正处于南北乱战时期，其国内经济崩溃，早已是民不聊生，故而在倭国活不下去的倭人，劫掠我大明就成为了他们的首选目标。不只是我大明，只要是毗邻倭国的沿海国家，如朝鲜、琉球、苏禄等国，无不深受其害，却又无可奈何。别说父皇的雄才伟略，就是在为平庸的帝王，想来也不愿容忍那弹丸小国如我大明。但茫茫大海无边无际，沿海诸省的海岸线更是辽阔无比。朝廷虽在沿海诸省布置了48卫30余万军士，可对于那辽阔的海岸线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因此，儿臣认为，面对倭寇的频频侵袭，我大明沿海卫所的军士只能打起精神，提高警惕，尽最大的努力保卫沿海百姓的生命财产。朝廷要想彻底杜绝倭寇之害，绝非一日之功所能做到，只能徐徐图之。咱身为一国之君，尔等身为国之重臣，受百姓恩养，给不了百姓富足日子也就罢了，可他娘的连百姓的平安咱们也给不了。上至我朱元璋，下至尔等国之栋梁，都愧对百姓啊！都他娘的一个个处在那干啥？难道还能将那龌龊处死不成？咱今天直接明白的告诉你们，想不出办法，谁他娘的也别想离开奉天殿。公子，多福管家吩咐婢子给您送洗脸水来了。进来吧。是。公子，婢子伺候您更衣。青罗，以后就别婢子的称呼自己了，以后称呼自己的本名就是了。至于更衣公子，我又不是小孩子，哪里还需要人伺候更衣啊？将水搁架子上，用餐去吧。是，公子，青罗告退。难得老朱大方，给了2天假，否则这大冷天的又那么早上朝，真够受的。睡个回笼觉先。就在虾仁呼呼大睡之时，原本早该散朝的朝会依旧处于凝固的气氛之中。臣太常寺卿孔希学有本上奏。孔卿请讲，咱洗耳恭听。身为当代衍圣公，孔希学虽无多大才干，却依旧担任太常寺卿，一直掌管宗庙祭祀等事宜，其手中并无多少实质权力。这也意味着大明依旧认可衍圣公之孔圣一脉。可原本应该保持低调的孔希学，在朝堂上却比较活跃，时不时的就会蹦出来刷一刷自己的存在感。皇上，所谓治国之道，如烹小鲜，自古圣人治世，应垂拱而治，无为而治也。兵者，助凶矣。如今四海承平，天下归一，弹丸小国虽有冒犯我大明之举，亦不足存心矣。沿海百姓虽略有死伤，却无需为此轻动兵戈。我大明乃天朝上国，应以仁义施于天下，以道德教化天下，以胸怀包容天下。以停，先停一下。连篇废话，咱真想宰了这个所谓的衍圣公。孔爱卿，你时常告诉咱，治大国如烹小鲜，可咱很好奇，这小鲜应该怎么烹？不知你这当代衍圣公有没有亲自下过厨，有没有亲手烹饪过那些所谓的小鲜？还有你所说的仁义施于天下，道德教化天下，胸怀包容天下，这其中所指的天下，是咱大明的天下，还是包括了弹丸之地的天下？你刚刚说那弹丸小国偶有冒犯我大明之举，无需存心矣。沿海百姓虽略有死伤，却无需为此轻动干戈。那咱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除非那弹丸小国兵临我大明皇城之下，涂炭我大明天下之时，咱朱元璋才可以龙颜大怒，咱大明才应该举起兵戈，也唯有如此，才对得起咱们这天朝上国的身份。呵呵，看你这老酸儒，今日如何下台？糟糕，我怎么这么蠢？这时候突来刷存在感。
臣刚刚仅仅是用小仙比喻而已，想来那弹丸小国也就只能在沿海地区骚扰一番而已。我大明一向惩奸兵力，那倭人就算再猖獗，再不识天命，想来也绝不至于深入我大明腹地肆虐，更不可能兵临我皇城之下。至于皇上问臣，所谓天下是否包括倭国，臣以为倭国身为我大明藩属国，自然应包括在内。因此，在臣看来，倭国之所为，就犹如家里的孩子多了，难免有些良莠不齐，孩子不听话，做父母的教导一番也就罢了。如若孩子犯下一些小错，做父母的举刀便杀，未免有悖伦理纲常。而且什么？孔爱卿有话尽管说，朕洗耳恭听。而且倭国身为我大明藩属国，受我大明册封，同时亦被皇上列为不争之国。如若煽动兵革，恐将失信于天下。刚才皇上的诘问，你跪地认错也就是了。看在当代衍圣公的份上，皇上虽心有不快，却亦不好发作。你恐西学道好，还敢继续与皇上争论对与不对、应不应该、行与不行的问题？这下好了，就让孔圣人来看看怎么救你吧。公子，府外有人求见，说是从山东来的，让他进来。是。小的奉我家老爷之命前来送信，老爷交代务必要将书信亲手交到夏永伯您的手上。多福，赏这位兄弟10两银子，带他下去用膳吧，不可怠慢。呵呵，留下时巡河李默然果然有用，世界无穷大，财富无穷尽。看来我华夏对外还是太过仁慈了些，也是时候动手了。擅长，刚刚咱们这位当代衍圣公的说辞，你也听见了，就由你来说说吧。遵旨，我这可是奉旨对人，老孔休要怪我。回皇上，恕臣对太常寺卿孔大人的观点不敢苟同，请问孔大人何谓一家人？这下官刚刚只是一个比喻，韩国公又何必当真？呵呵，皇上虽将倭国列为不争之国，出于何意，想必大家都清楚。洪武2年，倭国浪人犯我大明沿海地区，于是皇上令杨载、吴文华2人出使倭国。自古以来，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可那弹丸之地的倭王却公然杀我大明使者，亦是自那时起，倭寇犯我大明疆域不下数十次，沿海各省死于倭处之手的百姓亦不下于10万。这些年其属国之民早已名存实亡。试问，如若真是一家人，倭国又岂会先杀我大明使臣，再犯我大明边疆，图我大明自明？是，韩国公说的是老夫老迈昏聩，妄言了。大明初建之时，咱朱元璋是曾说过将倭国列为不争之国，可有些人总喜欢听话听一半。汤和，你来说说咱当时的原话是什么？遵旨，当时皇上的原话是：倭国实乃弹丸小国，贫瘠之地也，征来一事无用，当以前元征伐倭国之事为戒，无故不得征伐。信国公所言，尔等多他娘的听见了吧？倭国是被咱列为不争之国，可咱的前提是无故不能征伐，而不是倭寇杀上门了，还他娘的坚守着什么不争之国？咱希望大家记住一句话，咱朱元璋所言的不争之国具有前提，那就是绝不能冒犯我大明。任何国家胆敢欺我辱我，犯我大明，任何国家胆敢杀我大明子民，虽远必诛。吾皇圣明，臣等铭记在心。以后如若谁他娘的对其他国家提什么慈悲为怀、以礼服人、以德服人的那一套，那就别怪咱朱元璋送他娘的去庙里当和尚了。行了，众卿也别藏着掖着了，都说说自己的想法吧。宣灵德殿学士夏永伯上朝议政，传夏永伯即刻入朝觐见。难得老朱大方一回，给了小子2天假，这才第1天啊！云公公，不知皇上突然宣我入朝，所谓何事？这奴婢不太清楚，不过今日早朝所议，乃是如何应对倭寇之事。怎么倭寇又不安分了？谁说不是呢？那天杀的倭寇，奴婢都不记得皇爷为此发过多少次火了。公公不必气愤，那群倭畜也嚣张不了多久了，咱大明一定会让那群孽畜付出血的代价。臣临德殿学士虾仁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廷慎，虾仁啊，咱本许了你2天假，原是想让你小子歇一歇，可倭寇欺人太甚，咱召你前来也是集思广益，想听一听你的意见。毕竟你钦差山东之时，曾与那倭寇打过交道。刚才经过众大臣的商讨，大致给出了以下几种方案：一是认为倭寇乃选界之极，不足为虑，听之任之即可；二是认为只有先肃清内部之贼，断绝倭寇的情报来源，再开门一道；三是内迁沿海居民，而后在沿海各省增设卫所，增添军士以备倭患。所谓集思广益，虾仁，你身为内阁学士，咱想听一听你的看法。臣以为以上4种方案皆不可行。夏永伯既然对于以上方案皆不认同，那就说一说你的高见吧。
呵呵，倭寇嚣张了这么久，为祸我沿海各省这些年，若是不叫那群孽畜付出血的代价，我等枉为7尺男儿身。小子想说的是，面对那游荡在沿海周边海域内的孤魂野鬼，仅靠防御无疑是做了无用功。与其这样治标不治本的消耗下去，不如毕恭于一役，彻底铲除倭寇，将倭国这个国家从这个世界上抹除，亡其国，灭其种。俺的个娘嘞！俺老唐自认为俺算是个狠人，没想到这小子看上去文质彬彬，却比俺老唐还狠还毒，动辄就要人家王族灭种。俺老唐自愧不如。没想到身为文官的虾仁，竟然说出咱蓝玉一直想说却没敢说出的话。没得说，以后这位虾永博就是我蓝玉的知己了。虾仁这回怕是捅了马蜂窝了，那些个迂腐之人，肯定有人要发难了。住口！你这乳口小儿，王族灭种这般恶毒的话，竟然都说得出口。自古以来，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时有发生，可老夫从未听说过如此恶毒的话语，更从未听说过如此恶毒之事。有理不在声高，邵大人又何须如此激动？激动！如若老夫此刻手中有3尺长剑，定叫你这恶毒之人血溅当场。此刻的倭国正处于南北乱世时期，倭国的百姓如今已是民不聊生，惨不可言。他们化身倭寇，不远千里，不畏海上风浪，所求无非是为了活下去而已。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难道他们在国内活不下去，就可以来为祸我大明了？恕在下直言，你邵大人当的是我大明朝的官，吃的是我大明朝的粮，蒙我大明万千百姓安养。你那肥硕的屁股，可他娘的别坐歪了！如若邵大人真这般同情倭国，不如您亲驾一叶扁舟赶赴倭国，想必凭借大人的才干，平息倭国的战乱，令倭国百姓过上富裕的生活，不过弹指之间而已。你这乳口小儿，竟如此无礼！难道你的父母从未教过你什么叫礼仪吗？哼，老夫年纪大了，竟忘了虾永博出身奴仆，自然是不知礼数了。侮辱我可以，辱我父母不行。别以为你年纪大就他妈的可以肆无忌惮的倚老卖老。父皇，这无妨，让他们说。呵呵，再看看，再看看。根某啊，谁说不是呢？这么猛的文官，俺唐圣宗还是第一次见。孔大人你上了，不能眼睁睁看着咱们门臣被欺负了。你们真把老夫当成了棒槌，万一那小子也给咱老孔来一个大逼兜，倒是叫老夫如何做人？皇上，临德殿学士下人当庭殴打同僚，目无君上，还请皇上将其治罪。太子，你认为此事该如何处置？少侍郎辱人在前，虾永博动手在后，虽军前事宜，然却情有可原。儿臣认为，着虾永博赔偿少侍郎文银100两，以表歉意。此事就照太子说的处理，下不为例。好了，言归正传，虾仁，你接着说。皇上，老臣年迈，已是无用之人，望皇上准许老臣告老还乡。怎么，少卿，你是对咱朱元璋不满，还是对太子不满？臣不敢，臣只是觉得今后朝堂之上有虾永博这样的年轻俊杰就够了，像老臣这等昏聩老朽之人，又何必站在朝堂之上招人嫌弃呢？既然少卿你执意要走，那咱也不好强留，朕就准你所奏。少卿劳苦功高，返回家乡路途遥远，特赐文银10两，以酬其功。趁今日为时尚早，天气还算晴朗，倒是归乡的好日子。少卿这就动身吧。继续。是，相对于现在的大明来说，或许倭寇之事只是选界之极，但小子不得不说，如若我大明继续这样得过且过的防守下去，不将倭寇彻底铲除的话，势必会给后世子孙留下后患。话虽如此，可具体应该怎么对付那群老鼠？防又防不住，抓又抓不着，堵又堵不住，找又找不到，这群老鼠着实棘手啊！与其费时费力又费钱的清剿这群倭寇，不如毕恭于一役直捣黄龙，先将他们的老鼠窝给灭了。夏永博说的倒是轻巧，不知你有没有想过，跨海远征需要耗费多少钱粮？退一步讲，就算咱大明钱粮充足，可跨海远征又需多少海船？需派遣多少军士？就算咱们大军能够顺利抵达倭国，谁又能保证异地而战咱大明就一定必胜？不错，远跨海域异地而战，非同儿戏。如若不是有着重重困难存在，咱他娘的早将那弹丸之地灭了。皇上，如若真有足够的钱粮及海船，再给俺蓝玉50万兵马，俺蓝玉在此保证，势必彻底铲除倭国，亡其族，灭其种。徐达、汤和，你二人有何看法？回皇上，如若真如夏永博所言，能够备齐钱粮，拥有足够的海船，统帅的50万将士能够平安抵达倭国的话，想来胜算还是有的。可毕竟是跨海作战，咱们对倭国的山川、河流、地形分布几乎是一无所知，恐怕……如若徐帅能够拥有倭国全境的详细地形图，不知胜算又有几成？若有详细地形图在手的话，我军胜算能有7成。
好，3成把握足以冒险，5成把握足以一搏，若是有7成把握就足堪一战了。50万大军兵临倭国，胜算虽然不低，可是以现如今大明每年的税收，恐怕难以支撑。呵呵，看来咱们大明果然是礼仪之邦。只要我大明50万军士能够顺利登陆倭国，还用担心钱粮？所带钱粮若是不够，就地取材也就是了。夏永博的意思是以战养战，以劫掠杀戮来供应我大明50万大军的钱粮开支，这是否有些太过残忍？对敌人仁慈，就是对我大明千万百姓的残忍。敢问王大人，你是希望看见倭国百姓悲泣丧命，还是想看见我华夏万千百姓绝望死去？说得好，以后谁他娘的敢吃里扒外，吃咱汉人百姓的粮，穿咱汉人百姓的衣，喝咱华夏土地上的水，却他娘的操着一国他邦的心，老子非亲手宰了他不可。好了，虾仁，你接着说吧。是，敢问太子殿下，咱们大明现在最大的海船能够装载多少人？如今大明最大的海船应属苍龙号，长32丈，宽12丈，高3丈有余，最多可载将士800至1000人左右。不过大明沿海各卫所的所有苍龙号结算在内，不过区45艘而已。那么不知建造一艘苍龙号所需多少银两？如若让造船司建造400艘苍龙号，又需花费多长时间？目前只有浙江、福建两地的造船司能够制造海船，而苍龙号每艘的造价为白银5000两左右。如若建造400艘，所需时日想必最快也得半年之久。如若每艘海船上再添上20门火炮呢？成本又需多少？家人，你等一下，让咱缓缓。400艘苍龙号，还给每艘配备大炮20门。你小子再说下去，我大明朝廷就要破产了。怎么了，皇上？怎么了？你小子这一张嘴就是400艘苍龙号，还给每艘配备20门火炮。你小子有没有算过这大致需要多少银子？倭国咱确实想灭了他，可也不能为灭了那口东西，咱大明自己的日子也他娘的不过了吧？皇上您别急，容微臣再问个问题。请问太子殿下，如若每艘苍龙号进阶装备20门火炮，再配备200枚炮弹，大致需要多少银两？一门火炮的造价为文银500两，至于炮弹，大致30两一枚。微臣大致估算了一下，建造400艘苍龙号所需银180万两，若是再给每艘苍龙号配备20门火炮，需银400万两。有了火炮，肯定少不了炮弹，再配备炮弹200枚，需银240万两，三者相加，大致需银820万两。虾仁，快打住，先别说了。当然，做任何一件事情所需花费都要往高了估计，那咱就给他凑个整数，按1000万两来计算。请问沈大人，国库中……你别问，问就是没有。就算把我这户部尚书卖了，国库里也掏不出那些银子来。那不知……你小子别问沈尚书了，咱告诉你得了，如今的国库连你小子口中的3成都拿不出来，真是看不出来呀！你小子年纪不大，口气倒不小，还他娘的凑个整数，按1000万两计算，这他娘的是1000万两，不是1000两，更他娘的不是100两。这朝廷往后的日子还他娘的过不过了？若是投入的1000万两白银，既能铲除倭国，又能给咱大明带来10倍、100倍乃至1000倍的回报呢？1000万两的10倍、100倍、1000倍的回报，到底是你小子说错了，还是咱朱元璋的耳朵出现幻觉了？皇上您没听错，小子也没说错，只要灭了倭国，占据了倭岛，咱们得到的回报绝对远超大家的想象。可倭国乃是弹丸之地，贫瘠异常，就连地里的庄稼也只能让他们本国百姓勉强糊口，如此之地又怎么可能让1000万两白银得到10倍、100倍乃至1000倍的回报呢？众所周知，倭国疆土都比不过咱大明一个中等大小的布政使司，恐怕就算将倭国上下所有人都劫掠一空，亦得不到如此之多的钱财吧。哼，入口小儿，不知天高地厚。是啊，老夫自出娘胎起，就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闭嘴！好歹人家夏永侯也算拿出了个主意，你们呢，一个个胸无一计，哑口无言。如今面对献计之人，却他娘的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俺都替你们臊得慌。夏虫不可语冰，永昌侯不必气恼。倭国却乃一个贫瘠异常的岛国，可正所谓烂船也有3斤钉，倭国亦有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倭国境内有着金矿和银矿，将倭国称之为金银岛，绝对名副其实。如若倭国境内真有金山银山，那倭寇又何须不远万里冒着葬身大海风险，跑来劫掠我大明？这岂不是放着富足的日子不过，却跑去大街上乞讨一般可笑吗？你这么形容倒也没错。可如若倭国自己并不知道自己家里有金山银海呢？那么日子过不下去的倭寇不远万里来我大明劫掠，
还会觉得奇怪吗？本官前些时日，凤凰命钦差山东，不止揪出了与倭寇狼狈为奸的张家等一干数典望族之辈，更是一举剿灭了趁夜于张府密道案前入城的2000倭寇。经过严刑拷问，张家家主张伯，还有他儿子张康，以及他们所勾结的倭寇首领河边喜定，才供出了这个大秘密。不止如此，微臣还从河边喜定身上得到了倭国境内的详细地图1张。行了行了，容咱说几句。第一，倭寇是否真有金山银山？第二，你小子给个准话，这上1000万两银子花出去，咱大明能从倭国得到多少银子？第三，目前国库拮据，50万军士倒不成问题，可远征倭国的这上1000万两军费从何而来？倭岛上金山银山之事，如若不真，微臣愿受其刑。至于能够从倭国得到多少回报，这么说吧，如若大明远征倭国需花费1000万两白银的话，那么咱们能够从倭国得到的回报最少在10万万两以上。多少？你说多少？10万万两？兰哥，10万万两银子有多少啊？俺老唐算术不好，你给说说。你他娘的算术不好，我蓝玉算术就好了。再说了，谁他娘的见过10万万两白银堆在一起有多高有多厚啊？若是倭国真有那金山银山，没得说，抢他娘的！要是朝廷有了这10万万两，剿灭残垣也好，改善民生也罢，都他娘的绰绰有余了。皇上，10万万两回报并非是一锤子买卖。倭国虽弹丸小国，地处狭小，可除海量金银外，还有林木、煤炭、铜矿、渔业等各种其他资源。若是林林总总全部开发出来，想必所获得的回报绝对超出大家的想象。可话虽如此，这块肉也足够肥硕，但现在问题是，咱大明朝每年的税收也只够勉强维持，船可以造，兵将也可以调，就他娘的缺钱了。你小子给说说，有啥办法能够弄到这上1000万两军费？上千万两白银虽多，可对于我堂堂大明来说，如若竭尽全力，还是不难凑出。不知沈大人，如若朝廷真就下定决心远征倭国，户部能拿出多少银两？老夫早已说过，目前国库拮据异常，如若夏永侯将主意打到户部头上，恐怕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那敢问皇上，如今从您的私房钱中还能挤出多少银两？你小子什么意思？莫非你小子还他娘的将主意打到咱的头上来了？咱内堂里有多少钱关你屁事？莫非你小子刚刚说的办法，就是他娘的指望着户部以及惦记着咱的私房钱凑出这1000万两？当然不是，小子就是想先看看大家的家底，然后再根据大家的投资，到时也好按照投资比例来瓜分从倭国得来的巨大财富啊！投资比例？你小子的意思是由国库与咱的内堂共同拿出钱财，到时候按照各自所拿出的钱财来分配从倭国得到的巨大财富。没有谁会嫌弃自己的钱多，更何况朱元璋的内堂本就不富裕，也迫切的需要一些补充。到时候他那些儿子一个个就翻，以及公主出嫁的嫁妆都需要从内堂补贴1、2。话虽不错，可就算现在将咱大明的国库翻个底朝天，再加上咱的内堂，也远远不够这1000万两军费呀！皇上不是还有朝堂上的众多大臣吗？所谓涓涓细流汇成大河，咱大明泱泱大国，别说1000万两银子了，就是再翻个几番，又有何难呢？该说的在下都已经说了，机会也已经给到诸位。如若某位大人此时投资1万两的话，那么每年从倭国所分取的财富最低也不下于3万两。倭国虽是弹丸之地，可让我大明蚕食个30-50年，还是绰绰有余。在下言尽于此，诸位慢慢思量吧。兰哥，你给算算，咱要是真投1万两银子，最后能得到多少回报啊？要是划算的话，咱老唐可不想错过这次发财的机会。你他娘的连这点账都算不好，还好意思问咱？我蓝玉也算服了。如若此时拿出1万两银子，往后每年最少可分得3万两，并且这还不是一锤子买卖。未来的30-50年内，一年分得3万两，分他娘的30年，最少也有90万两。俺的个娘嘞！就算大家解释，也他娘的赚不了这么多啊！大家说怎么办？夏永侯说的这笔买卖，咱们是投还是不投？这还用说吗？别说1万两，就是3-5万两，咱唐圣宗也投了。大家赶紧和解和解，家里能拿出多少钱财？这种既能灭了倭国，令我等建立功勋，又可以替皇上分忧，同时还能得到巨大回报的机会，可他娘的千载难逢，咱们兄弟伙可万万不能错过啊！禀皇上，微臣愿投10万两。皇上，陈唐圣宗也愿为国出力，为皇上尽忠，臣也投10万两。安妃君也一样，愿投10万两。臣傅有德愿投10万两，为国出力，为皇上尽忠。臣穆仲亨愿投10万两，臣曹振愿投10万两。随着蓝玉的率先开口，众臣皆是迫不及待地大喊着要为国出力，为皇上尽忠，最少的也投了5万两。父皇，儿臣亦想投10万两，为沿海各省的百姓尽一点心意。太子，东宫的日子一向不甚富裕，你哪来的10万两？父皇明鉴，东宫确实拿不出10万两，
因此儿臣恳请父皇先借儿臣一些，待来年收到了回报，儿臣再还给父皇。好，既然大家都踊跃投入，咱身为大明皇帝没道理不投，咱也拿出200万两充以军费。如此，咱大明上下万众一心，此次必当彻底剿灭倭国，永除我大明倭患。吾皇圣明，万岁万岁万万岁！皇上，敢问此次远征倭国，何人挂帅？今日早朝远征倭国之策已定，军费问题已得到解决。至于何人挂帅，容咱好好思量一番再做决断。大伙都散了吧。擅长、徐达、虾仁，跟朕过来。哈哈，都坐吧。传膳，咱们边吃边聊。谢皇上。虾仁，你老实给咱交代，倭国地图之事到底靠不靠谱？事关重大，可万万不容马虎。皇上，臣已将倭国境内那金山银山之地标明，其中的10件银山可是存有海量银矿。你小子说的海量，到底能从里面提炼出多少银子？最少这个数5000万两，这么多？不，往上翻个10倍也绝不为过。这还仅仅是银矿，倭国还有金山。虽然没有10件银山的存银量那般巨大，可提炼出的金子绝不下于5000万两之巨。本皇上有了这份倭国详细的地形图，将弥补了我大明军队异地作战的唯一短板。臣实在想不出失败的理由。哈哈，好啊，趁着咱们还能提得动刀，跨得上马，咱们呐就多辛苦点，能多干点就多干点，不求给百姓带来什么大富大贵的日子，也应给后世子孙打出个朗朗乾坤太平世界来。以前朝廷上下拮据，所以咱们想干又没法去干，如今不同了，这上千万两军费竟在眨眼之间就给凑齐了，军事枕戈待旦，随时出征。现在唯一缺的就是远渡重洋的海船。擅长啊，建造400艘苍龙号之事你来负责，让工部在最短的10日之内给咱建造出来。此次是跨海远征，事关咱大明的尊严荣辱，因此苍龙号的质量，擅长你一定要把好关，往好了造，怎么兼顾怎么造，不要怕花钱不够，咱们这些人再接着投。哈哈。以前过惯了拮据的日子，如今掌握了财富密码的朱元璋，腰杆子可谓是比任何时候都硬。以后若有大臣与咱一起用膳，记得多做几个硬菜。遵旨。虾仁啊，此次远征倭国之策由你率先提出，筹集军费一事功不可没。说说想要什么赏赐？臣自此孑然一身，了无牵挂，高官厚禄、荣华富贵，皆非我所求，唯愿四海清平，我华夏民族永不再受异族欺凌迫害便可。真是想不到，咱1个月前一时的心血来朝微服出宫了一趟，竟遇上了一块璞玉。哈哈，拿上来吧。托盘里的东西，自你小子前往山东赈灾之时，咱就命人备下了，今日就赏赐给你，算是酬功了。哦，哈哈，虾仁，咱赐你的这个传家宝，你小子还满意吧？臣喜欢得很，多谢皇上。你小子可得好好保存，可千万别再给卖了。那倭国地形狭长，此次远征，臣建议分2路同时登陆，而后南北交错夹击进攻，一路由南向北，一路由北向南，令倭国南北两方势力无暇他顾，而后咱们的2路大军再稳扎稳打，缓缓蚕食，先灭掉倭国南北两方的大势力。如此倭国就等同于被拔掉了牙齿，废除了利爪的畜生，到时就是咱们大开杀戒的时候了。虾永侯，你真有心要将倭国上下尽皆屠戮一空？灭国和灭种完全是2种概念，是否有些杀戮过重？韩国公岂不闻打蛇不死，反受其害的道理？倭国的性格乃遇强则软，遇软则欺。在你强大时，他们比狗还听话；可一旦你变得虚弱了，他们就会像饿狼一般，狠狠地向你扑过来。他们到时的残忍手段，远非你所能想象。要么不做，要么做绝。我的意见是，让倭国成为一片死地，让倭寇从此绝迹人间。皇上，咱们自举义以来，大小战役数不胜数，死在咱们手里的人又何止百万？文人悲天悯人倒也罢了，可身为军人，若是害怕有伤天和，那他娘的还叫什么军人？更何况以那倭寇的尿性，若是真给其留下了一口气，搞不好还真有可能如夏永侯所言，给咱们的后世子孙留下极大的隐患。因此，咱徐达支持夏永侯的建议，要么不做，要么就把事做干净利索。呵呵，是臣目光短浅了，光想着眼前的利益，却忘了打蛇不死，反受其害的道理。臣赞同夏永侯的建议，也认可魏国公的看法。既然大伙尽皆赞成将倭国化为一片死地，那咱朱元璋也没理由阻拦。此事就这么定了。那这2路大军分别由何人统领呢？皇上，臣推举魏国公徐达、信国公汤和这2位大帅，行军作战经验丰富，定可确保灭倭之战万无一失。虾仁，你的看法呢？
无论是魏国公徐帅，还是信国公汤帅统帅大军，皆可旗开得胜。只是无论派谁来统帅，必须得具备一个条件，那就是必得心狠手辣，杀伐果断。咱们的目的是将倭国上下斩尽杀绝，而后再鲸吞其岛上财富。若是到时统军将领下不了手，那可真就误了大事。这种成其不备将倭寇斩草除根的机会，也仅有一次。一旦功败垂成，倭国上下从此必定警惕异常，再想将他们团灭，就只能成为一种奢望了。夏永侯这话说的不错，若是心慈手软，叫那倭寇四散而逃，恐怕咱大明沿海各省就永无宁日了。因此南北两路大军的统帅问题，还望皇上慎重抉择。我说擅长啊，你这手太极功夫倒是越来越厉害了。让你推荐几个冰冷嗜血的将帅，就他娘的这么难？您总不能让老夫当着徐达的面说，皇上您看徐达身高8尺，眼若铜铃，胳膊腿上能跑马，杀起人来不眨眼，妥妥的一个屠夫的形象。由他率领大军屠尽倭国，再合适不过了，这不他娘的扯淡吗？皇上，既然远征倭国的计划是夏永侯提出的，以微臣愚见，恐怕南北两路大军的其中一路统帅非夏永侯莫属了。不行，这小子咱另有他用，别说统帅其中一路人马，恐怕让他随军前往都不可能。不让我亲眼见证倭国的覆灭，这怎么行？皇上，臣没有经验，无法统帅军队，这臣心里明白。可让臣随军做个文员书记，总还可以吧？咱他娘的什么时候答应过你小子，让你随军出征了？你小子可别多想。虾仁远远地低估了自己在朱元璋心中的分量，无论是摊丁入亩之策，还是钦差山东时的表现，皆充分说明了虾仁此人非同一般的才干。朱元璋如何舍得这样一个干才跨海远征？皇上，臣愿担当其中一路大军的统帅，将倭国上下杀个鸡犬不留。咱华夏百姓太不容易了，自唐末以来就没过上几天安生日子。先是五代十国纷乱不休，好不容易出了个大宋一统山河，大晋大辽西夏却又连番登场。还有就是他娘的前元，更将我华夏儿女当成牛羊一般奴役了近100年，好不容易将鞑子赶了出去，他娘的倭寇又来了。如今臣也想通了，身为武将，只要能保我华夏民族平安，就是图了他倭国上下被那些文人酸如千古谩骂，又他娘的如何？咱华夏民族就是太讲仁慈道义了，总想着凡事留一线，可到头来吃苦受难的总是咱们。如今咱们也该树立起个榜样了，杀只鸡给各国看看，惹我大明的后果就是他娘的王族灭种。没错，倭寇现在只是只鸡而已，真要让它猥琐发展个几百年，可就他妈的变成饿狼了。天德呀，咱不是不相信你，可朝廷此时离不开你呀。根据探子的情报分析，最长不超过3年，北边的残垣必定兴兵犯我大明，到时咱还需你亲自坐镇北地，替咱好好会一会那些老朋友呢。那朝中将帅论杀伐决绝，心狠手毒，臣首推蓝玉。蓝玉这小子性格桀骜，心狠手毒，可他仅是一员沙场悍将，这经验还是不足。除了蓝玉之外，再说说其他人吧。你小子让咱好找，竟躲在这里自在。刚才看你小子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现在就咱2个人，有话直说。老黄，其实刚刚魏国公提议蓝玉，小子觉得挺好。一来蓝玉乃是鄂国公常遇春的小舅子，深得其姐夫真传，本事绝对有；二来蓝玉此人杀伐果断，对付那些凶残毒辣的倭寇，不正需要这样的人吗？若是行堂堂之道，就算此次灭了倭国，却在心软之下留下火种，那必定疑惑无穷。虾仁啊，咱怎么觉着倭国岛上的金山银山你小子并不看重，反而对灭绝倭寇异常上心？虽然咱欲将其除之而后快，可倭国乃弹丸之地，人口不过500-600万，而我大明乃泱泱大国，成坚兵力，难道那些个杂碎以后还能怎么着我大明不成？老黄，你说的不错，倭岛上的金山银海的确并非小子的主要目的。就算倭岛上没有金山银海，小子也会想尽办法凑齐那上千万两的军费。只要能将倭国上下屠戮一空，小子在所不惜。若是小子告诉你，倭国将在几百年后对我华夏发起全面战争，到时我华夏军民几千万人皆惨死于倭寇之手，老黄你会相信吗？几百年之后，几千万人惨死于倭寇之手。目前我大明人口也6000余万，而那弹丸之地的倭寇人口不过几百万，凭什么能屠杀我华夏几千万子民？老黄，你不相信也正常，换了谁也不可能相信。可是，夏儿你别伤心，不管怎样，倭国的那些个杂碎，咱朱元璋灭定了。蓝玉那小子打起仗来疯得很，想必绝不会对倭国那些杂碎心慈手软。南北两路大军统帅，就算他蓝玉一个，既然咱们花费这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跨海远征倭岛，就得让那倭国从此绝迹人间。你小子明知，若你提出的灭绝倭寇的计划一旦实施，必将如秦之白起一般被文人唾骂为刽子手，可你却依旧在朝堂上公然提出将倭国王族灭种的计划，
你小子到底他娘的咋想的？有些事可说却不能做，有些事能做却不可说破。你完全可以与咱单独说，而后咱们再与几位重臣关起门来商议就是了。如此一来，你就不用背负上刽子手的千古骂名，何乐而不为？小子之所以公然在朝堂上说出屠灭倭国的计划，就是想告诉朝堂上的所有人，据他妈的仁义道德，没有人可以犯我华夏之后还能全身而退。冒犯我华夏所付出的代价，除了亡国灭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在国家强大之时，万国来朝有多风光；在国家衰退之后，面临的处境就有多悲惨。咱们华夏民族就该外霸内王，对咱们华夏百姓当行以王道，怎么好就怎么来。一旦国家需要，能为咱华夏大地舍生忘死的只有我华夏无数儿女。就算对其他异族再好，咱华夏民族若真到了危如累卵之际，难道还能指望异族挺身而上，为我华夏民族奋不顾身吗？说得好，可你小子明明掌握了倭国巨大的财富秘密，为何要当着满朝重臣的面将其公之于众？就算没有朝中的那些个大臣参与，咱朱元璋也没那么多私房钱，可咱有宝钞提举司在手，实在没辙咱可以印呐。你小子又何必让所有人都分上一杯羹呢？就算倭岛上的金银再多，也当隶属于朝廷才是。可你小子却把满朝文武通通拉进来，想必不仅仅只是为了凑齐这庞大的军费吧？无他，只为从根源上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只有让所有高官显贵认识到，劫掠他国所带来的利益远远高于土地所带来的利益，那么土地在他们的眼中，从视若珍宝到弃如敝履，不过是弹指之间。只要此路一通，未来我大明必将变得狼性十足。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以利驱人，才能无往而不利。只有让全天下的百姓都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才有资格谈仁义。要是老百姓活不下去了，谁还管他们的仁义道德？在穷途末路之下，化身野兽也仅在一息之间。为臣之人，能将荔枝一字看得如此透彻，你小子也算独一份了。真没想到被那些王公大臣当成命根子的土地，在你小子画的这张饼下，竟转眼间变得不值一提。只不过这也彻底放纵了他们心中的贪婪，这无疑会让所有的王公大臣成为眼中只有利益的恶狼。咱实在想象不到，若是真有那么一天，咱熟知的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皇上，如若您是万兽之尊的猛虎，您是希望底下的臣子和百姓是一群只知低头啃草的绵羊，还是犹如猛兽一般随您一起雄视四方，造就我大明盛世山河呢？与一子而食蛰无片瓦相比，与被一族的铁骑践踏利刃加身相比，道德仁义又算得了什么？是啊，若是没有那场数年之久的干旱，若是前元朝廷能够稍微体恤一点百姓，咱或许永远都是那个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猪虫疤。老黄，咱华夏百姓是最容易满足，也是最善良的百姓。可善良不是被人打了一巴掌，然后说声对不起，就可以换来一句没关系的理由。血洗倭国就是要告知所有蛮夷，从这一刻开始，华夏不再是那个无限包容又不记仇的民族了。从此以后，华夏会是一头吃人猛兽，一群择人而噬的恶狼。至于老黄，你所担心的道德仁义丧失殆尽，其实大可不必。猛虎虽毒，却不食子；群狼残忍，却并肩作战，不离不弃。温柔与仁慈给自家人，乃是理所当然。你小子说得对，若是咱大明将温柔慈悲给予外人，却将冷漠残酷留给自己的子民，咱朱元璋就不配做大明的君王了。让大明成为一个狼性帝国，也没什么不好。豪哥，近日可真是活见鬼了！往常来咱们这牙行的，绝大多数都是来买地的，今日可倒好，来的都是卖地的。就你小子话多，有在这说废话的功夫，还不如趁着这个机会多跑几单买卖。我这不就是好奇吗？的儿子都照您老的吩咐办妥了，只是还是不明白，咱家这么多年的积蓄，并非拿不出了30万两银子，您又为何非要卖地呢？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儿和虾仁差不多的年龄，怎么差那么多？面前的长子虽上了公主做了驸马，然而无论是心机、手腕、智慧，皆算不上出类拔萃，这令李善长心塞不已。妻儿，凡事要多动动脑子，别什么事都来问为父。为父如今已年过花甲，这个家迟早还得你来当，懂吗？你说那位年纪轻轻的虾仁吗？他靠谱吗？俗话说，嘴上五毛，办事不牢。要我说，此事您还是应该慎重考虑一下。30万两可不是小数目，别到时候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妻儿，你要记住，有些事可以慢慢考虑，静待时机；而有些事则需当机立断，果断出手，否则一旦落于人后，误了大事，可就悔之晚矣了。有这么严重吗？为父问你，轻而易举地拿出这30万两，和变卖部分家产之后再拿出这30万两，能是一个概念吗？
朝廷的赏赐及俸禄虽然丰厚，却也不足以让咱家掏出这般多的银两。真以为你瞒着为父所做的那些事，为父不知，圣上不知。若不是为父以及公主的面子，而你还算懂得一些分寸，圣上早就将你小子法办了。而且如今若是不加紧变卖，以后恐怕就卖不上的好价钱了。王爷，您在练功房待的这几天，臣妾听说京城里都在大肆卖地，郊外土地的价格也比往常便宜了10%还多。咱们家要不要趁此时机买上一些作为庄园？再过1年，你夫君我就要前往大都就藩了，又何必花钱买这郊外的土地？对了，妙云怎么没把高赤抱过来？太沉了，臣妾都快抱不动了。臣妾1个多月前抱着高赤去宫里请安，恰巧遇上了允文。允文比高赤还大1岁，可咱家高赤的体格，就算2个允文摞在一块也比不过。不过公公可是喜欢的紧呢，还说咱们家的高赤将来是个有福气的人呢。父皇说的没错，小孩子胖点没什么不好。以后我这个做父王的，天天带他骑马打猎，舞刀弄枪就是了。本王还就不信了，做老子的驰骋沙场，身材挺拔，做儿子的还能养一身膘不成？王爷，那个和尚又来了，说要找您下棋，您看。知道了，你先将他带去书房，本王随后就到。是。夫君，那个和尚到底是什么来历？臣妾感觉他那看似平静祥和的眼神里，总是隐隐的透着寒光，那模样可不太像是庙里吃斋念佛、6根清净的正经和尚。夫君可要留个心眼，小心别着了他的道。哼，正经和尚能张口就送人白帽子吗？正经和尚，本王能陪他3天2头的在书房里下棋吗？不知大师今日前来，所谓何事？真是想不到，1日之间竟似乾坤颠倒，河水倒流一般。古往今来，被豪门显贵视若珍宝的土地，竟在1日之内跌落了尘埃。本王也正想请大师解惑此事，只听说乱世之中，天灾不断，兵祸连连，百姓为了活命，才会含泪贱卖手中的土地，以求渡过难关。可从未听说过，在局势平稳的情况下，那些高官显贵、王公大臣们会舍得抛售他们手里的土地。莫非本王在练功房待的这几天，外面就时势变迁，沧海桑田了？大师，你可知这是为什么？王爷的这个问题，正是今日小僧前来找王爷下棋的目的所在。据小僧所知，如今所发生的一切，皆因自福建布政使司600里加急而来的一封奏报。600里加急奏报，是不是盘踞在海岛上的那群老鼠又他娘的上岸为祸福建了？也不知道沿海各省的那些卫所的将领都是干什么吃的，被那群老鼠玩弄于股掌之上，简直丢尽了我大明的脸面。王爷明断，据传倭寇这次不仅在沿海边境烧杀抢掠，此次竟攻破了松溪县城，杀人无数不算，竟还在逃遁之前一把火将松溪大半个县城焚为灰烬，这才令皇帝龙颜大怒，以至于今日的这场朝会开了近4个多时辰。可有些事不是开的朝会时间长就能够得到解决的，就好比凶猛的老虎对于神出鬼没、奸诈狡猾的老鼠束手无策一样。王爷，这次您可是说错了，今日的这场朝会可不比往常，还真制定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断。哦，想必能让大师都感到震惊的决断，必定不是如以前一般，说来听听。王爷恕罪，容小僧先卖个关子，待会儿再为王爷解惑。小僧想问问王爷您，若是今日您在朝堂上，您会提出什么样的建议？有道是擒贼先擒王，若是想要彻底解决，须得先除倭国，再剿倭寇，否则就算将沿海附近海岛上的倭寇清剿一空又如何？用不了多久，又将有源源不断的老鼠再次跨海而来。看来王爷已无需小僧解惑，因为王爷您刚才的那番话，正是今日朝堂上无一人反对的治倭决策。这怎么可能？这个决策虽好，可如今却无法实施，因为朝廷根本无法拿出那庞大的军费。莫非父皇又要命宝钞提举司大肆印制宝钞？那倒不至于，而是上至圣上太子，下至满朝王公大臣、文臣武将，尽数解囊，众筹以资军费。而这也是为何众王公大臣纷纷抛售手里土地的因由。那些王公大臣怎么可能为了远征倭国而不惜变卖自己的土地？他们莫不是疯了吗？皇上定下了此计划，无论他们家中是否能拿出所投入的军费，他们都会选择卖掉部分财产。不仅是土地，京城之内的酒楼、商铺之类的买卖，如今也是如火如荼，只不过土地成为了王公大臣的首选目标而已。小僧还听闻，太子殿下自议军费一出手就是10万两。我大哥并不富裕，哪来的银两自议军费？还一出手就是10万两？犹记得半年前我找大哥借银3万两，他都拿不出来。依照大哥的性格，应当不是那种有钱不借的人啊。呵呵，王爷，
这10万两可不是从东宫出，而是太子向圣上借用的，从圣上的内堂支取。半年前王爷您手头拮据，为何不和太子一样，也管圣上借用一些银两呢？想来只要王爷您开口，别说3万两，就是借个5万两，想必也绝不在话下呀。大师，你今日前来是专程来取消本王的吗？小僧愿对佛祖发誓，绝无此意。若是佛祖有灵的话，想必早就一道天雷劈下，将你这秃驴挫骨扬灰了。别以为你他娘的剃个光头就真成和尚了，本王可没见过喜穿黑色僧衣唯恐天下不乱的和尚。和尚，上次咱俩对坐手谈之时，本王就曾经说过，也曾明明白白的告诉过你，身为皇子，野心本王确实有，但本王对大哥的尊敬爱戴，同样也是实打实的，不掺一点水分。本王只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父皇以及天下人知道，4皇子朱棣亦非凡俗之辈，太子之位也并非只有大哥一人才有资格，我朱棣同样有资格。本王做人做事一向光明磊落，坦坦荡荡，从不屑于使用下作手段，明白吗？不管你刚刚的话是有心亦或是无意，以后涉及到本王与太子的话，最好三思之后再言。还有，本王也再次警告你，你上次说过的手段绝不能用在我大哥的身上。若是我大哥有个3长2短，本王活剥了你。洪武11年5月中旬，本王听闻你曾去过吕家。不知王爷所指的吕家是哪个吕家？还能是哪个吕家？当然是上个月暴毙而亡，本王的好大嫂前太子妃的娘家了。王爷洞察一切，小僧确实去过吕家，不过只是前去做了长法事。当时前往吕家做法事的也并非只有小僧一人，随同前往的僧人包括小僧在内，共有18人，取18罗汉之意。不知王爷何故提及往事？呵呵，没什么，本王只是好奇，为何大师你做了一场法事，东宫却是接二连三的死人？先是当时的太子妃常氏撒手人寰，紧接着被扶正的太子妃吕氏又于1个月前暴毙身亡。本王只是好奇，莫非大师你会法术不成？太子妃薨事怎会与小僧有关？若有虚言，小僧愿堕入阿鼻地狱。或许是有凑巧，但大师你要清楚，本王即便争夺大位，也会堂堂正正的争取。大师若心存光明，胸有良策，可随时来找本王下棋，必扫榻以待。再过不久，本王就要就番禺大都，那里堪称我大明第一要塞。父皇将此重地交付于本王，可见对本王的看重。待本王就藩后，再有大师从旁协助，到时圣上虽看重王爷，王爷您也堪称诸王之中的翘楚，可正面与太子相争，王爷您自认有几分胜算？呵呵，1分胜算也没有，可那又怎样？争而不得是一回事，不争不得又是另外一回事。与其说本王是争太子之位，不如说本王是想给自己一个交代。本王不想待垂垂老矣之时，蓦然回首才发现，本王就他妈像一条吊在屋檐下的咸鱼，丝毫没有挣扎过。王爷，您好了，这个话题到此为止。大师刚刚说，满朝文武皆不惜变卖家产也要自缢军费，可古往今来，豪门显贵只会从外往里扒拉，可从未听说那些人会为了国家不惜变卖家产，这可真是千古奇闻。那些王公大臣之所以不惜变卖家产也要自缢军费，是因为他们未来能够获取的利益，比从土地里获取的利益要丰厚得多。丰厚得多？到底多丰厚才会让本王那人人君子一般的大哥都开口借钱？就算将那弹丸之地劫掠一空，又他娘的能有多少财富？若那倭国真有那般财富，放着自家金银不要，却不惜冒着葬身海底的风险跑来我大明，是不是有病？王爷此言差矣，那倭寇只是不清楚自家的财富罢了。此消息是林德殿大学士夏永侯当着满朝王公大臣的面在朝会上公然所言。虾人又是此人？那依他所言，倭国的财富到底巨大到什么程度？据其所言，倭岛上有取之不尽的金矿银矿，若此时投入1万两，那未来30-50年，每年最少可分3至5万两的红利。王爷不妨算一算，太子殿下此时投入10万两，30-50年之后将会得到多少？来人备马，父皇的钱没道理，大哥能借的，本王却借不得。几百年后，我华夏民族几千万人将惨死于倭寇之手。虾人这话莫非是真的？父皇，哦，是彪儿啊。父皇，儿臣在朝堂上向您借10万两之事，不知父皇您意下如何？彪儿啊，从来都是做儿子的孝敬做老子的，咱可从来没听过做儿子管老子借钱的道理。若是咱父子是平民百姓，为父这个年纪都该管你要养老钱了。在这世上，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能得到更多，而太要脸的人会像楚霸王一样彻底凉凉。
父皇所言不错，无论是平民百姓，亦或是天家人伦，做儿子的孝敬父母都是理所应当。儿臣今日找父皇借钱，目的就是为了赚取银子，日后更好的孝敬您与母后啊。因此，儿臣恳请父皇借予儿臣白银10万两，待儿臣分取红利后，不仅立马归还，还要替父皇与母后加盖一座暖宫。彪儿啊，你这脸皮比起以往可厚多了。不过为父很欣慰，为父知道你这个做大哥的时常补贴弟弟妹妹，否则以东宫每年的岁入，也不至于拮据到让你找咱借钱。10万两够不？不够爹再给你添点。若是从倭岛分取的红利真如虾人所言，那10万两足矣。也好，反正咱内堂的金银未来也都是彪儿你的。可是彪儿，你就不担心这10万银子打了水漂吗？回父皇，儿臣一点都不担心。一来我大明自开元建国时，就频频遭受倭寇侵袭，若不尽早将其铲除，未来必将成为心腹大患。哪怕倭岛没有所谓的巨大利益，儿臣也愿倾其所有，彻底铲除倭患，保我百姓平安。还有第二，皇上，燕王觐见。咱好像没召他吧？他来干什么？让老四进来吧。是。儿臣见过父皇，臣弟见过大哥。父皇，儿臣此来是为……老四，你待会再说，先听你大哥说。是。若说刚刚儿臣所言是出于公心的话，那么后面所言就是出于私利了。倭国虽是弹丸之地，可五脏俱全，就算没有金山银海，想必搜刮之下儿臣也不至于赔本。因此，儿臣此次的投入无非2种结果：一是倭国却有金山银海，让咱大明上下赚得盆满钵满，儿臣也顺势跟着赚些银两；二是倭岛上并没有金山银海，咱们将其刮地3尺之后，无非是利润微薄而已。更何况这笔银两是向父皇您借来的，大不了以后儿臣慢慢还您就是。闻言，朱棣不可思议地望着面前的大哥，而朱元璋眼角的余光也在暗自打量着他。身为人父又是君王的朱元璋，对自己儿子的小心思又怎会不了解？咱朱元璋论武功比不过秦皇汉武，比文治盖不过唐宗宋祖，可若论儿子们的能耐，历代帝王谁他娘的能与咱比肩？我先是大明的皇子，而后才是父皇的儿子，而大哥先是父皇的儿子，之后才是大明的储君，顺序不同，可谓天壤之别。但钱还是要借，就算为我未来的儿孙，我也一定要从倭国的财富中分一杯羹。禀父皇，儿臣想向父皇借银10万，不5万两，只待儿臣分取了倭国红利，定在第一时间将银两还给父皇，绝不拖欠。老四啊，大明初建百废待兴，真是哪都要钱，满朝上下包括你父皇在内，无不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这些想必你也心里有数。咱的那点家底这些年也被国库消耗殆尽了，咱内堂虽大，如今可空荡的都能跑马了。父皇，可……老四啊，你爹我如今已是花甲之年，你与老大、老二、老三虽为皇子，却也是咱的儿子，是不是也该给些养老钱，让咱老两口安享晚年？莫非今天不仅钱借不到，还要倒贴？父皇，孝敬您与母后一直是儿臣的心愿，无奈儿臣手头实在拮据不堪，今日之所以找父皇借银两，无非是想从倭国赚些钱财，日后好好孝敬您与母后，还望父皇给予儿臣尽孝的机会，借些银两给儿臣以作资本。老四，咱就直说了吧，银两你老子我是真掏不出来了。若你不信，咱这就给你内堂的钥匙，你自己进去看看。儿臣不敢，天底下哪有做儿子的去查看父亲家底的？父皇既然说没有，儿臣又岂敢不信？咱之所以答应借银子给你大哥，皆因你大哥在朝堂上公然向咱开口，若咱置若罔闻，那你大哥以后有何面目面对满朝的王公大臣？就算答应了你大哥这10万两银子，咱待会儿还得问问你们母后，问问他这些年是否还藏有私房钱，若有也好拿出来以解燃眉之急。若你们母后的私房钱还算充盈，咱一定借给你哈。父皇，要不还是将儿臣那10万两匀一半给四弟吧，况且四弟再有1年就要就藩大都，到时方方面面都要用钱，而且……老四，你大哥说从借咱的10万两之中匀一半给你，你意下如何？大哥好意，四弟心领了，却万万不能接受。一来，大哥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答应为剿倭战事资议军费10万两，怎能出尔反尔？二来，大哥不止我这一个弟弟，还有其他的弟妹，古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大哥的好意四弟心领了。父皇，您时常补贴国库，母后亦时常补贴您，想必手头已无多少私房，父皇就不必再为儿臣之事令母后劳神了。再有1年，老四你就要就藩大都，大都乃我大明第一重镇，更是我大明与草原异族间的屏障。如今前元残部颇有些蠢蠢欲动之势，照为父判断，长则3年，短则1年，大明与残原必将爆发大战。老四啊，你该多多向你岳丈徐达请教行军作战的本事，你是咱儿子当中最英勇善战的一个，金戈铁马驰骋疆场，才是老四你最崇尚向往的，不是吗？
知道你岳父徐达为何能成为大明第一帅吗？那是因为他心中只有战士，从未有过任何杂念。待你策马扬鞭为国建功，到时为父必重赏赐予你。爹的良苦用心以及对你的期望，希望老四你能明白。父皇教诲，儿臣必定谨记在心。就番大都之后，但叫儿臣一息尚存，定不叫残垣余孽越雷池半步。父皇，儿臣势必先行告退。等等，四弟，大哥，何事交代？四弟，若你真想对远征倭国资以军费的话，有一个人或许会有办法。大哥所指的，莫非就是林德殿大学士虾仁？谢大哥指点，臣弟告退。彪儿啊，是不是觉得父皇有些不近人情？父皇这样做都是出自对儿臣的关爱，父皇深意儿臣明白。老四虽也是为父的儿子，可这位置只有一个，能坐上这个位置之人也只能有一个。若是盯着这个位置的人多了，那可要兄弟相残，刀兵相见。爹不想咱老朱家后人重蹈大唐之覆辙呀，更不希望彪儿你做那大唐开国太子李建成。父皇放心，儿臣不会是建成太子，四弟亦不会是弑兄杀弟的李世民。四弟身为父皇的儿子，要说没一丝野望，绝无可能。父皇英明神武，弟弟们又怎会是平庸之辈？欲望犹如洪水奔涌，赌不如输，亦犹如坚韧野草，拔而复生。儿臣身为长子，深得父皇母后疼爱，位列东宫，得到的比弟弟们多太多了，又何必再行打压之举呢？若洪水滔天输不过来，野草蔓延侵占大量土壤，到那时你该如何应对？你手上是否会沾上弟弟们的鲜血？慢，南土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停，别念了，再念本虾头都要炸了。怎么了，大人？是不是下官阅读的节奏不对？你念了1刻多钟了，为何本阁还未听到正题？大人别急，下官已念完一半，再有1刻钟就将念到正题了。才一半，你直接告诉本阁，浙江承宣部正史司的这份奏折，到底他娘的想干啥就行了。自古以来，地方官员呈报的奏折无不如此，并且浙江承宣部正史司的这份奏折已堪称简练了。说是就说是，何故要扯一大串四书五经春秋典故？你就直说吧，这份奏折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大人所言的中心思想，是否指奏折核心的意思？不错，就这个意思。这份奏折的核心是向朝廷申请白银5万两，用于修缮地方府衙。为何你这般迅速就找出了奏折中的核心内容？大人有所不知，地方官府呈报的奏折，其核心往往着落在最后几段话上，前面的浓墨重彩仅做铺垫。以三皇五帝为皮，诸子百家为脉，铺垫酝酿了许久，就放了个蔫屁。莫非这就是文章华丽，口若悬河，实则相互攻讦，于军政大事面前胸无一策的东林党？哎，内阁坐堂不仅枯燥，还他妈心累。见过燕王殿下。不必多礼，不知虾兄今晚是否有空？如若有空，还望虾兄过府一叙，咱俩把酒畅谈一醉方休，如何？这位可是以800亲兵起家，史上唯一一位以藩王之身造反成功的皇帝啊！不过如今皇后、太子、嫡长孙都活得好好的，想必老朱也不会为了朱允文那废物点心大开杀戒，靖难之役也不会发生了。殿下相邀，虾人岂敢不从？爽快，虾兄有事且去先忙，晚上咱们同袍兄弟再一醉方休。行，那在下先去面圣，晚上见。如此大才，为何偏偏让父皇先给遇上？有他相助，大哥，你让四弟如何与你争？父皇，应天知府之职自尹师德死后，已空悬1月有余，儿臣认为此事已不宜拖延，得速决才是。为父这段时日，将朝中3品以下6品以上的官员，通通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脑门子都他娘的发胀了。如此之多的官员，竟无一人合乎父皇心意。应天知府若是没有敏锐的头脑和狠辣的手段，还真难以胜任，因为难缠的人太多，特别是那群跟着咱一路出生入死的淮西旧部，除却汤和徐达等少数将帅，其余部将都他娘的变成了横行乡里的前元老爷了。伯温曾对咱说过，淮西勋贵骄兵悍将，乃是乱世之宝贝，盛世之祸害，还真被那个老杂毛给料中了。他娘的盛世还没到，一个个就都成祸害了。那父皇为何对他们还是百般容忍？你小子给咱在这揣着明白装糊涂呢？儿臣多少明白一点。不是爹想放纵那些人，而是淮西故旧之间关系盘根错节，牵出一根疼他娘的就能带出一串瓜，这叫咱咋办？都杀了！彪儿，你记住，文武百官、平民百姓，可分对错而为之，可于国家于帝王来说，权衡利弊、衡量得失，才更为重要。父皇教诲，儿臣谨记在心。
至于应天知府的人选，吏部与善长给咱推荐的2人，举荐函上将2人夸成了一朵花，可事实却是吏部推荐的苏州知府张永清有个吃喝嫖赌的儿子。试想一下，一个连自己儿子都管不好的人，又如何指望他做个能臣干吏？至于善长举荐的晋王知府李林，不仅贪赃枉法鱼肉百姓，更是与当地的一些富商狼狈为奸，恶意哄抬物价。没想到吏部及李善长举荐接任应天知府的这2人，居然一个庸一个贪。幸得咱将这2混账调查了一遍，否则你爹这老脸可就……应天知府之职，为府之所以悬而未决，只为核查这2人，考察另一人。如今应天知府的人选咱已经筛选出来了，咱就不信了，除了咱就没人治得了那帮淮西将帅。不知父皇考核的人是谁，竟能被父皇寄以厚望？禀皇上，麟德殿大学士虾仁觐见。虾仁啊，你不在内阁里，正跑咱这来干啥？是不是理政的时候遇上啥难事了？你为官10日尚短，多磨练一段10日，想必就得心应手了。禀皇上，若再继续磨练下去，臣恐怕就得飞升而去了。老朱，你给看看这2本奏折，这哪里是奏事，这分明是考进士的试卷嘛。咱看还行啊，比如太素那老家伙的奏折简练多了。上次如太素那老东西呈给咱的奏折，咱可是足足看了1个时辰才见着正题。自咱赐了如太素一顿廷杖之后，地方府衙的奏折比起以往也算是简练多了。否则，若是人人都和如太素那老东西一般，咱这辈子都别想睡觉了。老朱，修5座学堂，不过向朝廷申请调拨3万两而已，用得着搬出3皇5帝？老子约完，孙子再接着约嘛。奏折上妙笔生花，除了能显示自己的文采图耗时间外，于国家百姓屁用没有。不瞒你说，咱一苦他们久矣，可你小子让咱咋办？自他娘的大宋起，那些儒家弟子就成了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吟诗宋词夸夸其谈之人了。如今这满天下尽是圣贤弟子，咱总不能一股脑的全给撸了吧？儒家将咱华夏民族从食肉的猛兽生生给儒成了吃草的绵羊。不知虾仁对于呈报的奏折，动辄长篇大论引经据典的陋习，可有什么良策？身为国之储君的太子，每天面对桌案上那永远处理不完的奏折，亦是深感疲累不堪。莫非历史上的太子朱标竟是被活活累死的不成？可为何年纪更大，每天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的朱元璋没被累死？彪儿问你话呢，你小子鬼鬼祟祟的打量咱作甚？良策不敢当，就是有2个不成熟的想法，一个治标，一个治本。哦，先说说这标如何治？这2道奏折，一道申请调拨白银5万两，用于修缮地方府衙；另一道是申请调拨白银3万两，用于新开5座学堂。明明3言2语就能说清，却偏偏写那么一大串。由此可见，咱们现在的学士已有务虚之风。其实很简单，只需将奏折的书写格式统一规范便可。书写格式统一规范，缘由、目的、数据。如申请调拨5万两修缮地方府衙的这道奏折，缘由便是地方府衙年久失修，需再行修缮；目的则是向朝廷申请调拨5万两。至于数据，这道奏折却极为含糊，只道是修缮地方府衙，可5万两白银用于修缮几座府衙，却是只字未提。奏折上所书笔墨可谓千言不绝，万语难尽，却偏偏将最重要的数据一笔带过。若说是地方官员疏忽大意所致，鬼都不信。缘由、目的、数据，这个奏折书写格式统一规范的建议很好。明日咱就下旨，以后大明各省、府、州、县一概按照统一规范的书写格式，言简意赅的上奏禀示。父皇英明，儿臣一苦奏折中引经据典的长篇大论久矣。虾仁，这如何治标到此已有结论，那如何才能治本呢？我给大家先举个例子。若一头老虎自小豢养在笼子里，为其吃草长大，而原本应该吃草的羊羔，却让其自小喝着鲜血，吃着血肉长大，这一虎一羊，待其长大后会有怎样的区别？吃草长大的老虎，獠牙会被慢慢磨平，性格变得温顺；而本该吃草的绵羊嘴里会慢慢进化出尖锐的獠牙，将彻底蜕变为一头猛兽。你的意思是，逐渐磨平了獠牙的老虎就是咱如今的华夏，咱们就是在那群儒家文臣士子的引导下，逐渐沦为了吃草的老虎，而绵羊自然是那弹丸之地的倭国了。其国虽小，却是喜食血肉，如今你隐有猛兽之势。幸好咱们华夏这头猛虎，獠牙虽不如瑞禽强悍那般尖锐，利爪亦不如隋唐那般锋利，却并未被消磨殆尽。猛虎自然是咱们大明皇朝，獠牙利爪自然是文武百官与万千黎民。可是，怎样才能令大明的利爪獠牙恢复以往的锋利？咱大明的百姓从来不缺乏血性，需要打磨的是那些被阉割版儒家思想所腐蚀的文臣。臣建议今后我大明但有战事发生，皆可选调一些文臣随军出征。
不指望他们上阵杀敌，只为了让他们见识何谓战争，何谓鲜血，何谓残酷，何谓死亡。让他们彻底认清国家之所以能够安定繁荣，不是靠他们引经据典、夸夸其谈得来的，而是我大明无数军士用手里的刀枪舍生忘死拼杀出来的。虾仁，这个应天之府你来当如何？什么？咱是升你的官，又不是撸你的职，你小子瞎激动什么？老朱啊，天之府之职非同小可，我这年纪轻轻又毫无执政地方的经验，我真干不来啊！更何况什么？更何况灵德殿大学士之职，小子也想辞了去。为何？一来小子的性格有些跳脱，受不得专案前的约束；二来待海船建造完毕，小子想随军出征，亲眼见证倭国的毁灭。哼，想必第二个原因才是你小子想要辞职的真正原因吧？50万大军出征，多你一人不多，少你一人不少，你又何必非去不可？虽多我一人不多，少我一人不少，可我能上倭国参加比赛啊！比赛？比什么赛？待攻陷倭国之后，我要与出征的将士们比一比，看看谁在倭国屠的倭寇多啊！盘踞在山东沿海外的那股倭寇，既然能用咱华夏百姓的生命比赛，小子当然也想去他们的老家比上一比。半年后远征倭国，是否让你小子出征容咱考虑考虑。不过若你小子接任应天之府后干得好的话，咱就让你小子去。至于在倭国比赛之事，也任你放手实施，如何？干得好，一定干得好，保证干得好。哈哈，你小子刚不是说经验不足吗？怎么现在又能干好了？小子执政经验确实有些不足，不过经验不都是干出来的吗？老朱您说吧，小子上任后干成什么样才算干得好？尹世德这个狗贼做了3年应天之府，咱大明首府在这狗贼治下，蝇营狗苟之事层出不穷，特别是某些权贵之人更是肆无忌惮，不法之事时常发生，你懂了吗？要说让我治理民生政务，小子可能不太在行，可要论及治人，小子可是颇有经验。多福多寿，你们在干什么？禀公子，今天咱府上的门槛都差点给踏破了，这些东西都是京城内的豪门巨贾给公子您送来的贺礼，小的已将贺礼分类记录，请公子过目。贺礼？我这一没娶亲，二没生娃，送的哪门子贺礼？敢问这里可是虾永伯灵德殿大学士府邸吗？你是？在下南城木材商人柳大发，听闻贵府虾大人乔迁之喜，特备薄礼一份聊表心意。你眼前的就是我们公子虾永侯哦。恕草民眼拙，竟不知虾大人当面，还望大人海涵。刘老板，本官不喜寒暄客套，有话就请直说吧。大人快人快语，性格直率，草民佩服。不瞒大人，如今京城之内便传咱大明即将新兵50万远征倭国，不知可有此事？确有此事。草民听闻满朝上下同心，纷纷解囊资以军费。草民认为倭国那弹丸小国，面对我大明50万精锐，必败无疑。到那时，我岛上的一切尽归我大明所有，其国内的所有木材自然也不例外。因此，身为木材商贾的你，想要从中分上一杯羹是吗？大人明鉴，草民打的确实是这个主意。刘老板，不知你有多少家财，又有多大胃口？回大人，草民家族5代经商，100万两银子还是能拿出来的。至于草民有多大的胃口，一切但凭大人您做主。一出手就是2万两，这让我如何把持得住？公子，燕王府来人了，说是接您过府饮宴，马车就在府外。你让燕王府的人先等一等，我待会就来。是，公子。拿人手短，吃人嘴软，燕王朱棣摆下的席面，怕是没这么好吃啊。王爷，您是不是有些着急了？操之过急，怕是会适得其反呢。本王安排这顿席面，若宴请的客人换作旁人，或许可能适得其反，可对于虾仁绝不会。这是为何？以本王对虾仁的观察，此人绝对是个心狠手辣之人，尤其对于欺辱我华夏的一族，更是毫不留情。入宫见到父皇之后，本王就已然明白，借钱之事恐怕是难以成功了。幸得大哥提点，才令本王拨云见雾，回府将虾仁细细分析之后，终于让本王有了参与进去的筹码。只要抓住某个人的性格特点，那么不说让其为我所用，却也能与之达成某种共识，不是吗？好了，想必咱们的财神爷也快到了，大师也可顺势看一看这位杀伐果断的财神爷的风采。小僧虽对虾学士好奇万分，可如今却不便与其相见，来日方长，或许哪天虾学士会请小僧前往虾府做法，也犹未可知。前往虾府做法，是去超度汪广阳一家的冤魂吗？想必不会与上次吕家做法一样，一不小心超度到他人府上去了吧？这就是朱高炽，才半岁，起码有40斤啊！虾兄丰神俊朗，连小娃儿都喜欢，如此虾兄你就多报会吧。世子长得如此圆润，不似凡人啊！
赤儿也就身体壮硕些，若是培养得当，未来会成为我大明的一员勇将。妙云把赤儿抱下去吧，好让我和虾兄畅聊。本王听说父皇太子及满朝公卿共同资议军费，准备杀上倭国的老巢。本王还听闻倭国那弹丸之地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山银山。虾人啊，这些不会是谣言吧？明知故问，装的还挺像。殿下所听到的谣言尽数为真，此次远征倭国的军费确实已经备齐，最多半年咱大明的天军就要横跨大海，一举捣毁倭国的老巢。至于倭国金山银海之事，更是毫无虚言，至多3年2载，倭岛上的金银就将源源不断的运回咱大明。等到大家赚的盆满钵满的时候，亦会明白一个道理。什么道理？从倭国劫掠而来的真金白银，会让他们明白，瓜地3尺，盘剥百姓，也就只能得到3瓜2枣而已。为了那3瓜2枣活得战战兢兢不说，一个不小心还得丢了吃饭的家伙。而大家戮力同心，化身为狼劫掠倭国，不仅获得的财富远远多于那3瓜2枣，并且这钱得来的还光明正大，无需每日战战兢兢，更无需承受百姓唾骂。殿下您说，这样的好事，满朝王公大臣又岂会错过？好手段，真是好手段！虾人啊，咱们也算共过生死，如今有这种好事，你怎么就不通知一下本王呢？王爷现在知道也不晚，别说军费越充足越好，单论王爷您的身份参与进来，也不过一句话的事。哎，不瞒虾人，本王实在是手头拘束啊。若是本王拿不出银子，却又想从中分上一杯羹，不知虾人你可有办法？王爷，你这一枚银子投入，2位领军征伐，在下实在想不出王爷您如何能参与其中啊！就连太子此次也是投入了10万两银子，而王公大臣也尽是真金白银参与其中，请恕在下。想必虾兄也知道，本王1年后就该就藩大都了。若是本王以一族3万颗头颅作为资本，不知虾兄意下如何？不得不说，朱棣的话可谓是对症下药。此言一出，瞬时就让虾人陷入沉默之中。3万颗大都北疆范围之内的一族头颅，任你指定。3万颗一族头颅的交换条件，在下可以答应。不过我要的这3万颗一族头颅不在大都，而在辽东。若是王爷答应，白银10万两，明日一早自当有人奉上。那咱们就一言为定。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虾人何在？臣在。即日起，由虾勇柏林德典大学士虾人兼任应天知府，尔等好自为之。行了，今日各位爱卿可有本要奏？禀皇上，今年将至，安南、朝鲜、真腊、爪哇等国使者已陆续到达，郡冠礼安置在鸿胪寺。臣疑惑，若倭国北朝遣使前来，礼部该如何安处之？弹丸之地，还他娘的分南北2朝。虾人，依你之见，倭国使臣该如何处置？既然征伐倭国之策已定，自然没必要与其虚以为夷，宰了便是。所谓两军交战，不斩来使。滚！不过倭国杀我大明使者在先，我大明亦不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虾永伯深谙圣人以直报怨之道，老臣复议。好，既然衍圣公都已复议，那此事就这么定了。另外，即日起凡举人之身，皆须前往大明边塞各卫所任帐下行走之职，为期2年。若无2年帐下行走之履历，便无应试之资格。一来断其筋骨，不说上阵杀敌，最起码也不能是个手不能提、肩不能扛得着手无缚鸡之力之人。二来，只有经历过战争、见识过战争，才能彻底明白国家的安定繁荣到底从何而来。此外，凡3品以下、6品以上文臣，皆须分批前往边塞各卫所任行军参谋，为期1年。只有如此，才能让大家明白，所谓的仁义道德，在一族的铁骑利刃之下，到底管不管用。以上2道决策，咱会将其列入皇民祖训，让后世子孙永远遵行。皇上圣明，臣等遵旨。除此之外，咱还有一事要颁行天下，诸位都看看，这是河南省宣布正史司提学都正上呈的奏折，咱用了近1个时辰才看完。里面的内容无非是向朝廷申请调拨3万两，用于开办5座学堂，区区3言2语就能说清的事，非他娘的扯上3皇5帝女娲伏羲。老子曰完，孔子曰，孔子曰完，孙子曰，约个没完没了。这他娘的是正事，不是他娘的考状元，用不着他娘的引经据典长篇大论。以后上呈奏折须秉承3点：一有何因由，2何种目的，3详细数据，特别是数据，在上呈的奏折内必须详细言明，不得含糊其辞，违者重处。皇上圣明，臣等遵旨。大人不给予卑职有救命之恩，如今更是在圣上面前举荐卑职，图节今后定为大人马首是瞻，死心塌地。
涂大人，想必刚才这番话，你对身为你义父的胡惟庸以前曾也讲过吧？大人，卑职。涂大人，本府不是胡惟庸，可喝不惯迷魂汤。本府兼任应天知府之职，顺势向圣上举荐了你，你可知这是为何？卑职不知。本官之所以向圣上举荐你接任应天府丞，实则是因为你涂杰面对胡惟庸叛逆之事，够无耻也够果断，同时还有诡辩之才。涂大人，说说你为官的目的吧，本府要听的是真话。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名留青史。很好，这是实在话。为官之人，真正能做到为百姓呕心沥血之人，可谓是凤毛麟角。升官发财自然可以，不过你要记住一点，自己升官发财的同时，得给老百姓留一条活路。若有谁违背了这条底线，也就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了。谢大人教诲，卑职。咦，多寿，停一下！怎么了，大人？大人，您是在看那个身有残疾的小乞儿吧？像这种连站都站不起来的小乞儿，除了乞讨之外，怕是也别无他法了。应天丞相这样的小乞儿多不多？回大人，向来怕是不少。卑职外出之时，经常遇见，特别是夫子庙那一片，因人气甚足，也能讨要的更多。像这样的小乞儿就更多了。多寿，将这10两银子给那个小孩送去。孩子，这是我们工资给你的，拿去买饼吃。哼，公子，您是心善，可那小乞儿却不知感恩，连声道谢也没有。走，回府衙。衙下通判赵明堂率衙下属吏，恭迎知府大人，恭迎府丞大人。今后本府就要坐在这块明镜高悬的牌匾下理政了，还望诸位尽心尽力，多多扶持。属下等谨遵大人军令。那本府就闲言少叙了。俗话说，新官上任3把火，本府亦概莫能外。这第1把火，今日就烧起来吧。黑毛，那些个娃娃今天讨了多少？清点出来了没有？大哥别急，这会才刚刚回笼呢，怕是还得等上一会儿。今日也不是他娘的怎么了，老子这心里总是有些不安。大哥，如今城里吃着晚饭的咱们可是独一份，况且咱们行事隐秘，那些个娃娃话都不会说，咱怕个啥？再说了，不是还有那位公子哥罩着咱们吗？别提那公子哥，真要是出了事，恐怕第一个灭了咱们的就是他。这些年咱们用那些娃娃也赚了些钱财，后半辈子也够了。夜路走多了，迟早会遇见鬼，咱们差不多该收手了。这个时候才想起收手，是不是晚了点？不知大人遇衙差到此，所为何故？呵呵，装的还他妈挺像。放心，待会儿就算没有金扫帚奖给你，也有铁刷子奖颁给你。别说本府没给你机会，只要你将所谓的公子哥告知本府，本府可以考虑给你颁个铁锤奖。什么金扫帚奖、铁锤子奖？小的不明白大人的意思。至于大人所说的公子哥，以小人的身份又如何高攀得起？望大人明鉴。看来你最终还是辜负了本府，选择了铁刷子奖啊！黑毛是吧？你想要个什么奖？是与你老大一样，铁锤子奖，不要铁刷子奖。小的什么奖也不要，小的什么也不知道。好，既然你不知道，那铁锤子奖是没你的份了。带回去之后多做几把铁刷子，明日怕是有些不够用。遵命。大人这是什么意思？无凭无据，莫非大人要动用私刑不成？这个时候想起国法来了，可你们自己干了什么丧尽天良、猪狗不如的事，想不起来了吗？呵呵，对付你们这些臭虫，本府向来不拘泥于手段，从来都是直捣黄龙，不留余地。总之，今晚你若不将那所谓的公子哥招出来，本府让你们想死都难。峰哥，哥几个就属你出手最为阔绰，给兄弟们说说，这是在哪发了财？是啊，峰哥，这有发财的事，可不能独享啊。是啊，峰哥，你可别忘了咱们父辈交情深厚，咱们这些人也是长过鸡头结拜兄弟啊。不瞒诸位兄弟，这几年小弟是有发财的路子，可谓是日进斗金，也有心与诸位兄弟一起分享。若是众位兄弟能够参与进来，这发财的路子自然可以做得更大。只不过什么？小峰，你倒是说啊！是啊，小峰，兄弟的情况你也了解，家里的老家伙老是叨叨说什么树大招风，每月也就给100两利银，这哪够兄弟们花使？若不是峰哥，这秦淮河的花船，咱们1月最多也就做那么一回。兄弟又如何不知诸位兄弟手头拘束呢？只不过罢了，在座的都是多年兄弟，兄弟也就不瞒各位了，兄弟做的事。峰哥，你这是不是太残忍了？那可都是些孩子啊！小涛，你这是什么话？那不过都是各地流浪的小乞儿，本就朝不保夕，如今峰哥给他们吃穿，何错之有？每年近10万两银子，怪不得峰哥出手如此阔绰。有这等好事，也不及早知会兄弟们，要不然哥几个也不至于如此拮据了。诸位兄弟尽管放心，咱们都只是隐于幕后，一旦风声稍有不对，咱们将他们灭口也就是了。
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你就是想灭口，怕也灭不过来了。你是什么人？谁让你进来的？瞧你这话问的，但凡长了眼睛也知道本府的身份吧？好了，本府事务繁杂，没时间与你们啰嗦，咱们就直接点吧。除了这个小涛，其余之人一概拿下，本府要给他们颁奖。我看谁敢动？敢问大人，我等所犯何罪？难道在花船上饮酒也犯了王法吗？喝个花酒饭哪门子王法？敢阻拦本府吗？哥几个可真是越会越回去了，想必这位就是绝峰虾永博，官人林德殿大学士兼应天知府的虾仁虾大人吧？今儿就当给在下一个面子，就这么算了，如何？这不是韩国宫里擅长的长子，更是圣上的女婿，皇亲国戚，真是好大的名头。敢打我的下属，那等会也给你颁个奖。我爹是韩国宫里擅长，我乃当朝驸马，谁敢动我？我爹是南城兵马司副指挥使韩度，我看谁敢动我？我爹可是督察院的，我爹是吏部的，在我这里拼爹可不好使。许兄，这家人胆子也太大了吧？才上任竟连驸马都敢所拿。我的张大人，就别管虾仁要干什么了。总之没有好事，咱们还是快走吧。要是被他看见，说不定咱也得倒霉。许兄言之有理，劳保开船，快走。哎呦，韩兄、赵兄，你们这是犯啥事了？好好的怎么就被衙差给锁了？不是弟弟束手旁观，实在是河水太凉，弟弟身子骨若游不过去啊！李琦哥哥拜访，弟弟1000人回去报信，想必最多半个时辰，公主就会赶到。我他妈谢谢你。好了，现在本府要开始颁奖了。驸马李琦倚仗身份，先是无故掌国应天府衙差，后又干涉本府办案，特颁主板奖，抽脸20。行刑。家人，本驸马乃皇亲国戚，你是你刚刚在花厅里说小姐儿在哪都是乞讨，只不过换了个姿势和地方，对吧？大人，不是我没说过这话，别给我颁奖。哦，那可能是本府听错了。既然这样，那就待会儿再说，本府就先给其他人颁奖。大人，就是他说的，在下愿意对天发誓，如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妈的，鸡头算是白剁了，黄纸也算白烧了。结拜兄弟，我呸，屁的结拜兄弟！大人，就算在下说过这话又怎么样？难道说说也犯法吗？随口说说自然不犯法，可你残忍且丑陋的那颗心却让本府很是不爽。好了，别耽搁时间了，明天本府还要上班呢。此人明知韩风所行不法之事，残忍至极，不仅不予以制止，还嚷嚷着要参与其中。本府念其虽有恶念，却恶行未遂，特颁铁锤奖，断其4肢，以儆效尤。大人，您说过的，我这属于恶行未遂啊，放过我行不行？我向您保证，以后做个好人还不成吗？大人，你又该颁个什么奖？哎，真是头疼啊！大人，我刚刚只是醉酒胡言了几句，韩风所行的恶事我等全然不知，更未参与其中，还望大人明鉴啊！我向您保证，今后一定好好做人，绝不仗势欺人，您就原谅我这次吧。应天乃天子脚下，如尔等这般任意放纵的勋贵子弟，数不胜数。本官也不想如此行事，可若不给你们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那良善百姓还他妈有活路吗？好了，得亏你没说出什么让本官不爽的话，否则本府就给你颁发主板奖，掌嘴20以作惩戒。多谢大人手下留情。至于你，本指挥今晚倒要看看谁他娘的敢欺负我韩度的儿子。爹，您若再不来，可真就见不到孩儿了。虾大人，若是本指挥没走错地方的话，这里好像不是知府衙门吧？南城兵马司副指挥使韩度是吧？深夜率军士来此，有何指教？指教，虾大人就等着被治罪吧。将人带上，咱们走。大人，我爹接我来了，恕不奉陪了。不知你有没有后悔刚才没给在下第一个颁奖了？峰哥别急，本府说了要给你颁奖，就绝不食言。大人若要留下风儿，还请拿出证据，否则就算本指挥答应，也得问问我手下这些弟兄答不答应。本府原本打算待会儿再上贵府拜访，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了，倒也省事。你那狗儿子做的事，若没你这座老子的暗中包庇，想来也不可能吧？我儿向来奉公守法，规规矩矩，从无恶行。至于本指挥，行事向来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又何谈包庇之事？大人还请自重，殴打驸马此乃重罪。夏大人还是好好想想该如何向圣上交代吧。我们走。我的腿，我的腿！虾仁，我操你仙人！你怎么敢？怎么敢啊！你们都是死人啊！上，都他妈给我上！将这狗贼乱刀分尸，剁成肉泥，一切后果由我韩度承担。圣上赐本府便宜行事之权，谁敢擅动？别人不敢管的事由我虾某人管，别人不敢做的事由我虾某人做。先斩后奏，皇权特许，谁敢犯上，九族诛灭！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假的，都是假的，圣上不可能赐如此特权，你们他娘的还不给老子动手！韩大人，卑职等人上有老下有小，还望大人体谅。韩指挥是不是很疼？这滋味想必不太好受吧？不过与城内那些被活生生折断手脚、割去舌头的小乞儿相比，韩指挥使也算幸运了，最起码你还能嚎叫2声，不是吗？大家都给本府听着，不论你是王公贵胄或是官宦商贾，若仅仅花天酒地吃喝嫖赌，本府管不着，也他娘的不想管。可若有人倚仗自己的身份胡作非为残害百姓的话，那本府不管他是谁，他爹又是谁，必定亲自上门给他颁奖，绝不食言。齐安，你这是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什么人如此大胆，竟将你这当朝驸马打成这样？这就是你口中所说的公子受了些轻伤？老爷容禀，小的收到消息前去秦淮河接回公子的时候，那景象真是惨不忍睹。赵家公子包括南城兵马司副指挥使韩度与他儿子尽数被打断了4肢，咱家公子都依然还算轻呢。好了，别说了，你下去吧。齐安，为父不是提醒过你，让你别招惹虾人吗？你怎么还自己送上门了？再说了，你与那韩度之子仅是片面之交，又何必为了他强出头？孩儿当时也没说什么，就是让那虾人给我点面子，放了韩风等人。他不给我这当朝驸马面子也就罢了，竟还当着众人的面将孩儿打成这样。您可得给孩儿做主啊！面子，又是面子。为父问你，你哪来的什么面子？若不是为父，你能上得了公主，能成为当朝驸马？为了你所谓的面子，爹都给你擦过多少回腚子了？你以为你是当朝驸马，就真没人能治得了你了？你真不该招惹那虾人，他如今胜券龙恩，这一顿打你怕是白挨了。孩儿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啊！咽不下也得咽。你虽是圣上的女婿，可你要知道，圣上可不止一个公主，女婿也不止你一个，可虾人就这么一个，他在你岳父心里的分量远非你能相比，明白吗？他不就是个奴仆出身吗？能有多大的分量？有的人生于豪门，长于豪门，生来富贵，贵胄子弟皆是如此；而有的人出身低贱，受尽磨难，却能通过自身努力与非凡，才能成为豪门。圣上如此，那虾人亦是如此啊！大人，属下带领衙差顺藤摸瓜，共剿灭所谓富贵帮分舵16处，擒获恶徒218人，被解救出来的小乞儿共计119人，尽数残疾，舌头也全部悲割。好一个富贵帮！世上总有阳光照耀不到的地方，隐藏着那见不得人的鬼魅魍魉，残害他人以求自身的富贵。这种人有多少，我虾人就杀多少。让弟兄们做好准备，待韩度父子交代出参与包庇此事的人，即刻将吃过人血馒头的人全部索拿归案。今晚本府就要将那些见不得人的鬼魅魍魉通通铲除，一个不留。遵命。可是大人，任属下百般折磨，可韩度父子皆是闭口不言，拒不交代。以卑职看来，他们父子俩怕是心存私志，一心求死了。求死！本府今晚就要让他们明白什么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晚，虾人亲自赶往了关押韩度父子的死牢。没有人知道死牢内韩度父子都经历了什么，众人只听到当晚死牢内传出过不似人嚎的凄厉之声，却无一人知道他们的知府大人到底使用了什么样的残酷手段，才撬开了韩度父子的嘴。仅过了半个时辰，3班衙役及府班衙役依照虾人手上的名单，兵分10几路，尽数出动抓捕恶徒。这新年也快到了，想必老2老3也快回来了。重八，想什么呢？书也不见你翻，和你说话也不答应一声。咱在想虾人那小子，还有咱们家老四。妹子，你是不知道，昨天老四还跟咱借钱来着，可今天就送了10万两银子进了国库，用于蒸窝。怎么，你这个做爹的不借钱给儿子，还不许他自个儿想办法啊？那倒不是，能借着银子是他自己的能耐，咱这个当爹的又能说什么？妹子，你不知道，老四昨晚宴请虾人那小子，这第2天一大早就有了10万两银子，你说？重八，你的意思是虾人借了10万两银子给老四？虾人那小子鬼主意多，能想法整出10万两银子，这咱倒不奇怪。可让咱想不明白的是，老四凭什么认为那小子一定会帮他？或者说虾人那小子又凭什么帮助老四？咱在想，是不是老四向那小子许诺了什么？换句话说，虾人那小子到底能从老四那里得到什么？重八啊，你哪里都好，就是这多疑的毛病，年纪越大，连疑心也是越来越重了。参见皇上。什么事啊？禀皇上，今日应天知府夏大人在城内开始大肆抓捕，群臣惊慌。这才上任1天就大肆抓捕，可真够雷厉风行啊！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据探子回禀，昨夜夏大人与府城涂大人先是兵分两路，涂大人率人剿灭了富贵帮在城内的各处贼窝，夏大人更是指导黄龙抓住了富贵帮所谓的帮主，而后直奔秦淮河而去。今儿夏大人率领差役径直登上一艘花船，不仅将花船上厮混的公子哥打了，还将张驸马给一并打了。什么？李琦他娘的居然也在花船上厮混？哼，打得好！虾人怎么不打死这狗东西？张驸马也是因为听到夏大人所在花船上的动静，出于好奇才过去探探究竟，这才遭了无妄之灾。你不用为那狗东西开脱，秦淮河是什么去处，花船又是什么去处，咱比你明白。什么无妄之灾，都是那狗东西自找的。那狗东西不来找咱喊冤倒也罢了，如若不然，哼！大人不好了，涂大人他被人给打了。慢慢说，天塌不下来。属下等随涂大人前去缉拿南城兵马司都尉蓝雄，不想却扑了个空。经涂大人审问其府上管家得知，蓝雄他竟是永昌侯蓝玉的义子，在永昌侯府以宴为贵。于是你不会告诉本府，咱们的屠府城率领你们上永昌侯府索人去了吧？大人明鉴，正是如此。卑职等建议先将此事告知大人您，可涂大人却是刚正不阿，说大人你有便衣行事之权。如今涂大人被永昌侯扣在府里，狠狠打了一顿。永昌侯说，请大人前往一叙，当面说个明白。我说涂大人，你这是哪根筋搭错了，居然跑我蓝玉府上索人来了。永昌侯，夏大人有严令在先，今晚务必要将一干犯人押解到堂，下官也是职责所在。想必永昌侯还不知你那义子所犯何事吧？恕下官直言，蓝雄你保不住。你给老子说实话，是不是犯了事又他娘的没把屁股擦干净，照别人了？义父明鉴啊，孩儿的性格你一向清楚，虽说有些鲁莽，却也没干过啥坏事。义父你也知道，他屠杰就是个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软骨头，如今让他傍上了夏永伯，现在竟有恃无恐的，连义父你也不放在眼里了。蓝雄，义父可得把话说在前头。若你只是小节有亏，做义父的无论如何也会保你一命。可若你瞒着咱做了什么丧尽天良的事，那你就好自为之吧。看来永昌侯不仅打仗是一把好手，泥水工的手艺也颇为不俗啊。大人，您终于来了。涂大人受委屈了。永昌侯所拿蓝雄归案是本府的命令，你将涂大人打成这样，是不给本府面子。虾兄言重了，蓝玉虽性格乖张，却也是个知好歹之人。虾兄三番两次为我等五夫说话，蓝玉又岂能不知？实在是这位涂大人欺人太甚。我与众义子在厅中饮酒，他闯进来，二话不说，当着我蓝玉的面就要索拿咱的义子。虾兄你给评评理，他这不是将我蓝玉的脸按在地上踩吗？若是不踩你蓝玉的脸，又如何让夏大人知晓我屠杰的赤胆忠心？若不挨你蓝玉这一顿揍，又如何令夏大人对我屠杰另眼相看？蓝将军在下向来对征战沙场的将帅心存敬意，也清楚身为武将的你们说话办事亦是直来直去。蓝将军性格直率，袒护义子，本府可以理解，但却不能罔顾国法，否则就算在下能容得下你们，圣上也绝饶不了你们。还望蓝大哥大义灭亲，不要让在下为难。虾兄弟，蓝雄是哥哥的义子，也算你的义侄，今天就当给哥哥一个薄面，放他一条生路如何？若仅是一般小事，蓝大哥开口，老弟无论如何也要给大哥这个面子。可蓝雄所为，就算将其千刀万剐，都难以洗清他的罪孽。兄弟还请直言相告，那小畜生背着咱都干了什么？若我那义子真干了什么灭绝人性之事，咱亲手劈了他。蓝大哥久居京城，想必见过那些手脚扭曲、口不能言、沿街乞讨的小乞儿吧？小乞儿，这不很正常吗？就连当今圣上以前不也做过？住嘴！蓝玉，你马尿喝多了是吧？就算醉酒，也应该明白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会让你掉脑袋。对，老弟提醒的对，是咱醉酒胡言。老弟的意思是，城内那些身材扭曲、神情木讷的小乞儿，是蓝雄他？不会的，蓝雄他怎会做出这种猪狗不如之事？南城兵马司副指挥使韩杜可是蓝雄的铁哥们，而韩杜父子都已全部招供，证据确凿，以蓝雄的所作所为，他死定了。蓝雄，你他娘的给老子说实话！城内那些个手脚扭曲、被割去舌头的小乞儿，是不是与你有关？那些事都是韩杜父子之事，刀疤脸干的，还只是出于情义帮着遮掩了一下。蓝雄，这种事你也敢参与遮掩？你不要命了？若是缺银子可以和咱说，可你为何？雄儿，以你造下的孽，义父保不了，也不会保你，只能……多谢义父成全。老弟，蓝雄已伏诛，能否将他的尸首留下？撤！
常听人提起虾仁，此人如何了得？孩儿还认为世人夸大其词，今日得见其人，才知其胆，其才，其品，比之传言有过之而无不及。虾仁再厉害又如何？见到咱们义父，还不得恭恭敬敬的道上一声大哥？不错，任他虾仁再妖孽又怎样？咱义父还得是他大哥。行了行了，做人大哥得一个什么劲？既然他让我失去一个义子，那他就得给我补上。今后得让那小子看见我蓝玉，就得叫声爹。若曦年纪也不小了，大不了许给那小子就是。总之，我蓝玉绝不做亏本的买卖。我老汉一把年纪，还是头一次见着这么多犯人，今天可算是开眼了。可不是，这么多囚车，怕不是得有300-400人呢。莫不是要将这几百人尽数斩首吧？距离菜市口不远处的一处酒楼内，驸马李琦带着一顶斗笠矗立在3楼，静静地眺望着监刑台上的虾仁。风水轮流转，虾仁，你给我等着。大人，虽然您有便宜行事之权，可一次处决如此多的犯人，还不经刑部勘审批复，是否会留下话柄？这些畜生留他们多活一天，本府也绝不允许。更何况圣上既已许我便宜行事之权，还他妈请示这个请示那个，本府没事找事呢。放心，天塌不下来，宣读那些畜生的罪状吧。是南城兵马司副指挥使韩度。随着图杰将一干人的累累罪行公之于众，四周观刑的百姓则是一片哗然。我还纳闷，最近这几年城里的小钱儿怎么越来越多，没想到竟是这样。现如今夏大人成了应天父母官，俺倒要看看那些泼皮无赖以后还敢不敢肆无忌惮。大家都别议论了，夏大人想必要判决那些畜生了。报元当政，民不聊生，宵小横行也就罢了。现如今大明开国已时有2年，更有圣君坐朝，百姓本该安享盛世之太平。可这些人为了所谓的富贵，不惜残害飘零世间的孩童，践踏来之不易的太平世界，其罪当诛。本府也绝不允许治下有这种魑魅魍魉存在。今412位犯人已尽数捉拿归案，本府将他们所犯的罪行分为3等。3等犯人342人，分10轮，先斩4肢，再断其颅。斩4肢断其颅，虾仁你可真够狠的。戴斗笠不稀奇，可大白天戴着斗笠又黑纱罩面，咱还是第一次见。这装扮要是不知道的，怕是以为这里窝藏着一位江洋大盗。臣驸马都尉李琦参见皇上，参见太子殿下。起来，把头上的玩意取下来，当朝驸马装扮成这个鬼祟模样，成何体统？是是是。当朝驸马竟被打成这见不得人的模样，咱朱元璋的老脸尖儿算是在你手里了。还他娘的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把斗笠戴上，这要让别人看见成何体统？是是是，小婿这就戴上，这就戴上。戴着斗笠你骂我鬼祟，摘下斗笠你嫌我丢人。若不是怕疼，我他们就从这3楼跳下去，让你女儿手活我。真是太惨了，这简直就是人间炼狱啊！你觉得他们惨？那你说之前大街上那些手脚扭曲、口不能言的小乞儿惨不惨？谁家还没几个孩子？这万一……依老朽之见，知府大人虽手段残忍，可对付作恶之人，还就得这么干。若国法对恶人慈悲，那置我等奉公守法的良善百姓于何地？大人，第3等犯人已尽数处决，您看，杀猪的屠夫还够用吧？大人放心，那些屠夫都是杀了几10年都的老手，人数也足够。北城兵马司都尉胡同巡城都尉张元宝、城门校尉祝山东等59人为分取赃银，罔顾国法，助纣为虐，行包庇之举。特自尔等包皮抽筋，即刻行刑。还好咱亲手结果了熊儿，给了他一个痛快，要不然熊儿也该在这批人里面被包皮抽筋啊。是啊，义父，若不是您熊哥，他只怕也和那些人一样，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了。义父，您这位未来的女婿，心肠可是够狠，手段也异常毒辣，连我等战场厮杀的武将都自愧不如。咱们这位未来的妹夫行事如此绝情狠辣，我这做哥哥的真替若曦妹子担忧啊。多情之人未必有情，绝情之人未必无情。这小子虽行事狠辣，却未必是个绝情之人。更何况咱闺女3岁习武，这小子手无缚鸡之力，若敢扎刺希儿一只手就能收拾了他。我说蓝玉呀，你这是义子收多了义父当逆了，准备跨行做起老丈人来了。臣蓝玉参见皇上，参见太子殿下。咱与太子微服出宫，无需多礼，都起来吧。我说蓝玉呀，虾仁那小子昨晚还叫你大哥来着，人家把你当兄弟，你却想着要当人老丈人，是不是不太地道啊？舅父闲暇之余，与义子前来酒楼饮酒畅谈，实在是令人羡慕。什么饮酒畅谈？他这是带着几位义子前来商量着怎么对付自己的未来女婿呢，是吧？蓝玉，闺女长大了总得嫁做人妇，臣这也不过是未雨绸缪罢了。
没想到你蓝玉不仅行军作战了得，这条女婿的眼力也着实不差呀。不过啊，虾仁亡父丧母，孑然一身，他的终身大事自然由咱说了算。你以为就你蓝玉有闺女没出嫁，咱朱元璋也有？报告大人，2等犯人已行刑完毕，请问1等犯人该如何行刑？南城兵马司副指挥使韩度、其子韩丰、富贵帮帮主刀疤等11人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罪无可恕。特赐1等刑罚，铁刷净身，肉骨分离。吩咐下去，每过1刻钟，给那些畜生喂口参汤，别让他们走得太容易了。大人真是仁慈，竟让他们在临死之前还能喝上1碗参汤，可谓是仁德无双。大哥，我想退帮，从此以后安分守己的做一个好人。皮三，你他妈什么意思？是我这做大哥的不讲义气，还是大哥对你们不够好？不是大哥你不讲义气，更不是你对弟兄们不够好，实在是钱财再好也不如小命重要啊！咱东兴帮一共才32人，你皮三已是今日来退帮的第31人，这让我……大哥，非是我等不讲情义，实在是新任知府的手段太过狠辣。富贵帮的下场您也亲眼看见了，他们被铁刷子活生生刷成了白骨，那场景实在是惨不忍睹啊！应天出了这么一位活阎王，看来再无我等的立足之地了。真是怪了哈！往日这个时候，那张赖子都得带住几个狗腿子，挨个收取咱们的保护银。今日为何却迟迟不见身影？你们忙着生意，怕是昨晚没去菜市口关行吧？你们说的这位张赖子，现在给他吃个老虎胆也不敢冒头了。那铁刷子上的血可还没干透呢。应天城有了这位修罗之福，那些个魑魅魍魉还有谁还敢造次？看来此后，像咱们这样奉公守法的百姓，总算能过上几天安生日子了。大人，这些孩子的骨骼自被折断起，就已伤及筋脉心肺，若时日尚短，或许还能设法医治。可现在，以孩子们的状况，多则半月，少则也就4、5日了。大人，请恕微臣无能为力，告辞了。让酒楼做些鸡鸭鱼肉送过来，分量一定要足，让他们饱饱的吃上一顿。卑职马上去办。那些恶人哥哥已将他们剥皮抽筋，刷成白骨了。若有来生，明明是我先相中虾永侯的，可圣上却说虾仁婚事得由他说了算。我这一时之间也猜不透圣上他到底是何深意，这才叫兄弟们来商讨对策。没想到圣上对虾永侯竟这般重视，连他的婚事都要亲自过问。可俗话说，先下手为强，无论圣上有什么打算，只要若曦与虾永侯两情相悦，圣上总不至于棒打鸳鸯吧？这种事要问我唐圣宗，兰哥你可算问对人了。只要将生米煮成熟饭，最好再怀有身孕，到时再请圣上赐婚，绝对水到渠成。狗日的老唐，你自己不要脸也就罢了，可咱们侄女一个黄花大闺女又岂能如此行事？不要脸咋了？不要脸也比白白错过强得多。再说，先上船后拿钱和先拿钱后上船，不他娘的一回事吗？早晚不还是得生娃？听了兄弟们的建议，我这心里已经有谱了。来，喝酒。什么？堂堂应天府衙竟穷成这样，连本府承诺下发给府中衙役的赏银都无法拿出。大人明鉴，户部按府衙官吏每月俸禄，每3月下拨一次款项，若另需银两，则需向户部禀明，再酌情拨放。因此，户房存银除了发放官吏每月俸禄之外，实在没有多余银两用于赏赐衙役啊。知道了，你先下去吧。堂堂知府衙门竟穷成这副模样，看来这第2把火也该烧起来了。大人，凡有丰厚利益之所在，其背后无不有达官显贵在幕后支持。若您贸然行事，必将得罪太多的人，实在是得不偿失啊！府衙内3班衙役总共不过400余人，大人承诺每人赏银10两，也不过4000余两。想必这点银两于大人您来说，也不过区区之事而已。这点银两对本府来说的确不算个事，不过以个人名义赏赐公家之人，涂大人你是不是脑子短路了？是，大人说的极是下官妄言，还望大人恕罪。你刚刚说，但凡有丰厚利益存在的地方，皆有达官显贵隐于幕后，这话本官深以为然。不过，总不能天下的好事都叫那些达官显贵占尽了吧？有人吃得太饱，就得有人饿肚子。你的好意提醒，本府明白，多余的话不必再说。想必1晚功夫，调查的结果也该出来了吧？大人交代之事，下官又岂敢怠慢？禀大人，据调查统计，城内大小妓院共有128家，至于秦淮河上的花船，共有88艘，而城内大大小小的赌坊，则有235家。妓院、花船、赌坊每年收入多少？禀大人，大妓院每年赚取10万两以上，中小妓院收入则在5万至3万两上下。
大小赌坊的情况大体一致。至于秦淮河上的花船，则是达官显贵以及豪商巨贾寻欢作乐之所在。据下官暗中调查，每艘花船一年可赚得近30万两。不过正因秦淮河上的花船犹如一只只下着金蛋的鸡，所以每条花船的背后都有着强硬的靠山，对否？大人明鉴。大人，这不过只是传言而已，至于是真是假，下官也不得而知。空穴来风，未必无因。世人皆爱财，他们参与其中，虽然出人意料，却也在情理当中。不过没道理妓院赌坊赚得盆满钵满，而咱这堂堂应天府衙却连几千两赏银都发不出来，这本府可不答应。即日起，128家妓院，235家赌坊，分大中小3个档次，每月分别缴纳税银1000两、500两、300两。至于秦淮河那88只下蛋金鸡，每月缴纳税银3000两。大人，这样做无疑会让您得罪几乎所有的权贵，您要三思啊！若定要如此，大人您是否考虑一下，将每月的税银往下调一点？若是少收点，想必那背后的靠山不至于为了少数一点利益，对大人您怀恨在心。怀恨在心？那让他们尽管来报复本府好了。大人，下官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我去年买了个表，我说涂大人有话咱能不能一次说完？你这样本府心累。是，大人，朝廷对于商税基本都是30税1，大人所收取的几乎是10税其1、其2。商税收取本是户部职责，大人私收商税，似乎与理不通，与法不合，下官担心他们不肯合作。其3，大人擅自收税，一旦落下话柄，恐怕对于赌和嫖10税其1，已是本府对他们的仁慈。再说了，圣上赐予本府便宜行事之权，你以为是用来供着的吗？谁不肯合作，就是不给本府脸面，谁不给本府脸面，那恭喜他可以上本府这来领奖了。其3，在本府的地头开妓院赌坊，赚得盆满钵满，本府收他们税天经地义。至于他们攻讦本府，有本事就来试。大人，那下官就照您的吩咐去办了。下官细胳膊细腿，最大的靠山就是您了。若到时朝中有人深奏下官，大人您可得帮下官兜着点啊！兜着，必须兜着，本府就是你最大的靠山，放心大胆的办你的差事去吧。公子不好了，咱府里的婢女青罗被异族之人给掳走了。青罗早晨与另一名婢女出门采购，不曾想遇上了几个异族之人，那些人叽里咕噜也不知说些什么，最后丢给另一名婢女几颗宝石，强行将青罗给带走了。潘云挑50位弟兄随本府前往鸿胪寺，要快，卑职即刻去办。韩王子，您今日太冲动了，这里是大明，是我们高丽的宗主国，您这样无疑冒犯了大明帝国。在国内一直听说大明物阜民丰，人杰地灵，本王子还将信将疑。可这次来大明才知所言不虚，大明不仅有华丽的服饰，就连大街上一位普通女子竟也美若天仙。比起咱们高丽的女人，犹如天上的云彩和地上的淤泥。韩王子，您前来大明之前，王上曾叮嘱老臣不许你擅自离开鸿胪寺。没想到老臣一时心软，让您出门散心，您却掳回来一位女子，萧尚书，那女子可不是本王子强行掳来的，是用5颗宝石买来的。再说那女子不过是个平民百姓，卑贱之人而已。萧尚书无需多虑。话虽如此，可这女子毕竟是大明子民，若其官府追究下来，我们高丽怕是恕老臣无礼，请你即刻放了那女子，还为时未晚。若王子一意孤行，惹出了祸端，您将一人承担，与高丽无关。萧尚书放心，待本王先玩2天，玩腻了自然就放了他。韩王子，大明女子向来刚烈，一旦受辱自尽，您如何交代？交代个什么？大不了赔些钱财就是了。本王子听说大明的女子最有羞耻之心，想来若是被人玩弄，只怕遮掩还唯恐不及吧。赞助：鸿胪寺乃招待外国使臣之地，闲杂人等不得干扰。现在立即马上让鸿胪寺卿给本府滚出来！下官鸿胪寺卿顾山童见过夏大人，不知大人率府下衙役前来有何贵干？本府问你，可曾见到一位女子被异族之人掳来？禀大人，下官未曾见到。好，很好，那你呢？有没有看见？
最好实话实说，若待会儿让本府将人找了出来，后果你承担不起。禀大人，高丽王子确实带来了一位妙龄女子，我等正在上前查问，可顾大人却让我等不许多事。顾大人他说高丽王子千里迢迢来大明朝贡，足见赤诚之心，区区一位平民女子无伤大雅。顾大人还说我大明乃天朝上国，应有容人之量，若为区区一女子得罪高丽王子，实在是得不偿失。好一个无伤大雅，好一个得不偿失，顾大人可真是大方啊！拿刀来！你想干什么？我乃朝廷命官，你……若是被掳掠而来的女子少了一根头发，本府让你全家陪葬。韩王子，老臣以高丽赴大明朝贡主使身份，命令你立即放了那女子。若韩王子一意孤行，不听从劝诫，老臣即刻飞鸽传书，向大王参奏于你。高丽远在千里之外，父王对本王子又宠爱有加，即便做错了事，回国后大不了被父王斥责几句罢了。而你得罪了本王子，待日后本王子接任大位，你想过自己的下场吗？你是什么人，竟敢擅闯我高丽下榻之处？不知大人率衙役来此有何贵干？或许你说的不错，哪怕做错了事，回到高丽也不过就是被斥责几句，便可安然无恙。不过这里是大明，本府也不是你爹，可不会宽纵于你。你竟然敢打本王子，我一定要奏请你们的皇帝，让他将你五马分尸。本王子身为高丽王子，竟遭殴打，鸿胪四卿，你死哪去了？你不就是要找他吗？人就在这呢，有事就说吧。你竟然……韩王子年轻不懂事，还望大人别与他一般见识。我们即刻放人，恳请大人高抬贵手。大人，人找到了，丝毫无损。大人，人即已找到，您看。萧尚书，你可是我大高丽的礼部尚书，面对大明的官员竟如此卑躬屈膝，我大高丽的脸都让你丢尽了。本王子要与你决斗，谁若胜了这女子就归谁，还要向对方磕头赔罪，你敢是不敢？胡闹！那女子本就是大明子民，人家凭什么要与韩王子你决斗？大人，人您尽管带走，千万别与他一般见识了。既然你要决斗，那本府又岂能退缩？来吧，让本府称称你有多少斤两，是不是个虚有其表的草包？听着，你这狗屁王子，本府可没放在眼里。等你什么时候成为高丽国王，再来找本府报仇吧。大人，您将高丽王子胯下那玩意一小踩爆，就一点都不担心吗？担心什么？是担心朝廷将本府治罪，还是担心高丽对本府的报复？高丽小国对咱大明向来还算恭敬，大人您这一脚下去，恐怕两国之间从来没有所谓的友谊，有的只有实力和拳头。只要你有实力，拳头够硬，别说踩爆他们王子的卵蛋，就是将高丽国王阉了，他们也只能忍着。若是自身没有实力，就算对他们掏心掏肺，上杆子巴结，别人不仅不会感恩戴德，反而会认为咱们大明软弱可欺。若是换成宋朝的那些个软蛋皇帝，本府还真担心会被朝廷抛弃，以结友邦之好。可当今圣上是什么人？那可是血海里洗过澡的一代雄主。若是高丽安守本分，尚可过上几天太平日子；若敢诈自灭了，就是反正也是早晚的事。大人，不瞒您说，临去鸿胪寺之时，卑职还以为您会将那高丽王子给砍了呢。依照本府的性格，这种人间垃圾今日必死无疑。不过垃圾有时也有妙用，若是用好了，王子或许能给咱大明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大人英明。好了，你先下去吧。卑职告退。送上门的草包，若不能充分利用一番，未免太过可惜。看来还得给他配根搅屎棍才行啊！爹，您找我？从小养大的闺女，与其便宜了别人，倒不如便宜了那臭小子。最起码那小子对我蓝玉胃口。爹，您有事没事？没事的话，女儿还得练习射箭呢。射箭好，若那臭小子以后胆敢欺负你，希儿你就一箭射死他。爹，你在胡说什么呢？来，希儿，爹有事要与你商量。那个，希儿，爹给你找了个夫婿。爹，你胡说什么呢？女儿才不要嫁人，就算要嫁也得女儿自己挑，必须能打得赢我。希儿，你糊涂啊！要嫁就得嫁个打不赢你的夫君，如此你才能将你未来的夫君治得服服帖帖啊！希儿，你想想，若是你未来的夫君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你是不是可以将他揍得鼻青脸肿？反过来，就像你娘，就算爹做错了事，他就算心有不满也得忍着。为何？因为你娘她打不过爹啊！可若是太过柔弱，女儿也瞧不上啊。希儿，你放心，
那小子只是不同武艺，可柔弱2个字绝对和他没有丝毫关系，并且那小子无论是相貌还是心性，皆可谓是上上之选。希儿，你可万万不能错过啊！大人，南城木材商人柳大发苏州商贾洪世明求见。柳大发，让他们进来。几日不见，大人威名更成往昔啊！不仅有当代财神爷之美称，如今又得修罗之府之尊号，令城内的宵小之徒闻风丧胆，犹如包公在世，让我等。停，别吹了，酒喝多了容易忘形，而迷魂汤灌多了容易让人忘乎所以。大人，您过谦了。以往我等做些营生，总有些宵小之徒捣乱欺诈，让人无可奈何。可自从大人您上任后，这些宵小之徒丝毫不敢冒头。如今我等能够安心做营生，皆是大人之功啊！大人之恩德不得不报。我等商人什么也没有，也就这些铜锈之物还能拿得出手，还望大人莫要嫌弃。铜锈之物，此物虽俗，却为世人所追逐，让世人为之癫狂，何以言臭？洪老板太谦虚了。好了，言归正传，刘老板，想必这些时日你们已经商议妥当了吧？回大人，经过草民等人商议，皆认可大人您的提议。老洪是南直隶数一数二的大商贾，与草民交情默，为人也极为厚道。草民与老洪各自找了一批买卖人，包括草民2人在内，共计38家商贾。他们推举我与老洪为全权代表，前来与大人您商议此事。若是大人您对上次商议的结果没什么意见的话，现在就可以签订契约。38家共计380万两白银。草民等人早已准备妥当，只待大人发话，随时可以运来。380万两真是好气魄，难道你们就丝毫不担心这300多万两打了水漂？大人说笑了，380万两虽多，却是38家均摊，每家不过区10万而已。更何况我等既相信我大明50万精锐之士，同时也相信大人您绝不会是那种杀鸡取卵的短视之人，定然不会让我等做赔本的买卖。这380万两虽多，却只是我等第一批投入。若是有可为，我等以后定会加大投入，到时还请大人予以照顾。草民等必有厚报。只要不是搜刮咱大明百姓的钱财，一切都好说。既然你们如此信任咱们大明的铁甲精锐，又如此相信本府，还如此知情识趣，那么本府也不妨给你们透个底，也好让你们早做准备。还请大人明示，草民等感激不尽。大明虽物阜民丰，人杰地灵，可国内钱财自有其定数。何况大明初定，百姓稍安，大部分百姓仍然贫瘠。若想赚取庞大的财富，咱们应该将目光转向海外，而不能将目光仅仅停留在咱大明自家身上。周边各国、海外藩邦，不久的将来都将成为我大明的。因此，本府建议你们38家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商会，而后共同出资，大量建造海船，静待时机。大人，不瞒您说，我等也想与前元巨贾沈万三一般，扬帆出海，赚取海外各国的钱财。可如今朝廷禁海，我等也只能望之兴叹啊！赚取他国财富，我等商人自不会有意见，反而希望我大明版图可以无限扩张。当今圣上自然是英明神武，雄视八方，可满朝诸公皆是圣贤弟子，熟读所谓的圣贤书，无故掠夺他国，只怕是。其一，禁海初衷不过是防范倭寇，与方国珍、张士诚等残部余孽，待剿灭倭国，清除沿海匪患，自然不必禁海。其二，你们大可不必担心那些圣贤弟子会成为赚取他国财富的阻碍，因为在绝对的利益面前，别说圣贤弟子，就算古之圣贤，怕也得为之折腰。老二，你就翻西安已近1年，各类事宜都还算顺手吧？回父皇，刚就翻那会儿，多少还有点不适应，不过如今也已然习惯，尚算顺手。儿臣亦谨记父皇教诲，育民养息，从未有扰民之举。禀皇上，吏部尚书王敦觐见。吏部尚书可知何事？鸿胪寺发生了些许状况，王尚书此来或许与此有关。鸿胪寺乃接待外臣之所在，竟能出现状况？顾山童怎么做的鸿胪寺卿？禀皇上，顾山童已被斩断一臂，沦为废人，而高丽王子辛汉被下人一脚踩爆卵蛋，已沦为废人。那高丽王子当时得多疼啊！父皇，下人此人虽性格刚烈，却也不是无事生非之人，想必内中定有隐情。性格刚烈，在他娘的刚烈也不能踩爆人家那玩意呀！这还不如一刀将人杀了来的痛快。让王敦进来吧。皇上，臣要弹劾麟德殿大学士应天之府虾仁，其罪有。禀皇上，麟德殿大学士应天之府虾仁觐见。哼，看来这小子倒是有自知之明，知道犯下大错，主动上门请罪来了。皇上，夏永伯他不是来请罪的，是给皇上您送银子来了。送银子？这小子又是他娘的从哪弄来的银子？让那小子进来。
皇上，要不臣待会儿再来？不必，正好虾仁也来了。鸿胪寺之事还是当面说清楚的好。若那小子道不出个一二，咱非得用鞋底子抽死他。臣虾仁参见皇上，参见太子殿下，参见。虾仁，左边这位是就藩西安的秦王朱爽，右边这位是就藩太原的晋王朱刚。姑这位四弟想必就无需介绍了吧？于小事处见人情达练，如此善解人意、温润如玉的太子，我虾仁说什么也不能让你早逝啊！行了行了，这里也没外人，就不必这许多客套了。皇上，您也未免太偏心了吧？我王盾刚刚行礼的时候，您为什么不让我免了？难道这里就我是外人？或许今日是白来一趟了。那高丽王子胯下的2颗蛋碎了也就碎了，就算重新再长出2颗蛋，以皇上对虾仁的宠信，怕也是保不住。听说你给咱送银子来了，说说这次又是哪来的银子？有多少银子？回皇上，臣此次进宫送来的银两共计380万两。你说多少？有这380万两兜底，想必就是高丽王在此也休想保住那2颗蛋。臣先行告退。你小子也站了许久了，坐下说话。谢皇上。说说你小子又是从哪弄来了这许多银子？回皇上，这380万两是南直隶38家商贾共同出资，用于租赁我国内的田亩土地以及山林，并且这380万两仅是提前所收取的1年租金而已，只待攻下倭国。往后，等等，你的意思是，往后每年光是收取倭国内的田亩土地及山林租金，咱大明便可得银380万两？父皇，儿臣请旨，改换封地就藩倭国，还望父皇成全。父皇，儿臣请旨，改换封地就藩倭国，还望父皇成全。混账！封地事关国家根本，又岂能随意更换？此话休要再提。虾仁，你继续说。这是关于380万两白银的详细情况，请皇上过目。虾仁啊，你这字写的横看像个字，竖看又像个字，那些商人能放心？合则两利之事自然放心，关键是他们相信我大明的铁甲精锐能够轻而易举地拿下那弹丸之地，此乃其一。其二，他们相信皇上您是个高瞻远瞩、言而有信的圣明之主，绝不会做那杀鸡取卵之事。380万两，进大明2成赋税，竟出自区38位商人之手。一向认为商人不是生产，靠投机取巧过活的朱元璋，此时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确小看了他们。他们还说了什么？世人皆逐利，只不过商人毫无掩饰罢了。这380万两虽多，可于这38家商贾来说，却也算不了什么。若这前期投入能见回报，那么加大投入亦成必然之事。没想到那弹丸之地除了金山银矿外，竟还有这般巨大的利益，也难怪2弟3弟为之心动了。远在太原时就曾耳闻倭国有金山银海之事，当时我还将信将疑，没想到这倭国还未拿下金山，还未曾得，倒是先见着了380万两银山，这些都是虾仁的功劳。相较于倭国的财富，虾仁此人才是一只会下金丹的老母鸡啊！父皇，儿臣有一事相求，还望父皇准许。不准！父皇，太原贫瘠，儿臣恳请父皇准予，让虾仁任职晋阳，只需3年便可。怎么，是咱的话不够清楚，还是说老三你要替咱当这个家？儿臣失言，请父皇恕罪。父皇息怒，山西民生多艰，想来3弟也是日夜忧心所致。若是虾仁这般容易得手，哪里轮得着三哥你？哎，如此天纵奇才，为何不叫我朱棣先行遇上？如此看来，倭国可谓是一只下着金蛋的鸡呀！看来必须得早日将这只鸡收入囊中，以免夜长梦多，定金都收了。这若是出个什么岔子，咱朱元璋的老脸也就没地方搁了。虾仁干得漂亮！咱听说你将人家高丽王子的那玩意活生生给踩爆了，怎么回事？老朱啊，你这弯转的也未免太快了吧！人家高丽王子现在躺在床上抱着裤裆哀嚎，你小子倒像个没事人一样，是不是？咱不问，你小子就准备当没事发生，该吃吃，该睡睡。皇上，您听我说。原来是这样，也难怪虾仁一怒之下踩爆高丽王子的那玩意，此人实在是咎由自取，与人无尤。标儿言之有理，那不知所谓的狗东西，仗着自己是高丽王子，竟强掳我大明子民，欲行龌龊之事。仅仅是废了那狗东西的2颗狗蛋，已经是便宜他了。父皇，高丽一向尊咱大明为宗主国，那王子虽行为不妥，但其此行是来朝贡我大明，若不给个说法，是否有失妥当？说法？什么说法？虾仁踩碎了他2颗蛋，总不能摘掉虾仁的蛋赔给他吧？父皇，儿臣没说要取虾仁的蛋，儿臣是……不过说法给不了，态度还是要有的。云起，奴婢在。让咱太医院最好的太医前往鸿胪寺给高丽王子疗疾，传话下去，谁若治好高丽王子胯下之疾，赏银100万。遵旨。
可是父皇，高丽本就熟手两端，特别是咱大明第2次北伐大败之后，高丽竟与残垣余孽暗中苟合，而陕甘残垣余孽与草原残垣王庭以城内呼外应之势，而臣担心那高丽又因他其王子被废，趁此时机与残垣勾结，挥师东进，怕是……二哥所言不错，可高丽与残垣暗中勾勾搭搭，又不是1、2日之事，咱大明只是睁只眼闭只眼，不与他计较而已。更何况，若高丽为了鸿胪寺的那个废物与残垣勾结，对我大明刀剑相对的话，那只能说明高丽对我大明早有不轨之心，与虾仁踩爆2颗蛋毫无干系。两国之间的战争从来只考虑得与失，高丽王就算再昏庸糊涂，也不可能为区区一位王子而选择与我大明刀剑相向。退一步讲，草原王庭与陕甘残垣犯我大明，到时就算再添上一个高丽，又能如何？区高丽，兵不过10万，将不过100，于我大明而言，也就是稍大点的跳蚤而已，何足挂齿？四弟，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二哥我虾仁，秦王燕王的话你也听到了，说说你的看法吧。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北宋虽然庸弱无能，可开国皇帝赵匡胤说出的这句话，小子深以为然。若依你小子的意思，咱大明的这张榻未免也太大了吧？大！皇上，现在您还觉着咱大明大吗？这是咱的大明，就他娘的这么点。父皇，咱大明疆域万里，怎可能如此地图上标注的这么点大？据本王所知，你虾仁今年也才将16吧，竟敢妄言世界2字。本王问你，你可去过高丽？未曾去过。那你可曾去过所谓的大小琉球？亦未曾去过。那你可曾踏足过倭国，以及这大海尽头地图上所示的所谓英格兰、法兰西等古怪称呼的国家？就不麻烦秦王殿下一一相问了。在下自小到大，生于大明，长于大明，哪也没去过。那你怎知世界有多大？竟还堂而皇之的拿出一份所谓的世界地图，真是大言不惭。所谓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至于在下拿出的这份世界地图到底是真是假，不过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罢了。至于秦王您信与不信，与我何干？无论二哥你信与不信，但我朱棣绝对相信。最起码这份世界地图上所标注的周边国家一清二楚，毫无差错。至于地图上所标注的海外藩邦，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定会一一得到验证。老四，二哥，这份世界地图你也看了，又何必自欺欺人？四弟说的没错，不说大海尽头那些有着古怪名称的藩邦国家是否存在，最起码大明周边各国的分布在地图上找不出一丝差错。老二身为堂堂男儿，心胸要开阔，要有容人之量。虾仁，老二的话虽然不中听，可咱也正有这个疑问，这张世界地图到底从何而来？是真是假？真要是告诉你们这地图从哪来的，怕是你们就得怀疑我是从哪来的了。这张地图从何而来，臣确实难以言明，望皇上恕罪。不过这张世界地图绝对如假包换，毋庸置疑。虾仁啊，此事事关重大，如果此地图为真，那它对于我大明来说，成为无价之宝也毫不为过。看来不把地图的真假弄明白，老朱是不会罢休了。这下好了，又得办一次神棍了。皇上，若臣说今年咱大明将会新添2位皇子，并且这2位皇子的姓名，臣也已然知晓，不知皇上您信是不信？虾仁，这里是乾清宫，不是你装神弄鬼的地方。你若真有神算，不如去城隍庙给人算卦好了。二哥，这虾仁与咱们第一次相见，他到底哪得罪你了，竟让你如此针对于他？要你啰嗦，我倒要看看这位神棍到底玩的什么花活。咱朱元璋龙精虎猛，每年添上几个皇子公主毫不为奇。不过皇子还未降生，至于姓名，咱自己都不清楚。你小子竟能提前知悉？不如这样，假如这2位皇子已然降生，皇上您在心里给这2位皇子分别取个姓名，待您想好后，臣再告诉你，如何？2位皇儿的名字咱已想好。虾仁，若果真如你所言，那么此物乃是国宝。出辉。之前虾仁预言济宁侯顾时以及逆贼胡惟庸的下场，虽一一得到证实，却也能有个牵强附会的解释。或许虾仁此人天纵奇才，如刘伯温一般，能从蛛丝马迹中推断出一些事情。可2位还未诞生皇子的姓名，皆是咱临时所想，这该如何解释？二虎，皇上有何吩咐？将此地图给咱存入珍宝阁，妥善保管。若有丝毫损毁，提头来见。遵旨。记住，此物乃国宝，亦是绝密，若有丝毫泄露，卑职明白。父皇，您给未来2位皇帝取的名字，真被虾仁给猜出来了。大明的疆域东临大海，南至闽越，西抵巴蜀，北达荒漠。咱原本以为大明之疆域虽比不得盛唐，却也足堪自傲了。直至今日才知，我大明之疆域亦不过如此。
皇上明鉴，时至今日，我华夏版图可谓是称雄世界，顾盼八方。不过，若是能继续拓展疆域，给后世子孙打下无穷无尽的疆域，又何乐而不为呢？拓展疆域于你虾人口中竟如此轻描淡写，似乎反掌之间就能让我大明夺得无尽疆域，真是稚子之言，可笑至极。身为藩王之尊，若只知防守，毫无拓展疆域之心，敢问秦王殿下，这岂不是成了那什么吗？什么？你他娘的说话别藏头露尾，有本事把话说明白。二哥，你也是气糊涂了，毫无拓展之心，只知防守的那什么，还能是什么？自然是看门狗了。放肆！你竟敢讽刺本王为看门狗，该当何罪？看门狗可不是在下说的，殿下可别诬赖好人。并非本王不想拓展疆域，只不过以大明如今的国力，连区残垣都难以肃清，又何谈其他？虾人，你把问题想得太过简单。说好听点，这叫书生意气；说难听点，你就是当代赵括，只知纸上谈兵，螺丝壳里做道场罢了。只要螺丝壳够大，作为道场又有何不可？再者说，世上有谁不是身处螺丝壳？莫非秦王殿下以为自己在螺丝壳之外吗？没想到老二就藩1年后，不仅脾气急躁，还变得刚愎自用、目中无人。今日让虾人杀他的锐气也好，要不然以后老二怕是要变本加厉了。若要对外拓展疆域，须得先保自身安全。我大明虽有雄师100万，可俗话说猛汉架不住玉女，咱大明东南西北皆有宵小，暗中窥视，稍有不慎必生塌天大祸。如此处境，咱大明如何开疆拓土？守好咱的1亩3分地，好好过日子也就算了。说你是看门狗，你还不承认？对咱大明当前形势，你倒是分析的头头是道，可应对策略却是让咱极为失望。父皇，还有脸说别人螺丝壳里做道场？依咱看，螺丝壳里做道场的人是你朱爽。虾人，你来告诉他，他到底错在哪里？有道是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的。就算防御的再稳当，也总会有露出破绽的那一天。若想天下承平，唯有四海归一。别说高丽小国向来熟手两端，就算对我大明忠心耿耿，那又如何？世上没有长盛不衰的帝国，一旦我大明渐渐衰落，周边各国就会瞬间化为恶狼，任谁都想在咱身上咬一口。于我大明来说，只有乖乖合作，融入我大明版图的邻居才是好的邻居。若是不肯融入我大明版图，这样的邻居留他何用？开疆拓土无可厚非，可拓展疆域之后带来的负担，怕也是难以想象啊。不知晋王殿下所言的负担都有哪些？就算将周边各国尽数纳入咱大明版图，可那里贫瘠异常，不仅难以反哺我大明，他还得我大明接济他们，这不就是一个大包袱吗？负担？呵呵，只需寻回那3样东西，定能使我大明再无饥荒之祸。若是再顺势免除天下农税的话，我大明的人口必定因此而暴增。农税乃国家之根本，朝廷之命脉。闭嘴！虾人，你刚刚所言的那3样东西，指的可是农作物。有了你说的那3样东西，当真能让咱大明再无饥荒之祸？回皇上，的确是3种农作物。臣将这3种农作物分别称之为红薯、土豆和玉米。这3种神物身在何地？亩产多少？皇上您别激动，那3种农作物，臣担保他们绝对跑不了。是啊，父皇，您先别激动，听虾人慢慢说。皇上，这3种农作物的产量皆远远超出了我大明任何一种农作物。先说产量最低的玉米，亩产可达8至10担。什么？产量最低的玉米都能亩产8担以上？那个玉米种植对于地貌天气可有甚要求？玉米对于地貌要求甚低，田垄、地垄、丘陵、山坡皆可种植。至于产地，则远在万里之外的南美洲。既然远在万里之外，那你为何会知道的如此清楚？闭嘴，听虾人说。虾人就知道虾人，到底谁是你儿子？至于土豆，则无需细致打理，亩产绝不低于20担。多少？20担？世间竟有如此高产的农作物？那红薯呢？红薯的产量又是多少？红薯是这3种农作物中产量最高的农作物，亩产最低也在30担以上。不仅如此，红薯上至藤蔓枝叶，下至硕果，无不可用之处。若我大明能拥有如此神物，那么人口暴增之后的大明必将无敌于天下。俗话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吹得天花乱坠，谁知是真是假？秦王殿下若是不信，那咱们不妨打个赌，如何？赌什么？2年之内，若是这3种农作物不能出现在大明的土地上，那么在下愿任凭殿下发落。若是在下所言皆成现实的话，那么就请秦王殿下辞去藩王之位，如何？虾人慎言，藩王镇守边塞，事关重大，岂同儿戏？好，赌就赌，本王还就真不信了。区海外藩邦，当真能有如此神物？若2年之内本王在大明的土地上见不到这3种神物，你的下场将会极为凄惨。儿臣先行告退。
二哥，咱俩才刚回应天，与那虾人也毫无过节，为何你毫无过节？三弟，你怕是还不知道吧？那虾人如今收税都收到咱俩头上来了。本王倒是不在乎那3瓜2枣，可本王却咽不下这口气。咱俩一个就翻太原，一个就翻西安，虾人他人在京城，啥时候收过咱们的税了？三弟，你莫不是睡糊涂了？你忘了咱们在秦淮河的产业？二哥，你要不说，我都差点忘了。可收税向来是户部的事，与他应天府何干？以前那逆贼胡惟庸手下的头号狗腿子屠劫，这狗东西侥幸逃过一劫之后，摇身一变又成了虾人的头号狗腿子。虾人指哪，这条狗就往哪冲。虾人说要收税，这条好狗二话不说，带着衙役就上秦淮河收税去了，谁的面子都不好使。真想不到，向来只会溜须拍马的屠劫，自投靠虾人之后，那叫一个刚正不阿，铁面无私啊！虾人啊虾人，你不给本驸马面子，那本驸马倒要看看你给不给我那2个大舅哥面子，前界二王的面子，看这回我不让你跪地叫爷呀！我说妹婿啊，这大晚上你这戴个斗笠，又黑纱罩面，二哥看着很是别扭啊。是啊，妹婿，大晚上你这身打扮，要是不知道的，不定将你当成江洋大盗了。不瞒2位哥哥，妹婿我也不想如此打扮，实在是那天杀的狗才欺我太甚。什么人如此大胆，竟敢打我朱刚的妹婿？说出来，三哥给你报仇。本王就藩还未满1年，京城之中就已出现了如此嚣张之人，竟猖狂到连堂堂驸马都惨遭毒手。二哥三哥可能有所不知，那虾人原本是逆贼胡惟庸府上的卑贱奴仆，或许是他家的祖坟冒青烟了，竟侥幸得到了圣上的赏识，这才让他有了今日之尊荣。虾人此人的传言，二哥虽远在西安，却也有所耳闻。父皇对他可谓恩宠有加，这何止是祖坟冒青烟，怕是都烧起来了。不瞒二哥，妹婿也曾有所怀疑，是不是那狗才家的祖坟埋得太好了，才让这狗才平步青云。这小子嚣张跋扈也就算了，此次竟招惹到本王头上来了。待那小子出宫后，二哥带你好好收拾他，让妹婿你见识见识二哥当年的威风。皇上，您宣臣有何事？虾人啊，咱知道你今日与秦王的赌注，是变相告诉咱藩王戍边之策有问题，有大问题。打赌只是臣的玩笑之言，秦王是否辞去藩王之位，又岂是臣一句戏言能决定？其实这其中的隐患咱又何尝不知？可咱既是一国之君，同时也是人父，咱既无心给彪儿留下隐患，也不想委屈了其他皇子。虾人，你向来是个有主意的，你帮咱想想有没有两全其美之法。如此敏感的问题，小子本不应多言，明哲保身的道理，小子也懂。不过这个不方便与皇上聊的问题，与老朱您聊一聊，倒也无妨。不错，你小子以后就把这屋顶当作山坳，将咱当作老朱，咱俩无话不谈。其实圣上的心思，不仅小子能猜出个7、8成，朝中大臣同样也能猜中。也正因如此，圣上当年提出藩王戍边之策时，大多闭口不言明哲保身。那你给咱说说，当今圣上他到底有何用意？以小子愚见，当今圣上之所以让藩王戍边，既迫于无奈，又用心良苦。其一为收拢兵权。大明开元建国之后，大部分兵权仍在将帅手中，军权旁落他人之手，换成任何一位皇帝，都必然要设法收拢军权。其二，防范于未然。应天如有不测，手握重兵的藩王，自然可以调转枪头，进京诛杀叛逆。其三，可怜天下父母心，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唯有亲子情，一步一回顾。当今圣上固然手掌乾坤，可帝王也是人，亦有舔犊之情。唯有亲子情，一步一回顾。是啊，世人皆知他的出身，他也从未修饰过自己的身世，更不屑如李世民一般攀宗认祖，沦为千古笑柄。他本就是怀幼一布衣，出身贫寒，居无片瓦遮身，食无半点残羹。爹娘世世被迫卖身财主家，只为求得2尾芦席9尺荒地为爹葬身。他当过和尚敲火钟，居无定所要过饭。他饱受世间所有大悲大痛，他不肯向命运低头，是要给天下百姓打出一片太平世界。可他也绝非圣人，一样有自己的私心。他也想给自己的老婆孩子挣出一份永世富贵，这就是那有血有肉，有大喜大悲，有公心也有私的朱元璋。就连庙里的菩萨也端坐庙宇，享受世人香火。我等身处凡尘，又何来完人？当年刘伯温临终前说过2句话，让咱百思不得其解，至今也毫无头绪。不知是哪2句话，竟能让您迷惑至今？3年前刘伯温病重，咱前往刘府探望，并告知了让皇子为国戍边的想法。不出所料，刘伯温听闻此事极力反对，激动之下拒客不止。良久之后，他才目视北方，缓缓道出了18个字。咱当时虽不解其意，可这区区18个字竟让咱毛骨悚然，忙问其原因。可刘伯温说完便口吐鲜血，陷入昏迷。
程义博他到底说啥了？由南而起，至北而中，一碗定天下，一省了残生。若说这18字咱多少还能参悟1、2的话，那3日之后，刘伯温临终前死死抓住咱的手说的另外16个字，就更让咱百思不得其解了。不知程义博临终前又说了哪16个字？天眼四九，人遁其一，一心降临，万事太平。上一句话算出了大明的结局，下一句话10有8九说的就是我瞎人。世间上当真有如此神人？之前咱也仅是对前一句话稍有参悟，直至今日你无意中提及藩王戍边之事，才让咱蓦然想起刘伯温留下的这2句预言，终于让咱豁然开朗。莫非老朱仅凭刘伯温留下的2句预言就猜出我的一切？您都知道了。刘伯温这一前一后2句话，让咱彻底明白了，这藩王戍边之策的隐患，只有你才能彻底消除，也只有你能保我大明万事太平。能否保大明万事之太平，小子不敢保证。但让我大明旗帜插遍世界，让苍穹之下尽是我华夏子民共拜同一先祖。好了好了，虾仁啊，你说的这些都是以后的事，咱还是先谈谈藩王戍边之事吧。来，坐下说。一不小心跑偏了，幸好老朱你提醒。你小子哪都好，就是有时话太多。咱让藩王戍边的初衷以及藩王戍边的隐患，你小子可是一清二楚，想必也有不改咱的初衷，而又能消除隐患的办法，对吧？若不改初衷，又能消除隐患，办法只有一个。什么办法？快说！将现在及未来的所有藩王一概分封于大明之外。如此，所有藩王不仅能得永世富贵，更能龙吟9天，蜕变为真正的王，同时也能让我大明无穷无尽的扩张下去，直至占有整个世界。分封于大明之外，虾仁啊，咱如今已50有2，这时间还来得及吗？太子朱标一直伴随咱左右，其才具人品不说古今少有，却也算出类拔萃。若是咱2眼一闭，你觉得彪儿他能否当此大任？太子殿下宽厚睿智，又肯虚心纳言，将来定是一位有为君主。只不过，就算太子殿下的才能手腕与您不分伯仲，但做此事也比您这开国之君困难得多。这是为何？原因很简单，其一，开国帝王之威望，后继之君难以望其项背；其二，开国将帅之勇猛，天下无双；其三，开国第1代藩王多有鸿鹄之志；其四，开国士卒之锐，独步天下；其五，开国百姓之刚烈，乃国之脊梁。帝王之威，将帅之勇，藩王之志，君族之力，百姓之刚。虾仁啊，你所说的这些尽是事实，不过以咱如今这把年纪，你所说的那些当真能在咱朱元璋活着的时候得以实现吗？老朱啊，您可是在历朝历代都排上号的长寿皇帝，这50出头才哪到哪啊？您放心，小子向您保证，在您的有生之年定能得以实现。若是做不到，大不了在您闭眼的时候，小子陪您一道去也就是了。反正那时我也没脸再活着。你他娘的净说胡话！若在咱有生之年办不到，不是还有咱的彪儿吗？您不是一直对那些淮西勋贵感到头疼吗？与其让他们闲得发慌，祸害咱大明百姓，倒不如让他们去祸害别人，并且随您开国的这一批将帅，尤其能征善战。不说汤徐二帅、宋国公冯胜、曹国公李文忠、西平侯穆英、颍川侯傅有德、永昌侯蓝玉，随便拎出一个，皆是将帅之才，吊打那些异国他邦的所谓将领，不过等闲之间。更别提我大明还有唐圣宗、陆仲亨、费巨曹振等一大批悍勇无比的将才，得趁他们尚未老木，还提得动刀，咱们得抓紧干呐，时不我待啊，老朱。二哥，横竖不过是区区1点银两，你又何必？老三，你不想参与此事也由得你，在一旁看戏就行，其他的事无需多言。三哥放心，那虾仁横竖也不过是个臣子罢了，又能奈二哥如何？莫非狗胆包天敢给二哥颁奖不成？大人，不好了，涂大人他又被打了，咱们的人也全被扣在秦淮河的花船上了。涂杰奉本府命令前往秦淮河收税，何人如此大胆，竟敢殴打于他？回大人，涂大人率卑职等人前往花船收税，行至最大的一艘花船时，恰巧遇上了秦王、晋王2位王爷，还有一位戴着黑纱斗笠的神秘之人。恰巧遇上，涂大人见时有蹊跷，对2王见完礼后，原本想律卑职等赶紧离开，可谁知那戴着斗笠的神秘之人上来就是一拳，涂大人瞬时就被打翻在地，卑职等也不敢反抗啊。秦晋2王身份显贵，嚣张一些也就罢了，那戴斗笠之人到底是他娘的何方神圣，竟也如此嚣张？涂大人有没有提本府的名号？提了，可提了之后，涂大人反而被打得更惨，躺在地上都爬不起来了。老朱啊，老朱，你可别怪我，实在是您儿子太嚣张了，若不治抑制他，我这应天知府也就别干了。二哥，妹婿今日可算见着您的威风了。虾仁那狗才气焰如此嚣张，
就得您来治医治他。那狗才倚仗父皇对他的宠信，收税竟收到本王头上来了。若是本王视若罔闻，无动于衷，叫本王的面子往哪搁？就算要收税，也该是户部的事，与他瞎人何干？俗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今日本王还就打了他的狗腿子，看那狗主子能奈本王如何？无旨意擅自收税，哼，真是好大的狗胆！二哥说的极是，这狗才擅自收税，明日让我爹参他一本，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弹劾就不必了，给他顿教训，让他长长记性也就罢了。二哥，这么好的机会，怎可？我说妹婿啊，你是不是被打出脑机来了？为此事弹劾虾人，你是怎么想出这绝妙主意来的？三哥何出此言？亏你还是堂堂驸马，竟连这么浅显的道理也不明白。韩国公的脸算是让你丢尽了。见过秦王殿下、晋王殿下。哼，本王可不敢受堂堂应天知府大人的礼。虾人，你刚刚的话是什么意思？本府原本以为，身为韩国公之子，就算不是人中俊杰，也该是个中翘楚，却没想到竟是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大草包一个。你别急，秦王殿下不便明言的话，由本府替你解惑也是一样。秦淮河是什么地方？秦淮河上的花船又是哪些人的产业？若是捅破这层窗户纸，闹得人尽皆知，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想必驸马不会不知吧？你既详知秦淮河众多花船的底细，想必也该明白此刻你身处的这条花船乃为何人所有吧？潘云将涂大人扶下去，请大夫给他治伤。3天2头被打，真是辛苦了。虾人，这里恐怕还轮不到你颐指气使发号施令吧？若是秦王殿下不想将事情闹大的话，最好还是让在下发号这个施令。若是本王不准，你又要怎样？潘云执行命令，我看谁敢动。虾人啊虾人，你可真是胆大包天，竟敢对秦王殿下如此无礼，你该当何罪？谁敢阻拦，不必留情，一切后果本府承担。好胆，真是好胆！幸好李琦提醒，否则本王今日还真有可能要吃个哑巴亏。出来！二哥，你这又是何必？非要将事情闹大，你才甘心？三哥，所谓脸面大于天，二哥堂堂藩王之尊，又怎能容这小小之徒如此欺辱？自进门之后，就数你他娘的话最多，煽阴风点鬼火，唯恐天下不乱。若再嚎一句，本府便将你另一条腿也打断。驸马爷提醒殿下早做防备，的确有先见之明，就是不知驸马爷他有没有提醒殿下您在下手里有这个。重八啊，你该不是着凉了吧？要不宣太医给看看？不必，别他娘的没病，倒是给那遭瘟的太医诊出病来。玉儿，命人熬碗姜汤端过来。是。呵呵，还是妹子对咱最好，这辈子不够，下辈子咱还要讨你做我朱重八的婆娘。都一把年纪了，瞎说什么呢？你的妹子再好，也没小姨子叫你一声姐夫好。什么姐夫不姐夫的，小姨子再亲还能亲过自己的婆娘不成？那啥，妹子，咱还有些奏折没批完，今晚就不在这安寝了。行，身体重要，可别操劳太晚啊。臣妾恭迎皇上。呵呵，咱还是喜欢另一个称呼。臣妾恭迎姐夫。皇上，北至又要是禀报，这大晚上的有啥事？禀皇上，秦王、晋王两位殿下继驸马的妻与灵德殿大学士应天知府虾人在秦淮河起了冲突。到底怎么回事？老二、老三怎么会和虾人起冲突？还他娘的在秦淮河起冲突，他们还要脸不要？禀皇上，冲突的起因密探还在查探之中，但据密探紧急上禀，秦王率随身亲卫，虾人率应天府衙役，两拨人马一时剑拔弩张，并且驸马的妻竟被虾人打断了一条腿。那狗东西三番四次夜游秦淮河，丢尽了咱的老脸，被打断一条狗腿也纯属活该。还他娘的愣着干啥？还不快去将那几个混账东西给咱押进宫来！遵旨。姐夫，别生气了。哎，改日吧。区应天知府竟手握尚方宝剑，还有便宜行事之权。没想到父皇对你如此宠信，也难怪你有恃无恐，直面本王却丝毫不虚。事情到了如今这个地步，本王就算为此丢掉王位，也绝不认输。秦王殿下，你以为圣上是因宠信在下才赐便宜行事之权？你真以为在下没有这便宜行事之权，直面殿下就该惶恐无地？你只不过投了个好胎，这才让你有了恣意放纵的资本。论勇，你不及身经百战的将帅；论智，听别人3言2句便落入他人构中；论人，就分西安，你又何曾关心过治下百姓的死活？住口！你算什么东西？不过是奴仆出身，有何资格教训本王？奴仆出身那又如何？位卑未敢忘国忧。在下虽出身尘土，又有何低贱之处？
道是殿下，你若不改你的脾气，瞧不起所谓的奴仆倒也罢了，若是视奴仆如同猪狗，怕是难以善终啊！大胆！你竟敢诅咒本王！来人，拿给我！别急，若非不想看到圣上白发人送黑发人，你是死是活，又与我何干？虾仁这话什么意思？他既能预知将于今年诞生皇子的性命，肯定非于常人。二哥，你听我说，刚刚那番话，虾兄似乎意有所指，能否明言相告？所谓是穷而起，是盛而衰，是若用尽，必有殃哉。这几句话别无他意，就当是在下的忠告。两位殿下若是不信，当在下没说。什么狗屁殃哉！本王才不会信你的鬼话。放心，在下马上就会让秦王殿下知道什么叫做殃哉。什么意思？莫非你还敢对本王放肆不成？事已至此，在下当然要向秦王殿下讨个说法了。两个问题，其一，应天城内的所有赌坊妓院花船必须缴纳商税，包括殿下脚下的这条花船也不例外。其二，应天府程图杰奉本府命令前往秦淮河收税，却无故惨遭殴打，驸马李琦已现身说法。秦王殿下，您是不是也得给在下一个说法？不过区1点银两罢了，就当本王施舍给你了。本王是何等身份？别说教训这狗腿子一番，就算错手杀了他，又能如何？若你虾仁不服气，尽管入宫告状。至于本王的说法，哼，伤而不死算他命大。住手！虾仁，此仇不报，本王誓不为人。你给我等着，待本王养好伤，定要让你百倍奉还。老二，我们走。殿下留步，皇上有旨，令卑职留你奶奶个腿！你是让本王留在这丢人现眼吗？若再敢多嘴，信不信本王挖了你那鬼鬼祟祟的狗眼？殿下息怒，卑职也只是奉命行事，望殿下体念下情，别让卑职为难。本王倒是想体念下情，可谁来体念本王的下情？如今这副模样，你叫本王有何颜面面见父皇？二哥冷静点，不就是面子上的事吗？二虎奉命前来，二哥若是不去，父皇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二哥若怕失了面子，不妨见妹婿斗笠一用。老二，咱若是没记错的话，这斗笠似乎是咱那好女婿李琦之物吧？这才没过几天，就被老二你用上了。老二，你可真能啊！父皇，这虾仁不仅打断了妹婿的一条腿，还趁儿臣一时不备，将儿臣打成这样，此了胆大妄为，枉视尊卑。儿臣恳请父皇将其治罪予以重处。李琦那狗东西身为驸马，却屡次夜游秦淮河，咱早就想打断他的狗腿。老二啊，你这脸肿成这样，一定很疼吧？疼倒是有一点，但儿臣还扛得住。扛得住就好啊。你还有脸嚎？先不说这是谁是谁非，好歹你也是镇守边疆要塞的一方藩王，就他娘的这么容易一时不慎被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臣揍成这个熊样，是不是下一次你又来个一时不慎，被陕甘残垣余孽，杀个片甲不留？禀皇上，此事也不能全怪秦王殿下，臣多少也有点责任。看看人家虾仁多有担当，你们两个给咱好好学学，谨遵父皇教诲。咱不管你二人谁是谁非，总之此事到此为止。虾仁，你先回去歇着吧。臣告退。父皇，您对虾仁是不是太骄纵了？年纪轻轻，身居高位也就罢了，竟还赐他便宜行事之权，以至于让他无所顾忌，胆大包天。父皇，这么多年稍有不对，您对我们非打即骂，何曾有过半点柔情？父皇，那虾仁是不是您的私生？说呀，咱们停下了，想问什么尽管问，实在不行，你也可以学那李世民送咱当个太上皇得了，反正你俩都是排行老二。二哥或因今日大损颜面，为此口不择言，还望父皇息怒。颜面，又是他娘的颜面！若不是咱，你有个屁的颜面！你们只看到咱对虾仁极尽恩宠，却不知道虾仁为大明江山，为咱家都做过什么。若不是虾仁，你们娘怕是已遭吕氏毒害；若不是虾仁，你们的大哥恐怕也要先一步离咱而去；若不是虾仁，逆贼胡惟庸谋逆之事，这个江山还能不能姓诸都还是未知。若是你们有虾仁2成本事，咱得少操多少心呐！父皇如此夸赞那虾仁，那虾仁不就是踩爆了高丽王子的卵蛋吗？儿臣听闻找蛙国王子此时也身在鸿胪寺，儿臣明日就去踩爆他的卵蛋。人家虾仁那是另有深意，你去踩爆找蛙王子的卵蛋，有什么深意？就为了听个响？深意，他虾仁哪来那么多深意？儿臣认为那虾仁本就天性暴虐，他就是容不得别人欺负他的婢女，这才份踩爆了高丽王子的卵蛋。有了您给的便宜行事之权，怕是连高丽国王的卵蛋他都敢用来听个响。父皇息怒，二哥他，哎，唯有亲子情，一步一回顾啊！咱上辈子怕是欠了你们的。老二老三，听完咱这几点，或许你们就能明白了。其一，若是虾仁此人生于元末，那这江山必定为其所得。其二，虾仁此人天纵之才，堪称绝世妖孽。其三，有此人在，
最少可保大明800年江山稳固。其四，有此人在，你们才能成为真正的王。这老猪也一把年纪了，竟能一巴掌把秦王干翻，怪不得七老八十还他妈能生娃。看来我也得提升战斗力啊！将来不说横行沙场，就算为了不久之后的倭国之行，也得苦练刀法。要是到时砍倭处脑袋，当众卡壳了，这不是丢人吗？谁？是谁他娘的在外头装神弄鬼？有鬼啊！王爷，这一局您怕是岌岌可危了。王爷虽是执旗之人，可您的心此刻却在这棋盘之外啊！在这方寸之间，本王可为执旗之人；可在这方寸之外，本王又何尝不是别人的棋子？本王最崇敬之人是封狼居胥的将中之神冠军侯霍去病。本王渴望着有一天能策马扬鞭，率我大明锐士横扫荒漠，与蒙元祖帝龙城祭天，告慰我华夏历朝历代守土开疆的无数英魂。王爷胸怀宇宙之心，深藏伟略雄才，当主天下。宇宙之心，不瞒大师，就在昨日之前，本王亦是如此认为本王的宏伟气魄，古今少有人及。可直至今日，本王才豁然醒悟，不论是本王也好，父皇也罢，依然身处这3界之内5行之中，目光所及之处，也不过在这方寸之间。所谓天下为盘，苍生如棋，又有谁能跳出这棋盘之外呢？天下有多大，苍生何其巨，这棋盘之内不过区区方寸，而在这棋盘之外，还有更为广阔无垠的天地。王爷身处棋盘之内，又如何知晓棋盘之外的世界？佛语有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王爷若想跃身于方寸之外，须先得成为这方寸之主。若无法执掌方寸，王爷你也不过是这棋盘之上的一颗棋子罢了，又何谈其他？可这世界的确很大，大的着实令人难以想象。今日终于被本王尽收眼底。王爷，您何出此言？若非亲眼所见，本王绝不相信世间竟有此神物，竟能将广阔无垠的世界尽数录于一张地图之上。什么？王爷您说的是世界地图？没错，若非此图出自虾人之手，若非本王异常详细的观摩了一番，本王又何尝相信世间竟有如此神物？虾人那世界地图比本王深研过的任何一张地图都更为精细，精细到连一国的一城一镇都尽数罗列其上。若非此言出自王爷之口，小僧也绝难相信这世间竟有世界地图的存在。刚刚王爷你说，若非此图出自那虾人之手，您绝难相信此图为真。小僧不解，为何王爷您竟如此笃信此人？虾人出身奴仆，从未蒙学，但其展露出的才华、眼光魄力，却让本王既感疑惑，亦自叹不如。此人其心之大，其志之广，本王亦远不及也。不瞒王爷，自此人蓦然列足于朝堂之日时，小僧就已留意此人。不得不说，虾人此人的确可称为当世之英才。若王爷您能结此人之心，得此人相助，又何愁大事不成？怕为时已晚。本王最遗憾之事，就是无缘于父皇之前结识此人。王爷不必引为憾事，此人必为王爷所用。哦，莫非大师有办法能让虾人为本王所用？虾人所住乃原右乡汪广阳之府邸，九族被诛，有鬼遂作怪异属常情。出家人慈悲为怀，虾府闹鬼，小僧又岂能袖手旁观？公子，您这是？昨日府内是否采购了鳝鱼？禀公子，厨房采办皆由后厨三胖负责，也确有采办鳝鱼此物。三胖昨日可来过这院中？禀公子，昨日下午，一只老母鸡不知何故，竟从后厨逃脱飞进了公子院内。三胖随之追赶而至，抓了小半刻钟才将鸡给擒住。本以为是厉鬼作祟，没想到竟是厉鬼作祟，庙都差点下了出来。公子，府外有一位和尚求见。和尚不好好待在庙里吃斋念佛，跑这来干甚？不见。是公子，小的这就打发他走。等等，外头那和尚有没有说为何事前来？那和尚只说能让公子您晚上睡个好觉，小的问其缘由，那和尚便闭口不言。不过那和尚模样甚是怪异，身着黑色僧服不说，还长着一双倒三角眼，看似不像好人。将这和尚带入客厅，本公子随后就到。是公子。昨夜府内闹鬼，今日和尚临门，办事效率果然不一般。身着黑袍，倒三角眼，如此明显的特征，妖僧想必是你没跑了。昨晚差点将小爷吓尿，你他娘的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老和尚一大早登门求见，莫非想要还俗？看中了哪个庵里的尼姑，尽管说，本府替你做主。小僧姚广孝见过虾永伯，此来若是本府猜的不错，大师此行是上门驱鬼的吧？小僧昨夜见吴府上空阴云凝而不散，似有厉鬼作祟，出家人普济众生，此行却为驱鬼而来。带进来。老爷，人已带到。这只钱袋是从其房内专放内搜到的，内有纹银300两。
三胖啊，是你自己交代，还是代班过奖之后再行交代？怎么不说话？莫非忘记了？要不送你去应天府刷洗刷洗，或许能让你想起什么。小的再也不敢了，求公子饶命啊！趁大师在此，将事情原本的说出来，也好方便大师抓鬼不是？是，小的交代全部交代。前日小的出门采购，一位蒙面人拦住小的，给了小的300两银子，让小的设法在您房间门框处沾上黄鳝血。小的经不住诱惑，猪油蒙了心，便答应了他。果然是祸起萧墙破金汤，古人诚不欺我，挖个坑埋了吧。小的即刻去办。公子饶命啊！小的再也不敢了，饶命啊，公子！若是些许过错，本府可以容忍，但本府绝不容忍背叛，特别是为了银子而背叛之人。老和尚出家人慈悲为怀，你是否前去为他超度一番？大人说笑了，卖主求荣之辈必将堕入阿鼻地狱，超度一事无用。卖主求荣会堕入阿鼻地狱？那不知装神弄鬼之人死后堕入哪一层地狱？拔舌油锅，亦或是孽境地狱？大人若是无需小僧驱鬼，小僧告辞就是。姚广孝生于至元元年，又名天锡，法名道衍。14岁于苏州妙智庵出家为僧，后拜道士习英真为师，知阴阳术。相士袁拱为其相面，评价此人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是杀刘秉中刘也。大人，像是袁拱所言，您从何处得知？周天子有九鼎，楚王问之，其意不在周王之鼎，而在天下。大师此行乃为实现自己的一句诺言，送人一顶白帽子的诺言。因此，大师此行名为驱鬼，实为引本府入垢，意在天下。呵呵，可笑小僧常自比诸葛张良，今日才知小僧不过是赵括之流也，千错万错皆错在我姚广孝一人。要杀要剐，但凭大人发落，唯愿大人别迁怒旁人。出身为王，又身具雄才伟略，渴望白帽盖顶，执掌天下，本府能够理解。但雄才伟略并非只有燕王一人，当朝太子开颜纳谏，行事果断，又何尝输其半分？大名虽大，白帽子却只有一顶，更是早有所属。因此，白帽盖顶只能成为燕王殿下的一场清梦罢了。大人所言不错，如今这顶白帽子却有所属。但若是这顶白帽子的主人突然薨逝，敢问大人可否相助燕王殿下成其大事？姚广孝就是姚广孝，果然是一代妖僧。一代妖僧，这称号小僧很是喜欢，多谢大人。不过，大人似乎还未回答小僧的问题。燕王朱棣虽有雄才大略，但其子孙却少有争气之人，还是放过大名吧。本府事先声明，但叫本府活着，绝不容任何人谋算太子殿下。若太子殿下如有不测，本府定诛你姚广孝满门，鸡犬不留。燕王目前唯一子嗣朱高炽，如今也才半岁。大人，您为何断言燕王子孙非那争气之人？这个问题无需向你解释，你只要知道一点：大明绝不是你姚广孝兴风作浪之地，本府也绝不容许万千将士死于内战之中。世间最大的遗憾，莫过于身怀屠龙记却无施展之地。因此，博古通今又身怀屠龙记的你，不甘埋没一身所学，不惜搅动风雨，也要送人一顶白帽子。大师一生之所求，无非是为了证明自己罢了。大师，本府可有说错？没想到世间懂我姚广孝之人，不是我所推崇的燕王殿下，却是大人您。得一知己，唯愿一族，是以至此能死于知己之手。小僧死而无怨。你所做的一切，无非是想向世人证明自己的绝世之才。老和尚涂炭生灵，亦非你所愿，又何必非要在大明折腾呢？退一步说，就算你能扶燕王荣登95又如何？就算你无视世人唾骂，但你所得之名，亦无非是张良诸葛之志，防杜之才罢了。若能有此美誉，小僧亦不枉此生，更不负一生所学。老和尚此言大谬，你乃妖星转世，仅这区美誉，又如何能配得上你？要干，咱就干场大的。干他个惊天动地，轰轰烈烈！世界很大，异国他方数不胜数。大师不妨先为自己定个小目标，比如先将大明周边各国通通祸害一遍，由东到南，再由西到北，岂不快哉？由东到南，再由西至北，哪怕以一己之力，致使2、3个国家亡国归大明所有，那小僧必将光耀千古，名传万世。小僧目光短浅，所及之处不过方寸之间，若非大人当头棒喝，小僧险些误入歧途，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总算搞定了这根搅屎棍。高丽王子那个草包，小爷踩爆了你2颗卵蛋，送你一根搅屎棍，助你一臂之力，也算对得起你了。大师，你生来就是要成就一番大事之人。所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不知大师准备从何处入手？暂时还未有头绪，待小僧思虑一番过后，再做决断。谋定而后动，虽可成其大事，但有时也误了天赐良机。现在于大师来说，就有一个绝好的机会。
鸿胪寺有一个大草包，此人乃高丽王子，深受高丽王宠爱，以大师高深莫测的手段，想必不难获取此人的信任。大师不妨就拿高丽练手如何？大人说的高丽王子，莫非是被您给？自古残缺之人，心性比之常人大为不同，攻其弱点，得其信任，可谓易如反掌。若小僧猜得不错，那高丽王子此生最恨之人，必非大人莫属，而这一点是其最大的弱点。若小僧以此作为突破口，那高丽王子必将小僧以为心腹。大师不愧是大师，目光果然敏锐，片刻之间便以密的良机，佩服佩服。大师不妨再说的详细一些，本府也好向你学习学习。大人您太谦虚了，咱俩共同研讨，相互磋商也就是了。这第一步，自然得先取得那高丽王子的信任，利用他对您的仇恨，劝其夺取王位。登上王位之后，先挑唆他尽数诛杀朝中文武重臣。到这个地步，高丽内朝外必将废反迎天。小僧则隐居幕后，煽风点火，令高丽局势失控。待其国内两方人马拼个你死我活，元气大伤之时，就是我大明一举鲸吞高丽之时。若一切进展顺利，无需3-2年，高丽必将融入我大明版图。大师不愧为妖星转世，天生祸害，区区几步便基本宣告了高丽小国的终结。单凭此功，大师就已远超诸葛盖压防度矣。不过这所有的一切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如何才能取得高丽王子的信任。大人放心，论及祸乱天下，小僧绝不下于赵高之流。取信高丽王子于小僧来说，不过区区小事，大人尽管放心。昨夜你他娘的装神弄鬼，差点将小爷吓尿，想轻易脱身门都没有。不行，此事关乎大师宏伟之志，本府又岂能大意？为了能彻底取信那高丽草包，只能委屈大师你上演一出苦肉计了。来人，将这装神弄鬼、不知死活的老秃驴拉下去重抽50鞭，再将其扔出府去。大师，你不是去虾仁府上驱鬼吗？怎么弄成了这副模样？驱鬼，小僧都不知道那位虾永伯到底是人是鬼。王爷，白帽子之事，你可有向旁人提及？大师何出此言？本王又非3岁之子，何时当说，何时不当说，又岂会不知？此事本王绝未向任何人透露分毫。白帽子是贫僧说要送的，野心的种子也是贫僧为燕王亲手种下的。看来为了贫僧的宏伟之愿，必须让那颗已然发芽的种子胎死腹中。王爷，若你依旧惦记着那顶本就不属于你的白帽子，小僧说不得就要亲自告发于你了。找上门送本王白帽子的是你这老秃驴，如今威胁要告发本王的也是你这老秃驴，你他娘的莫非将本王当作面团任你这老秃驴揉捏啊？王爷，不说当今太子储君之位稳如泰山，就算太子被废，还有秦王、晋王2位殿下，王爷你又何必再抱此幻想呢？幻想？你他娘的这个时候给我谈幻想啊？昨日你这老秃驴还信誓旦旦的给本王说，生而为王又怎能没有梦想？这才过了几个时辰，梦想又生生变成幻想，天下谁人都可告发本王，就你这老秃驴没脸说这种话。王爷，您先别激动，要不咱们手谈一举，慢慢详谈可否？还他娘的手谈个屁！有话直说，本王也算是看清你这老秃驴了，除了故作高深、装神弄鬼蛊惑人心，其实屁本事没有。亏你还舔着脸跑来质问本王，是不是本王将白帽子之事泄露出去？依本王看，定是你这老秃驴装神弄鬼之事露出了破绽，被虾人识破，严刑拷打之下为求保命，这才卖了本王以求苟活于人世。本王早就提醒过你，虾人何等人物，些许鬼祟手段定能识破。小僧也没想到虾永伯竟能如此迅速便已识破，但小僧从未出卖过王爷，若王爷不信，小僧可以对佛祖发誓。不管是谁说的，虾人怕此时已进宫向父皇告发本王图谋不轨了吧？王爷，您误会了，虾永伯并未有告发王爷之意，只是让小僧转告王爷，让您打消不切实际的幻想，不想看到大明有内乱发生。虾永伯还说，若王爷您依旧心存幻想，便让小僧转告您一句话：天下何其大，静待时机便可，绝不会枉负王爷您的雄才伟略。雄才伟略？虾人他即对本王有如此之高的评价，为何不相助本王？不敢欺瞒王爷，小僧亦曾就此事问过虾永伯。那虾人是怎么说的？虾永伯说，雄才大略并非王爷您一人，当今太子亦何曾输您半分。其二，虾永伯似乎并不看好您的子孙。本王长子如今已不过半岁，他说这话未免太过武断。王爷，绝非小僧妄言，世间但叫此人在，您绝无丝毫机会。不过小僧觉得虾永伯有一句话异常在理，世界很大，王爷英明神武，雄才大略，该当鹰击9天，翱翔于大明之外。小僧就此告辞，王爷保重。静待时机，翱翔于大明之外。虾人啊虾人，本王是该感激你还是该怨你？
夫君，妾身刚看见道衍大师满身伤痕的离去，发生何事了？妙云，高赤仅仅半岁就如此肥胖，望之不似常人啊！自今日开始，无论他再如何哭闹，都得给他断奶，一日3餐10小米粥便可。韩王子，这应天城内稍有名气的大夫都几乎请遍了，但已稀碎就剩点皮了，割了吧。哥，你这老东西除了劝本王子割了，还是劝本王子割了，你为何不割了你自己那玩意？韩王子，大明的太医可是说了，若是不割开那里的皮囊，取出其中的蛋黄，今后或许连小姐都将受到影响，还请韩王子速决。本王子一生就2个爱好，喝完酒玩女人，如今都没了，还在乎区小姐？姓夏的狗屁知府，若不能将你剥皮抽筋点天灯的话，我心寒，誓不为人。禀王子殿下，萧尚书，鸿胪寺外有一和尚求见。和尚，本王子还没死呢，用不着超度，让他滚。韩王子息怒，老夫常常听闻大明时有高僧普济世人，或许他能有办法为您疗疾，也犹未可知。那和尚说什么了？有没有说为何事前来？禀王子殿下，那老和尚说为您疗疾而来。混账东西，那还愣在这做什么？还不赶紧将大师请进来！小僧见过王子殿下。大师免礼，大师说能为本王子疗疾，此话可是当真？面对心寒的迫切，姚广孝故弄玄虚的点了点头，继而又摇了摇头。大师这点头又摇头是什么意思？莫非存心消遣本王？小僧此行既为王子殿下疗疾而来，亦为自身疗疾而来。何意？不瞒王子殿下，小僧身上这满身鞭痕，皆拜那应天之福所赐。小僧闻王子殿下亦曾遭受此人毒手，同是天涯沦落人啊！那姓虾的狗东西，竟连和尚也不放过！不知大师可有妙法，能让小王这胯下之物恢复如初？小僧略懂岐黄之道，还请殿下将被子掀开，小僧先看看伤势轻重。拜托大师了。大师可还能治愈？阿弥陀佛，除非佛祖亲临，否则绝无治愈的希望。中原向来有句俗话，断人子孙根犹如刨人祖坟。大师说的不错，不报此仇，我心寒是不为人。小僧亦无故遭其鞭击，又何尝不恨此人？但此人深受当今圣上宠信，殿下与我若想报此血海深仇，又谈何容易？除非什么？还请大师直言相告。那应天之府虽深得当今圣上宠信，但与江山社稷相比，却又不值一提。若殿下能成为高丽国王，再以辽东安危相要挟，迫使大明皇帝交出此人，以解辽东之危，那姓夏的狗才定将落于殿下之手，任由殿下炮制。若是未发生此事，小王尚有机会继位为王。可现在小王已成废人，父王就是对小王再宠信，也绝不可能。殿下是人中龙凤天骄之辈，天纵奇才，实乃是千年难得一遇的雄主。高丽若得殿下为主，必将横扫八荒陆河，令举世震惊。可惜殿下却遭此重创，无缘执掌高丽，真是天不佑高丽啊！没想到最知小王之人，不是父王母后，不是高丽臣将，而是大师你。不瞒大师，小王深藏大才，若就此埋没，实不甘心。小王想当高丽国王，大师可否教我？此人果如夏永伯所言，的确是个草包，竟如此轻易入垢。佛语有云：世间无不可为之事，亦无不可成之事。殿下虽痛失胯下之物，但亦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所谓万恶淫为首，如今殿下更是搁住明志，今后不为美色所扰，定能更为专注于国事。试问天下间还有谁是殿下您的对手？试问高丽国王舍您其谁？大师乃得到高僧目光如炬之人，自能洞察其中优劣。可是人又怎会明白小王的一番良苦用心？不瞒大师，我那几位兄长可谓草包至极，若是继位为王，高丽早晚葬送在他们手里。就算不为报虾人之仇，我那几位草包兄长也必须死。希儿，现在知道你那未来的夫君有多猛了吧？别看你爹征战沙场勇猛无敌，但再猛也不敢动秦王一根手指头。那小子将堂堂秦王痛揍了一顿，竟还能乘龙撵回府。你爹今日也算定上，也算开眼了。爹，您胡说些什么呢？人家可还没答应呢，怎么就成未来夫君了？闺女儿，俗话说打铁要趁热，办事要趁早。走，爹这就带你去虾府走上一遭，先让咱的宝贝女儿长长眼。若是你们王八看绿豆，呸呸呸！若是你俩看对了眼，咱们就尽快把婚事给办了。爹，女儿又不是嫁不出去，哪有你这样上杆子送女儿的吗？不和你说了，女儿练剑去了。这丫头横竖不都那么回事吗？有什么害臊的？不过若曦说的也颇有几分道理。
若是上杆子便宜了那臭小子，不就显得我蓝玉的女儿太……来人！老爷有何吩咐？你手持老爷的名帖，前往虾府走一趟，就说老爷我请他喝酒。是老爷，小的即刻去办。皇上，万事都能依您，但虾人这事咱可不能听您的。什么？招虾人为驸马？妹子，你这么惊讶干啥？莫非虾人不入妹子你的眼？这根本就不是愿不愿意的事。大闺女、二闺女都已成婚，三闺女如今也才12岁。重八，你怕是犯糊涂了吧？咱还以为啥事呢？安庆12岁咋了？暂时成不了婚，先订婚总成吧。虾人如今已年过16，待三闺女及笄，虾人都快20了，这不是耽搁了人家吗？妹子，你是不知道，若咱不将婚事先定下来，待安庆及笄，那小子怕都成别人家的女婿了。那蓝玉也不知哪根筋搭错地方了，竟他娘的也瞧上了那小子。咱若是不下手快点，用不了多久，那小子怕是得管蓝玉叫爹了。蓝玉是咱们彪二的舅父，虾人就算成了他的女婿，不还得喊咱们彪二一声表哥吗？表哥再亲，还能亲得过大舅子？真是妇人之见。那些淮西勋贵之间的关系本就盘根错节，若是虾人这小子成为其中的一员，这叫咱又如何能放心得下？虾人不仅心有猛虎，更具大才，是咱留给彪的一根擎天之柱，待咱归天之后，用来制约那帮人。重八，我也不知该说你是深谋远虑，还是该说你是胡思乱想。虾人心存设计，成为了淮西老弟兄的女婿，反而能更好的制约他们。而包二的能耐，你这个当爹的比任何人都清楚。满朝文武，哪个不对包二服服帖帖？一切深看，包二他比起重八你也丝毫不弱。行了了，咱就说实话吧，也免得妹子你总是以为咱疑神疑鬼。咱就是觉得咱儿子们挑的媳妇还都不错，可招的2位驸马却都不尽人意，这他娘的不是让人看咱笑话吗？咱必须拿下虾人。你确定那虾人是在升堂问案，而非故意搪塞本侯？禀老爷，小的刚刚故意绕到应天府衙，夏永伯此时的确在升堂问案，而非有意搪塞侯爷。去，将小姐唤过来，就说老爷带她出门转转。老爷，是否需要准备马车？老爷带小姐出门溜溜，坐个马车还他娘的溜个屁啊！还不快去！是。升堂问案，也不知道你小子是不是那块料。臭小子，你可千万别当着咱家闺女的面丢人现眼啊！大胆！见知府大人今立于堂上，还不下跪参拜？人家是来鸣冤的，不是前来参拜老爷的。搬个凳子来。是大人。大人，民妇儿子死的冤枉，还请青天大老爷还我儿一个清白公道啊！大娘，您先别急，若真有冤情，本府定为你讨回一个公道。您坐下慢慢说，越详细越好。谢大人，我儿半年前用存下的积蓄买了1头黄牛和1辆牛车，闲时可以帮人运送货物，挣点钱财贴补家用。半月前帮隔壁家拉些酒肉棉被回村，可行至县中一处偏僻岔路时，却见一老妪趴伏在地。我儿心善，上前扶起，却被老妪一把抓住，说被我儿牛车所撞，继而大声哀嚎。片刻功夫，那老妪家小赶到，将我儿毒打一顿，夺走牛车黄牛之后还不罢休，还要我儿赔偿。我儿不从，他们便将我儿诉之江宁县衙。哼，胖子啊！那县令老爷仅听信那老妪一面之词，当场判决我儿赔银20两，让我儿百般解释亦是无用。那县令仅一句话，便让我儿虽满腔悲愤，却又哑口无言。那江宁县令说的什么话？若非你所为，那你何以搀扶？你说非你所为，何人可以为证？话罢，便勒令我儿5日之内须得赔付那老妪纹银20两，若为期便要将我儿下狱。然我家中本就清贫，唯一的一点积蓄也买了牛车黄牛，又何来20两银子赔付？于是潘云、葛峰、命儿等即刻赶往江宁县，传唤江宁县令任平山及那老妪一家即刻到堂，不得延误。谨遵大人军令。大娘且先歇息片刻，待一干人等到堂，本府定还你一个公道，还你儿子一个清白。虾人眼中瞬时泛起了浓浓煞气，而他却不知道，带闺女前来瞅未来女婿的蓝玉，此时却是面色苍白的，躬身站在朱元璋身旁。蓝玉，此事你怎么看？
蓝玉，此事你怎么看？黄老爷，您怎么看就怎么看。少他娘的来这套！对于堂上老妇所述冤屈，你怎么看？据那老妇所言，事发之地颇为偏僻，事发之时又无人经过，因此无人能证明其儿子清白。不过在下看来，这老妇所言非虚，他那儿子怕是蒙冤后又难以自证清白，更因无力赔付那20两纹银，极度绝望之下才投河自尽。二虎老爷有何吩咐？前人即刻弄清堂双方的为人与口碑如何？再者弄清江宁县的那位任县令的风评如何？速去速回，不得延误。遵命。这老妇也着实可怜，他儿子心善助人，却反被诬陷，愤而投河，何其无辜啊！话不能这么说，若人不是他撞的，他为何上前搀扶？你说的是人话不？助人为乐，乃我华夏美德。莫非好人还他娘的做不得了？只怪那小伙子帮错了人。哎，反正我以后遇上这种事，打死也不帮忙。若是像那老妇的儿子一般遇上讹人之辈，那我一家老小怕是得流落街头了。也甭管谁是谁非了，反正大家伙以后见着类似的事，千万别上前搀扶就对了。混账东西，真是混账东西！老爷息怒，您日理万机，百姓些许愚昧之言又何足挂齿？日理万机，此等小事若处理不好，咱还日理个屁的万机，不如找根绳子吊死算了。再坚固的堤坝都能亡于一穴，若是此事不能还那老夫一个公道，世间又岂有天理二字？俺言语不周，鼠目寸光，竟不知此事如此重大，还望老爷责罚。若非你所为，那你何以搀扶？听听，此话何其无耻，何其寒心！无论真相如何，仅凭江宁知县这既无耻又极其寒心的言论，此人必须重判。下官江宁知县人平山见过知府大人。世人皆说双眼无眉嘴泛青，不是刻薄寡情，就是愚昧无知，不知人县令。你属于前者还是后者？大人身为应天之府，却如此讥讽下官，未免有失风度。大人有话还请明言。下官虽身为小县令，却事务繁忙，没时间在此耽误。任知县可知对上官不敬该作何惩罚？对上官不敬，一律杖责20。但下官自问并无失礼之处，不知大人此言何意？你说你对本府未有失礼之处，但本府却觉得你失了礼数，否则本府为何不质问旁人，却偏偏质问你？杖责20就不必了，主板掌嘴时下，小惩大戒就是了。潘云，由你执行，不必见血。大人，你如此行事，下官不服。咱们有的是时间，你先好好休息，咱们慢慢玩。你就是被牛车撞伤的老妪，正是名副。既是被牛车所撞，那本府问你，你是被牛所撞，还是被车所撞？又伤及何处？禀大人，老妪是被那牛所撞，伤及大腿以及腰部。大人，事实绝非他说的那样，还望大人还我儿一个公道啊！大娘，您先别急，真相很快便可揭晓。陈太医，麻烦你替伤者诊疾，验证一下是否如他所说。大人放心，老夫定不负所托，将衣服提起，让老夫瞧瞧。这大庭广众之下，今后叫老婆子如何做人？老夫都一大把年纪了，莫非还能占你便宜不成？不让老夫查看伤处，又如何替你诊疾？大人明鉴，大庭广众之下验伤，叫俺娘今后如何做人？大不了那20两赔偿，俺们不要了还不行吗？自然不行，银子得赔，命也得赔。你们一家状告这位大娘的儿子撞了你们的娘，而这位大娘却状告你们一家故意诬陷他儿子，本府自然要查清真相，也好叫世人知晓世间还有公道二字。潘云，那老妪似乎不太配合，你帮着打下手。是大人。名副配合就是，就不必麻烦差爷了。不妙啊！先不管他妙不妙，他那伤势是否为牛车所撞？他身上伤势虽然不妙，但却绝非牛车所撞，而是棍棒所致。棍棒所伤，也就是说他的伤势乃是人为，刻意自残，只为讹诈他人。那度假村老妇之子还真是被冤枉的。能不冤吗？人家娃儿做好事，却他娘的摊上了这丧尽天良的一家子，活生生将个好娃逼死。这是本部难断，为何那江宁县老爷这般昏庸呢？我看这位县太爷不是昏庸，而是此事于他来说不过是个小事罢了，冤又能怎么样？他自己想不开投河自尽，又怪得了谁？那老妪一家只是讹诈了他，又没杀他。你们说知府大人会怎么判决那一家子？还能怎么判？又没杀人，估计也就赔些钱财罢了。那后生的一条命怕是白死了。老爷，事情都调查清楚了，请命过目。
真是混账透顶！那人平山也他娘的无能至极，就算虾仁不重办了他们，咱也绝饶不了他们。老爷息怒，以虾仁的性格，想必绝情饶不了他们。知府大人，仅凭那太医的一面之词，也不能证明老妪非那牛车所撞吧？哦，想必任县令另有高见。此案乃下官所判，自然有所依据。下官如此判决，其因有三：其一，杜九乃是现场被老妪家人逮住，老妪身上也确有伤势；其二，那杜九在县衙虽极力辩解，却无法证明老妪身上的伤势并非他所为；其三，若此事并非杜九所为，为何别人不服老妪，却偏偏他上前搀扶？因此，下官推断定是那杜九将老妪撞倒，在其准备逃脱之际被老妪家人擒获。有鉴于此，下官未将杜九收押在监，仅让他赔付老妪区20两纹银，以示法外开恩。好一个别人不服，为何他服？好一个难以自证清白，好一个区20两纹银。任大人真是一个难得的好官呐！潘云，先将这位难得的好官狗腿给我打断，我要他跪着听本府说话。本县乃朝廷命官，还有脸说自己是朝廷命官，是草菅人命的命官吗？潘云还不动手！知府大人好样的，还区20两纹银，亏这狗官说得出口。知府大人，俺们老百姓支持你。你看看这小子，朝廷命官，他说打断腿就打断腿，好歹也该向吏部刑部打个招呼不是？他倒好，一棍子下去，倒是给咱出了个难题。给您出了个难题，以你老朱的性格，心里怕是快意的紧吧？大人，我儿真没撞人呐，还请知府大老爷给我儿一个清白啊！大娘，您先别着急，既然本府坐在这块明镜高悬匾下，就定然不使他蒙尘。你说那杜九在县衙极力辩解，却难以自证清白。本府问你，证人清白之事，难道不该是你浙江宁县令的职责？若如你这般断案，想必就是一头猪都能替代你任平山县令之职。还说什么若非杜九所伤，又何故搀扶？本府真是佩服你的猪脑子。照你这么说，若你娘摔倒在地奄奄一息，你是希望别人冷眼旁观，还是施以援手？莫非这世上好人还他娘的做不得了吗？照你的逻辑，本府为何不打断别人的腿，却偏偏要打断你的狗腿？你能给本府解释一下吗？大人，下官错了，下官这就回江宁县重审此案，定还杜九一个清白。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多谢大人，多谢大人。不必言谢，下辈子注意点就好。鉴于尔为官庸碌，断案不明，让好人蒙冤而死，使人家破人亡，特赐尔拔舌之刑。潘云，给我拔去他那振振有词、狗屁不通之物。遵命。未经刑部审勘，圣上朱笔勾夺，你无权这么做。圣上何等圣明？若是他老人家知道你做的好事，定然将你剥皮填草。本官慈悲，仅是拔了你一条舌头，已是大发慈悲了。潘云将任平山带到大堂外，当着百姓的面行刑。本府要让世人知道，世上不该好人蒙冤。这种刑法咱倒是头一次见，看来这位应天知府不仅手段残暴，还是个愣头青啊！快意倒是快意，但这种做法必将受人诟病，说不得要被御史弹劾了。若是谁家闺女嫁给他，怕是得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喽。大人，不干草民的事啊，草民只是凑巧上他家做客，可什么也没干呐。何小宝，你发什么癫？你若不想受他们一家连累，就将你知道的尽数禀明，若果真冤枉，自可安然离去。大人，这何小宝是草民的表弟，今日也是来做客，才被衙一并带来，他啥也不知道。您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啊！禀知府大老爷，今日草民上他们家里做客，喝酒之际，表哥面带愤怒地说，没想到这单买卖竟只得了1辆牛车和1头黄牛，本指着那倒霉蛋再行赔付20两，没想到却他娘的投河死了。就在此时，我姑婶面有慌张之色地走进来，制止了表哥的言语。大人，草民知道的全说了，此事真的与草民无关呐。有这些就够了。怎么在家里能走上公堂装死狗？知府大老爷开恩，民妇虽讹诈那杜九，却并未谋害他的性命，是他自己命贱一时想不开投河自尽，与民妇一家无关呐。大人明鉴，草民等虽有过错在前，却并未谋害那杜九的性命，大不了草民一家赔偿这老妇些许银两就是了。我们母子相依为命，如今就剩下我这老婆子了。你们那肮脏的银两老婆子不稀罕，大人，多谢您还了我儿清白之名，民妇难以为报，唯愿大人您公侯万代，子孙绵延。拦下他！小九，阿娘来了。潘云准备一口上好的棺椁，将大娘送回杜家村，安葬在杜九墓旁。
生时母子连心，死后亦当重逢。遵命。至于你们，大人，您也看见了，是这老太婆自己碰撞而亡的，不干草民一家的事啊。大人，我等虽有讹诈之举，却未害人性命，虽小有过错，缺罪不致死啊。大人，我等一知大明律令，才敢如此之事。若苦主无法自证清白，只能算他倒霉，乖乖赔偿就是。就算苦主侥幸自证清白，又能奈我何？我们一枚拦路劫掠，二枚杀人放火，一大明律令不过是罚些银两，将我等训斥一顿也就是了。老三住嘴！大人，明父一家愿意受罚。看来为祸之人对律令都有那么点心得啊。你们若遇上别的官员，罚点钱财训斥一番，或许就将你们放了。但你们这种人间渣渣，既落在本府手里，那本府要让你们明白什么叫报应，也好让世人知晓，大明律令是用来替好人伸张正义，而不是用来保护渣渣。本府也绝不允许大明律令温暖了渣渣，却寒透了世道人心。大人这是罔顾大明律令，如此判决草民不服。不服？没关系，那就让官审的百姓来断断。若是他们觉得尔等无罪，那么你们可获新生。堂外的百姓们，事情的前因后果你们也已明了。依大明律令，他们仅是赔点钱财被训斥一番，就可太平无事。可江宁县杜家村新堆的2座孤坟，至此无人祭拜。本府心中不忿，欲将他们严惩，却有悖大明律令，故此本府准备放他们一家下堂，将他们的生死交于你们手中。若大家觉得他们可得赦免，就请让开一条路；若大家觉得他们不配苟活于世，那本府允许大家动手，抹除这人世间祸害。从古至今，从未有过将待审之人交于百姓定夺之事。大人如此行事，难道就不怕刑部问责皇帝治罪吗？若是律令有悖于世道人心，不被百姓认可，那他有何资格大行其道？行了，本府职责已尽，你们一家可以离开了。那大难临头，您自己保重。快打这些没良心的畜生！凭什么人家杜九母子被你们所害，而你们却能脱身？下去给那可怜的母子俩赔罪吧！若真让你们走，世上可还有公道2字？我的儿啊，狗官，你这狗官！天理循环，一报还一报。你现在体会到丧子之痛了吗？世间但凡作孽者，阎王不收，我来收。闺女，这堂也退了，人群也散了，你还呆呆的看个啥？走吧，闺女，咱们还是他娘的晚了一步。闺女，走反了，你这是去哪？爹，你出门的时候不是说……现在不是时机，改日爹再请那小子上咱们府上喝酒。爹，刚才那老头是什么人呢？为何竟在女儿面前说瞎人的坏话，还说谁要是嫁给了他，就要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闺女，你别管那人是谁，总之对你来说他绝对算不上好人，不管他对你说了啥，你都得反着听，明白吗？禀大人，堂外有人求见。若是鸣冤，让他敲鸣冤鼓；若是闲杂人等，就说本府有些累了，今日不想见客，让他改日再来。咱什么时候也成闲杂人等了？我说你小子架子也太大了吧！不说叫你迎咱，门都他娘的不让进了。臣虾仁参见圣上。行了行了，只要知府大老爷开恩，别当场所了咱就行。你这是在干嘛呢？我在领悟空呢。左下角幻灵修仙传上线就送神宠悟空，棍棍暴击一招清屏。现在从我左下角进入还能30分钟无限洗练，悟空轻松洗成7彩变异形态，攻防翻倍，一招秒杀神佛，资源拿到手软。无限洗练是啥？只能洗成7彩悟空吗？无限洗练可以提升宠物的各种属性，变异形态的宠物同等级无敌。左下角游戏自由度很高，无限洗练想成啥就洗成啥，也不用下载，点左下角的按钮就行。那我这就试试。怎么着，老朱，你这是搞突击检查来了？原本咱打算去你府上，却赶上你小子升堂问案。原本以为你小子第一次升堂难免会有疏漏，没想到你小子还不赖，这案子断得不错，没给咱丢人。二虎给咱禀报说，如今京城内的地痞无赖，逃的逃，从良的从良，还有那些关于惹是生非的勋贵子弟也收敛了很多。你这修罗知府的名号还他娘的挺管用。万事有你老朱兜着，弱小子还缩手缩脚，不如买块豆腐撞死算了。您诸事繁忙，微服出宫，想必是有事吧？虾仁啊，你父母早是孑然一身，如今也年过16了，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婚事问题？身为男儿，哪能不讨个媳妇？小子心里已经有数了。是不是蓝二愣子家里的闺女？你答应他了？咱跟你说，蓝家那丫头虽相貌不俗，但那性子可是野得很，自小习武，一般人可降不住她。而你小子又手无缚鸡之力，若是娶了她，早晚鼻青脸肿。
有你小子受的。自小习武也没什么不好，今后也好生养不是。咱就直说了吧，咱有心招你为婿，你小子意下如何？据我所知，长公主与二公主都已下嫁，目前似乎三公主也不过芳龄12吧。不错，咱说的就是三闺女安庆。别看安庆年不过12，却是秀外慧中温婉淑的，相貌也随咱，绝对没得说。相貌随老朱你。没想到三公主年纪轻轻，竟是一位相貌雄伟的奇女子。您也知道，安庆公主如今芳龄还小，再说小子也才将16，实在不宜操之过急。怎么？听你小子的意思是嫌弃咱家三闺女？这不是嫌不嫌弃的问题，老朱啊，小子对一个12岁的女孩下不了手啊！混账东西，咱啥时候说过让你现在对安庆下手了？咱的意思是先将事情给定下来，待安庆及笄，再将你们俩的事给办了。看老朱这急不可耐的模样，他的那位三闺女长得怕是有些一言难尽啊！老朱啊，小子左思右想，还是觉得此事不宜操之过急，缓2年再说吧。行吧，那此事日后再提。对了，咱听说你府上闹鬼，一位找上门给你做法的和尚，却被你小子给抽了一顿鞭子，这是怎么回事？是有这么回事，不过是有人装神弄鬼罢了。小子见那和尚闲着无聊，抽了他一顿鞭子，就打发他前往鸿胪寺帮那高丽王子治胯下之疾去了，顺便也让他好好治一下高丽小国那熟手两端的毛病。咱可是听太医说，高丽王子的那玩意被你小子踩的就剩点皮了。那和尚若这都能治好，还真是活见鬼了。你小子打发那和尚去高丽草包身边，到底打着什么鬼主意？果然什么都瞒不过您。那高丽小国地处辽东，向来熟手两端，明里对我大明毕恭毕敬，暗里却又与残垣勾勾搭搭。咱们为何不趁着自身强大之时，将那高丽纳入大明的版图？你说的有道理，但这和你打发个和尚去那高丽王子身边有何关系？老朱，你可千万别小瞧了这个和尚，此人极善阴谋诡计，蛊惑人心，绝对是个顶级鬼才。老朱，你说若是想让一个国家土崩瓦解，是由外而内攻破为好，还是由内而外突破为好？攻破、突破，咱明白你的想法了。你是准备从鸿胪寺内的那个高丽草包入手，利用它搅乱高丽，令其先从内部瓦解，待其国内虚弱不堪之际，咱大明再一战将其纳入咱大明的版图。不错，就是这个意思。别说小小高丽，就算再强大的国家，若是内部生患，那也就离亡国不远了。高丽虽小，距今也有几百年，就算其朝廷土崩瓦解，那高丽百姓又岂能甘愿臣服于我大明？您的顾虑小子都清楚，无非是担心肉没吃到，却蹦了满嘴牙。我华夏民族之所以长存不灭，倚靠的并非是人数众多，而在于文明的兼容性。高丽一旦为我大明所有，先施以高压，令高丽举国上下皆读四书五经，咱大明别的不多，熟读四书五经的大儒却多的是。到时派遣他们去高丽弘扬儒学，定无往而不利。以后但凡归入我大明版图的藩邦，须得穿我大明衣衫，食我大明饮食，言我大明话语。四书五经最少也需背诵1本，若有不从者，尽数发配倭国，替我大明耕种开矿。没想到咱最嫌弃的酸儒，竟还有如此妙用。先不论其他，单论能让咱大明的那些饱学大儒所学的一身本领，能有施展之处，高丽咱说什么也得将他夺过来。所以说，世间本没有无用之人，只有用错了地方的人才啊！主意倒是不错，但仅凭区区一个和尚便想搅乱一国，未免力有不逮，浮游汉书了吧？秦时赵高、汉时董卓，皆是一人乱国，致使朝廷崩溃，黎民遭殃。那和尚虽无赵高董卓之权势，但凭借着他过人的才华，已足以搅乱高丽。不过为了加快进程，若能派遣些许都尉府亲军暗中潜伏高丽，与和尚暗中呼应，当可保万无一失。派遣至高丽的亲军都尉府军士，既是暗中潜伏，锦衣夜行，其意为我大明，不如就改称锦衣卫如何？锦衣夜行为我大明，锦衣卫，没想到你小子替咱亲军都尉府取得名字，都他娘的这么符合咱的心意。二虎，传旨下去，今后亲军都尉府正式更名为锦衣卫。至此以后，锦衣卫行事当死死遵循8个字：锦衣夜行，为我大明。遵命。北直等自当誓死遵从圣上御口钦赐8字真言，今后锦衣卫上下自当誓死护卫圣上，誓死护卫大明，绝不令圣上亲口所赐锦衣卫之名蒙羞。今着生以为从3品锦衣卫指挥使，就赐耳3爪飞鱼符、绣春刀、虎头赞金靴。陈茂祥叩谢皇上隆恩。你身为锦衣卫第1任指挥使，定要恪尽职守，牢记咱说过的8字真言。咱不希望第1任指挥使最后却不得善终，明白吗？圣上教诲，臣永世不忘。
若有违八字真言，愿神灵千刀万剐之刑。起来吧，虾仁，咱再问你一遍，你当真确定那和尚真有那么大能耐？就算你老朱创建的大明都能被那妖僧搅动风雨，更何况小小高丽？只要事不外泄，最多3-2年定能攻城。好，二虎，今日是亲军都尉府更名锦衣卫的第1天，咱有个差事要交于你，你即刻从锦衣卫中挑选300精明干练之人，由蒋桓统领，先行潜入高丽，蛰伏待机，以待天时。遵命。漆黑的夜色里，已稍稍透着些许微亮。大明朝廷中枢之所在，奉天殿内却早已是灯火通明。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有事早奏，无事退朝。提起茶壶，让咱看看。皇上小心，此物甚烫。没想到煤炭竟还有如此妙用，无论烧水做饭还是取暖驱寒，皆无不可。此物不错，着实不错。朱清，此物从何而来？若百姓用之，是否有中毒之害？禀圣上，此物乃工部郎中于昨日集市上偶然发现此物。据其向店内伙计打听，此物最早出自山东济南，近日才于京城之中售卖。据店内伙计所言，此物既于封闭之处使用，用之则有中毒之味；若于通风之处使用，则无中毒之害。昨夜臣已试用此物，令后厨用之烧水炒菜，确如店伙计所言，并无中毒迹象。据店伙计所言，无论是1日3餐用之炒菜、蒸饭或烧水温茶，每日仅需6粒煤球。天气寒冷之时，此物亦有御寒之效。朱清，这火炉与煤球在集市上分别卖的什么价？禀皇上，臣已打听清楚，小火炉售价18文，煤球1文，作价2粒，10粒起卖。若一次购得100粒煤球，则火炉折价5成；若一次购得200粒煤球，则火炉分文不取。此价倒还算合理，寻常百姓之家也基本用得起。对了，你刚刚说此物出自山东济南？禀皇上，此物的确率先出自山东济南，但煤球却是产自城南50里外的一座煤山，并于今日才在京城售卖。看来8成又是虾仁这小子搞的这火炉煤球。启奏皇上，若此物大行其道为百姓所用，那木炭怕是难矣。煤炭火炉大行其道，惠于千家万户，可谓济世良物。木炭作价高昂，寻常百姓之家本就难以时时用之，否则每年寒冬也不至于有活活冻死的穷苦百姓。煤炭大行其道，虽有爱从事木炭过活之人，却无甚大影响。再者说，又岂能因少数人利益受损，而置天下万民利益于不顾？老臣思虑不周，惭愧至极，还望恕罪。木炭价格高昂且利润极高，看来你孔家也参与其中啊。朱清可还有事要奏？臣礼部尚书王顿有事启奏。准。启奏皇上，3日后便是新年，除我国外，各国使臣已悉数抵达大明，并于新年朝拜之时呈现贺礼。循例，我大明已回赠各国使臣，故此臣已准备了一份回赠清单，还请皇上过目。往年各国朝贡大明，我大明皆以各国朝贡之物，作价近10倍予以回赠。然以珍宝回赠各国，不免过于俗气。还请皇上示下，以何等重宝回赠，臣自当早做准备。咱华夏自3皇5帝始，已历经几千载，历史之深远，文化之厚重，可谓冠绝天下。命有司即刻印刷4书5经，务必精美，各国皆赠3000册。身为天朝上国，自当让各国同慕我华夏圣人之恩泽。吾皇圣明。大人，您交代的是卑职已全部办妥，依您所令，秦淮河88条花船，卑职已如数收的白银26万4千两，应天城内128家大小妓院，235家大小赌房，也依您所言，分为大中小收取税收，共收取白银25万4100两。此次共计收得白银51万8100两。依卑职看，那些赌房妓院，特别是秦淮河上的花船，可谓是日进斗金，每月税收就是再往上翻上一番，亦非难事。老涂啊，我看你是有些飘了啊！杀鸡取卵之举固然可一次吃个饱，但一个不小心，就算不被噎死，也他娘的可能被人毒死。咱们吃完肉，总得给别人留点汤，细水长流才是王道。若不是大人当头棒喝，卑职竟险些堕入魔道。大人，咱们这个月所收得的银两，是否如数上缴国库？上缴国库，咱们凭自己本事赚的钱，让户部坐享其成，讲什么美事呢？莫非大人您想？嘿嘿，若是大人有此心思，卑职倒是有个不太成熟的建议，咱们就拿出。老涂，银子是人都喜欢，但什么银子能要，什么银子碰不得，得心里有数。本府最后提醒你一遍，若再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心思，到时可别怪本府翻脸无情。
是，卑职糊涂。大人教诲卑职，定当铭记于心。卑职这便让人将所收税银如数押入府库。上次连夜缉拿犯人，本府曾承诺过，待此事过后，每人赏银10两。老图，你即刻将府衙全体僚属召集起来，再过几日便是新年了。本府今日便要兑现承诺，也好让大家过个肥年。禀大人，上下一众僚属已悉数到齐。前些10日，大家连夜拘捕犯人，辛苦了。本府亦曾承诺过大家每人皆赏银10两，但新年将至，本府决定赏银翻倍，反映天府上下属吏无论身份高低，每人皆赏银20两，让大家好好的过个新年，也过个肥年。大人体内下情体恤下属，卑职等感激不尽。今后但凡大人所令，卑职等必当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但凡大人所令，卑职等定当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新年大朝会是一国藩邦朝拜大明帝国之日，只待大明皇帝宣诏，各国使臣则依次入奉天殿朝拜圣驾。此时被安排在偏殿等候多时的各国使臣，由于长时站立，无不是两股战战，嘴发青。敢问公公，可否取个夜壶前来？下臣实在是憋不住了。公公，下臣也需要一只夜壶，劳烦公公替下臣也取一只夜壶前来。公公，下臣需要2只夜壶，劳烦公公稍快些许。真是笑话，这才站多久就不行了？萧尚书，劳烦你给要个马桶过来。马桶？王子，你第一次来大明朝拜，心中紧张，老臣能够理解。别人要的都是夜壶，你怎么还要马桶？刚刚在鸿胪寺，王子你已经出过宫了，怎么现在？你就别问这许多了，照办就是。王子殿下，此乃大明皇宫，此时你我2人代表的是高丽国的尊严。若他国使臣要的都是夜壶，而咱们高丽要的却是马桶，此事一旦宣扬出去，大明会怎么看我高丽？其他各国又会如何看我高丽？若此事一旦传出，其他各国定会笑话我高丽，说他们仅仅只是被大明帝国下酿，而我高丽堂堂王子却生生被大明帝国下出了米田共。王子殿下，为了我大高丽的尊严，还请你稍作忍耐，老臣拜托了。老东西，本王子不过是让你向太监要个马桶，你叨叨这么一大堆，还有完没完？还有什么叫本王子要个马桶就是被大明下出了米田共？本王子不过和那些废物一样，要个马桶为了小姐罢了。若是为了小姐，又何须马桶？要个夜壶也就是了。老东西，你明知道本王子已遭了那姓夏的毒手，已无法，如今让你要个马桶，你却一再的推三阻四，到底是何居心？莫非有意讥讽本王子今后都只能蹲着？哼！老臣年迈糊涂，竟忘了此事，还请殿下息怒。殿下无慌，老臣这就替殿下要个马桶，以解燃眉之急。请问公公，那个……老东西，你若再不开口，回国后本王子定饶不了全家。殿下息怒，老臣照办就是。公公留步，劳烦公公送只马桶过来。真是丢死人了！好在只是要了个马桶，并未透露身份，应给没人认出我。那位高丽国使臣急需马桶，赶紧给他送去，别到朝圣之时臭着圣上。真没想到高丽使臣竟是如此不堪，竟于朝拜之日被当场吓的。可想而知，高丽小国皆是胆小如鼠之辈。哈哈，我等不过是早晨喝多了点水，这才要了个夜壶。你们高丽倒好，直接要了个马桶。自大明开国以来，还从未听说过有使臣被大明给下出了米田共。你这不是让我等跟着你高丽一起丢人现眼吗？老萧，今后你我有情义尽，本相实在丢不起那人。拿着你让老夫替你要的马桶，找个人少的角落去解决你的燃眉之急。老夫一世清明，今日算是葬送在你的手里了，也不用劳烦你动手。待回国后上吊也好，鹤顶红也罢，总之老夫是没脸再活在这个世上。萧尚书，本王子蹲得太久腿麻了，麻烦你过来扶我一把。你若能自己起身则罢，若是你自己无法起身，倒不如活活蹲死在马桶上，一了百了。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大明皇帝陛下来了。大明帝国不愧是天下第一霸主，大明皇帝陛下果然威严至极。我们王上与他相比，是啊，此次出访大明才知道，天下竟有如此巍峨之宫殿，一国之中竟有如此之多的文臣武将。若不是亲眼所见，实在是难以想象。我国尼国与大明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幸好大明帝国将我等小国列为不争之国，否则以咱们国家的实力，想必用不了3-2个月，定然亡国。3-2个月，好大的口气！以你占成小国屁大的地方，以大明帝国的实力，放个屁都能蹦了你们。我占成国的确地小人稀，你真腊国又能强到哪去？大明帝国轻轻吹口气，照样也能吹翻了你们真腊。萨瓦迪卡，大家都少说2句吧，咱们代表的都是自家的颜面，吵吵嚷嚷的未免让外人看的我等。再说，若是因此事让大明皇帝陛下觉得咱们对他不敬，为自己国家招惹了祸端，那咱们可就成为罪人了。我说暹罗使者，你也太危言耸听了。大明可不比大元帝国，大元帝国就算你不招惹他，他一个不高兴都要发兵灭了你。而大明性格温顺，只要说几句好话，他们不仅不会为难咱们，反倒会给咱们好处呢。就说年年朝贡，咱们朝贡的东西算不得什么，可大明的回礼可丰盛得很呢。若是换做大元帝国，不仅一根羊毛也舍不得回赠，还嫌咱们给的不够。所以说，还是大明帝国好嘛，素来宽厚讲究礼仪，有钱又大方，真希望每年多朝贡几回，也能多收点回礼。是也，强大又温顺，这么大方的邻居，谁不喜欢呢？你刚刚将大元称为大元帝国，为何提及大明却不称帝国？莫非贵国对大明帝国有什么不满吗？本使之所以称大元帝国，是因为大元帝国曾奴役过我安南，这种称呼早已习惯了。而大明性格温顺，所以我安南国上下就是称呼大明。想必大明也不至于为了区一个称呼，攻打我安南国吧？那当然，就算不小心招惹了大明，上到请罪国书也就是了。这是你们安南国有经验啊？怎么没见那群矮矬子？以往他们可最活跃，此次怎么一个也没见到？贵使说的是4尺差半寸的矮矬子吧？你要是不提，我还以为他们被咱们的裤裆给遮住了呢。老夫倒是听闻那倭国使臣因在大明帝国行为不端，被如今的应天之府给杀了，并且如今大明帝国正在大量打造海船，想必用不了多久，倭国怕是得永远消失。你可知那倭国使臣是因何事得罪了大明？大明帝国，这不符合大明的脾性吗？信不信在于诸位，老夫之所以提醒诸位，是想告诉大家，对大明帝国还是尊重点的好。若是谁一不小心得罪了大明，那就自求多福吧。那群跳起来打别人膝盖的矮矬子，早该死了。大明要是能灭了那群老鼠，就再好不过了。不瞒诸位，本王子对那群阴沟里的老鼠也是痛恨至极。人还没3尺高，却是到处劫掠。若不是他们打洞的本事厉害，本王子就能率人灭了他们。就凭你一下就出米田共的废物，等你什么时候成高丽国王呢？本使还勉强相信，如今就凭你一个小小的废物王子能掀起什么风浪？麻烦你走远点，别臭着大家。我高丽国王子虽身有不是一之当众失态，也轮不到你区安南小国使臣出言侮辱。你嫌我家王子殿下臭，我家王子何尝不觉着你长得像只猴？殿下，人又岂能与猴为伍？咱们还是离这大马猴远点，以免熏着咱们。萧尚书说的不错，大马猴仗着自己熟悉大明国话语，落得个使臣身份，就把自己当人看了。殊不知猴就是猴，穿上衣服还是猴。你一个被吓出米田共的废物，竟还有脸讥讽本使？大马猴，我现在就明确告诉你，你最好求神拜佛，祈求本王子做不了高丽国王，否则本王子一旦继位，第一个灭的就是你们大马猴国。就算你今后继位，我安南又岂会拒你高丽？不是本使瞧不起你，等下辈子别被人吓出米田共再叫嚣，这话不迟。一口一个米田共，那本王子今日非要让你尝尝被人打出米田共的滋味。陛下有旨，宣个国使臣入无营殿觐见。陛下宣召尔等都随咱家来吧。今日暂且放过你，以后嘴巴放干净点。不好了，我安南国主使被高丽小王子活活打死了。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万
外臣真腊国使臣，仅代我真腊国王祝大明帝国千秋万代，国祚永昌。祝大明皇帝陛下春秋鼎盛，万寿无疆。奉我王之命，特献珍珠3壶，各类香料10担，七彩学蛇鸟9只，云豹1只，以及我真腊国王为表对皇帝陛下的敬仰，特意猎的白虎皮1张献于皇帝陛下。有心了。外臣暹罗国使臣，代我暹罗国王祝大明帝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明帝国陛下身体安泰，万寿千秋。外臣奉我王之命，进献象牙8对，9彩孔雀3只，罕见白猿1只，玉石玛瑙5壶，及各种香料3车，献于皇帝陛下。有心了。好家伙，等各国进献完毕，老朱都可以开个动物园了吧？老李，各国使臣就进献这些玩意。都是些搓耳小国，莫非还指望他们能有啥好东西？虾仁，你第一次参加新年大朝有所不知，各小国与其说为朝贡大明而来，倒不如说为占便宜而来。老夫年轻时最向往的就是煌煌大唐，文治武功万国来朝，何其壮哉！然身居庙堂之后，老夫有时不免感慨，万国来朝的确风光无限，这也不知要为此损失多少金银珠宝了。老夫有一事不解，想当面问问夏永侯。按以往惯例，朝廷每年回赠给各国的回礼还算丰厚，为何今年圣上反倒仅以3000册45经回赠各国？这是否是夏永侯你给圣上出的好主意？不错，的确是我向圣上提的建议。怎么，王尚书有意见？老夫倒是觉得这主意好得很。但凡能让你户部少掏银子的事，你这老匹夫又哪会有意见？大明虽不甚富裕，却也不缺各国的回赠用度。我大明乃天朝上国，如此为之，岂不叫各国小觑了我大明？王大人，能否拜托你一件事？能否拜托王大人别强行给在下喂大便？不瞒你说，听了你的一番高论，在下都快要吐了。本尚书自问所言无错，夏永侯如此讥讽老夫，到底是何居心？原本不想与你争论，既然你定要问个究竟，那在下倒要问问你，鲍元执政之时，各国给鲍元的朝贡之物，与进献给我大明的朝贡之物，这两者有何区别？这个问题就由老夫来作答吧。鲍元执政之时，各国每年进献的金银数不胜数，而鲍元却一根羊毛也从未回赠给他们。若不是我大明推翻鲍元，现在各国朝贡给鲍元的贺礼最少得翻上100倍，而与之相反，各国进献给我大明的朝贡之物少之又少，让我大明予以各国的回礼，却几乎是他们朝贡等价的10倍之多。鲍元执政之时，周边各国无不俯首帖耳，而我大明施行仁义，感恩我大明的国家，却是少之又少。如夏永侯所言，即便厚待他们，不过是让人觉得我大明人蠢钱多罢了。哼！依你所言，万一今后周边各国不再朝贡我大明，亦是无关紧要了。本府再问你，各国朝贡鲍元之时，鲍元给予各国的回礼，与我大明给的回礼又有何区别？若我大明足够强大，又何须他们前来朝贡，将他们融入我大明版图不香吗？哎呦，你这小子好大的口气！你可知？大明皇帝陛下，我安南软使臣被那高丽王子活活打死了，您可要替我安南国主持公道啊！安南使臣竟被高丽王子打死了。皇帝陛下容禀，安南国使臣死死于他那满嘴喷粪的臭嘴。大明皇帝陛下别听他胡说，我安南国原主使明明是被那高丽王子亲手打死，在场的各国使臣都可作证。对，那高丽王子自己出糗，还不许人说。若不是皇帝陛下及时召见，我们怕是皆要被他灭口了。不错，这高丽王子为了掩盖自己的丑事，想必也有灭了我等之心。小子，都是你干的好事，若非你一脚踩碎了人家那玩意儿，又何至引来安南国使臣的欺负？这都是你小子的功劳啊！话可不能乱说，本阁今日从头到尾安守本分，那高丽王子打死了安南使臣，与我何干？你可别乱扣屎盆子啊！是他，一切都是因为他。若不是他，本王子又岂会因尿急而向太监索要马桶？若非本王子索要马桶，又岂会遭安南使臣再三嘲讽？若非那大马猴再三嘲讽，本王子又岂能因心中愤恨，失手打死大马猴？在下早有耳闻，高丽王子时有癫狂之举，不似常人。今日一见，传闻果然不假。人家不过是说了大实话，就使你癫狂发作，痛下杀手，何其无辜！大明皇帝陛下，下臣身为高丽国使臣，千错万错都是下臣的错，下臣愿为安南国使臣抵命。原主使之死，朕也为之惋惜。然是官儿等两国，朕着实不便插手，还是由尔等两国之间商讨过后，再做计较不迟。谨遵大明皇帝陛下之命。
微臣认为此非两国使臣之过，皆因教化不到位。若常蒙圣人教化，又岂有今日之事？四书五经乃我大明魁宝，原本不该传于外邦，然各国视我大明如父，忠孝之心可昭日月。因此，臣恳请圣上，与其回赠各国金银珍宝，不如回赠于我大明魁宝，以便圣人之言，恩泽天下，教化天下。如此定能让各国皆如我国大儒一般，知书达理，温润谦和。唉，若是早日让尔等同沐圣人教化，又怎会有今日安南主使之死？传旨，这礼部将原本准备回赠给各国的铜臭之物，通通换为我大明魁宝，以四书五经各3000册回赠各国。四弟愣在这想啥呢？想着年后就翻大兜的事，有些走神了。怎么着，老四，这还没去就翻，就吓成这样？莫非平日里的鹦鹉干练都是装出来的？亏得咱爹还夸你，说什么四子鹦鹉果敢，颇有他年轻时的风范。如今看来，也不知道将大明第一重镇交由你来戍边，是否妥当？二哥，说来说去，你不就是心中不忿？父皇将最为紧要的大都交于我就翻吗？若是你心中不忿，大可向父皇言明就是。老四你，行了行了，父皇最重亲情，你们若是想挨鞭子，尽管再大点声。四弟近来郁结于胸，心情不佳，一是言语无度，得罪的地方还望二哥莫怪。不就是就翻戍边吗？屁大点事，也不过是勤练兵士，警惕北边的动向。若无战事，平日里吃喝玩乐也好，骑马打猎也罢，一切皆由得你。四弟，三哥倒还忘了恭喜你，再过1-2年，你可就有大把的银子到手了。八字上还没一撇，三哥这话未免有些为时过早。倭寇神出鬼没，一时难以剿灭倒也罢了，可咱们几十万精锐杀向倭寇的老巢，灭了他们不过是迟早的事。老四，你给说说，那瞎二愣子为何会给你10万两银子？莫非你们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不瞒二哥，我与虾人只不过是做了场交易罢了。什么样的交易能值得10万两银子？无他，只不过是提前预支了一族3万颗头颅。他要那许多一族头颅做甚？你管那许多做甚？这买卖老四做的，咱哥俩也做的。你去将那小子叫过来。是，夏永侯，秦王叫您过去。告诉秦王，在下没空，若是有事，叫他自己过来。本王赏脸，请他前来饮宴。这姓夏的二愣子也太不识趣了。二哥，天底下不是所有人都得舔着脸巴结着咱们。若是虾人能让你呼之即来挥之即去，那他也就不是他了。虾人，下午若是没事，不如去我府上饮杯茶，咱俩对弈一番如何？哦，对弈，这玩意在下可是手臭的很呐。若是殿下不嫌弃在下，就全当陪殿下解解闷了。下棋是假，怕是你朱棣心里有鬼吧？殿下，您可能不知道，前几日在下府上不知从哪冒出来个老秃驴，兜里揣着一顶白帽子，说在下府上闹鬼，硬要送给在下做辟邪之用。在下岂会听信了他的鬼话，赏了一顿鞭子，便扔出府去。从来只听过戴白帽子送葬，还从未听说白帽子用来辟邪。想来那和尚定然不是什么正经和尚，虾人不必理会。什么也和尚白帽子？四弟，莫非你与这虾人又在商讨什么交易？见过秦王殿下，晋王殿下。虾人不必多礼。虾人，刚刚本王请你过席饮宴，你为何不来？莫非是有意怠慢本王？秦王殿下身份尊贵，在下身为臣子，又岂敢贸然上前？二哥莫怪，我俩正准备去府内对弈，这就告辞了。左右也是闲来无事，我与你三哥一同前去观战。本王倒想看看他的棋艺是否如他的嘴那般厉害。看来不让这棒槌长长记性，今后怕是没完没了了。若是论及棋艺，在下承认技不如人。不过若是论及其他，怕没人是在下的对手。若是殿下身家还算丰裕的话，不妨过府一战。似玉非玉，雕工精美，平日里用以消遣着实不错。长这么大，本王还从未见过这玩意。你是从哪弄来的？此物独一份，何必问出身？此物虽仅有100多张，然却是千变万化。殿下，你可千万别大意才好。行了行了，区100多张，再千变万化又能变到哪去？俗话说，凡事不做头一桩。老四，你这可不是好兆头啊！俗话说，开局头一桩，定要吃四方。燕王殿下这头一桩倒是讨了个好彩头。老四，你有完没完？半天出不了一张牌，眼睛瞪那么大，大白天见鬼了不成？还是虾人说的对啊，这开局头一桩果然是好彩头，并非我磨蹭不出牌，实在是第一把就是天胡13妖，无牌可出啊。俗话说，开局头一胡，结局一定输。老四，别得意的太早，这才刚刚开始，洗牌。俗话说，开局头一胡，鸿运挡不住。或许燕王殿下的鸿运这才刚刚开始。虾人进吉言了，小鸡队，天胡，二哥，
四弟，我今日注定了鸿运当头了。俗话说事不过三，老四，有能耐你再来一把贴壶。若当真能行，今后你是我二哥，我是你四弟。俗话说，在一在二，必在三。秦王殿下，好好的二哥不做，偏要当弟弟，这又是何必呢？少他娘的乌鸦嘴，洗牌！虾仁啊，近来那疯癫和尚没再找过你吧？被在下一顿鞭挞之后，那疯癫和尚已消除魔障，恢复正常，并发下宏愿，此生定要将佛法洒向世间每一处角落。听他的意思，怕是要周游列国，弘扬佛法去了。那和尚能得获新生，也多亏了你，否则那和尚心中的魔障还不知何时方能化解。行了，一个疯癫和尚有什么好讨论的？今日本王手气不顺，到此为止，改日再战。只要殿下有此雅兴，随时奉陪。虾仁，不知你对藩王戍边之策有何看法？其实晋王殿下能问出这个问题，想必心中已早有答案，只不过不想面对罢了。当今圣上于公乃是天下共主，于私却也是人父，而太子又是3位殿下的长兄。但凡他们在位，诸位殿下自可高枕无忧。至于之后的君主与诸位殿下的后人能有多深的感情，那只有天知道。不过，但凡后世君主想要有一番作为，定然不会容忍国中之国的存在。诸位王爷皆是人中之龙，各中利弊，又岂会不知？莫非后世君主敢公然削藩不成？藩王戍边乃是父皇制定的国策，并有皇明祖训予以约束。若我等藩王子孙攻东体国，后世君主又岂能视而不见？怎会公然违逆祖训，强行削藩，行那不孝之举？汉有7国争国祚，晋有8王乱天下，唐有藩镇祸江山，这明晃晃的事实。当今圣上不是不知，只不过因亲情羁绊，选择自欺欺人罢了。当今圣上及太子固然念及亲情，不会对至亲下手，然后世君主与诸位藩王子孙又能剩下几分亲情？若是换作诸位殿下，又岂会顾念那早已稀薄的血脉亲情，而容忍藩王手握重兵，成为国中之国？够了，不要再说了。二哥，如今有父皇和大哥在，自能保你我兄弟一生富贵。可正如虾仁所言，咱们享了一世富贵，到时2眼一闭，2腿一蹬，咱们的子孙今后怎么办？总得替他们谋一条出路吧。还能怎么办？要不咱们现在去找父皇辞去藩王之位，然后就永尸窝在京城混吃等死？你以为二哥真就是那一无是处棒槌？咱们虽身为藩王之尊，可能选择的路无非2条：要么辞去藩王之位，窝在京城做一个废物亲王；要么就如现在一般，就翻边色欲，敌于国门之外，闲时及时享乐，到时2眼一闭，2腿一蹬，这辈子也就算过去了。至于子孙金，呵呵，到那时父皇也好，大哥也罢，大家都成一堆枯骨，哪还管得了那许多？我说二哥为何就藩短短1年就性情大变，待人苛刻且又喜怒无常？原来竟早已洞明一切。在下收回刚才的话，秦王殿下，您绝非一个性格乖张的棒槌。算了，本王并非那睚眦必报之人。再者说，今日若不是你揭破本王一直不愿面对的问题，本王又岂会吐露心声？虾仁啊，大家年龄相仿，今后私底下还是称我一声三哥吧。知二哥四弟意下如何？如三哥所言，弟求之不得。事先声明，父皇颇为忌讳朝臣与藩王之间交往过密，二哥之称我是不介意，但你可得想清楚。在下心无暗鬼，上不负君恩，下不负黎民，何惧之有？虾仁见过二哥、三哥、四哥。二哥的那点心事，今日尽数抖落了出来。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不知虾仁可有2权之法？世上本就没有解不开的死结，更何况2权之法，在下早已献给了圣上，几位兄长也都看过。你说的可是前几日献上的那份世界地图？不错，一座山头只能存留1只虎啸山林的猛虎，而一条江河也只能容纳1条行云不雨的神龙。龙孙虎子若想成为万兽之尊的虎王，便只能另寻山头，开辟出一片天地。唯有如此，诸位殿下才能成为真正的王。